月光透过雕花木窗洒在凌乱的床榻上，林浩迷迷糊糊睁开眼，幽兰般的馨香萦绕在鼻尖，一具温软的娇躯正与他相依。映入眼帘的是羊脂玉般的洁白，细腻的肌肤沁着香汗，在月光下泛着莹润光泽。月光勾勒出他青丝如瀑的轮廓，在地面投下一道微微起伏的迷离剪影。林浩脑子嗡的一声，彻底懵了。他不是应该……对了，合欢宗那个该死的任务给了月仙宗的圣女慕云瑶下毒，可他刚摸进这房间，还没看清人在哪，就眼前一黑。叮！检测到宿主正身处被逆推情缘之境，情缘系统绑定成功，系统真意万花丛中过，情缘一线牵，与命定仙子缔结情缘即可获得奖励，情缘越深羁绊越固，奖励越多。新手奖励发放今生聆听术。系统。林浩心头一动，立刻集中精神，一个羞恼的女子心声清晰传来。完了，这情毒竟如此猛烈，3个时辰了，药力还未散去，我堂堂元婴真人竟和这练气期的小贼，这要是传出去，杀了他。可若没有他，而且慕云瑶，你想什么呢？羞死了，3个时辰，难怪自己的老妖在哀鸣，感觉浑身像被掏空，感情是被当了解药，而且还是不限量自助的那种，真是痛并快乐着。等等，元婴期。林浩心里一沉，宗门这哪是派任务，分明是让他送命。叮！触发生存任务仙子的抉择，要求提升仙子好感度并成功存活。当前好感度是检测到宿主人设，奖励无赖战斗大礼包，内含技能灵气波，技能王八拳。灵气波，王八拳。系统，你是不是对我人设有什么误解？林浩嘴角一抽，心头一阵无语。突然身上的慕云瑶仙子动作一顿，似乎察觉到他醒了。林浩心头一动，迅速垂下眼帘，再抬起时已是一脸茫然，正对上慕云瑶氤氲着水雾的眸子，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慕云瑶的脸颊飞起红霞，一直蔓延到耳根脖颈。他慌乱的想要起身，却因体内残余的药力，身子一软，发出一声轻哼。他睫毛慌乱垂下，立刻别开脸，旋即又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转回头，凶巴巴的瞪他。不许看！林浩脖子一缩，立刻紧紧闭了眼，贝齿紧咬下唇。他声音发颤：“你是何人？为何在此？”说话的同时，他纤纤玉手已并指如剑，一缕剑气在指尖吞吐不定，锁定林浩的眉心。那双美眸里羞愤与杀意纠缠不休，生死就在这一线之间。林浩心里咯噔一下，他立刻戏精附体，委屈巴巴地说道：“仙子，这话该我问您吧？”他眨了眨眼，一脸无辜地说：“我就是个路过打杂的，闻到香味进来看看，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一边说，一边凭借心声聆听术捕捉着慕云瑶的思绪。路过打杂，此地岂是杂役能来的？可他修为低微，确实不像能潜入此地之人。杀还是不杀？杀了，未免有失道义；可不杀，今日之事。听到此处，林浩心中稍定，他趁热打铁，脸上堆起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仙子，您看，这明显是个误会，我们都是受害者啊，咱们有话好好说。我保证，今天的事出去就烂在肚子里，半个字不说。慕云瑶被说得又气又羞，指尖的剑气明灭不定，那张倾国倾城的脸上表情变幻莫测。罢了，待解毒之后再做计较。叮！慕云瑶杀意动摇，好感度加5，当前好感度5。他深吸一口气，咬着牙，凶巴巴地瞪着他：“你闭上眼，不许看！机会来了，增加好感度，那得再做点什么。”林浩眼珠一转，小心翼翼地试探道：“要不您歇，让我来。”叮！慕云瑶认为你得寸进尺，无耻之尤。好感度10，当前好感度15。你闭嘴！慕云瑶耳根红得滴血，羞得连声音都变了调。他竟想主动，这登徒子！他指尖灵光随之暴涨，映得他绯红的脸颊一片明亮。林浩立即闭上眼，不再多言。呸！多什么嘴，差点玩脱了。视觉被剥夺后，其他感官变得格外清晰。温热的吐息近在咫尺，幽兰般的体香愈发浓郁。温软的身躯再次贴近，细腻肌肤擦过他胸膛，娇喘声细细传来。突然，合欢宗的双修功法鸳鸯同心诀竟自行运转，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汲取那精纯的元婴。林浩立刻将这危险的欲望掐灭。不行，一旦运转功法，必然暴露我合欢宗弟子的身份，届时必死无疑。在他轻柔的依偎中，林浩紧绷的身体逐渐放松下来。慕云瑶的思绪却愈发混乱，这情毒怎还没完？不过这小贼倒是还算可靠。叮！慕云瑶心态产生微妙变化，好感度加5，当前好感度10。这情毒似乎在渐渐消退，还是得多亏这小贼。叮！慕云瑶心境产生微妙波动，好感度加5，当前好感度5。不知过了多久，身上重量一轻，那温软的娇躯终于离去。林浩只觉周身灵力流转顺畅，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他悄悄睁开一条缝，只见慕云瑶已退到床边，正背对着他，匆忙地将衣裙拉起，遮住了那雪白背脊。他系好衣带，转过身，目光正好与林浩的视线撞在一起。他脸上立刻堆起一个纯良的笑容。殊不知，他那与生俱来的痞气，在慕云瑶眼中
简直是标准的贼笑。定，慕云瑶认为你轻浮梦浪，好感度10，当前好感度15。我家系统，你玩我呢？这下死定了。这笑容，果然，方才的可怜相都是装的。轻浮，登徒子，留你不得。他玉手一挥，长剑入手，剑尖直指凌浩咽喉。慕云瑶骄傲地扬起下巴，雪白脖颈划出一道优美弧线。登徒子，收死！剑尖向前递出半寸，却又生生止住。可方才分明是我主动。慕云瑶握剑的手更用力了，指节微微发白。杀了他，方能保全我的清白名声。不行，对一个无辜之人下杀手，与魔道合一。但若不杀，此事一旦泄露，我必将身败名裂。怕良心不安，怕事情泄露，他的软肋是他的正道。赌了！剑尖即将击喉，凌浩非但不躲，反而迎上前去，目光平静。仙子要杀，便杀吧。慕云瑶见势一致。凌浩继续输出，语气淡然：我凌浩苟活19载，修为低微，命如草芥，能成为仙子解毒的工具，已是此生最大的荣幸。工具？他竟说自己是工具？慕云瑶握剑的手微微一颤。凌浩目光纯净地看着他：我只求仙子杀了我之后，能将我的尸体焚化，此事便无人知晓，绝不玷污仙子清誉。他竟愿以死保全我的名声。我若真下杀手，与那些邪魔外道有何分别？锵啷一声，长剑落地。慕云瑶踉跄后退，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今日之事，他凶巴巴地瞪着他，耳尖红得仿佛要滴出血。你不许记得，若有一字外传，我必取你性命。仙子放心，我凌浩对天发誓，绝不外传，主打一个顶级失忆。凌浩立刻表态。慕云瑶轻咬下唇，像是要说什么，最终只是羞恼的一跺脚。他衣袖一拂，化作一道流光，没入夜色，竟带着几分落荒而逃的意味。定，慕云瑶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5，生存任务完成，奖励无赖战斗大礼包。凌浩长舒一口气，目光落在床上一抹紫色的布料上，他咧嘴一笑，顺手将那丝滑的贴身衣物收入怀中，则3、4个时辰的辛苦费，不是自助服务纪念品，该回宗门交差了。他整理好衣衫，离开那处让他腰酸背痛的香闺，路上便迫不及待换出系统面板，一道淡蓝色光幕展开。姓名凌浩，修为炼气7、2层，灵根凡品，武系杂灵根，灵根晋升与一位仙子结为道侣，需好感度大于等于60，即可进化为下品5行灵根。当前情缘慕云瑶，好感度5，技能灵气波，嘴里喷出一道灵力冲击波，蕴含的强光与震荡会使目标闭眼或失神，对级别相近的修士成功率极高。王八拳，震敌不备，乱拳猛攻，若目标处于闭眼或失神状态，极易命中。灵根竟能晋升，凌浩心头一阵火热，这废物灵根折磨了他10几年，今日终于看到了改变的希望。想着慕云瑶那绝世的容颜与曼妙身姿，他不由得舔了舔嘴唇，竟有再来一次的冲动。虽然刚刚已经被折腾了一夜，好感度还是5，开局是难了点。他拿出那块丝滑的布料闻了闻，一股豪情涌上心头。不过都睡过了，还怕搞不定你？步伐不由加快，仿佛已踏上了那条专属于他的无赖仙途。凌浩刚踏进宗门广场，以赵虎为首的几人便堵住了去路。哟，这不是咱们5行俱全的凌大天才吗？尖嘴猴腮的王五率先开口。李六阴阳怪气的接话：王师兄，您可是中品火灵根，跟这种废料说话也不怕污了灵气？赵虎抱着双臂，炼气4层的灵压隐隐散开，居高临下道：武系杂灵根，连下品灵根都不如，修炼了10几年才炼气2层。凌浩，你说你活着还有什么劲？凌浩看着他们这番表演，只觉得滑稽。他掏了掏耳朵，一脸漫不经心。说完了，虎师兄，你灵根好，修为高，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咧嘴一笑，露出2排白牙。好狗不挡道，我还有事，没空陪你们玩。赵虎脸色一黑，我靠，你敢骂我们是狗？炼气4层的灵力轰然爆发，看来以前收拾的还不够，又皮痒了不是？说完，一拳挥出，带着锐利金芒，直冲凌浩面门。凌浩却不闪不避，只是叹了口气，无可奈何般轻声道：虎师兄，何必呢？就在拳风扑面而至的刹那，凌浩猛地一吸灵气波，噗，一道凝练的白光自他口中喷出，直袭赵虎面门。赵虎眼前白光一闪，下意识紧闭双眼，拳劲顿时打偏。凌浩抓住机会，抡圆了胳膊，王八拳，砰！一拳结实砸在赵虎左眼上。啊！赵虎无言惨叫，踉跄后退。王五和李六都傻了眼。赵虎松开手，一个乌青的眼圈格外显眼，气得浑身发抖。你这废物，竟敢！凌浩甩了甩手腕，戏谑道：虎师兄，你这闭着眼往我拳头上撞，我也没办法呀。他顿了顿，轻笑一声：看来你这种品境灵根也没练到眼皮子上呢。周围看热闹的弟子顿时炸开了锅。卧槽，武系杂灵跟越级反杀中品境灵根，这剧本不对啊，没搞错吧？炼气2层越级碰瓷炼气4层，现在流程都这么野了吗？在众人的议论声中，凌浩吹了个轻快的口哨，悠哉悠哉地转身离去。刚回到住处，一股沁人心脾的暖香便萦绕而来。只见一位粉色长裙的女子正慵懒地斜倚在木榻上，女子看起来约27、8，云鬓微乱，面容娇艳如月下海棠，
凤眸流转间自带一股成熟风韵，长裙的领口微敞，勾勒出丰腴曼妙的曲线，惊心动魄，怒涛汹涌。正是他那便宜师尊沈如，一位金丹期真人。哟，这小废物竟全虚全影的回来了，命到适应，修为还是炼气2层，真是快扶不上墙的烂泥呢。林浩心中暗骂，脸上却露出恭敬之色，躬身行礼：“弟子林浩拜见师尊。”沈如慵懒地靠在榻上，红唇轻启，声音带着几分酥软的柔媚：“交代你的事办妥了。”定触发抉择任务，仙子的清白。选项1：上交肚兜，指证慕云瑶失节，慕云瑶身败名裂，与你不死不休。选项2：隐瞒实情，谎称任务失败，可能激怒师尊，恐神形俱灭。林浩毫不犹豫，抬起头时，脸上已满是沮丧与后怕。师尊恕罪。那圣女住处守备森严，弟子连圣女的面都没见到，就险些被巡逻弟子发现，只能狼狈逃回，任务失败了。选择选项2：触发隐藏奖励，美颜丹加1，效果提升颜值，变为小帅。小废物。沈如凤眸微眯，唇角仍噙着浅笑，金丹期的威压却如山压下。林浩闷哼一声，身子晃了晃，脸色煞白，唯有眼神依旧镇定。沈如款款起身，莲步轻移，曼妙身姿摇曳生姿，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让为师很难办呢。说完，他优雅地抬起纤纤玉指，慢慢地朝他额头点来。他唇角微勾，媚眼如丝，动作温柔，仿佛在触摸自己的情郎。然指间未至，一道锋锐剑气已透指而出，杀意灵体。林浩浑身汗毛倒竖，生死一瞬，他猛地一咬舌尖，强压金黄，转而露出认命般的平静。师尊，动手前能让弟子再说句话吗？沈如指尖灵光微顿，美眸中漾开一抹玩味。说说看。林浩眼眶迅速泛红，语气哽咽：弟子是个孤儿，承蒙您不弃，把我收为门下。这条命本就是您捡回来的，您要拿回去，弟子认。哟，小嘴真甜，当初若不是那几个老家伙嫌你废，硬塞过来。他抬起头，泪水终于滑落，目光落在沈如如瀑的青丝上。临死之前只有一个愿望，弟子能不能替师尊梳一次头，就像弟弟伺候姐姐那样，让弟子尽最后一次孝心。沈如眼波流转，红唇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梳头？姐姐，这小冤家倒是有几分良心。他忽然俯身，青丝垂落间带着沁人馨香，玉指轻轻挑起林浩的下巴。既然这么想尽孝，声音又柔又媚，那姐姐就给你个机会。他只起身，指尖灵光散去，1年内突破炼气4层。若是做不到，他回眸一笑，百媚横生，姐姐就亲手帮你梳最后一次头。说完，沈如衣袖一拂，化作一道粉色流光，消失在天际。威压散去，林浩紧绷的神经这才一松，长舒一口气。刚才真是生死一线。定，检测到沈如好感度发生剧烈波动，好感度加40，已自动纳入情缘序列，将在适当时机触发。当前好感度是……呼呼，好险，加了40才10，这可恶的初始好感度。林浩嘴角一抽，这都能活下来，小爷我果然是气运所中。他舔了舔嘴唇，眼中闪过一丝兴奋。既然是命定情缘，你迟早是我的人。静下心来，他突然想到了那枚美颜丹，他心念一动，意识中便浮现出一个10几立方米的空间，那枚晶莹的丹药正静静悬浮其中。取念头刚落，丹药便出现在他掌心，丹体晶莹，异香扑鼻。这系统竟然自带储物空间，他心中一喜。他反复试验，确认即便是毫无灵气的寻常物品也能随意存取。他的目光落回那枚美颜丹上，吃还是不吃？吃了立刻就能变帅，对情缘系统无疑大有裨益。但1日之间容貌突变，太过惹眼，风险太大。眼下提升实力最要紧，等需要靠颜值吃饭时再用也不迟。他果断将丹药放回系统空间，摒弃杂念，开始运转基础引气诀，潜心打坐。3日时间一晃而过，黄级下品地功法配上这5系杂灵根，真是慢得令人发指。林浩内视着几乎毫无增长的灵力，无奈叹息，灵气吸得慢，还五行冲突耗散，活像个破漏斗。这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进度0.5。突然宗门集合的钟声浩荡响起，林浩收拾心情，随着人流赶往中央广场。路上便听得议论纷纷，今日正是合欢宗的双修道侣大选会，专为炼气期弟子举办。林浩听闻，心头一乐，不愧是合欢宗，不但管修炼，还管发媳妇。他刚在广场站定，几个熟悉的身影就兴奋地迎了上来。浩哥，你也来碰碰运气。正是他在宗门里仅有的几个朋友，瘦猴、胖球和铁柱都是资质低下的杂役弟子，平日里也没少被欺负。来看看。林浩笑着点头，嘿嘿，我们也一样。胖球搓着手，嘿嘿一笑，小眼睛在圆脸上挤作一团。咱们兄弟几个就等着哪位仙子眼瞎一回，临幸咱们呢。这话引得几人哄堂大笑。瘦猴立刻用手肘捅了捅他，笑骂道：得了吧胖子，真要有那天，你怕是连仙子的裙角都还没摸着，一激动嘎一下就直接抽过去了。几人笑作一团，各种不善的目光便已投来，几句嘲讽也随风飘至。则物以类聚，一看就是群没人要的货色，离他们远点，
看着就晦气。这边正说着，就见赵虎领着王五、李六气势汹汹地走来，他左眼的乌青尚未消退，格外显眼。林浩，赵虎死死盯住他，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你个废物，也敢来道侣大选，真是笑掉人大牙！带着你这群狐朋狗友滚远点，别污了师姐们的眼。瘦猴反应最快，一个箭步就挡在众人前面，梗着脖子顶回去。赵虎，你说什么呢？这大选你家开的，许你来不许我们来？铁柱上前一步，壮硕的身躯挡在几人身前，声音浑厚。就是。胖球也嚷嚷道，你自己不也找不到道侣，还有脸说我们？你！赵虎被戳到痛处，脸色涨红，看着赵虎气急败坏的样子，林浩那缕痞笑更深了，语气带着嘲讽。赵师兄，你我之间又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过都是宗门底层罢了。他目光扫过赵虎几人，像这般互相倾轧，践踏比自己更弱的人，来换取那一点可怜的存在感，不觉得可悲吗？林浩，我操你祖宗，老子宰了你！赵虎再一次被戳到痛处，羞愤之下，炼气4层的灵力爆发，就要不顾一切地扑上来。肃静！一个清朗的声音传来，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路。只见一位身着白衣、面容俊朗、身姿挺拔的青年缓步走来，气宇非凡，正是大师兄秦玉，上品风灵根，炼气9层修为。他目光温和地扫过赵虎和林浩两拨人，眉头微蹙，语气平和：同门之间，何故在此喧哗？今日乃是我合欢宗喜庆之日，莫要失了体统，让外人看了笑话。赵虎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立刻挤出一个谄媚的笑容，连连点头道：是，秦师兄教训的是我们不对，我们这就散开。他一边说着，一边狠狠瞪了林浩一眼，带着王五、李六灰溜溜地退到一旁，与方才的嘴脸判若两人。林浩看着这位风采过人的大师兄，心下刚生出一丝欣赏，秦玉的心声便突然传来：一群底层废物也配在此吵嚷，平白扰了妙琴师妹的清静。林浩眸光一沉，方才那点欣赏立刻烟消云散。伪君子！他心下嗤笑，面上却不露分毫。恰在此时，人群爆发出一阵更大的骚动。快看，是苏师姐！只见一位绝美女子翩然登上高台，她身着冰蓝长裙，身姿妙曼，气质温润如水，周身隐隐有灵气环绕，宛如月下仙子，正是合欢宗炼气7大师姐苏妙琴。秦玉立刻换上一副温雅笑容，目光灼热地投向高台。终于来了，这完美的纯阴之体，哼，待我今日夺得头筹，定要借此顶颅一举筑基，他何该为我所用？林浩心中一震，一股巨大的怒意涌上心头。苏妙琴的出现让整个广场彻底沸腾起来，台下众多男弟子目光炽热，议论纷纷。苏师姐才22岁就已经炼气9层了，咱们有谁配得上她？何止是修为，听说苏师姐是中品水灵根，更深具纯阴之体，若能与她双修，不仅修行1日千里，连灵根都能得到滋养。别做梦了，这等天之娇女，我看也只有秦玉大师兄才有可能吧。林浩看着那耀眼如明月的苏师姐，一股前所未有的决心在胸中燃起，与其让师姐落入此等伪君子之手，不如由我来护她周全。定，触发挑战任务，道侣之争。任务要求无视差距，勇敢选择大师姐苏妙琴。苏妙琴当前好感度5，成功奖励断体功法纯阳诀，黄级上品，效果改善体质，修炼至大成可获纯阳之体。纯阳之体，林浩眼睛一亮，系统懂我，此物正合我用。他不再犹豫，步伐沉稳，径直走向那温润如仙的苏妙琴。哈哈哈，他要去哪？他竟敢朝着苏师姐的方向去了。苏妙琴看到朝自己走来的林浩，秋水盈盈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讶异，柳眉微微一蹙。五系杂灵根，他来做什么？毫无自知之明。林浩听在耳中，笑容却愈发坦然，抱拳一礼，姿态不卑不亢。苏师姐，师弟林浩，年方19，倾慕师姐已久，不知是否有幸能与师姐结为道侣？此话一出，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震天的哄笑。他真敢说啊，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秦玉脸上的笑容淡去，目光微沉。苏妙琴眸中的厌恶几乎要满意，她红唇轻启，不自即将脱口而出。林浩却抢先一步，语气平和：苏师姐，我知道你肯定觉得我配不上你。苏妙琴秋水般的眸子看着他，声音疏离：你倒是有些自知之明。林浩目光坦然：但我能先问你2个问题吗？苏妙琴略一沉吟，长睫微动：但说无妨，只是我未必回答。林浩神色不变，目光却锐利了一分。第一个问题，请问师姐如此优秀，为何会选择来到合欢宗？苏妙琴微微一怔：还不是家族为了讨好合欢宗，将我送来，利益交换而已。他面上不动声色，此事与今日道侣大选无关。林浩恍然，却不给他喘息之机，继续追问。第二个问题，为何往年师姐从不参与双修道侣大选，此番却来了？苏妙琴眸光微漾：再不选，我便要筑基了。在炼气期，我尚是宗门大师姐，能勉强掌控自身，可一旦筑基，他轻声道，自然是想看看有无合适的道侣，可惜至今所见皆令人失望。师姐，你错了，我才是你最佳的选择。苏妙琴眼皮都未抬，理由又是这般说辞，无非是贪图我的纯阴之体，想借我筑基，因为我跟下面那些人都不一样。苏妙琴唇角泛起一丝讥诮：哦，何处不同？
每个男人都这般说。林浩语速加快，他们是来选道侣的，而我是来投靠你的。苏妙琴微微一怔，投靠师姐，你天赋绝伦，却身陷河欢宗，必有苦衷。林浩压低声音，目光如炬，你想想，一旦你筑基，家族、宗门还会给你自己选择的机会吗？炼气期是你最后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时候。苏妙琴脸色微变，他怎会知道？不，他是在试探我，选那些所谓天才。林浩嘴角勾起一抹嘲讽，他们只会将你视为绝佳的顶炉，借此攀升。而我，他拍着胸脯，我修为低微，毫无背景，你选我，与我便是雪中送炭。我林浩或许一无是处，但知恩图报，而且足够听话。你选我，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话音落下，苏妙琴如受重击，后退半步，美眸中满是震动。他说的每个字都敲在心上。他沉默了片刻，秋水般的眸子深深看了林浩一眼，轻声道：你很会说话，但你如何能证明你与他们真的不同？林浩抓住他动摇的瞬间，目光灼灼。我无法立刻证明，但时间可以。师姐可以把我当成一件工具，一件只听命于你，绝不会反噬的工具。苏妙琴微微摇头，语气复杂。工具也会有自己的心思，那就不是工具。林浩声音坚决，是盟友，是伙伴。在你足够强大，不再需要这份保护之前，我永远是你最安全的选择。苏妙琴眼神复杂，安全可控，与其将来被明码标价，不如现在自己选一个麻烦最小的。他轻轻吸了口气，欲言又止。有戏！林浩心下了然，发出了最后一击。苏师姐，你选我，总好过被某些伪君子吃干抹净，沦为顶炉。话音未落，他手臂一抬，眼神锋锐，直指秦玉。比如那位道貌岸然的秦师兄，他无非是将你视为绝佳的顶炉，借此攀升。林浩，你表白就表白，少借此血口喷人。秦玉脸色一沉，上前一步，炼气9层的威压轰然爆发。我秦玉行事坦荡，对苏师妹唯有倾慕，何曾有过如此不堪之念？林浩嗤笑一声，那笑声里的鄙夷毫不掩饰。哟，这就急眼了，我是不是血口喷人？你心里没数吗？他声音拔高，目光如刀，直视秦玉。那你敢以道心起誓，说你从未想过要将苏师姐当作顶炉吗？你若敢试，我林浩当场自绝于此。你敢吗？你！秦玉浑身一震，那杆字卡在喉中，面色由青变紫，磅礴的威压竟为之一滞。林浩不再看那伪君子，转而面向苏妙琴。苏师姐，你看他不敢，但我敢。他举起右手，我林浩自知卑微，别无长物，唯有一颗真心与一道誓言。若你愿选我做道侣，我在此以道心起誓。他声音清晰，字字千钧，此生定当竭尽全力爱你、护你、疼惜你。师姐若不离，我林浩必不弃。此事天地共鉴，道心为凭。道心起誓4字一出，全场皆静。苏妙琴抬起眼帘，秋水般的眸子微微睁大。他竟然立下道心之誓，他竟敢做到如此地步。一丝动容的暖意终于在他眼底化开。苏妙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红唇轻启，清晰地吐出一个字：好。全场的哄笑声戛然而止。秦玉脸上的从容彻底碎裂，面色铁青，面容狰狞，灵力在周身失控地炸开，那眼神似要将林浩生吞活剥。成了。林浩心中一定，脸上却依旧是那覆云淡风轻的模样。洞察人心，果然天下无敌。定。挑战任务道侣之争完成。苏妙琴好感度+55，当前好感度60。恭喜宿主与苏妙琴结为道侣，获得任务奖励断体功法纯阳诀黄级上品。检测到首位道侣灵根晋升条件已满足，灵根进化为下品5行灵根。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林浩只觉得周身一轻，一股舒畅感涌遍全身，原本艰涩的灵力运转顺畅了数分，灵气涌入速度也快了约30%，那5行滞涩之感也有所消退。林浩闭目细细体味这蜕变之感，在睁眼时眸中金光内敛，更显深沉。这就是下品5行灵根，总算不是那留不住灵气的破漏斗了。林浩还在体会灵根蜕变带来的变化，苏妙琴已走到他身侧，轻声开口：随我来吧。啊，师姐，是去我住处吗？他那杂物间似的住处可实在见不得人。苏妙琴脚步未停，只淡淡瞥了他一眼：你那处太过简陋，去我那里。林浩从善如流的跟上，暗暗打趣：好家伙，我这算是入赘了。他心念一动，悄然唤出系统面板，姓名林浩，修为炼气期2层，灵根下品5行灵根，晋升中品需拥有3位道侣1/3。当前道侣苏妙琴，好感度60。当前情缘慕云瑶，好感度5。3位道侣，这系统果然懂我。林浩眼底闪过一丝志在必得的锋芒。一路上，他听着苏师姐心中那翻江倒海的思绪。事已至此，必须尽快提升他的修为，否则难以交代。他快走2步，压低声音，笃定地说：苏师姐，你放心，我林浩必竭尽全力，绝不让你为今日的选择后悔。苏妙琴闻言停下脚步，回眸看向他，眼中的些许忧虑在与林浩那双坚定的眼睛对上时，不由得消散了几分。他这态度倒还算诚恳，只能祝他尽快筑基了。他心底一叹，语气缓和了些许：记住你的话，跟上。
两人很快来到苏妙琴的居所，踏入小院，灵气便浓郁了数倍。院内陈设清雅。林浩走进闺房，与外界清雅不同，屋内装饰带着几分女儿家的柔美，淡粉的罗帐，精致的梳妆台，还有一张十分柔软宽敞的云床。你在此稍后。苏妙琴语气柔和，我先去沐浴，你不许偷看。林浩连连点头，乖巧的像只鹌鹑。林浩立刻微惊，正坐，眼角余光却不受控制地瞟了过去，只见苏妙琴背对着他，纤纤玉手轻解罗长，光滑的香肩微微显露，一抹诱人的腰线没入裙腰，外袍顺着细腻的肌肤滑落在地，露出线条优美的玉背。林浩呼吸一滞，心跳如雷，只觉气血一阵翻涌，无数起念随之丛生。与慕云瑶相比，一个如带刺的玫瑰，一个如温润之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是95分往上的角色啊。随即那身影便闪入了沐浴间，阻隔了视线，止于下水声淅沥。林浩深吸一口气，极力压制那肋骨般的心跳。不知过了多久，水声停歇，沐浴间的门被轻轻推开，苏妙琴穿着一身素白的寝衣走了出来，如墨青丝，湿漉漉的披在肩头，肌肤因热气蒸腾，透着淡淡的粉色，愈发显得吹弹可破。她宛如一朵出水芙蓉，清丽绝伦，又带着一丝慵懒的媚态。她抬眸，便见林浩正呆呆地望着自己，脸上不由飞起一抹红晕，轻声嗔道：“看够了，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洗净一身风尘！”哦，马上！林浩如梦初醒，几乎是同手同脚冲进了沐浴间，胡乱洗漱起来。他匆匆洗完，换上一身干净衣物，有些紧张地走出来。苏妙琴已斜倚在那张云床之上，单手之移，罗长勾勒出起伏的动人曲线，美眸微抬，正静静地望向他。见他出来，苏妙琴眸光微漾，轻轻别过脸去，指尖不着痕迹的一弹，屋内烛火便暗下几分，止于朦胧微光。还不过来！他的声音软了几分。林浩一眼走近，在床沿坐下，两人距离极近，能闻到他身上清雅的香气。他试探性地伸出手，轻轻握住他的柔仪。苏妙琴的指尖微颤，却没有挣脱。师姐，他声音低沉，安抚道：“放松，别紧张。”他白皙的脸颊上已然飞起两抹动人的红晕，他的呼吸似乎也乱了些许，胸脯微微起伏，在素白的寝衣下勾勒出温柔的弧度。林浩受到鼓舞，稍稍轻身，目光落在他诱人的红唇上。师姐，你真好看。他低声呢喃，缓缓靠近。苏妙琴呼吸一滞，下意识地闭上双眼，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轻轻抖动，手指不自觉地抓紧了床单。你温柔些。他声如文瑞，几乎听不见。好。他应着，终于吻上那两片诱人的柔软。墙上两道朦胧的影子缓缓靠近，烛光摇曳，渐渐融为一道不分彼此的身影。两股灵力如阴阳鱼般交融循环，冲击着闭塞的经脉。罗帐之内，只余下渐渐交融的呼吸声，以及那无声胜有声的温情脉脉。此处省略3000字。不知过了多久，林浩忽然感觉丹田一暖，起初只是一丝暖流，但很快那股暖流就化作汹涌的洪流。他依照鸳鸯同心诀，引导着那股精纯的元音汇入自身干涸的经脉。这源自苏妙琴纯阴之体的元音，远比他基础引气诀的灵气精纯100倍，仿佛久旱逢甘霖。那下品5行灵根构成的修炼壁垒，在这股磅礴的力量冲刷下，如冰雪消融般层层瓦解。炼气3层，炼气4层，修为势如破竹的向上冲击。炼气5层，炼气6层，直到停在炼气6层初期，那奔涌的力量才渐渐平息。炼气6层，连破4境。他心头狂喜，这纯阴之体的效果竟恐怖如斯。定，检测到宿主首次与道侣双修，机缘圆满，奖励发放：培元丹 X100，固本培元，稳固道基；聚气丹 X100，凝聚灵气，注意修行。苏妙琴缓缓睁开美眸，察觉到林浩炼气6层的波动，眉头微微一皱，随即便被更深的柔和所覆盖。修为提升到炼气6层，怀中更揣着系统刚发的巨款。林浩心中豪情万丈，感觉人生从未如此美妙。他低头看着依偎在自己肩头的苏妙琴，脸颊上的红晕未退，眼波柔的能沁出水来。师姐，他轻声开口，语气里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谢谢你，若不是你，我恐怕一辈子都难以突破炼气中期。苏妙琴指尖在他胸口轻轻划着圈，声音带着事后的慵懒。现在知道我的好了，以后可不许负我，绝对不会。林浩立刻保证，手臂紧了紧。能得师姐垂青，是我几世修来的福气。苏妙琴闻言，心中微甜，但随即一丝忧虑浮现。她轻叹一声，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半真半假的说：“光说可不行，宗门规矩你也知道，实力为尊。我现在是你的人了，可若是你不够强，别人照样能把我抢了去。你可得好好保护我，努力修炼才行。”听到这话，林浩心中涟漪大起。师姐放心，我就算拼了命，也会护你周全。他郑重说完，脸上忽然浮现一抹神秘的笑意。师姐，你有没有闲置的玉瓶？借我2个。苏妙琴虽不明所以，但还是取出2个玉瓶递给他，美眸中带着一丝好奇。师姐，你看好了，我给你编个戏法。林浩笑着将2个空瓶托在掌心，在他面前晃了晃。下一刻，他心念沟通系统空间，只见他掌心灵气微闪，如同梦幻的星点落入瓶口，
当他再将玉瓶递回时，里面已装好了各50颗培元丹与聚气丹，药香弥漫。这些丹药是我一次奇遇得来。他看着目瞪口呆的苏妙琴，语气温柔，便当作我一份微薄的彩礼，你务必收下。苏妙琴接过玉瓶，感受其中磅礴的药力，美眸中的震惊无以复加。这培元丹和聚气丹品质竟都如此之高，寻常炼器初期修士吃上一颗，怕是能立即突破一个小境界了。他看看玉瓶，又看看林浩空无一物的手，这神乎其技的手段让他一时忘了推辞，下意识的脱口追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林浩嘴角勾起一抹痞笑：“戏法吗？说穿了还叫什么戏法？你呀，越来越调皮了。”苏妙琴美眸中闪过一丝宠溺，娇嗔道，随即却连忙摇头，正色道：“你刚刚连破数境，正需培元丹稳固到基，聚气丹也能助你提升修为，这些与你更为重要，我不能要。”林浩心中温暖，却不由分说，霸道的将丹药塞入他手中，脸上又浮现那抹痞笑，语气轻松，却态度坚决：“师姐，你就收好呗。”他眨了眨眼，规矩我懂，见面分一半，我这儿还给自己留了一份呢。苏妙琴看着他那双真诚的眼睛，心中最后一丝疑虑终于化为汹涌的暖流，他竟将如此珍贵的资源就这么分我一半。他不再推辞，将玉瓶轻轻收起，眼波柔软的如同春水，低声嗔道：“那谢谢你的一半了，不过你既给了我，日后修炼可不许偷懒，若让我发现你进度慢了，唯你是问。”苏妙琴重新依偎进林浩的臂弯，宠溺地看着他的侧脸，享受着这份安宁与亲密。他待我真心，又如此慷慨，就是这模样实在是平平无奇，若是能再俊俏些，那就真的完美无憾了。怀中家人这细微的心绪波动，如同羽毛般骚过林浩的心间。想起系统空间里那枚美颜丹，他心念微动，丹药便悄然入口，化作一股温热的奇异暖流，无声无息地涌上面部，感到骨骼与皮肉正在发生着细微的调整。林浩低下头，对着臂弯里的苏妙琴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师姐，我再给你编个戏法，好不好？”苏妙琴疑惑抬眸，长长的睫毛像蝶一般轻颤。林浩嘻嘻笑道：“师姐请看。”然后坐直了身体，清了清嗓子，拉开架势，像街头卖艺的艺人，故意停顿了一下，朝他眨了眨眼。我这张脸，他将双手附在脸上，一边卖力的上下揉搓，一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此乃我家传的易容搓脸术，平日行走江湖，怕这惊世容颜引来麻烦，这才施展秘术，暂将俊貌藏起。今日既与师姐结为道侣，我便解了这封印。”苏妙琴被逗得扑哧一笑，美眸中满是好奇与期待，紧紧盯着他的双手。随着他最后一个字落下，双手也恰好从面部移开。苏妙琴只觉眼前微光一闪，仿佛他真将一层无形的面具搓掉了一般。呆看清他的脸，他不由得微微张开了红唇，美眸一下被惊艳填满。眼前的林浩五官还是那个轮廓，却像是被精心调试过，眉宇间多了几分清朗，鼻梁的线条似乎更流畅了些，连嘴角那抹常挂着的痞笑，此刻也显得格外顺眼。虽说不上是惊天动地的美男子，但那份干净精神的俊朗，配上他独有的洒脱气质，对苏妙琴而言简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的本来面目竟这般清爽好看，我之前还觉得遗憾，真是……苏妙琴的心声充满了惊喜，她美眸中异彩连连，之前那一点点关于容貌的遗憾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甜蜜。她忍不住伸出玉手，轻轻抚摸上顺眼了许多的脸颊，带着藏不住的娇嗔与欢喜：“你呀，原来10多一下，还挺像那么回事嘛。”林浩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眼中几乎要溢出来的情意，笑道：“现在配得上我的仙子师姐了吗？油嘴滑舌。”苏妙琴娇嗔一声，红着脸将头重新埋进他宽阔的胸膛，心中被巨大的幸福感填满。真好，原来我选的竟是这般一个宝贝。林浩心头一暖，低下头看着师姐依偎在自己怀中的娇媚模样，那红润唇瓣泛着诱人的光泽，他心中爱意涌动，忍不住再次俯身轻轻吻了上去。苏妙琴先是一怔，美眸中随即漾开温柔的笑意。这一次她不再羞涩，而是主动抬起玉臂环住他的脖颈，声色地回应起来，唇齿交缠间情意更浓。此处再次省略3000字：事业罗帐摇曳，被翻红浪。两人初尝禁果，欲罢不能，几度春风，直至天光微亮，方才停歇。待林浩醒来，已是日上3竿，他只觉通体舒泰，心满意足。只是那腰甚处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酸软，提醒着他昨夜的战况是何等激烈。他低头看着怀中海棠春睡般的师姐，眼中爱意几乎要溢出来，正想悄悄亲一下她的额头，目光却被床榻间一抹惊艳的红色攫住。那是一朵绽放在素白床单上的红梅，娇艳夺目。林浩先是一怔，随即心头涌起一股怜惜，目光愈发温柔似水。此时苏妙琴也悠悠转醒，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俏脸刷的一下红透，如同染上了醉艳的胭脂。他手忙脚乱地扯过被子，想要将那醉症遮掩起来，声如文瑞：“不许看！”林浩低笑着从背后拥住他，在他耳边喝着热气：“师姐，能遇到你
是我林浩几世修来的福气。油嘴滑舌，苏妙琴耳根通红，心里却甜丝丝的，象征性的怔了怔，便柔顺地靠在他怀里。两人又耳鬓厮磨了好一阵，方才穿戴整齐。苏妙琴正对镜里着微乱的云鬓，林浩便走上前，拿起梳子，轻声道：“师姐，让我来帮你。”苏妙琴轻轻应了一声，从镜中温柔望着他，唇角弯起一抹甜蜜的弧度。他执起一缕青丝，只觉触感凉滑，如上等的绸缎，在指尖流淌，由衷赞道：“师姐的头发真好，像缎子一样。”苏妙琴耳根微微泛红，嘴角扬起一抹浅笑，轻声啐道：“现在才知道，就你嘴甜，好好梳头。”镜中映出他专注而温柔的神情，与他那羞涩与甜蜜的娇颜。他动作轻柔地梳理着那如瀑青丝，仿佛在对待世间最珍贵的宝物。镜中一双人，岁月静好，不过如是。好了，苏妙琴对镜理了理鬓角，柔声道：“师尊之前交代了个任务，我需出去一趟，很快便回。你乖乖在房间修炼，不许偷懒，知道吗？师姐有命，岂敢不从？”林浩笑着应下，起身牵起他的手，将他送至房门口。苏妙琴转过身，替他理了理衣襟，眼中含着温柔的笑意：“我很快回来。”“我等你。”林浩点头，目光落在他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眷恋。他站在门前，一直目送着那抹窈窕的倩影穿过小院，消失在花木掩映的尽头，方才缓缓收回目光，回到房间，收敛心神，盘膝运转，基础引气诀，立刻察觉了变化。下品五行灵根虽初步理顺了五行，内耗减少了，奈何功法品阶太低，修炼速度依旧迟缓，加之连破四境，灵气虚浮，根基不稳，全凭师姐的纯阴精元硬冲上来，依靠双修终究是外道，自身根基才是根本。他心下沉吟，当务之急是巩固境界，并找到一门能发挥我五行灵根特长地功法。想到这里，他取出一枚培元丹服下，先行解决根基虚浮的问题。待药力化开，灵力稍稳，想起了系统奖励的那部纯阳诀，系统所赠必非俗物，或可解我燃眉之急。林浩心念一动，一枚晶莹剔透的玉简静静悬浮在系统空间内，将其取出，握在掌心，缓缓将一丝意识沉入其中。一股温热的洪流携带着大量玄奥的信息，直接涌入他的脑海。仅仅是几个呼吸之间，他便已理解了其中精髓，仿佛早已修炼过千百遍一般。系统出品，必属精品。林浩心中赞叹，随即按照功法提示，在小院内寻了一处开阔之地，面朝旭日，盘膝坐下。他依循法诀引导灵气，原本驳杂的灵气在纯阳诀的运转下被瞬间提纯，化作一股至精至纯的纯阳暖流。这暖流缓缓浸润他的四肢百骸、肌肉筋骨。林浩感觉仿佛浸泡在母胎的羊水中，周身被一股温和的生机所包裹。暖流所过之处，带来一阵阵细微的酥麻。往日积下的暗伤，经脉中淤塞的浊气，正被这股温和的力量悄然化去。林浩心中又惊又喜，这功法竟将灵气直接用于打熬筋骨，根本不给五行灵根内耗的机会。不知过了多久，他缓缓收工，周身暖意融融，疲惫尽去。林浩的肌肤泛起健康红润，原本单薄的身形似乎挺拔了些许，经脉中一丝微弱的纯阳暖流正悄然游走，驱散体内寒意。这正是引阳气入体，迈入门出窥门境之境的征兆。丹田灵力虽未增长，身体却充满力量。更重要的是，那因过度双修而隐隐作痛的腰子，那股被掏空的虚弱感已荡然无存，反而精力充沛，龙精虎猛。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神功啊！林浩忍不住再次感慨系统的贴心。夜里又可以肆无忌惮的与温柔似水的师姐双修了，他的嘴角无法抑制的勾起了一抹熟悉的痞笑。接下来几日，林浩与苏妙琴便在这方小院里过起了没羞没躁日子。白日里，苏妙琴会悉心指点他术法，林浩悟性不差，一点就透，进步神速。每有所领悟，便少不得要揽住师姐的纤腰，讨要一番香吻作为奖励，总能换来几声欢喜的娇嗔。若逢苏妙琴有事外出，林浩便勤修纯阳诀，运转得越发纯熟，那股纯阳暖流也愈发精纯。到了夜晚，淡粉罗帐内自是春意融融。得益于纯阳诀的淬炼温养，林浩只觉自己精力无穷，愈发龙精虎猛。林浩沉醉在师姐那如水般的温柔里，两人耳鬓厮磨，相拥而眠。系统中苏妙琴的好感度已悄然突破80，但对林浩而言，那不过是个无意义的数字。他怀中是他心悦的爱人，是他立誓守护一生的道侣。罗帐之内温情如水，两颗心愈发贴近。他体内的纯阳之气在亲密无间时亦反哺于苏妙琴，使他那已达炼气9层后期的灵力愈发精纯凝练。而在纯阴之体的滋养下，他炼气6层初期的修为也逐渐稳固。这日清晨，林浩指尖一凝，一枚冰锥修得定入树干，反手又搓出个火球，将飘落的树叶烧成灰烬。师姐，我这手法如何？他得意地回头。苏妙琴坐在石凳上，素手托腮，眉眼弯弯，才3日就能将冰火两系基础法术掌握到这般程度，进步很快。不过他话语微顿，语气带着些许遗憾，可惜这些都只是炼气期的基础法术罢了，那是姐教我些厉害的。林浩凑近，
伸手去勾他垂在肩头的发丝。苏妙琴轻拍开他的手，无奈摇头。宗门规矩，高深法术需贡献点兑换，我私下传授是要受罚的。突然院门砰的被推开，瘦猴、胖球和铁柱冲了进来。浩哥，不好了！瘦猴一个箭步窜到林浩面前，喘着大气喊道。胖球紧跟在后，圆脸上挤出了一层油汗，小眼睛眯成2条细缝，抢着说：秦玉在演舞台摆下擂台，放出话来说要当着全宗弟子的面指点你。铁柱堵在门口，壮硕的身躯像半扇门板，攥紧了波大的拳头，瓮声瓮气的补充。他还说，输的人要跪地磕头，自请解除道侣关系。苏妙琴立即起身，眉间带着忧色。浩，要不我替你？林浩伸手轻轻揽住苏妙琴的纤腰，在她吹弹可破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咧嘴一笑。师姐放心，他既然话下到来，我接着便是。男人的事当然要自己解决。苏妙琴俏脸绯红，羞赧地轻推他一下。干什么啊？有外人在呢。一旁的瘦猴、胖球和铁柱立刻挤眉弄眼的起哄。哎呦呦，嫂子放心，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浩哥快去吧，打完擂台再回来陪嫂子。林浩哈哈一笑，朝3个活宝招招手，走，带路去看看那伪君子给咱们准备了什么好戏。苏妙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指尖轻抚被亲过的脸颊，唇角微微扬起，眼中漾开温柔的笑意。他终究放心不下，身形悄然隐没，也跟着来到了演武场。林浩在3位好友的簇拥下，稳步朝擂台走去。广场上早已人头攒动，数百名弟子闻讯而来，将擂台围得水泄不通。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清晰地传入他耳中。快看，林浩还真来了！区区炼气2层，竟敢接受炼气9层的挑战。听说赌注是道侣契约，他若输了，就要与苏师姐解除关系。为了苏师姐这般拼命，倒也算个情种。可惜今日注定要颜面扫地了。我敢打赌，林浩若能撑过10招，我便脱光了倒立绕场10周。就在这片喧嚣声中，一道潇洒的白色身影翩然跃上擂台，衣袂飘飞，动作干净利落，正是秦玉，立刻引来台下阵阵欢呼，尤其是一些女弟子更是激动不已。秦玉师兄好帅，师兄加油！秦玉师兄，我要给你生猴子。林浩则不紧不慢，走到擂台边，双手一撑，笨拙地爬了上去，自然又引来一片鄙视和嘘声。快滚下去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炼气2层也敢上台，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然而林浩站定后，只是拍了拍手上的灰，嘴角还挂着一抹痞笑。秦玉负手而立，目光锐利，强势地说：林师弟，擂台规矩你应该清楚，你若输了，苏妙琴师妹便要让与我。林浩掏了掏耳朵，浑不在意地回道：秦师兄，苏师姐又不是什么物件，怎么能说让就让？就算我输了，我们只是解除道侣关系，但苏师姐选择谁，那还得她自己说了算，你我说了都不算。秦玉眼底闪过一丝寒意，林浩这番话无形中将他置于了不义之地。他不再纠缠，冷声道：牙尖嘴利，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苏妙琴眼中不禁泛起一丝感动，他竟是这般想的。在他心里，我从来不是一件战利品，而是一个有自己选择的人。他身边不知何时凑过来2位容貌姣好的女修，一位身材火辣，穿着大胆的红裙，是她的闺蜜柳烟；另一位穿着鹅黄衣裙，显得娇俏可爱，名叫婉婷。柳烟用手肘碰了碰苏妙琴，压低声音，满脸不解：妙琴，你跟我们说实话，你是怎么看上林浩这小子的？婉婷立刻点头附和，嫌弃地瞥了台上一眼：是啊，要实力没实力，要长相没长相。苏妙琴望着台上那个身影，秋水盈盈的眸子里闪着光，语气带着骄傲：你们别瞎说，仔细看，没发现吗？浩浩他现在好帅哦！柳烟抱着胳膊，火爆的身材呼之欲出。他又细细打量了林浩几眼，才勉强道：现在吗？看着是比之前顺眼了那么一点点。随即又摇摇头，但也跟帅字不沾边吧，与秦玉师兄比可差远了。婉婷俏脸上满是促狭笑意，声音软糯：苏师姐，你该不会是恋爱脑吧？此时一位筑基期的执事长老跃上擂台，沉声宣布：宗门擂台比斗意在切磋，点到为止，规则如下：一方认输或失去反抗能力，比斗即刻终止，严禁故意伤人性命，严禁废人修为，违者严惩不贷。现在比斗开始。秦玉掸了掸衣袖，姿态潇洒：林师弟，念你修为低微，我便让你3招。林浩咧嘴一笑，露出2排白牙：秦师兄如此大方，那师弟我可就不客气了。话音未落，他双手急挥，炼气6层的灵力奔涌而出，顷刻间数枚火球夹杂着冰锥，铺天盖地般朝着秦玉轰去。这手顺发多系基础法术的技巧，让台下响起一片惊呼：炼气6层，几天时间连破4层，这怎么可能？难不成苏师姐的纯阴之体已经被他好白菜都让猪拱了？别拉着我，让我去弄死他！秦玉冷哼一声，炼气9层的灵力爆发，在身前形成一道风灵壁障，火球冰锥撞上，纷纷溃散，连的衣角都没碰到。炼气6层，秦玉唇角勾起一抹讥诮：林浩，这就是你的依仗？台下的马屁声再次响起。秦师兄不愧出身于修仙世界，上品风灵根就是玄妙。哈哈，林浩，你这是给秦师兄挠痒痒吗？看着秦玉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林浩闪过一丝计策得逞的笑意，要的就是这份轻视。他不再犹豫，心中默念灵气波，噗！一道凝练白光自他口中激射而出，直袭秦玉面门。秦玉正享受着众人吹捧，眼前一白，神识微眩，下意识紧紧闭眼。林浩抓住机会，运足力气，一拳砸向秦玉的右眼。砰！拳头是结实命中了，但秦玉炼气9层的护体灵气自行反震，一股大力传来。嘶！林浩借势后撤半步，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腕，反而露出了更浓的兴趣。不愧是炼气9层，这乌龟可真硬，就连纯阳诀温养过的拳头都隐隐作痛，看来单凭肉身蛮力是破不了防了。秦玉睁开眼，脸色由白转青，他颤抖地指向林浩，气得声音发颤：林浩，你竟用暗器偷袭！林浩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秦师兄，兵不厌诈，你倒是别中招啊！许是感受到林浩那一拳的力量，秦玉强压怒火，讥讽道：原来是自知灵根废烂，转去修了体术，真是自甘下贱！我便站着不动，你也伤我不得，是吗？林浩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故技重施，那我再试试。又是一道白光激射而出，秦玉见状怒极反笑：蠢货，你以为同样的伎俩对我还能生效第二次吗？他发誓这次绝不闭眼，体内风灵力急速流转，身形微动，就要避开这灵力冲击。然而就在白光临近的瞬间，那刺目的光芒与奇异的灵力震荡，竟让他神识一晃，动作莫名滞涩。白光不偏不倚，再次命中面门，秦玉不得不再次闭眼。就是现在，林浩拳头上泛起一层金色毫芒，将最为锋锐的精细灵力全力灌注于这一拳之中。王八拳再次朝着秦玉的右眼轰去，嗷！伴随着一声痛呼，秦玉的护体灵气被锐金之气刺破，拳头结结实实地轰在他右眼上，一个乌青发紫的熊猫眼出现在他俊朗的脸上。你找死！秦玉又惊又怒，可林浩根本不给对方喘息之机，左右开弓，拳头如同雨点般落下。让你装逼，让你站着让我打，还3招，小爷我打到你变猪头！砰砰砰！秦玉的另一只眼睛也变得乌青，整张脸很快就肿了起来，哪还有半分之前的潇洒模样？台下的弟子们惊呼连连。我的天，炼气6层暴打炼气9层，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是谁说要脱光了倒立绕场10周的？在那，就他，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而秦玉的拥趸们则气得跳脚大骂：无耻！林浩你太阴险了，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招式，胜之不武，滚下擂台！胡说八道！兽猴立刻跳出来反驳：擂台规矩哪条写了不准用暗器了？就是能赢就行，你们就是嫉妒林师兄。胖球和铁柱也带着一群底层弟子高声支援：打得好，林师兄！早就看这帮眼高于顶的家伙不顺眼了。一时间，台下2派弟子竟然互相推搡对骂起来，场面比擂台上还要火爆。台下，苏妙琴双手捧心，眼睛里的星星都快溢出来了。我家浩浩连打人的样子都这么帅。柳烟以手扶额，一脸受不了：完了完了，这丫头没救了。婉婷娇俏的脸上写满了赞同，软糯的小声附和：苏师姐，你醒醒啊！她刚才根本就是耍阴招，然后冲上去乱打一气。苏妙琴充耳不闻，秋水般的眸子依旧痴望着台上。你们不懂，这叫战术。眼看2派弟子吵得快要动手，筑基裁判眉头一皱，一股强大的威压笼罩全场。安静！嘈杂的广场顿时一静。裁判看向秦玉，沉声问道：秦玉，你可认输？秦玉此生从未受过如此大辱，他恨不得将林浩碎尸万段，但眼睛火辣辣的疼，视线模糊，已然失去了战斗力。他挣扎片刻，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认输。既如此，按约定，你需解除与柳飘飘的道侣关系。裁判当即公正宣布。等等！林浩这时却玩味一笑，慢悠悠地开口：我记得刚才有人说过，输了要跪地磕头来着。裁判闻言眉头微皱，目光扫过契约，沉声道：经核实，约定之中并无此条。林浩闻言也只能惋惜地耸了耸肩，就此作罢。裁判话音刚落，一个女子身影便急匆匆冲上擂台。此女身着华贵裙长，面容姣好，可惜颧骨微高，眼尾上挑。她薄唇紧抿，尖翘的下巴高高抬起。我不答应！她声音尖利，我绝不与秦玉师兄解除道侣关系。她扭头瞪着林浩，眼神怨毒：都怪你这废物，我跟你没完！林浩无辜地耸了耸肩，平静地迎向她怨毒的视线，笑着说：这位师姐，擂台是秦师兄自己要摆的，赌约也是他自己立的。你有质问我的功夫，不如去问问你的秦师兄，为何如此不智？他懒得纠缠，拉起苏妙琴的手：师姐，我们走。他朝瘦猴他们招手：兄弟们，喝酒去，我请客。当晚，林浩做东，在宗门房是最好的酒楼要了个雅间，7人围坐一桌，气氛热烈。苏妙琴紧挨着林浩坐下，刚坐下就给他碗里加了块鱼肉：浩，你今日辛苦了，多吃点补补。林浩心里甜蜜：谢谢师姐。瘦猴最是活跃，第一个站起来举杯：浩哥，今天真解气，看那秦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你以后可要照着我们啊！林浩与他用力碰杯，语气真诚：说什么照不照的，咱们都是一起被宗门带回来的孤儿，从小一起长大，都是兄弟。瘦猴放下酒杯，眼圈有些发红，
声音也低了。浩哥，小时候每次挨打，你都挡在最前面，赵虎那帮人下手黑，你总被打得最狠，好几次都吐血了。这情分，兄弟们都记在心里。林浩摆摆手，脸上依旧是那副魂不在意的模样。说这些干嘛？我比你们年纪大，骨头硬，精打。看到你们现在都好端端的，哥那几口血就没白吐。胖球嘴里塞满了红烧蹄膀，含糊不清地说：“浩哥的好，咱都记在心里。”他妈了把嘴，感慨道：“说实在的，宗门在外面名声是不咋样，可他把咱们这些孤儿捡回来，给饭吃，给地方住，这就是恩情。”铁柱憨厚地笑着，举起酒杯：“浩哥，敬你，这里就是我们的家。”胖球咽下食物，小眼睛眨了眨，说起来，你们有没有想过去找找自家人的线索？林浩目光一沉，你们这么多年可有什么发现？铁柱黯然摇头，没有。胖球叹了口气，小眼黯淡，浩哥你还有个名字，我们连名字都没有。瘦猴、胖球、铁柱都是他们瞎叫的。林浩放下筷子，目光沉稳，现在提升实力最要紧，等我足够强大，一定会想办法帮你们找到家人。他端起酒杯，语气坚定，如果实在找不到，你们就跟着我姓林，我林浩护你们一辈子。瘦猴眼圈一红，别过脸去。胖球的小眼睛亮了起来，用力点头。铁柱站起身，瓮声瓮气地说：“浩哥，我跟你。”桌下，苏妙琴轻轻握住林浩的手，看向他的眼眸里盈满心疼。林浩心里一暖，不由收拢手指，与他十指紧紧交扣。林浩畅快地与兄弟几个干杯，转头看向苏妙琴和她的闺蜜：“师姐，你们也是孤儿吗？”柳烟撇撇嘴，自嘲道：“不然呢？无依无靠才来这合欢宗。”婉婷跟着轻轻点头，眼神暗淡下去。苏妙琴却微笑着摇头：“我不是，我来自一个修仙家族，也算有个家吧。”林浩紧紧握住苏妙琴的手：“师姐，待我实力足够，定陪你风风光光的回去。”他目光笃定，届时我要让你的家族以你今日的选择为荣。苏妙琴眼眸微颤，满是动容，她反手握住林浩，轻轻了一声。说到实力，林浩话锋一转，笑着取出几个玉瓶，正好我前些日子得了些丹药，兄弟们见者有份。他给瘦猴、胖球、铁柱每人分了2颗培元丹和2颗聚气丹。瘦猴接过丹药，手都有些抖。浩哥，这太贵重了。铁柱紧紧攥着玉瓶，瓮声道：“谢谢浩哥。”胖球拿起1颗培元丹细看，小眼睛瞪得溜圆。浩哥，这丹纹清晰，灵气内郁，品质绝了，至少是炼丹宗师的手笔啊！就这颗，至少提升一个炼气境界啊！对面的柳烟和婉婷看得眼睛都直了，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林浩对上他们的目光，痞痞一笑：“看什么？说了见者有份。”说着便给他们也各分了2颗。柳烟接过丹药，声音都轻了几分：“林师弟，这……”婉婷更是受宠若惊，小脸红扑扑的，声音软糯：“多谢林师兄。”苏妙琴在一旁看着，眼里满是温柔。胖子，林浩将剩下的丹药推过去：“你一直在杂役那边做采买，人头熟，这里培元丹和聚气丹各20颗，你拿去房事处理掉。”胖球小眼一亮，胸膛一挺：“浩哥你放心，买卖的事儿交给我，门儿清。”他脸上焕发出精明光彩，打小就跟着宗门管事做生意，这房事里里外外的门道就没有我不懂的。好，林浩笑着举杯：“那这事就交给你了，今天尽兴，不醉不归。”酒过3巡，众人都带了几分醉意。林浩心念微动，悄然运转心声：“聆听术。浩，真给我长脸，晚上回去要不要再双休一次呢？”哎呀，好羞人！这林师弟手笔真大，对朋友也真心。林师兄人真好，又大方。苏师姐真幸福。听着这些心声，林浩嘴角微扬，他见时机差不多，便主动举杯起身，姿态从容，俨然已是众人的核心。好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胖子卖丹药的事就辛苦你了。胖球拍着胸脯保证：“浩哥放心。”众人纷纷起身，这场尽兴的宴席便在欢声笑语中结束。酒足饭饱之后，林浩与苏妙琴回到了他的住处，两人正依偎在院中赏月，享受着静谧时光。苏妙琴把头靠在他肩上，轻声说：“浩，今天我真开心。”林浩揽着他的肩，感受着怀中温软，在他耳边低语：“以后天天都让师姐这么开心。”油嘴滑舌，苏妙琴娇嗔着往他怀里钻了钻，指尖在他胸口画着圈：“那你要说话算话，我什么时候骗过师姐？”林浩低头在他额间落下一吻：“等以后我实力强大了，带师姐去游历四方，看遍云川美景。”好啊！苏妙琴仰起脸，眼中映着月光：“那我要去西漠看落日，去北海看极光。”两人依偎在月光下，细数着未来的约定，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气息。突然，院外传来瘦猴焦急的声音：“浩哥，沈如长老让你立刻过去一趟。”苏妙琴身体一僵，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担忧：“师尊突然召见，莫非是怪我自作主张，选了浩做道侣，要责罚于他？”林浩轻轻捏了捏他的掌心，低声道：“别担心。”林浩嘴角勾起一抹痞笑：“是福不是祸，是祸咱也能把他闯过去，正好让师尊看看，他徒弟现在炼气6层，连秦玉都打赢了。”苏妙琴反手握住他，眼中忧色未退，低声叮嘱：“师尊心思难测，定要小心应对，万不可触怒他。放心，我晓得轻重。”林浩笑着应道，顺势低头在他额间轻轻一吻。苏妙琴脸颊绯红，
羞赧帝轻推他一下：“你，瘦猴还在外面呢。”院外立刻传来瘦猴的起哄声：“哎呦呦，嫂子放心，我什么都没看见。”林浩哈哈一笑，这才出门与瘦猴一同离去。行至岔路，与瘦猴分别，他来到沈如的洞府，踏入殿内，一股甜暖的馨香便萦绕而来。只见沈如正慵懒地斜倚在软榻之上，紧着一件粉色的轻纱睡裙，丝滑的绸缎勾勒出丰腴曼妙的曲线，一片怒涛汹涌，朦胧的粉色罗帐垂下，更添几分旖旎。眸光似水，在林浩身上流转一圈，嘴角勾起一丝妩媚的笑意。不错，他红唇轻启，语气听不出喜怒，倒是没给为师丢脸，能以炼气6层的修为，用别致的手段赢了那眼高于顶的情欲，算是替为师这一脉挣了点面子。这小子虽说灵根差些，但这模样变俊俏了，倒是越看越顺眼了。林浩听着这心声，看着师尊此刻风情万种、慵懒迷人的姿态，心头不由一跳。师尊这姿态，这眼神，有点顶不住啊！稳住，稳住！林浩，你可是有师姐的人了。虽然师尊确实可风情万种，他心中念头飞转，脸上却不敢表露分毫，腰杆不自觉地挺得更直，恭敬道：“不过是弟子运气好罢了，能稍解师尊烦忧，是弟子本分。”沈如慵懒地摆了摆手，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今日叫你来，是有件事要交于你去办。师尊请吩咐。沈如沉吟片刻，并未直接说任务，反而考笑般问道：“浩儿，你既已炼气6层，对我辈修行之路可知多少？”林浩老实回答：“弟子只知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其后的化神、炼虚、合体、大成，直至渡劫飞升，便只听过传说了，常识倒无纰漏。”沈如接过话头，神色稍正，说回正事，此次召你是有一桩机缘要交于你。他素手一翻，掌心多了一枚温润玉简。北边黑风山有一记现世，推断应是某位元婴修士的作画洞府。林浩目光一凝，元婴洞府，那其中怕了。沈如妩媚一笑，打断了他的话：“里面的禁制对高阶修士压制极大，正是你们炼气期的机缘，你可与你苏师姐同往。玄天剑宗、青丹谷的人都会前去。”林浩眉头微挑，捕捉到关键：“师尊，我合欢宗在此地，与这2宗相比，实力如何？”眼光不错，懂得先察局势。沈如娇嗔地白了他一眼，唇角弯起迷人的弧度：“我们所在的大陆名为云川大陆，广袤无边，分东南西北中5域。”沈如细心解释：“我们便在东域青州下的流云府，在此地，我合欢宗与玄天剑宗、青丹谷3足鼎立，皆有元婴坐镇，同属中行宗门。”林浩闻言，心中一动，面上立即露出惭愧之色：“师尊，您之前派弟子去的璃月仙宗，不知与这3宗相比，实力如何？弟子无能，至今对任务失败心怀忐忑。”沈如看着他这副模样，心中不由得一软：“哎，这孩子倒是纯良，当日给他那任务，本就是让他去送死，如今竟还因失败而自责。”他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是慵懒地摆了摆手：“此事已过，不必再提。至于璃月仙宗，他略一沉吟，他位于隔壁云梦府，门规主修太上忘情，向来瞧不起我合欢宗的双修法门，门中有化神大能坐镇，已勉强跨入大型宗门之列。上次恰逢其圣女慕云瑶途经我流云府，宗门便派你去投石问路，略作试探罢了。化神大能，系统给他的第一个情缘目标，来头竟然这么大。”林浩倒吸一口气，有化神大能坐镇，大型宗门岂不是强大无比？强大？沈如轻笑一声：“你须知晓，似我合欢宗这般拥有元婴修士的中型宗门，在这青州境内多如过江之鲫。”他语速平缓，却字字如锤，敲开了一幅更浩瀚的图景。唯有门中出了化神乃至炼虚大能，方能在一州之地呼风唤雨。此等势力大抵分为2种形态：一为仙朝，以官制统御疆土；二为宗门，以道统掌控山河。至于那统御广袤一域，门内更有大成尊者、渡劫天尊坐镇的势力，方是真正的超级势力。随即他回到正题，目光落回林浩身上，语气带着一丝考验：“如何？知道了自己是井底之蛙，可还敢代表我合欢宗去这元婴洞府中争一争那份机缘？”林浩心下蓦然一笑：“我连活着的元婴洞府都杀了个7进7出，还怕你个死掉的？”表面上却神色一正，坚定地说道：“机缘在前，岂有退缩之理？弟子虽修为浅薄，愿与师姐一同前往，尽力为师尊取回所需之物。”那便过来拿去吧。沈如慵懒地将玉简递出，林浩双手去接，指尖触碰玉简的刹那，师尊那冰凉的指尖若有似无地在他掌心轻轻划过，一股微痒的触感如电流般窜过，同时那个妩媚的心声钻入脑海：“这身板倒是比看上去结实，只是这境界太虚浮了。”林浩心中一荡，立刻压下了所有翻腾的思绪，他面不改色，稳稳接过玉简，再次躬身：“谢师尊。”沈如眼底掠过一丝似笑非笑的意味，他指尖轻轻一点他接过玉简的手，一丝微弱的灵力探入又迅速收回，灵力如此虚浮，看来是连破数境的隐患。过来，为师替你梳理。伸手，林浩伸出手腕，沈如冰凉的指尖轻搭其上，下一刻，一股磅礴的灵力便如暖流般涌入他经脉。静心凝神，莫要抵抗。
沈如的声音带着一丝郑重。林浩只觉那股灵力如一位高明的工匠在他体内游走，将他因急速提升而略显虚浮的灵力一遍遍地梳理、锤炼、压缩。不过一炷香的时间，他体内躁动的灵力便彻底平息，变得温顺而凝实，稳稳停驻在炼气6层初期的境界，根基再无隐患。沈如收回手，光洁的额角竟渗出细密汗珠，脸上带着一丝疲惫，气息微喘。好了，这下根基便无碍了。他声音带着些许慵懒。哎，说了这会子话，又运功为你梳理，倒是有些乏了。他说着，优雅的微微转身，将线条优美的玉背对着他。既然来了，便替为师揉揉肩颈，解解乏吧。弟子遵命。林浩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双手轻轻按上他那不盈一握的肩头，指尖传来的触感细腻滑嫩至极。刚开始揉按，沈如便仿佛不胜柔弱，娇躯微微向后靠来，最终柔顺地倚入了他怀中，温香软玉抱个满怀。他舒适地轻叹一声，扬起脸，吐气如兰。你这按摩推拿的手法里有鸳鸯同心诀的影子，用得到有几分灵性。林浩手上动作未停，低声回应：弟子手法粗陋，只盼能不让师尊难受。沈如闻言，唇角微不可察地向上弯了一下，随即闭上眼，任由自己更深地放松在他怀里。静默了片刻，享受着恰到好处的按揉，他才慵懒地再次开口：浩儿，你可知你与妙琴双修的那鸳鸯同心诀是我合欢宗的立足根基之一？林浩手上动作不停，应道：弟子不知，外界皆道我合欢宗是歪门邪道。沈如轻笑，语气带着一丝傲然，却不知即便是外门弟子所修的鸳鸯同心诀，亦是皇级上品功法，直指金丹大道。不知多少散修宗门为了一部皇级中品功法，都要争得头破血流。他微微侧手，眼波流转。现在你可明白入我合欢宗是何等机缘？弟子明白。林浩手上动作不停，语气诚恳：宗门授业之恩，弟子永世不忘。抛开别的不谈，合欢宗将他们这些孤儿收入门下，传下安身立命地功法，这份因果他记在心里。他迅速收敛心神，专注于手上的动作，指尖力道恰到好处。沈如喉间溢出一声舒适的轻吟，娇躯又向他怀里柔软的挤了挤。浩儿，他声音轻柔，当初派你去给那圣女下毒，本是九死一生的局，你心里可曾怨过为师？林浩手上动作不停，低头凑近他耳畔，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廓。弟子不敢，师尊对我有知遇之恩，只恨弟子无能，未能替师尊分忧。这孩子心思竟如此纯良，明知是送死之局，却毫无怨怼。沈如心中一软，微微调整了姿势，让自己靠得更舒适些。轻纱睡裙的领口随之微微敞开，露出一段精致的锁骨。这手法倒是得了同心诀几分真髓，揉的人身子都酥了。听着享受的心声，看着怀中家人慵懒迷离的姿态，林浩只觉心神一荡，他双臂缓缓下滑，从背后轻轻环住了他那柔软的腰肢，将下巴抵在他散发着幽香的发间。沈如非但没有抗拒，反而顺势将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扬起绝美的脸庞，红唇微张，吐气如兰，眼神迷离的像蒙了一层水雾。林浩低下头，朝着那诱人品尝的红唇缓缓靠近，他长睫如蝶一般轻轻颤动，并未躲闪，反而顺从的微仰起脸，红唇微分。他在难自抑，朝着那诱人的红唇印了上去。然而预想中的温软甜润并未到来，他只扑了个空。沈如已如滑溜的鱼儿，娇笑着闪开，在数步之外亭亭立定。他风情万种地白了他一眼，眼波流转，媚意横生。哥哥，小坏蛋，胆子倒是不小，连为师都敢轻薄。语气娇嗔撩人，听不出半分真怒。林浩怀中一空，看着那巧笑倩兮的美人，只得按下心头悸动，摸了摸鼻子，带着几分无赖口气笑道：实在是师尊太过迷人，弟子一时情难自禁。沈如整理了一下微乱的衣襟，眼波斜睨着他，油嘴滑舌：秘境之行，好生准备。若是你能顺利取到里面的宝物。他话语微微一顿，抛来一个万种风情的眼神，红唇勾起迷人的弧度。届时师尊我或许会给你一份意想不到的赏赐。说完，不待林浩回应，他便挥了挥玉手：去吧，好好准备，莫要让为师失望。林浩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火热，恭敬行礼：弟子定不负师尊厚望。他退出寝宫，心中对那秘境之行已是势在必得。师尊那风情万种的模样，那意味深长的赏赐，已在他心中点燃一团无法熄灭的火。定，沈如好感度加30，当前好感度40，情缘羁绊已深化，专属情缘任务师尊的期许正式激活，一段危险的诱惑正在等待你的探索。当前情缘：慕云瑶，好感度5；沈如，好感度40。当前道侣：苏妙琴，好感度85。回到住处，苏妙琴还未睡下，正点着灯在榻边等他。浩，师尊深夜唤你，是有什么要紧事吗？他迎上前，很自然地挽住他的手臂，眼中带着关切。林浩反手握住他，笑着宽慰道：师姐放心，师尊非但没责罚，还夸我打败秦玉，替他长了脸，更是亲自运功替我稳固了修为。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兴奋，压低声音：最重要的是，师尊交给了我们一桩大机缘。说着，他取出那枚玉简，在苏妙琴眼前一晃。苏妙琴美眸一亮，抓着他的手轻轻摇晃。浩，
是秘境探索耶，我们一起去。当然一起去。林浩握紧玉简，点头应下，随即咧嘴露出一抹熟悉的痞笑。不过秘境凶险，咱们得好好准备。看着师姐那双秋水盈盈的眼眸，他心中燥热化为更亲密的渴望，反手将她揽入怀中，紧紧抱住。师姐，他嗅着她发间馨香，声音低沉下去。我这一去，也不知会遇到什么。苏妙琴感受到他拥抱的力度和急促的呼吸，以为他在担忧秘境安危，心中顿时软成一片。他仰起脸，主动吻了吻他的嘴角，语气温柔：浩，别怕，师姐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定能平安归来，找到机缘的。有师姐在，我什么都不怕。他低语着，顺势低头，深深地吻住了那两片柔软甜美的唇。不同于以往的温柔，这个吻带着一丝侵略性和灼人的热度。苏妙琴先是一怔，随即柔顺地闭上眼，声色却又热情地回应起来：浩浩，今晚好像特别激动，好喜欢这种被爱的感觉。烛火不知何时被熄灭，朦胧的月光透过窗棂，隐约映出榻上交织的身影。罗帐摇曳，细碎的低吟与粗重的喘息交织成夜最动人的乐章。一世春光，旖旎无限。他将满心的躁动尽数化作了无尽的索取与爱恋。一夜缠绵，被翻红浪，直到天光微亮，两人才相拥着沉沉睡去。日上三竿，林浩神清气爽地醒来，看着怀中海棠春睡般的师姐，他心中满是怜爱，轻轻在她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吻。苏妙琴睫毛轻颤，悠悠转醒，对上他含笑的眼眸，想起昨夜的疯狂，他俏脸绯红，娇嗔着钻进他怀里。都怪你，好，都怪我。林浩笑着搂紧她，在他耳边低语：是师姐太迷人，我把持不住。两人又温存片刻，才起身梳洗。林浩运转纯阳之气，只觉体内暖融融的，昨夜消耗的精力尽数恢复，腰部酸腿不软，状态好得出奇。这功法果然是宝贝。他心中大定，师姐，我们得抓紧准备秘境之行了。他正色道，实力提升一分，把握就大一分。苏妙琴温柔地望着他，柔顺地点头应道：都听你的。林浩与苏妙琴又温存了片刻，便起身出门，朝着杂役弟子聚集的区域走去。没走多远，就迎面撞见了赵虎，还是带着王五、李六几人。赵虎一眼瞧见林浩，脸色刷的一变，下意识就想转身绕道。虎师兄，这么巧啊！林浩嘴角一扬，开口叫住了他。赵虎身子一僵，慢慢转回来，脸上挤出一个谄媚的笑容，腰都弯了几分。林师兄，您叫我。王五、李六更是缩着脖子，大气不敢出。林浩踱步过去，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虎师兄，你以前可没少关照我们兄弟啊。赵虎额头冷汗直冒，连连摆手，身子下意识缩了缩，不敢。林师兄，他身形一顿，像是想起什么，赶紧改口，脸上堆满谄媚。不，浩哥，您叫我小虎就行。他抬手擦了把额角的汗，声音都带着点颤。以前都是我赵虎有眼无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小人一般见识。别。林浩伸出手指摇了摇，打断他，叫我林师兄就行。浩哥这称呼是自家兄弟叫的。他目光扫过赵虎几人，语气随意：我们呢，做不成朋友，但总归还是同门，以后别再干那些欺软怕硬、糟践同门的事了，明白吗？赵虎几人闻言，脸上顿时喜忧参半。明白。林师兄您放心，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赵虎忙不迭的保证，点头哈腰。林运起心生聆听术，捕捉到他们心中确实充满了恐惧和后怕，才满意的点点头。他走上前，拍了拍赵虎的肩膀，脸上在笑，眼神却带着一丝凌厉。记住你说的话，要是再让我听说你们不安分。他话没说完，但赵虎几人已经吓得一哆嗦，连声道：不敢，绝对不敢。林浩不再理会他们，吹着轻快的口哨，心满意足地朝胖球的住处走去。找到胖球时，他正在那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清点着几瓶丹药。胖子，忙什么呢？林浩笑着走近。浩哥。胖球小眼睛一亮，献宝似的推过一个小布袋，丹药都出手了，换了120块下品灵石，干得漂亮，这都够修炼大半年了。林浩赞许地拍拍他，收起灵石。有了这灵石，底气足了不少。他从中数出20块下品灵石，不由分说地塞到胖球手里。辛苦了，这些你先拿着。胖球圆脸一慌，连忙推拒：浩哥，这我不能要，替你做点事那不是应该的吗？咱们兄弟之间不说这个，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林浩语气坚决，按住他的手：这不是给你一个人的，你心思细，你来保管。平日里瘦猴、铁柱他们谁有个急用，或者缺修炼资源了，你也能及时帮衬一下。胖球看着手里的灵石，又抬头看看林浩，小眼睛里满是动容。他不再推辞，用力点点头道：浩哥，我替瘦猴和铁柱谢谢你了。自家兄弟少来这套。林浩笑着捶了一下他厚实的肩膀：行了，我先回去了。告辞了胖球，林浩回到小院，便带着苏妙琴去了房室。路上两人姿态亲密，苏妙琴挽着林浩的手臂，眉眼弯弯，笑容甜美。沿途几个弟子看得目瞪口呆，那是苏师姐，她居然会笑得这么甜。旁边那小子是谁？有点眼熟，是林浩，前阵子擂台打败秦玉师兄的那个。窃窃私语传来，林浩非但不恼，反而将苏妙琴搂得更紧，得意地朝那些弟子扬了扬眉。他随即侧过头，
温热的呼吸轻轻拂过她耳畔，低语道：“师姐，今夜再陪我双休，可好？”苏妙琴身子微微一颤，白玉般的耳根瞬间染上绯红，将脸埋低了些，声如文瑞，却清晰应道：“只要浩浩你想。”林浩低笑一声，将她搂得更紧些，眉宇间又添了几分温柔。到了房室，林浩开始大采购，低级符咒成捆的买，生活用品大量囤积，甚至买了好几大包辣椒粉。苏妙琴轻轻拉他袖子，忍不住笑问：“浩浩，你这是要开杂货店啊？”林浩嘿嘿一笑，顺手把东西收进系统空间，这叫有备无患，不打无准备之仗。回到小院，两人便开始了闭关苦修。正午时分，林浩赤裸上身，在院中盘膝而坐，借灼灼烈日修炼纯阳诀。起初，一丝微弱的纯阳暖流在经脉间游走，气息尚显生涩。随着周天运转，日趋圆融，那气流愈发雄浑沛然，如溪流汇入江河，于四肢百骸间奔涌自如。他意念微动，纯阳之气便应声而起，循经走脉无有滞碍，行功效率较初学时快了1倍有余。周身暖意固本，寒邪不侵，血肉在这股暖流的滋养下，传来阵阵酥麻与凝实之感，变得愈发紧密。林浩长身而起，心有所悟，这是纯阳诀突破至熟练、驾轻就熟之境了。他五指缓缓收拢，感受着拳锋之中蕴含的沛然之力，一股强大的自信油然而生。若再遇上秦玉那乌龟壳，即便不倚仗精细凌厉的锋锐，单凭着纯阳之气淬炼出的体魄，也足以一拳破之。一旁，苏妙琴正单手托着香腮，一双秋水明眸痴痴地望着他。阳光下，他原本单薄的身形变得匀称而挺拔，肌肉线条出现流畅之美，肌肤细腻，引线玉质光泽，看得他眸中水光潋滟，几乎忘了呼吸。林浩转身对上苏妙琴痴痴的目光，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棂，温柔地洒在她侧脸上，连细小的绒毛都清晰可见，衬得她整个人美好的不似凡尘。林浩不由得看呆了，回过神来才嘻嘻一笑：“师姐看了多久了？”苏妙琴也不羞怯，眉眼弯弯，水汪汪的眸子里漾着温柔的光：“从你入定就在看了。”她声音轻柔：“浩浩，你运功时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她目光落在她轮廓出显的胸膛上，脸颊微红，而且感觉你好像又变结实了些。你的炼体功法真的好神奇，也是那次机缘偶然所得吗？师姐好眼力。林浩嘴角勾起，语气里带着几分诱惑：“那我是不是更帅了？”苏妙琴被他灼灼的目光看得有些心跳加速，轻轻推了他一下，嗔道：“哪有你这样问的？”虽是埋怨，眼角眉梢却皆是甜意。林浩揽住她的腰，将她往怀里带了带，在她耳边压低声音：“还有更厉害的，师姐，我的纯阳之气双修之时，对你是否也有所注意？”苏妙琴的耳根唰的一下红透，宛如上好的胭脂。她将发烫的脸颊埋在他肩头，声音细若文瑞：“提升很大，我感觉自己都快触及炼气大圆满的瓶颈了，效果这么好。”林浩心头一热，揽着他的手臂紧了紧，嗓音低沉下来：“正巧我的纯阳诀刚突破到熟练之境，功效想必更胜从前。”他低头看着他，温热的吐息交织：“如此良机，师姐，我们不如现在就来感受一番，可好？”呀，你想什么呢？苏妙琴羞得连脖梗都染上了粉色，一双秋水明眸嗔怪地瞪着他，那含羞带怯的模样，在明媚的阳光下美得惊心动魄。他看了看窗外，用力捶了一下他的胸口：“这可是大白天。”林浩看着他羞不可抑的模样，心痒难耐，正要再逗他，却见师姐忽然踮起脚尖，温软的唇瓣飞快擦过他的耳垂，留下一句轻若云烟的低语：“晚上再试。”说完，不待林浩反应，他便如一抹受惊的云烟，红着脸从他怀中旋身溜走，只留下一缕清甜的幽香。接下来几日，林浩白日借助烈日苦修纯阳诀，夜晚则与苏妙琴双修，阴阳相济。下品五行灵根虽拖累了进度，但在苏妙琴纯阴之体的助力下，修炼效率依旧比往日快了数倍，一身根基被锤炼得无比扎实。3日后，夜渐深，苏妙琴闺房一片春意盎然，红帐低垂，月光透过窗棂，在交织的呼吸与低吟间，两道朦胧身影缓缓贴近，低语轻笑，渐不可闻，唯余烛火轻摇，映着垂落的纱帐。修炼细节暂且略过，林浩气息平稳下来，只觉体内灵力流转陡然顺畅许多，一道无形的阻碍悄然而破。炼气6层中期，水到渠成。他唇角扬起，将怀中温软的身子揽紧，声音带着笑意：“师姐。”苏妙琴慵懒地了一声，尾音娇软。他并未立即睁眼，面颊绯红未退。好一会儿，他才抬起手臂环住他的脖颈。只见他眼睫轻颤，缓缓睁开，眸子里像是漾着一汪春水，比往日更加波光潋滟，肌肤莹润，透着浅浅的绯色，仿佛上好的暖玉生辉。你看什么呢？苏妙琴被他瞧得有些羞，将脸埋进他肩窝。当然是看我家师姐。林浩低笑，指尖抚过她细腻光滑的脸颊，更美更迷人了。这话不假，她周身那股温润如水的气质里，悄然融进了一丝引人沉醉的妩媚，那是纯阳之气滋养带来的奇妙变化。苏妙琴闻言，唇角不自觉弯起甜蜜的弧度，轻捶了他一下，油嘴滑舌，身体却更依恋地贴紧了他。
林浩顺序又找了他2片诱人的红唇，气息交融间，温存再起，红帐之内低语轻笑渐弱，直至天光微亮。林浩精神奕奕地起身，感受着体内增长的灵力，心中底气十足，是时候出发了，闯秘境，抢宝贝。次日清晨，两人联袂来到山门，踏上通往世俗城镇的官道，沿途渐渐热闹起来，有赶着马车的商贩，有背着行囊的旅人，偶尔还能遇见几个其他门派的修士。每当苏妙琴经过，总能引来一片惊艳的目光。两人一路说说笑笑，刚离开宗门势力范围，便被3个一脸匪气的散修拦住了去路。哟，好水灵的小娘子！为首，一个练气7层的刀疤脸，目光贪婪，在苏妙琴身上打转。小子，识相的就留下这小娘们和储物袋，爷爷我心情好了，或许能饶你一条狗命。身后2个练气5层的跟班也发出不怀好意的哄笑，目光不断在苏妙琴曼妙的身段上乱转。苏妙琴眉头一皱，刚要上前，却被林浩轻轻拉到身后。师姐，这种小喽啰哪由你动手？林浩对他眨眨眼，随即转头看向那3人，脸上挂起人畜无害的笑容。几位大哥，出门在外，以何为贵吗？林浩笑着拱了拱手，要不我请你们看点好东西。刀疤脸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得一愣，看什么？话音未落，林浩猛地吸了口气，噗，一道凝练白光自他口中激射而出，直袭刀疤脸面门。什么鬼东西？刀疤脸万万没想到是这种好东西，只觉眼前强光一闪，神识微眩，下意识紧紧闭眼。王八拳！林浩身形前冲，一拳直取对方眼睛，砰！哎呦！刀疤脸惨叫一声，双手捂眼，踉跄后退。另外2个跟班都看傻了，一时没反应过来。苏妙琴掩口轻笑，好棒！林浩听得心头一荡，士气大涨，不等剩下2人动作，他如法炮制，噗砰噗砰，2道白光，2记老拳。另外2个跟班也捂着眼睛蹲了下去，惨叫声此起彼伏。不过2、3息，3个拦路散修全变成了熊猫眼。林浩甩了甩手，走到那刀疤脸面前蹲下，笑眯眯地问：大哥，好东西看够了吗？刀疤脸吓得一哆嗦，连连摆手：不看了。大哥，不，大爷，小的有眼无珠，饶命啊！林浩笑容一收，挑眉道：不看，那现在开始。他故意拖长了调子：大姐。刀疤脸愣住了，呆呆地看着他。愣着干嘛？林浩屈指弹了下他脑门，语气不耐：听不懂吗？大姐，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刀疤脸苦着脸，哆哆嗦嗦解下腰间的储物袋奉上。林浩掂了掂，撇嘴道：不够。他目光扫过3人腰间的兵器，还有这些家伙事儿。刀疤脸不敢违抗，赶紧解下自己的佩刀，又示意2个跟班交出武器。林浩把兵器收拢，摸着下巴，目光在3人身上逡巡片刻，咧嘴一笑：现在进行安全检查，衣服裤子都给我脱了。啊！刀疤脸傻眼了。林浩眼睛一瞪：专业流畅懂不懂？万一你们裤裆里还藏着什么宝贝呢？他指了指2个跟班，还有你们2个，动作快点。3人面如土色，磨磨蹭蹭的脱了个精光，只剩下一条裤衩在风中凌乱。现在可以滚了。林浩满意的挥挥手：谢大爷，谢大爷。3人如蒙大赦，捂着关键部位，连滚带爬的跑了，模样比来时狼狈了10倍不止。林浩拍拍手，走回苏妙琴身边，将3个储物袋里的东西哗啦倒在地上，30多块下品灵石，几本黄级下品功法，3件灵气暗淡的下品灵气。他嫌弃的用脚尖拨了拨，瘪嘴道：一群穷鬼，30块下品灵石也就只够普通炼气修士1个月开销。苏妙琴忍不住掩嘴轻笑，拉起他的手仔细端详：你呀，就随便挥出几拳，得了这么多东西还不知足？来，让师姐好好看看你的手。林浩嘿嘿一笑，任由他拉着。疼不疼？苏妙琴拿出丝帕，心疼地轻抚他微红的指节，你看都红了。说着低头朝他手背轻轻吹了吹。不疼。林浩心里美滋滋的，顺势反握住他柔软的手。师姐，我厉害吧？苏妙琴仰起脸看他，眼中满是崇拜，用力点头：我家浩浩最厉害了。他声音甜软，又机智又勇敢，比那些只会装模作样的绣花枕头强1万倍。林浩听着这甜甜夸奖，看着他崇拜的眼神，只觉得浑身舒坦，骨头都轻了。他牵着苏妙琴的手，意气风发的一挥手臂：走，师姐，咱们继续上路。2人沿着官道走了半日，远远望见一座雄伟城池的轮廓，城门上方龙飞凤舞的刻着青岩城3个大字。踏入城中，喧嚣热闹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宽阔的青石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叫卖声不绝于耳，绫罗绸缎、珠宝首饰、灵草丹药、法器符箓，各式商品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苏妙琴平日里在宗门清修，何曾见过这般热闹的世俗景象？她那双美眸顿时亮了起来，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好，你看这个簪子好不好看？哇，这串铃铛声音真好听。这家的胭脂水粉好像很不错耶。她像只欢快的蝴蝶，在各个摊位前流连忘返。不一会儿，她手里就多了一大堆包装精美的盒子。她一边任劳任怨地当移动货架，一边精准地从储物袋里掏出零食付账，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就在苏妙琴还在忘情地挑选商品时，一个轻浮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啧啧，
没想到在青岩城竟能遇到如此绝色仙子，当真是缘分。只见一名青年缓步走近，此人身着玄天剑宗核心弟子服饰，容貌还算俊朗，但眼神中带着一股倨傲，目光毫不掩饰，在苏妙琴窈窕的身上扫视，完全无视了林浩。他身后还跟着3人，2名男弟子，另有一位梳着高马尾的少女，容貌精致，眉宇间自带一股飒爽英气。那名少女见状，剑眉微蹙，伸手扯住赵干的袖口，声音清亮：“赵师兄，我们还有正事。”那何心弟却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目光依旧粘在苏妙琴身上。苏妙琴柳眉微蹙，往林浩身边靠了靠，脸上欢快的表情淡了下去。那核心弟子见状，反而上前一步，故作潇洒地拱了拱手：“在下玄天剑宗赵干，不知仙子芳名，仙乡何处？若蒙不弃，可否共饮一杯，结交一番？”说话间，炼气9层的灵压隐隐弥漫开来。林浩心里嗤笑一声，得，经典搭讪桥段，头上没点绿，剧情没法叙事吧？正准备上前，却听到了那位飒爽师妹的心声：“又来了！一见到漂亮师姐就忘乎所以，真是丢尽我被剑修的脸。”他身旁这位师兄修为虽不高，却敢挺身相护，倒有几分我被剑修的担当。他心中一动，对这玄天剑宗的观感稍微好了那么一丝。他轻轻捏了捏苏妙琴的手，随即上前一步，脸上露出一个平和的笑容。原来是玄天剑宗的赵师兄，久仰。他双手抱拳，语气从容：“在下林浩，这位是我师姐，我们还要赶路，共饮就不必了。”说罢，他拉着苏妙琴的手，转身就要离开。赵干被人拒绝，脸色一沉，身形一晃，再次拦住去路。“我邀请的是这位仙子。”他冷冷瞥了林浩一眼：“何时轮到你个炼气6层的废物插话？”他转向苏妙琴，语气带着压迫：“仙子这般推拒，莫非是看不起我赵干，看不起我玄天剑宗？”身后2个跟班立即上前，隐隐形成合围之势。那位高马尾少女见状，剑眉紧蹙，利落地向前一步。这次他直接抬手扣住了赵干的手腕，轻斥道：“赵师兄，够了！”他逼视着赵干，语气坚决。对方气度从容，绝非寻常散修。你在此无故树敌，若误了宗门交代的要事，后果你自己承担。林浩看着拦在眼前的赵干，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下去。他目光直视赵干：“赵师兄，强扭的瓜不甜，我师姐脸上写满了婉拒，你是看不懂吗？”赵干被他的话一激，先是用力甩开少女的手，对他厉声喝道：“叶灵，注意你的身份，这里轮不到你来做主。”这才怒极反笑的转向林浩：“好，很好，一个炼气6层的废物，也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锵的一声，他腰间长剑出鞘，寒光乍现，灵力气机牢牢锁定林浩：“今日便带你师长，叫你何为尊卑？”林浩眼神微凝，随即眼珠一转，嘴角勾起一抹玩味。他非但不退，反而扯开嗓子大喊：“大家快来看啊！玄天剑宗的高徒，光天化日之下强民女啊，说不过就要杀人灭口啊！”这一嗓子运足了灵力，半条街的人都看了过来，同时对苏妙琴传音：“师姐，快哭！”苏妙琴先是一愣，随即眼波流转，心领神会的一撇嘴，随之肩膀轻轻一颤，在抬起脸时，眼圈已然泛红，泪珠如断线珍珠般滚落。“浩哥哥，我好怕！”他躲到林浩身后，拽着他的衣袖，轻轻发抖，那模样任谁看了都心疼。围观群众顿时议论纷纷：玄天剑宗这么霸道，光天化日就欺负小姑娘，名门正派就这做派。赵干持剑的手顿时僵在半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你血口喷人！”那位叶灵师妹急忙上前对林浩抱拳一礼，语气诚恳：“这位师兄误会了，赵师兄只是一时冲动。”林浩趁机又喊：“诸位评理，我们好好逛街。”他们3个大男人就围上来，非要我师姐陪酒，不答应就要动手。这青岩城还有王法吗？一个戴着斗笠的修士抱着胳膊淡淡道：“玄天剑宗近年是愈发跋扈了。”卖菜大娘叉腰骂道：“呸！什么名门正派，比土匪还横！”卖糖人的老汉直摇头：“世风日下呀！”赵干额头青筋暴起，却愣是不敢再动。叶灵趁机拉住他衣袖：“师兄，秘境要紧，别误了正事。”赵干狠狠瞪了林浩一眼，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很好，我记住你了。”说完收剑转身就走，2个跟班赶紧跟上。叶灵朝林浩投来一个歉意的眼神，双手抱拳一礼，随即匆匆离去。见人走了，苏妙琴立刻破涕为笑，调皮的朝林浩眨眨眼：“浩，我演的怎么样？”“绝了！”眼泪收放自如，情绪饱满到位。林浩立刻竖起大拇指：“师姐，你这演技，不去唱戏可惜了。”卖菜大娘还在愤愤不平：“姑娘别怕，他们再赶来，大娘帮你喊巡逻队。”“谢谢大娘。”苏妙琴甜甜一笑，顺手买了大娘2把菜，支持正义生意。走出人群，他拽了拽林浩的衣袖：“浩，我们现在去哪？”林浩望了眼城北方向，先找家客栈落脚。我猜刚才那几个玄天剑宗的人应该也是冲着秘境来的。林浩眯起眼睛，露出标志性的痞笑。这下有意思了。2人在城中心寻了间清雅的客栈住下，稍作安顿后，便来到大堂用饭，顺便探听消息。果然，周围几桌修士都在议论着城北黑风山的秘境。听说了吗？这次秘境波动很强，可能是元婴洞府，3大宗门聚齐，我们这些散修怕是连汤都喝不上。那倒未必，
听说那秘境入口有禁制，超过筑基期就进不去，全靠小辈争锋。林浩与苏妙琴对视一眼，心照不宣。这时，旁边一桌几个散修打扮的修士，目光不时瞟向苏妙琴，窃窃私语。其中一人似乎喝了点酒，壮着胆子端杯走过来。这位仙子，他话未说完，林浩便抬眼看他，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这位道友，我师姐不喜欢喝酒，我陪你喝。那散修被林浩看得莫名心虚，再想起玄天剑宗吃瘪的传闻，干笑两声，不必了，打扰，讪讪地退了回去。苏妙琴在桌下轻轻踢了林浩一下，抿嘴笑道：“你这醋坛子都快酿出老陈醋的味儿了。”林浩面不改色，给他加了块灵兽肉。我这是预防性劝退，避免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是为他们好。接下来的几日，两人便在客栈住下，探查清楚秘境位置后，白日便在城内闲逛，补充丹药符箓。待到入夜，方是真正属于二人的温存时光。第3日夜晚，烛光摇曳，罗帐内细碎的呢喃与急促的呼吸声交织，诉说着无尽的温情。此处细节自行想象。不知过了多久，云雨渐歇，林浩从苏妙琴身上翻了下来，满足地吁出一口长气，使精神愈发饱满，体内的灵力在欢愉与交融中变得更为凝练精纯。原本炼气6层中期的境界，已悄然稳固在6层后期，甚至隐隐触摸到第7层的门槛。他侧过身，将师姐那温软馨香的娇躯重新揽入怀中，看着她眉眼间尚未褪尽的春意与满足，忍不住得意的低笑。看来这几日与师姐双修，效果显著，我感觉距离炼气7层也只差临门一脚了。苏妙琴面颊绯红未退，伸出纤纤玉指，在他的胸口轻轻一戳，语带娇嗔：“你这还算快啊？”苏妙琴美眸中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浩浩，你可知我这纯阴之体的原因，在修真界又被称作什么？”林浩微微一怔，眼中带着好奇：“要什么？筑基大药？”苏妙琴轻叹一声：“按理说，即便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若能得我元婴，也能立地筑基。可你……”林浩脸上的得意一下僵住。果然，这该死的下品5行灵根，活脱脱就是个无底洞，再好的资源填进去，效果都要大打折扣。而且这还是升级过的结果，若换作当初那5系杂灵根，简直不敢想象。心里仿佛有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林浩眼中的神采瞬间暗淡，他闷不吭声地把脸往师姐温软的怀里挤了挤，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他无意识地把玩着师姐垂落的秀发，那柔顺的触感让他心绪稍定，但心底深处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不对，在这温暖的宁静中，那股违和感却愈发清晰起来。我现在也是下品灵根，就算修炼慢些，又怎么会比别的下品灵根差这么多？这感觉绝对不对。苏妙琴见他这副模样，柳眉微蹙，眼中满是心疼，不由得将他搂得更紧了些。林浩只觉自己的脸陷入一片惊人的温软与弹性之中，鼻尖萦绕着师姐身上特有的馨香。就在这时，苏妙琴的心声清晰地传来：“都怪我多嘴，看浩浩这样子，定是难过极了。其实初次双修后，见他只到炼气6层，我心下便有些失落，只是怕错了他的心气，一直不敢说破。按理说，浩浩得了我的元婴，本该能即刻筑基才对，看来问题真就出在这5系灵根上了。”这道心声如同春风拂面，悄无声息地沁入他的心田，却让他脑海中的迷雾悄然散开。是了，问题就出在这里，师姐的元婴足以让凡人立地筑基，而我却只到炼气6层，这并非灵根太废，而是5行俱全。这意味着别人修炼一份灵力，我则需要5倍甚至更多的资源来平衡相胜。想通此节，他心头的郁结缓缓化开，眼神重新变得坚定。是啊，路是难走了点，但同时意味着他的根基将远比旁人牢固。更何况他有系统，更有怀中这个真心为他的师姐，有什么好怕的？他用力搂了搂怀中的温香软玉，在他耳边低语：“师姐，我想明白了，慢点就慢点，别人走1步，我走10步便是。”他拇指摩挲着他的唇角，5行俱全，需要的资源是别人的数倍，但换来的根基也必定更稳。他望进他的眼眸深处，如同立誓：“这筑基境，我迟早会踏进去，到时候换我来保护你。”苏妙琴闻言，美眸微睁，心中既甜且惊。没想到他非但没灰心，反而转眼间便想得如此通透。他正欲开口回应，突然城北方向传来一阵剧烈的灵气波动，一道霞光冲天而起，一个巨大漩涡正在缓缓成型。秘境开了，客栈外传来阵阵惊呼。苏妙琴与林浩对视一眼，两人迅速收拾妥当。师姐，我们的秘境之旅这就算开始了。林浩精神一振，握紧苏妙琴的手，随着人流投向那光怪陆离的入口。两人来到秘境入口的山谷，此处已人山人海，各色服饰的修士泾渭分明。玄天剑宗的弟子白衣复健，神情冷傲；青丹谷的弟子则穿着药草纹饰的衣袍，气质温和。合欢宗的弟子们聚在一处，有说有笑，气氛最为热闹。人数最多的当属各路散修，三三两两聚在一处。几派筑基期的长老则悬浮于半空，济世护法也互相制衡。合欢宗的弟子见到苏妙琴，纷纷恭敬行礼。苏师姐，目光扫过他身旁的林浩时，则多了几分好奇。就在这时，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我当是谁？”原来
在青岩盛装可怜的那对狗男女，竟是合欢宗的修士。只见赵干带着几个跟班走来，满脸讥讽地看着林浩。他身侧，叶灵轻轻拉了他一下：“赵师兄，少说两句吧。”赵干不耐地甩开他的手：“叶灵师妹，你就是心太善，合欢宗哪有什么好人，不过是靠采补的下作门派。”他目光转向苏妙琴，言辞恶毒，尤其是这位前几日在市场上装的冰清玉洁，原来背地里不知。话未说完，林浩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毫无征兆的一拳已轰然而至。王八拳！赵干不愧为炼气9层，反应极快，一侧身轻松躲过，脸上讥诮更浓。就凭你这炼气6层的废！话音未落，噗！一道凝练的白光袭来，赵干只觉眼前一花，下意识紧闭双眼。王八拳！林浩抓住机会，再次一拳狠狠砸在赵干左眼上。纯阳诀强化后的肉身让赵干立即破防。嗷！赵干惨叫一声，左眼变得乌青。林浩却不罢休，拳头如雨点般落下，每一拳都伴着一声怒斥：“合欢宗怎么了？砰！吃你家大米了？砰！你辱我也就罢了，砰！还敢毁我道侣清誉，砰！还敢诋毁我宗门，砰！”看着林浩为他暴怒出手的身影，听着一句句维护的话语，苏妙琴心中满是甜蜜，好幸福哦！浩浩他这么维护我，今晚好想再和他双修啊！咦，羞死了！全场先是目瞪口呆，随即变成一片哗然。我的天，炼气6层暴打炼气9层，还能这样？那白光是什么？够了！一声的冷喝响起，只见一位玄天剑宗的黑袍长老悬浮于空，他面色不愉，一道筑基威向林浩压来。小辈，下手未免太重了。林浩感受到压力，这才顺势停手。前辈明鉴。他甩了甩发红的拳头，语气不卑不亢：“此人辱我宗门，毁我道侣清誉，若在城外取他性命也不为过。”他抬头望向空中，声音沉了几分：“晚辈方才已是手下留情，还请前辈主持公道。”这番话掷地有声，引得周围不少修士点头。那黑袍长老脸色变幻，终究理亏，冷哼一声收回威压。赵干在跟班的搀扶下爬起来，顶着2只对称的熊猫眼，整张脸肿得像猪头。他指着林浩，气得浑身发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叶灵眼神复杂，最终只是无奈的轻叹一声。就在这时，那秘境漩涡稳定下来，散发出稳定的吸力。秘境已开，所有炼气7弟子速速进入。几位筑基长老同时宣布。林浩拉起苏妙琴的手，也懒得再看赵干一眼，随着人流跃入秘境入口。光影剧烈变换，强烈的空间拉扯感从4面8方传来。天旋地转之后，他踉跄站稳，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站在昏暗石室中。苏妙琴已不见踪影。师姐，他眉头一皱，这秘境竟是随机传送，得尽快找到他才行。他在石室里仔细搜寻一圈，四面是碧光突突的，真正是一无所获。啧，够穷的。他撇撇嘴，转身走出石室，踏入迷宫般的通道，转悠了大半个时辰。转过一个弯道，前方歪着几具散修尸体，死状凄惨，似遭妖兽袭击。他蹲下身，快速摸索，一把匕首，一柄制式长剑，一口后背刀，还有几十块下品灵石。嘿嘿，看来摸尸也能发财啊！林浩咧嘴一笑，将东西收进系统空间，草草将尸体掩埋。东西我拿了，送你们入土为安，两不相欠。他低语一句，不再停留，继续寻路。又在迷宫中前行约末半个时辰，前方终于出现一抹亮光。他快步走出通道，眼前豁然开朗，竟置身于一片奇异的花海之中，奇花异草，色彩斑斓，甜腻香气扑面而来。还没来得及细看，前方就传来急促的兵刃交击声。林浩循声望去，只见玄天剑宗叶灵正陷入苦战，被一片妖异紫色藤蔓团团围住。他手中长剑舞得密不透风，剑光却已散乱，藤蔓太多了，斩断的切口处滋滋喷出紫色雾气，正侵蚀着他已然暗淡的护体灵光。他脸色苍白，脚步虚浮，身上那件玄天剑宗的白色衣裙多处破损，左肩处布料撕裂，露出一片雪白肌肤和隐约的锁骨曲线，鲜血正从腹部和大腿渗出，灵力快耗尽了。这雾气有毒，难道真要陨落在此？叶灵的心声带着绝望。林浩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迅速从系统空间抓出一大把低阶火球符，正是之前有被无患采购的成果。叶师妹，低头！他喊了一嗓子，手中火球符像撒纸钱般扔了出去，轰隆隆，10几颗火球呼啸砸向紫色藤蔓。低阶火球术威力有限，胜在数量庞大，瞬间燃起一片火海。那妖藤遇火即燃，发出滋滋怪响，疯狂扭动退缩，毒物也被火焰炙烤淡化，藤蔓包围圈立刻出现缺口。林浩看准时机，脚下发力，身影如离弦之箭，冲入火海缺口，一把拦住叶灵纤细腰肢。走！他低喝一声，借着前冲之势，带着尚未回过神来的叶灵，迅速脱离这片危险花海，奔出数百丈，在一处山壁前停下。刚松开手，叶灵便闷哼一声，软软向下滑倒。林浩眼疾手快扶住，发现他脸色已由苍白转为青紫，呼吸微弱，显然毒气已然深入。麻烦！林浩啧了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俯身小心将他背起，背后立刻传来一阵温热与惊人的弹性。他定了定神，再次向着更深处掠去，终于找到一个狭小山洞，
洞口被藤蔓遮掩。林浩将叶灵轻轻放下，让她靠坐洞壁。他双眸紧闭，长睫颤着，那张英气的脸齿刻苍白脆弱，衣裙多处破损，左肩那片雪白完全暴露，往下甚至能看到一抹粉色肚兜和隐隐起伏的轮廓。林浩目光扫过，喉咙动了动，赶紧移开视线。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他嘀咕着，从系统空间取出解毒丹，可谓要实饭了。叶灵牙关紧咬，丹药送不进去，得罪了。林浩无奈，只得一手轻捏他两颊，迫使唇瓣微张，另一手将丹药送入，指尖不经意擦过他柔软下唇，温软触感让他心头一跳。丹药送入后，他松了口气，目光又不自觉落回他伤口处，腹部和大腿处的衣物已被血浸透，伤势比想象的更重。救人就到底。林浩深吸口气，解开了他腰间束带，露出里面被血染红的粉色肚兜。他屏住呼吸，一只手轻轻扶住他的肩头，触感温润如玉，另一只手抓起他的肚兜，准备掀开查看腹部伤口。就在此时，叶灵睫毛颤动，缓缓睁开了眼，视线模糊了一瞬，随即清晰。映入眼帘的是林浩近在咫尺的脸，他一只手正扶着他裸露的肩头，另一只手却掀开了他的肚兜，掌心正紧贴在他的小腹上，自己衣衫不整，肩膀裸露，而他眼神专注地盯着那里，四目相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拉长凝固。叶灵脑中嗡的一声，苍白脸颊瞬间涨红。他不知哪来的力气，抬手就想给林浩一巴掌，却牵动伤口，嘶一声，手在半空软软垂下。林浩被他这一巴掌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一仰，两人之间只余他一只手仍扶着他肩头，另一只手还贴在他温热的小腹上，那姿势怎么看怎么不对劲。林浩这才反应过来，触电般缩回手，语速飞快：叶师妹，你别误会，你中毒了，伤口还在渗血，我刚想给你处理伤口。他晃了晃手中的解毒丹。叶灵喘着气，胸口起伏，那双坚定的眸子此刻蒙着水汽，羞愤交加地瞪着他。他看了眼自己衣衫散乱，肚兜半掀的狼狈模样，牙关紧咬。你刚才看到多少？林浩一噎，眼神飘忽了一瞬。这个，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你伤成这样，我总得救人吧？那什么，医者仁心，对吧？他越说越没底气，最后干笑两声。叶灵想将掀开的肚兜拉下，把散开的衣襟合拢，可手指发颤，伤口疼痛，徒劳地抓了几下，反而让衣衫更凌乱了。他声音微弱，带着从未有过的慌乱和窘迫。他这副又羞又急，连耳根都红透的模样，与平日飒爽英姿判若两人。他摸了摸鼻子，语气尽量正经：叶师妹，毒虽解了，但伤口若不及时处理，恐怕会恶化。他目光落在他还在渗血的小腹，声音放轻了些：事急从权，你若同意，我帮你清理包扎一下，我保证只看伤口。叶灵闻言，脸颊更红，下意识的就想拒绝，可刚一动作，腹肩和腿上就传来尖锐的痛楚。他窘迫的低下头，沉默了片刻，最终只是几不可闻的了一声：有劳林师兄了。林浩定了定神，得罪了，他低声道，然后将那块染血的肚兜再轻轻掀开，入眼是一片白皙紧实的小腹，肌肤光滑，如同上好的绸缎，紧实的肌肉线条勾勒出清晰的马甲线。随着他的呼吸微微起伏，林浩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这紧致的小身材，看来平日里没少锻炼，不愧是剑秀。叶灵身体一僵，下意识就要抬手遮挡。别动！林浩按住他的肩膀，声音低沉。就在这完美的小腹上，几处紫黑色的伤口显得格外刺眼。伤口不大，却深可见肉，几枚细小的毒刺深深嵌在肉里。随着他紧张的呼吸微微颤动，他深吸一口气，开始专心处理伤口，清理、拔刺、上药、包扎，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只是叶灵感觉自己的小腹被摸了一遍又一遍，起初他还瞪着眼睛表示抗议，到后来只能红着脸任由他摆布。这家伙一定是故意的。还有啊，包扎就包扎，非要揽着他的腰把他半抱在怀里。他只能咬牙默念：这是智商，这是智商。好了。随着林浩低沉的宣布，腹部的伤口终于处理妥当，叶灵紧绷的身体这才放松下来，长长吁出一口气。他缓缓睁开眼，脸上还带着未退的红晕，一对上他近在咫尺的目光立刻像被烫到般别开脸。他抿紧嘴唇，在心里哼了一声：才不要谢他。洞内一时间安静下来，只剩微乱的呼吸声在空气中交织。方才的亲密接触在两人之间留下了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息。沉默在洞内弥漫了片刻，林浩清了清嗓子，目光落在他染血的腿部：叶师妹，我们还得处理一下腿上的伤。叶灵的耳尖瞬间红透，连呼吸都停滞了一瞬。大腿那里怎么可以？他下意识并拢双腿，却牵动了伤口，疼得他直抽泣。林浩看着他这副又羞又痛的模样，摸了摸鼻子：伤口不处理会恶化，我保证还是只看伤口。叶灵咬着唇，睫毛轻颤，内心天人交战。最终他像是认命般闭上眼，急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声音细若蚊蝇：有劳林师兄。此处细节自行想象。叶灵紧闭双眼，感觉自己的大腿又被这混蛋来回摸了无数次，每一次触碰都让他心跳加速，时间仿佛被拉得极长，每一秒都是煎熬。理智与羞耻
在心尖上反复拉着。好了，终于，林浩再次宣布，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叶灵又长吁一口气，整张脸绯红如霞，连眼角都染上了艳色。他慌忙拢好衣衫，羞得不敢抬眼。林浩轻咳一声，正色道：“叶灵师妹，方才事出有因，得罪了。”他赌气的别过脸去，心里发誓再也不看这个登徒子。然而不过片刻，伤口处传来的清凉舒爽，让他不得不承认，这登徒子的手法确实了得。他悄悄转了转眼珠，见他正低头收拾药瓶，侧脸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格外专注。叶灵抿了抿唇，终是低声开口：“谢谢林师兄。”定检测到叶灵心境产生波动，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15，触发长期情缘任务剑心通明。任务描述：叶灵道心纯粹，然宗门清规，渐成其剑心枷锁，引导他破除迷障，寻回本真剑心，成就剑心通明之境。第一阶段奖励：破云剑诀，旋即上品。叶灵好感度达到40时领取。他看向叶灵，声音带着几分调侃：“举手之劳，叶师妹不必客气。”听着系统提示，林浩嘴角不受控制的扬起那抹熟悉的痞笑。剑心通明，哼，系统这是铁了心要给我牵这条红线啊！不过话说回来，他这全身上下该看的都看了，该摸的也都摸了，这要再不负责，岂不显得我林浩太不是东西？不过既然事已至此，林浩收起玩笑，语气认真：“我林浩自然会对你负责到底。”谁要你负责了？叶灵脸颊烫得更厉害，羞愤地瞪着他：“行，不要负责。”林浩见他急了，立刻举起手做投降状，嘴角却又勾起那抹痞笑：“要是叶师妹觉得吃亏了，大不了我让你摸回来。”你叶灵气得抓起一块石子就要砸他，却牵动了伤口，疼得倒吸一口冷气。林浩赶紧收起玩笑的神色，正色道：“好了，不逗你了，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养伤。”叶灵别过脸去，耳尖却悄悄红了。林浩看着他这副模样，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几分。他顿了顿，语气转为关切：“伤口还疼吗？”叶灵轻轻摇头，轻声道：“好多了，多谢林师兄。”气氛不再那么紧绷，林浩干脆在他身旁坐下，背靠着石壁，语气轻松地开启话题：“叶师妹，你们玄天剑宗名门正派，规矩肯定很多吧？平时除了练剑，都做些什么？”日常，他轻声道：“除了练剑，就是听讲道、修炼、做任务，言行举止皆有规仪，不得逾越。听着是挺累的。”林浩笑道：“不像我们合欢宗，自由散漫惯了。”叶灵忍不住好奇：“那你们这般自由，一定过得很舒服吧？”舒服谈不上。林浩自嘲地笑了笑：“合欢宗弱肉强食，为了几块下品灵石，我能去给执事洗1个月袜子。”叶灵微微睁大眼睛：“那岂不是很丢人？丢人？脸皮那东西能当饭吃吗？活着变强才是硬道理。”叶灵心中微动，他竟能如此坦然，比起宗门里那些表面光鲜，背后他反而更真实。系统提示：叶灵心境波动，好感度加5，当前好感度20。我们其实也差不多。他轻声说，像是被他的话撬开了心扉。宗门规矩森严，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着，师兄师弟们也并非都如表面那般光风霁月。林浩立即想到了赵干那副嘴脸，理解。林浩哈哈一笑：“哪儿都有伪君子。”他话锋一转，语气玩味：“所以我们合欢宗法而自在，想要什么明码标价，各取所需，坦坦荡荡的，不要脸。”叶灵被逗得忍不住扑哧一笑，气氛明显轻松了许多。不饿，来吃点东西。林浩拍了拍衣摆，填饱肚子才好养伤。说着，他不知道从哪拎出一只油纸包，一打开，竟是指色泽诱人的烧鸡。叶灵眨了眨眼，掩不住惊讶：“你出来探索秘境，还特意带这个？探索秘境也要吃东西吗？”林浩嘿嘿一笑，不以为然地撕下一只鸡腿：“我这还多着呢，尽管吃。”叶灵下意识摆手：“不用了，我不饿，真不吃，那我可自己享用了。”林浩也不勉强，自顾自大口咬下，吃得啧啧有声。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烤鸡的诱人香气不断飘来，他肚子忽然不争气的咕噜一声，他脸颊瞬间绯红，连耳根都透出窘迫的霞色。林浩看见他这模样，嘴角一勾，却没出声打趣。他利落地撕下一只饱满的鸡腿，连同水囊和一块烧饼一并递过去，语气如常：“给，慢慢吃。”叶灵微怔，终是抵不住腹中饥饿，小声道了谢接过来，低头小口吃着。林浩果然没再看他，专心对付着自己手中那只。待他细嚼慢咽地吃完，林浩已收拾干净，对他说道：“你休息一会，养精蓄锐。”随即自己在不远处盘膝坐下，闭目调息。叶灵轻声应道，靠着石壁，在伤口的钝痛和身心的疲惫下，不知不觉沉沉睡去。几个时辰在寂静中悄然流逝。林浩从入定中醒来，目光落在了沉睡的叶灵身上，跳跃的篝火映照着他精雕细琢的侧脸，平日里高高竖起的马尾，此刻显得有些松散，几缕发丝垂落在颊边，为他平添了几分柔弱。那双总是坚定的眸子紧闭，长睫在眼睑下投下淡淡的阴影。平日里的英姿飒爽，被一种毫无防备的呆萌所取代。林浩心头微微一动，泛起一丝暖意与怜惜。他静静地看着，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过了许久，叶灵纤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悠悠转醒。他刚一睁眼，上带着几分迷蒙的水眸，
便直撞进了林浩带着欣赏的目光中。叶灵的脸唰的一下又红透了，她下意识地避开视线，心跳莫名漏了一拍。林浩却稳如老狗，仿佛刚才那个偷看的人不是他。他嘿嘿一笑，若无其事地站起身说道：“醒了，感觉怎么样？我们得想办法出去了。”叶灵轻轻点头，睡了一觉好了很多，伤口也没那么疼了，应该可以走。他说着，用手撑住石壁，有些费劲地站起身来，但脚步明显虚浮。林浩看着他强撑的模样，摇了摇头，真拿你没办法。他走上前，自然地握住了他的手，别逞强，我牵着你走。叶灵手腕一颤，下意识想挣脱，但却实力不从心。他又想做什么？罢了，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最终只是低声道：“有劳了。”林浩稳稳地牵着他，嘴角微扬，走吧，说不定前面还有什么机缘在等着我们。两人并肩向着洞穴深处走去。林浩燃起一团灵火，照亮前路，火光摇曳间，两道身影在石壁上拉得很长。叶灵感受着身侧传来的温度，心跳又快了几分。他的手很温暖，他悄悄抬眼看向专注寻路的林浩，忽然觉得这个登徒子也没有那么讨厌。听着他的不断输出的心声，林浩嘴角又勾起了一抹痞笑，手指悄然滑入他的指缝，与他十指紧扣。叶灵心跳漏了一拍，手腕一颤，下意识就想抽回来。这个登徒子，他分明是故意的。往左边走。林浩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我感觉到那边有风，应该能找到出口。叶灵脸颊绯红，羞恼地瞪着他的背影，被他紧扣的手却不再挣扎。林浩有一搭没一搭的找话说：“叶师妹芳龄几何？虚度28，家中可还有亲人？”叶灵神色暗淡了一瞬，已经没有了。林浩顿了顿，继续问道：“在剑宗修行多久了？平时除了练剑，可有什么喜好？”叶灵一一作答，声音轻柔。黑暗中，两人之间的距离不知不觉又拉近了几分。突然，叶灵脚下似乎绊到了什么，发出一声低呼，身体向前踉跄扑去。林浩立刻转身，双臂一展，稳稳地将他接了个满怀，温香软玉撞入怀中，一股清雅的馨香钻入林浩鼻尖。叶灵整个人都僵住了，脸颊瞬间滚烫。我撞到他怀里了，他抱住我了，感受到他的温度和沉稳的心跳，他大脑一片空白。林浩听到了他心中的慌乱，却没有讨厌，只有羞窘。他心下一笑，非但没有松手，反而就着这个姿势将他又往怀里按了按，下巴几乎要碰到他的额头。小心点，这路不平。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低沉。他没松手，我该推开他的。可是叶灵的心声从慌乱渐渐变得柔软，本想推开他的手，最终只是轻轻攥住了他的衣襟。黑暗中，彼此的呼吸声清晰可闻。林浩低下头，能感受到他呼出的温热气息拂过颈肩，他循着那气息慢慢靠近。叶灵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意图，身体微微绷紧，心跳如肋骨。他要不行，不能。可是叶灵看着那越来越近的唇，鼻尖相处温热的气息已经拂过他的唇角，他索性认命般闭上眼，脖子一仰，双唇却紧紧地抿成一条直线，摆出一副任你随便亲，我就是不张嘴的倔强。就在这毫厘之间，林浩却突然停了下来，只是伸手轻轻地拂开了他额前几缕散乱的发丝。他带着笑意低声问：“叶师妹，刚才在想什么美事呢？”叶灵的脸刷得红透了，连耳根都烫得惊人，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羞死人了。没想到他竟然是个正人君子，我还以为他要定。叶灵心境产生微妙变化，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25。两人继续在昏暗的通道中前行。我们得加快速度了。林浩说着，再次牵起叶灵的手，自然与他十指紧扣。叶灵乖巧的低头，了一声，也没有挣脱。又走了一刻钟，突然一声沉闷的兽吼传来，震得石壁微微发颤，一股腥臭扑面而来。只见一头身长近丈、披着暗沉鳞甲的巨蜥缓缓爬出，猩红的双眼死死锁定两人。2级妖兽铁甲毒蜥。叶灵心头一紧，却一步踏前，反手横剑将林浩护在身后。身为炼气8层剑修，主掌功法，即便重伤也定要护他周全。这心声撞入耳中，林浩微微一怔，看向身前那英姿飒爽的背影，眼中满是欣赏。这般气魄，真不愧是我林浩命定的情缘仙子。叶灵眼神一厉，灵力全力运转，就要不顾一切的透支根基，发动全力一击。林浩却像是早有预料，不等他发力，便已上前半步，一把将他拽向身后。伤员就该有伤员的自觉。他侧过头，嘴角勾起一抹标志性的痞笑。打架这种事交给你男人。话音未落，他已掏出一个沉甸甸的油纸包，朝扑来的巨蜥掷去。砰！纸包炸开，漫天刺鼻的红色粉末弥漫而开，糊了他满头满脸。嗷！铁甲毒蜥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嚎，眼睛被辣得睁不开，只能原地发疯般乱撞。走！林浩趁机转身，一把背起还在发愣的叶灵，发足狂奔。叶灵伏在他坚实的背上，听着身后渐远的咆哮，一时间竟忘了言语。待确认安全后，林浩才将他轻轻放下。叶灵脚一沾地，便气鼓鼓地用胳膊肘顶了林浩一下。你刚才说你是谁男人呢？林浩痞笑着凑近。当然是你啊，我说过要对你负责的。谁稀罕你当我男人？叶灵羞红了脸，别过头去不再理他。林浩也不在意，站在一旁嘿嘿直笑。过了一会，
叶灵还是忍不住好奇，小声问道：“方才那红色粉末是何物？竟有如此奇效？”林浩咧嘴一笑：“辣椒粉，特制的辣椒粉。”叶灵剑眉一挑，美眸微睁，语气中满是不可思议：“这等凡俗之物，竟能对付2级妖兽？嘿嘿，管用就行。”林浩得意的挑眉，小时候跟人打架，兜里就常备这个，专攻下3路，屡试不爽。他凑近些，眉飞色舞的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道：“我告诉你，我这还藏着好几包呢，够那畜生喝一壶的。”叶灵看着他这副贱贱的模样，再想到那铁甲毒吸的惨状，嘴角忍不住轻轻一抽。这个林师兄行事当真，出人意料。两人在曲折的通道中又前行了片刻，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间不大的石室。林浩一步踏进去，左右看看，伸了个懒腰，语气轻松：“总算不是通道了。”石室里空荡荡的，地上搁着几个老旧的瓶瓶罐罐，都蒙了层灰，看起来不像值钱玩意。他随手拿起一个瓶子掂了掂，又丢回去，撇撇嘴：“走吧，这儿没劲。”叶灵微微颔首，他也感觉不到丝毫灵气，不像藏有机缘的样子。两人转身正要离开，叶灵胳膊不经意擦过一个不起眼的陶罐，咔嗒，陶罐被一撞，竟转动了半圈，发出一声击阔咬合的脆响。地面轻轻一震，一侧石壁划开，露出向下的洞口，一股吸力传来，把两人卷了进去。身后石门沉沉合拢，眼前光影变幻。叶灵发现自己站在高高的擂台上，台下无数玄天剑宗弟子在欢呼。他一剑击败赵干，师尊宣布他为下任掌门，剑气冲霄，万众瞩目。他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气息节节攀升。而林浩眼前则是另一番景象，苏妙琴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声音甜腻：“浩，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那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光影摇曳，沈如的身影浮现，她慵懒地斜倚在软榻上，薄纱之下曲线曼妙，红唇微勾，眼波流转间带着摄人心魄的风情，朝着他轻轻招手：“浩儿，到为师身边来。”就连那位有一夜之缘的圣女慕云瑶也随之出现，她一脸傲娇，手中长剑微颤，似怨似嗔地望了他一眼，旋即又别过脸去。耳根微红，还有柳烟、婉婷等数位身姿曼妙的仙子环绕四周，巧笑嫣然，暗香浮动，纤纤玉指似要抚上他的胸膛。叶灵亦在其中，他不似其他人那般主动，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英气逼人，又带着一丝格格不入的呆萌，格外引人怜爱。“浩儿，过来啊！”沈如的声音带着磁性。“浩，留在这里陪我。”苏妙琴的呼唤情深意切。“你这小贼！”慕云瑶的轻嗔带着别样诱惑，种种声音交织，眼前活色生香。林浩只觉得心跳加速，血气上涌。好家伙，这谁顶得住啊！他抬脚就往那片温柔乡走。等等，他忽然停下，摸了摸下巴，嘴角扯出一个玩味的弧度。不对啊！他低声嘀咕：“苏师姐是温柔，可不会这么直白。师尊是风情万种，但骨子里傲着呢。至于慕云瑶那位……”他嗤笑一声，他见了我，第一反应绝对是拔剑，而不是宽衣。林浩眼神倏地一亮，挑眉，恍然大悟：“好吗？可这全是照着我心里那点念想变出来的，都是假货。”他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叶灵身上，唯有他眉头微蹙，双唇紧抿，一副任君采摘，但我就是不配合的倔强，与现实终如出一辙，差点着了道。林浩咧嘴一笑，还是旁边那个看起来实在，至少表情是真的呆。他大步流星过去，伸手揽住叶灵的腰，低头便亲了下去。唇上传来温热的触感，叶灵浑身一颤，幻境如镜花水月般寸寸碎裂。他睫毛颤动，睁开眼睛，对上林浩近在咫尺的脸。林浩自己也眼前一花，所有美女消失不见。他松开他，咂咂嘴，得意挑眉：“幻境破了，让你刚才绷那么紧，这次总没躲掉吧？你无耻！”叶灵回过神来，脸颊绯红，扬手便要打。“喂，讲点道理！”林浩一把抓住他手腕，指着恢复昏暗的石室：“刚才我们都陷在幻境里，不用这种刺激的办法，怎么醒得过来？我这是在救你呢。”叶灵推开他，连退几步，直到后背抵住石壁，脸颊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他紧紧抿着唇，胸口剧烈起伏。“那可是我的初吻。”可是他好像真的是为了打破幻境，但这方式也太无耻了。林浩看着他羞恼的模样，心里暗笑，脸上却摆出12分诚恳：“叶师妹，方才情况紧急，那幻境直指人心欲望，凶险异常。”他语气沉凝：“师兄情急之下，只能出此下策，用最直接的法子唤醒你。”说罢，他郑重的躬身一礼：“若有冒犯之处，师兄在这里给你赔罪了。”他别过脸，声音细弱文锐，颤抖着说：“下次不许这样了。”“一定一定。”林浩满口答应，心里转着念头：“下次再说。”脱离幻境，两人环顾四周，这才看清身处一座密闭石室。石室中央，一座石台上霞光流转，一件羽衣静静悬浮，七彩光华氤氲，美得令人屏息。这是……叶灵眸中闪过惊艳：“霓裳羽衣，据说能自动护主，抵挡金丹巅峰的全力一击。”林浩已走上前，伸手轻松取下宝衣，羽衣入手轻柔，光华随之收敛。他转身，毫不犹豫地递向叶灵：“拿着。”叶灵连连摆手，向后退了半步：“不，这太贵重了。林师兄，是你带我来的，宝物理应归你，我不能要。”见他明明心动，却强自推拒，
林浩直接将雨衣又往前送了送，目光灼灼，一件死物，再贵也是拿来用的。他语气认真，你穿着比我穿着有用。他目光在他身上关切地扫过，声音低沉了几分。刚才如果你有这件宝物，就不会受伤了。他顿了顿，声音愈发温柔。再说了，你在我心里比100件、10000件这样的宝物都重要。它再珍贵，也不及你分毫。叶灵脸颊瞬间绯红，他一心追求剑道，何曾听过这样直白的情话？在玄天剑宗，听得最多的是大道无情，恪守本心。他怎么敢说出这种话？可是我的心跳得好快。他说我比宝物还珍贵，一股巨大的甜意涌上心头。他的脸颊飞起红霞，白皙的耳垂都染上了娇艳的粉色。叶灵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紧紧绞着衣角，心中被那股汹涌的欢喜填满，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来。林浩微微一笑，上前一步，亲手将霓裳雨衣披在了他肩上。雨衣触体，霞光一闪，便自动贴合他的身形，化为一件灵气盎然的白色内衬。温暖的感觉包裹全身，仿佛被他关切的心意紧紧环绕。看着他专注的神情，温柔的动作，他心中最后一丝矜持悄然融化。好了，林浩帮他理好衣领，指尖划过他细腻的脖颈，带来一阵微妙的战栗。他就着这个极近的距离，目光缓缓落到那泛着诱人光泽的唇瓣上。石室内的空气悄然升温，叶灵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心跳漏了一拍，脸颊绯红，下意识的想要低头，却被他用指尖轻轻托住了下巴。师兄，他声音微颤，带着一丝惊慌。嘘！林浩唇角微勾，压低嗓音，刚才为了破阵太过仓促。他目光深邃，带着不容拒绝的温柔。现在补上一个正式的。话音未落，他已低头，再附上那2片柔软。这一次不再是权宜之计，这是一个真正带着爱意的吻，温柔却霸道。叶灵脑中一片空白，浑身发软。他生涩地承受着原本抵在他胸前想要推开的手，不知何时已悄悄攥紧了他的衣襟。不行，不能这样。可是感觉好奇妙。宗门规矩，忘了吧。良久，直到叶灵快要喘不过气，林浩才意犹未尽地松开。看着他眼波迷离、娇喘吁吁的动人模样，他笑得像只偷腥的猫。现在感觉好点了吗？他语气轻松。叶灵羞得不敢看他，把发烫的脸颊埋进他胸口。你真是太坏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林浩搂着他的腰，理直气壮。叶灵在他怀里轻轻扭动了一下，小声嘟囔着，带着一丝娇憨：你以后不许再这样欺负我。林浩低下头，双手捧起他滚烫的脸颊，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声音低沉：这怎么是欺负呢？叶师妹，他轻轻说道，一字一句敲在他心上。这明明是喜欢你啊！叶灵只觉得轰的一声，热意席卷全身，他羞得无地自容，只能将发烫的脸颊埋在他衣襟间，连耳尖都红得剔透，几乎要嵌进他怀里。喜欢？他说喜欢我，怎么能这么直接地说出来？叮！叶灵心境产生微妙变化，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35。林浩感受着怀中滚烫的娇躯，眼底笑意更深，在他发间落下一个亲吻，这才将目光转向石室一侧的石盘。看来这里才是真正的出口。林浩牵着几乎化为一滩春水的叶灵，走到石盘，注入灵力。嗡！光华闪过，两人身影消失在石室中。光华散去，林浩双脚踏上坚实地面，一座宏伟大殿映入眼帘，殿内灯火通明，已聚集了不少人，隐隐分成3波。他一眼就扫到了玄天剑宗队伍前的赵干，对方脸上淤青未消，正死死盯着他。赵干看到叶灵脸颊泛着红晕，与林浩亲密的手牵手，眼神阴鸷得能滴出水。合欢宗弟子中响起几声低呼：林师弟！一位相熟的王姓师兄快步凑近，他目光惊异地扫过叶灵，随即转向林浩，压低声音道：你来得正好，看见中间那块石碑没？据说通过考验才能进核心区。林浩目光扫过同门，眉头微蹙，一把拉住王师兄手臂，语气急切：王师兄，苏师姐呢？你们进来后没人见过她。王师兄摇了摇头，面露担忧：没有，传送进来就散了，苏师姐一直没消息，我们还以为她跟你在一起。林浩心头一沉。叶灵！一个愤怒的声音炸响，打破了殿内嘈杂。赵干跃众而出，顶着那张肿脸，手指直戳过来，声色俱厉：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光天化日之下，跟合欢宗的妖人拉拉扯扯，我玄天剑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唰！所有目光都聚焦到叶灵与林浩紧握的手上。叶灵脸色倏地苍白，下意识想抽手，却被林浩更用力地攥住。他嘴唇微颤，想辩解却发不出声，满心委屈：我不是。可是师兄他怎么能当着这么多人？不等他理清思绪，林浩已上前半步，将他完全护在身后。林浩脸上痞笑更浓，眼神却冷了下来，朗声道：赵干，你嘴巴放干净点。他上前一步，将叶灵护得更紧，声音清朗：叶师妹与我一同被困险地，互相扶持才得以脱身，怎么到了你嘴里就如此不堪？目光扫过赵干那张色彩斑斓的脸，他嗤笑一声：看来之前的教训还是没够啊，是不是皮又痒了？想让我再帮你回忆回忆王八拳的滋味？你！赵干气得浑身发抖，伸手就想拔剑，听着周围刺耳的嗤笑声，更是羞愤欲绝。够了！
一位年纪稍长的玄天剑宗弟子跃众而出，按住赵干肩膀，摇头示意。他看了一眼凌浩，目光复杂，沉声道：“秘境之中，私人恩怨，容后再议。眼下通过考验才是正事。”赵干狠狠瞪了凌浩一眼，才悻悻退后。凌浩嗤笑一声，轻轻拍了拍叶灵的肩膀，低声道：“别理那条疯狗。”叶灵心中五味杂陈，但那份因他而起的那份安心却愈发清晰。大殿暂时恢复了平静，众人目光重新聚焦在中央石碑上。玄天剑宗年长弟子扫视全场，眉头紧锁，机缘必在此碑。诸位，当务之急是参悟玄机，私人恩怨暂且放下，机缘当前，谁也不想落后。一个散修快步上前，急切地将手掌按上石碑，闭目凝神。石碑毫无反应，他不信邪的又换了个姿势，甚至念叨了几句口诀。石碑依旧沉寂，如同一块死物。让我来！一位青丹谷弟子上前，指尖凝聚出木系灵力，小心翼翼点上碑面，灵力如泥牛入海。接下来，有人用力拍打石碑，纹丝不动；有人滴上鲜血，血珠顺面滑落；有人绕行寻找，一无所获。赵干并指如剑，灵力精细剑气刺向碑面，只激起几点火星。他脸色难看，退开。大殿内的气氛渐渐变得沉闷，宝物就在眼前，却不得其门而入。凌浩也好奇地看着那石碑，心里琢磨：这破石头还挑食？就在众人你看我，我看你，一筹莫展之际，石碑突然震颤起来，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一道沧桑的声音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响起：吾乃混元真人，纵横上古，奈何遭奸人暗算，生死道消，仅余一缕残念藏于此碑，等待有缘人。这声音带着一丝不甘，所有人的呼吸都急促起来。那苍老声音略作停顿，继续道：此碑乃万法同源之事，只需将手按于碑上，心神沉入，展示而等对道之理解。道心与本作传承最为契合者，可得无之衣钵，混沌无相绝。混沌无相绝，光听名字便知不凡。所有人的眼神都变得炽热起来。赵干第一个按捺不住，他排众而出，傲然道：晚辈玄天剑宗赵干，请真人赐教。他全力运转精细灵力，将手掌往石碑上一按，石碑震颤，一道金色剑光冲天而起，足有7丈之高。7丈，赵师兄果然天赋异禀，好强的剑意，这定是得到了混元真人的认可。玄天剑宗弟子纷纷喝彩，赵干也露出了志在必得的笑容，目光扫过凌浩，满是挑衅。紧接着，青丹谷一位弟子上前，手掌按上石碑，一道青色光柱升起，光华中隐隐有灵草虚影生灭，高达6丈。青丹谷的丹心道境果然不凡。随后，各方弟子轮流上前，各显神通。合欢宗一位擅长幻术的女弟子催动魅功，石碑亮起粉色光华，却仅有3丈。另一个狠辣的弟子煞气逼人，石碑泛起黑红之光，堪堪达到4丈。成绩大多在3到5丈之间，无人能超越赵干的7丈。赵干脸上的得色越来越浓。林师兄，该你了。一位合欢宗弟子小声提醒。赵干抱着双臂，嗤笑道：一个武系杂灵根的废物，能激起1丈光芒，就算混元真人瞎了眼。叶灵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袖，眼神关切，低声道：林师兄，尽力就好，不必强求。林浩对他咧嘴一笑，浑不在意地走到石碑前，脑子里压根没什么道心的概念。他心里嘀咕：这传承听着不错，拿来给师姐，他肯定高兴。他漫不经心地把手掌随意按在了石碑上，石碑毫无反应。1吸2吸，赵干脸上的讥讽几乎要溢出来。然而就在第3吸，石碑巨震，骤然亮起5色光芒，金绿蓝红黄5色交织融合，冲天而起。10丈、20丈、50丈，光芒淹没了赵干的7丈剑光，直冲穹顶。不，这不可能！赵干失态的尖叫出来，脸上笑容一僵，眼珠子都快瞪出来。光芒收敛，5色光柱化作一道漩涡，将林浩嗖的一声吸了进去。浩，林师兄！叶灵惊呼上前，却被一股柔和的力量推开。下一刻，林浩脚下一空，跌入了一片无垠的空间，没有温度，没有气味，连时间的流速都无法感知。一个仙风道骨、面容慈祥的老者虚影缓缓凝聚。无数年了，老者开口，声音充满沧桑：终于等到你了，身具5行之姿的完美传人。林浩看着老者慈祥的模样，心里乐开了花。这老头人不错，还白送功法。孩子，莫要抵抗，放松心神，接受老夫的毕生所学，混沌无相绝。老者虚影化作一道白光，涌向林浩的眉心。林浩感觉到大量信息迅速涌入识海，混沌无相绝的经文清晰浮现，虽然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却晦涩难懂。老人家，林浩试探着问：您能不能好人做到底，给我讲解讲解？然而慈祥老者虚影非但没有回答，反而突然扭曲起来，变成狰狞鬼脸。哈哈，完美的卢舍，等了1000年，终于等到一个5行灵根，道心杂乱的完美容器。你的身体归我了！残魂狂笑着扑来，林浩的意识被冲得七零八落，灵魂传来撕裂的剧痛。林浩心中大骂，奋力抵抗，却如螳臂当车，意识防线节节败退，才几个呼吸就被压缩到灵台方寸之地。怎么办？冷静，必须冷静。对了，系统！他在心中呼喊：系统在吗？救命啊！筒子哥，求你了，救救我吧！系统爸爸，
系统祖宗，这老邓要抢房子了，你再装死，我可就带着你一起投胎去了呀！可系统依旧沉默无声。操，你特么真不管我了，要死了，真的要行神俱灭了，意识即将泯灭，过往种种如碎片般闪现。师姐还在等我，叶灵师妹的约定还未履行，师尊的赏赐还没拿到。不，我林浩不能就这么窝囊的死在一个老鬼手里。他咬紧即将消散的意念，不再奢求外援，只剩下一个念头：守住，给老子守住！林浩摒弃所有杂念，心神坍缩，归于一点，任凭外界如何狂风暴雨，依旧死守灵台最后一点，清明不灭。识海之中，时间失去了意义，残魂的冲击依旧猛烈，带着我强固我对的霸道，不断碾压着他。不对，他的道理凭什么就是对的？一个叛逆的念头如同火星迸发，我觉得吐口水能赢，他就赢了；我觉得能唬住师尊，他就信了。在我看来，那就是对的。世人都说我无赖，可在我自己的道理里，我他妈一直是对的。明悟如朝阳，驱散迷雾。我从来就只信我自己认定的道理，任你千年道行，万般神通，只要我不认你的理，你就奈何不了我。坚守本我，心如磐石，此念不灭，我即不灭。这个念头生出的刹那，那几乎要将他碾碎的狂暴冲击，竟真的微微抑制。残魂正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将林浩的意识彻底吞噬。然而，就在其即将触及灵台最深处刹那，猛地撞上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壁垒。对方那原本不断消磨的意念，忽然凝实如金刚，再也无法撼动分毫。不，你的道成了，老瘪三，现在该我了。林浩道心初成，意念空前的凝聚，他将坚守信念化作无形神山，朝着残魂狠狠撞去。残魂撞在神山上，被震得魂体发麻，几乎溃散。不，你的道心为何能反伤于我？为什么？林浩的意道，老子的大道就是耍无赖，我说你打不动，你就打不动。不，我苦等千年。残魂越来越虚弱，苦苦哀求，求你放我一马，我愿为你奴仆。林浩不为所动，反而加快炼化，无数记忆碎片涌入识海。原来是个来自西域的火系元婴修士，机缘巧合获得了混沌无相诀与五行葫芦这两件异宝，却因不是五行灵根而无法修炼，最终怀璧其罪，遭人追杀，跨域逃遁至此，不幸陨落。我虽无法修炼，但功法内容已全部记下。残魂哀声求饶，只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林浩不为所动，少废话，我师姐呢？你把她传送到哪去了？这洞府禁制并非我能掌控，传送皆是随机。残魂声音越发虚弱，我只寄生于葫芦，藏于此碑之中，实在不知你师姐下落啊。原来只是个寄生虫，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林浩轻蔑一笑，那要你何用？由坚守道心化作的神山威能骤增，残魂如投入熔炉的冰雪，飞速消融，化作精纯魂力。不，我不干！残魂的哀嚎迅速减弱，精纯的魂力如决堤江河涌入林浩丹田，体内灵力疯狂运转，压缩质变，瓶颈如同薄纸般被捅破。轰！筑基期的大门轰然敞开，外界大殿，众人只见石碑上的光芒再次爆发，形成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快速涌入林浩消失的地方。这是筑基的灵气潮汐，他在里面筑基了。赵干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光芒散去，林浩的身影重新出现在石碑前，他表面上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周身流转的威压已截然不同。几个离得近的炼气弟子被这股威压逼得连连后退。林浩闭上眼，感受着这场生命层次的蜕变，丹田已化为一片浩瀚的气海，其中充满了5种灵气，如同5片浓郁的霞光。气海中央，5种灵气正缓缓凝聚，一滴滴璀璨的液体如同朝露，悄然滴落，最终汇聚到气海各处，形成5洼小小的液态真元，彼此泾渭分明，互不干扰。林浩心中一震，一种全新的感知力自然展开。这就是神识。心念微动，神识如水波般外放，径直覆盖了方圆50丈，这已远超寻常筑基一层30丈的极限。他惊奇地发现，即使紧闭双眼，殿内众人的神态与动作也清清楚楚。他心念微动，一个闪烁着5色光华的小葫芦滴溜溜地在他掌心浮现。先天灵宝5行葫芦，认主成功。他嘴角勾起一抹痞笑，目光停在赵干身上。不好意思啊，他打了个哈欠，懒洋洋道，没忍住，一不小心就筑基了。话音刚落，赵干就脸色铁青地站出来。林浩，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目光死死盯住那只流光溢彩的葫芦，就一个小玩意。林浩漫不经心地掂了掂葫芦，宝物，传承你得了，筑基也成了，现在还想独吞宝物？赵干声音发冷，手已按在剑柄上。怎么？林浩慢悠悠地扫了他一眼，我凭实力得来的，你不服气？赵干冷笑，你胃口这么大，就不怕撑死？你这是真不把在场诸位放在眼里了？林浩脸色一沉，筑基威压直逼赵干，我的机缘，你还想强不成？赵干被那灵压逼得后退半步，呼吸一滞，随即感到羞耻，咬牙硬撑。你想以势压人？你以为筑基就无敌了吗？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你一个人不成？就是一个清丹谷弟子高声帮腔。林浩，吃独食可不好，把葫芦交出来，大家都体面。赵干带着玄天剑宗的人率先围上来，清丹谷弟子和其他散修也缓缓逼近，形成合围之势。林浩，
交出宝物。赵干手按剑柄，面色阴沉，否则你今天走不出这大殿。秘境机缘，见者有份。一个青丹谷弟子高声附和。合欢宗众人立即聚到林浩身边，虽然脸色发白，却都亮出兵刃。这时，一道身影坚定地挡在林浩身前。叶灵眉眼间阴气逼人，赵师兄，你们这是强取豪夺，宝物是林师兄凭本事得来的，10里8外的东西。赵干狠狠瞪了他一眼，滚开，回去再收拾你。林浩心里微沉，脸上却扯出个痞笑。我说各位，葫芦只有一个，我交出来给谁呢？众人闻言，脚步一顿，互相打量起来，场上的气氛顿时微妙。休要听他挑拨！赵干怒喝，剑已出鞘3寸，先拿到葫芦再说。剑拔弩张之际，周遭灵气突然疯狂涌动，一道光柱破开空间，仿佛将大殿撑开了一片新天地。谁敢动我家浩浩？一道清亮的女声响起，苏妙琴的身影缓缓在光柱中显现。她青丝如瀑，衣袂飘飘，美眸扫过全场，筑机器的灵压让众人呼吸一滞。看到林浩安然无恙，她眉眼弯起好看的弧度，红润的唇角扬起一抹浅笑。看来我不在的时候，你也没闲着。林浩眼睛一亮，朝他招手。师姐来得正好，这些人非要抢咱们的葫芦。抢葫芦？苏妙琴轻盈落地，走到林浩身边，美眸扫过众人，带着几分凌厉。我合欢宗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惦记了？他指尖轻抬，周身水气流转，与林浩的筑基微压合在一处，顿时让在场众人脸色发白。赵干脸色彻底黑了，一个筑机器的林浩已经难缠，现在又来个筑机器的苏妙琴。他咬紧牙关，握着剑柄的手青筋暴起，却迟迟不敢拔剑。最终，他松开剑柄，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我们走。”玄天剑宗的人悻悻退开，青丹谷弟子见状也默默散去。这就对了吗？林浩收起威压，顺手揽住苏妙琴纤细的腰肢。师姐怎么找来的？感应到筑基波动。苏妙琴挑眉，指尖轻轻戳了戳他的胸口。看来某人不需要我担心。哪能啊？林浩凑近他耳边低语：“师姐不在，我连觉都睡不好。”油嘴滑舌。苏妙琴轻哼一声，眼底却漾开温柔的笑意。叶灵走过来，高马尾随着脚步轻轻晃动。林师兄，苏师姐。苏妙琴目光柔和地打量着他，这位是玄天剑宗的叶灵师妹。林浩摸了摸鼻子，嘿嘿一笑，介绍道：“刚才多亏她替我说话。”苏妙琴美眸含笑，向叶灵温婉点头，语气真诚：“多谢叶灵师妹替我家浩浩仗义直言。”他边说边挽住林浩的手臂，亲昵地靠在他肩头，举指间隐约流露出宣誓主权的意味。目光在叶灵脸上停留一瞬，他唇角弯起温柔的弧度，声音轻柔却意有所指：“看来我家浩浩确实很招人喜欢呢。”林浩被他这么一靠，对上叶灵的目光耸了耸肩，扯出个无奈的笑脸。叶灵耳根微红，却仍挺直腰背，英气的眉毛微微蹙起。他无意识抿了抿唇，指尖轻轻绞着衣角。叶灵师妹。赵干在不远处冷声喝道：“你还不过来？”叶灵身子一颤，咬了咬唇，快步上前，将一枚刻有叶字的剑符塞到林浩手中。林师兄，此番救命之恩，叶灵铭记于心，他日可凭此符到玄天剑宗寻我。林浩收起玩世不恭，认真对叶灵点头：“好，一定。”话音刚落，腰间便是一疼。林浩低头看去，苏妙琴内仙嵌玉指正凝着他腰间的软肉，他似的吸着冷气，侧过头，正迎上他似娇似嗔的白眼。他头皮一麻，立刻扯出个讨好的笑脸，顺势将他往怀里紧了紧。叶灵深深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向玄天剑宗的队伍，腰间的软肉还隐隐作痛。林浩立刻侧身将苏妙琴搂紧，下巴讨好的蹭了蹭他的发丝：“师姐，你刚才去哪了？”他语气又轻又软：“我都快担心死了。”苏妙琴似娇似嗔地白了他一眼，唇角却悄悄扬起：“我也得了份传承。”他轻轻握住他的手：“现在可以控制这个秘境了。虽然核心传承已经被我所获，但是其他机缘宝物还剩下不少，正好留给弟子们历练。”林浩眼睛一亮：“我就说嘛，那个混元真人就是个鸠占鹊巢的玩意。”他凑近些，好奇地问：“师姐得了什么传承啊？”一言难尽，回去再说。苏妙琴的义弟抿嘴一笑，牵起他的手，先离开这里。他带着众人来到祭坛前，素手轻扬，一道旋转的光门在空中浮现。林浩回头朝叶灵扬起灿烂笑脸，故意眨了眨眼：“叶师妹，记得想我呀，我会来找你的。”叶灵闻言脸颊绯红，轻轻抚过自己的唇，眼神迷离，没个正经。苏妙琴没好气的又拧了他一把，拽着人就往光门里走：“快走了！”叮，检测到叶灵心境产生微妙波动，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40，长期情缘任务剑心通明第1阶段已完成。阶段奖励：破云剑诀，玄级上品。第2阶段预告：当好感度达到60，可领取五行遁空诀地级下品。五行遁空诀，林浩心头一跳，地级下品，这是小爷目前见过最高级地功法了。他呼吸都灼热了几分，他强压下几乎要溢出嘴角的笑意，思绪飞转，地级都出来了，那天级的想必也在路上了吧？光门外是一片熟悉的青翠山林，各派长老早已等候多时。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间隙，在众人身上洒下斑驳光点。合欢宗带队的陈长老快步上前，目光在两人身上一顿，难掩惊讶：“你们都筑基了？信不辱命！”林浩笑着拱手：“
隔了些机缘。苏妙琴轻轻颔首：“陈长老，传承已被我们取得，如今秘境由我掌控，剩下的资源正好留给后续弟子历练。”陈长老沉吟片刻，目光扫过周围，虎视眈眈的各派修士。既然最重要的传承已经到手，我们确实该尽快离开。不过这一路怕是少不了麻烦。在众多窥探的目光中，合欢宗一行人谨慎的启程。走出数里后，林浩压低声音：“陈长老，不如分头行动，您带着其他弟子先走。”他看了眼苏妙琴，我们二人刚突破，正好借此机会引开部分视线，顺便找个安静处稳固境界。苏妙琴会意，柔声补充：“我们稍后会自行回宗，这样也能分散有心人的注意。”陈长老打量了下两人筑基期的修为，终于点头：“也好，你们自己小心。”目送大部队远去，林浩与苏妙琴相视一笑，悄然转入另一条山路。现在可以说了吧，师姐？林浩牵起苏妙琴的手，轻轻捏了捏她的指尖。得了什么传承？神神秘秘的。苏妙琴任由他牵着，眼中闪着欣喜的光。是这秘境原主人水月仙子的玄阴真经。她唇角弯起温柔的弧度，这功法与我的纯阴之体完美契合，能潜移默化的滋养灵根。我感觉我的中品水灵根很快就能升级成上品了。林浩眼睛一亮，惊喜的凑近：“真的？那太好了！”他轻轻握住她的手：“师姐，这是要变成天才中的天才啊！”他伸出另一只手，掌心凝聚出一缕幽蓝水流，周围的空气瞬间凝结出细碎冰晶。你看，我的水灵力已经转化为玄阴真水。苏妙琴轻声解释：“这玄阴真水至阴至寒，既可化作坚冰护体，又能凝卫玄冰伤敌。”林浩眼睛一亮，水月仙子听起来就比那个冒牌混元真人靠谱多了。将他的手握得更紧，嘴角扬起痞痞的弧度：“这么厉害，那以后我可要天天赖着师姐，让你保护我了。”少来！苏妙琴轻笑着用指尖点了下他的额头，眼波流转：“你如今也是筑基修士了，好意思说要我保护？”他指尖在他掌心轻轻划着圈，状似不经意地问：“那个玄天剑宗的叶灵师妹，你之后真打算去找她？”林浩看着他微微闪烁的眼神，故意凑近了些，唇角带笑：“师姐这是为了？谁是为了？”苏妙琴别过脸去，耳根却悄悄染上绯色：“我是怕你被那些名门正派的姑娘骗了，她们心思重，不像我，不像师姐。”林浩接过话头，将她往怀里带了带，收起玩笑的神色，认真望进她眼里，心里眼里只有我一个人。他轻轻抚过她的发丝，声音温柔却坚定：“师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如何，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永远无人能替代。”苏妙琴抬眼望进他清澈的眸子里，那里面映着他的倒影，清晰无比。他心中那点小小的酸涩瞬间平复，化作眼底漾开的温柔波光。油嘴滑舌，他轻声嗔怪，却将头轻轻靠在他肩上。“接下来我们去哪？”林浩揽着他，望向远处连绵的山峦，嘴角又露出那抹熟悉的痞笑：“先找个清静地方稳定境界，然后回宗门领赏去。”林浩揽着苏妙琴的腰，在山林间几个起落，便寻到一处僻静山谷。筑基后身法清灵，远非往日可比。谷中一汪清潭，波光粼粼，四周静谧宜人。就这里吧。苏妙琴停下脚步，眼眸含笑打量四周，正好可以试试玄阴真经中记载的阵法。他素手轻扬，几道泛着寒气的阵旗飞出，落在山谷四周。淡蓝色光幕悄然升起，将外界隔绝。师姐现在的手段真是越来越厉害了。林浩从背后环住他，下巴轻蹭他肩头，语气带着赞叹：“有妻如此，夫复何求啊？”苏妙琴被他弄得有些痒，轻笑着躲了躲，欲指点在他额头：“少贫嘴，还不快稳固境界！刚入筑基，灵力虚浮，若是留下隐患，后悔都来不及。谨遵师姐法旨。”林浩装模作样的拱手，随即拉着他在潭边坐下，眨眨眼：“不过师姐，一个人修炼多无趣，不如我们双修。”苏妙琴俏脸顿时绯红，连耳根都染上霞色。她羞赧地垂下眼帘，声若文瑞：“你就知道想这些荒郊野岭的，像什么话？等晚上找了客栈再说。”见他羞得快要埋进衣领里，林浩朗声一笑，也不再逗他。他收敛心神，盘膝坐在潭边，将注意力沉入识海。混沌无相诀的经文缓缓浮现：“夫混沌者，天地未分；无相者，不至于物。五行轮转，阴阳化生。”林浩眉头越皱越紧，指尖无意识地在膝头滑动。混沌无相，五行轮转，这口诀说的云山雾罩，到底该怎么练？他反复念叨着这几个字，总觉得隔着一层薄纱，难以触及。目光不经意间扫过水面倒影，只见云影天光在水中交融，恍若一个混沌初开的小世界。他微微一怔，眼底骤然亮起明悟的光。是了，混沌如水，无形无相，却能倒映万千，演化森罗。五行相生相克，本就是混沌的一部分，我何必执着于字句，强求理解？一念通达，他彻底放松下来，任凭心神沉浸其中，感受那似有若无的道语。不知过了多久，一种奇妙的感应自丹田气海升起，体内五道灵力竟自行运转起来，彼此缠绕交融，竟在气海处形成一个微妙的循环。就在循环成就的刹那，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脑海，混沌无相诀的完整脉络豁然展开。除了契合他灵根的五行篇外，后续还有阴阳篇、太初篇，直至最终的混沌篇。原来这只是个开始。林浩喃喃自语，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
不过正好适合现在的我。他迫不及待地按照五行天法门运转灵力，果然，原本滞涩的灵力此刻奔腾如江河，与基础引气诀相比，修炼速度何止快了100倍。周身灵气形成漩涡，以他为中心疯狂汇聚，数十个周天运转下来，灵力圆融饱满，境界稳稳停在了筑基一层初期，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畅感流遍全身。内视之下，丹田气海内景象已然大变，大部分灵气已化为五色真元，如同5条色泽分明的溪流，按照玄妙的轨迹缓缓运转，形成了一个初步稳定的五行循环，再也无法肆意泄露。然而五色真元流转间，仍能感到一丝生涩与迟滞，这便是下品灵根所带来的内耗。大部分灵力虽被有效留存，但仍有少部分在这细微的摩擦中悄然散逸。林浩眼中迸发出惊喜的光芒，迫不及待地抓住苏妙琴的手：“师姐，成了！而且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苏妙琴唇角弯起温柔的弧度，看把你乐的，慢慢说，什么事这么要紧？是灵根。林浩深吸一口气，脸上是前所未有的畅快。师姐，你知道的，我原来那五系杂灵根根本就是个留不住灵气的破漏斗。苏妙琴轻轻点头，眸中带着怜惜。我知道的。林浩一脸笃定，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可这次筑基，借着功法运转和灵气灌体，我那破灵根，他愣是自己捋顺了，现在成了下品五行灵根。他手舞足蹈地比划着，眼睛发亮。虽然品阶不高，但内耗少了7、8成，总算能当个正经灵根用了。苏妙琴闻言，美眸微微睁大，她紧紧握住林浩的手，声音里带着难掩的激动：“灵根晋升，这简直是逆天的机缘！浩，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他眼波流转，轻声叹道：“难怪之前我还疑惑，就算有我的原因相助，你的境界也不该只是那样。原来症结在此处。”他仰起脸，笑容温婉明媚：“现在好了，真是太好了！”见他为自己欢喜的模样，林浩心头一暖，顺势将他揽入怀中，嘿嘿笑道：“所以师姐，以后我可要更努力了。等你家浩根基再扎实些，你这筑基大药的效果，保管让你大吃一惊。”苏妙琴俏脸绯红，轻捶了他肩膀一下，把发烫的脸颊埋进他怀里：“刚有点起色就没个正形，快好好稳固境界了。”话虽这么说，他环在他腰间的双臂却悄悄收紧了，满眼都是为他高兴的甜意。抱着苏妙琴温软的娇躯，林浩忽然想起一事，神秘兮兮的压低声音：“对了，师姐，这次除了功法和灵根，我还得了件好玩的宝贝。”苏妙琴抬起眼眸，好奇地望向他。林浩心念微动，只见一点五色光华自他掌心亮起，滴溜溜地化作一个小葫芦。“师姐，你看。”他献宝似的将葫芦拖到苏妙琴面前。那老鬼的记忆里说，这宝贝能吸收万物，咱们试试。苏妙琴美眸中满是好奇，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顽石，先试试这个。林浩点头，将葫芦口对准石头，体内灵力缓缓注入，心念一动，只见一道五色毫光自葫芦口射出，照住那石块。下一刻，拳头大的石头便凭空消失。真的收了！苏妙琴惊喜道。林浩自己也兴奋不已，又将葫芦对准一旁碗口粗的小树，毫光再现。那小树连同树根下的泥土瞬间被射入葫芦中，只在地上留下一个浅坑。好家伙！林浩掂了掂葫芦，重量似乎毫无变化，果然是个宝贝。他玩心大起，目光扫向不远处一块半人高的青石，这个也能收？他再次催动葫芦，五色毫光笼罩青石，这次能感觉到灵力消耗加剧，但那青石晃了2晃，还是被收了进去。看来东西越大，蕴含灵力越强，消耗就越大。林浩若有所思，苏妙琴看着他试验，忽然眨眨眼，从袖中取出一柄散发着寒气的飞剑。试试这个。林浩会意，再次催动宝葫芦，毫光触及飞剑，那灵气剧烈震颤，抵抗着一股无形吸力。林浩轻哼一声，加大灵力输出，五色光芒大盛，嗖的一下便将飞剑收了进去。连灵气都能收，林浩又惊又喜，由衷赞叹，不愧是先天灵宝，这下可真是捡到宝了。他心念在动，之前被收进去的石头、小树、青石和飞剑又被吐了出来，毫发无损，不仅能收，还能原样放出。苏妙琴眼唇轻笑，眼波流转，以后看谁不顺眼，你就把他兵器收了，看他怎么嚣张。林浩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标志性的痞笑，将葫芦在指尖转了个圈。师姐高见，以后看谁还敢惹咱们，给他裤衩子都收走。你呀！苏妙琴俏脸微红，在他胳膊上轻轻捶了一下，什么话都敢说，也不害臊。境界彻底稳固后，林浩与苏妙琴不再停留，化作2道流光，朝着宗门方向疾驰。然而就在他们途经一处幽深山谷时，异变陡生，5道身影从下方密林中暴起，强大的灵压瞬间锁定了2人，将他们前后退路尽数封死。是5名蒙面筑基散修，其中2人气息已达中期，3人则是初期。为首一名高寿修士，手持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狞笑道：“2个小辈，乖乖交出秘境传承，爷爷们心情好，或许能留你们一个全尸。”面对重重包围，林浩非但不惧，反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转头对苏妙琴道：“师姐，你听他们这打劫的台词，是不是还在用几百年前的旧版本？”苏妙琴抿嘴轻笑，听着是有点老套。高寿修士一愣，怒道：“小子，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林浩摆了摆手，一本正经的指点道：“不是嘴硬，是给你们提个建议。”他目光扫过5人蒙面精，你们5个筑基修士，估计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这里藏头露尾装劫匪，装又装不像，业务水平也太差了。他指着高寿修士，摇头叹息，上来就喊打喊杀，要留全尸，人家知道必死，能不跟你们拼命吗？这成本多高啊！5个蒙面修士被他这番话说得有点猛，互相看了一眼。高寿修士脸色一僵，更是脱口而出：“你怎么看出我们是装的？”看出来了。林浩叹了口气，像是颇为遗憾：“你们装的破绽太多了，今天就让前辈我给你们好好上一课。”他清了清嗓子，忽然板起脸，模仿他们的语气，粗声粗气道：“打劫！5个小辈，乖乖交出你们的兵器和储物袋。爷爷我心情好，或许能饶你们一条狗命。”那5个蒙面修士齐一愣，互相看了一眼，眼神里全是茫然。为首的高寿修士张了张嘴，愣是没接上话。话音刚落，林浩眼底金光一闪，心念急催，腰间5行葫芦光华大盛，滴溜溜飞上半空，葫芦口对准5人，爆发出恐怖的吸力。林浩只觉丹田灵力如开闸洪水，一泻千里，气海之中那原本就不充盈的5种真元立即见底，脸上的得意顿时僵在脸上。师姐助我！他急忙传音，脸色发白，表面稳如老狗，心里却慌的一批，完脱了，这宝贝也太耗灵力了。苏妙琴闻言，玉手立即按在他后心，精纯的玄阴灵力毫无保留的渡入。可5个筑基修士的法器反抗之力极强，和2人之力竟仍显不足。林浩一咬牙，意念探入系统空间，抓起一大把聚气丹胡乱塞进嘴里，同时混沌无相诀疯狂运转，药力化作道洪流，这才勉强支撑住葫芦的巨大消耗。当然，在5个筑基修士看来，这少年只是脸色白了白，他们的兵器法宝便纷纷脱手。怎么回事？我的剑，我的法器！首当其冲的便是他们手中的兵刃法器，尽数脱手而出，化作道流光没入葫芦。紧接着是他们身上的储物袋、灵符包，甚至连衣带外套都被强行剥离。我的裤子，妖法，这是妖法呀！场面顿时混乱不堪。5个刚才还凶神恶煞的筑基修士，此刻手忙脚乱地捂着身上所剩无几的衣物，哪还有半点威风？林浩强撑着快要虚脱的身体，看着那几个只剩裤衩的狼狈身影，哈哈一笑：“学费我就收下了，各位后会有期。”说罢，他拉起面色同样发白的苏妙琴，身化流光远遁而去，只留下5个几乎赤条条的筑基修士在风中凌乱。刚一飞出对方视线，林浩便带着苏妙琴落入一处隐蔽树丛，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背靠着一棵大树，大口喘着气，脸色发白。乖乖，这宝贝简直是个无底洞，差点被他吸干。他苦笑着擦去额头冷汗，又往嘴里塞了几颗丹药。苏妙琴在他身边蹲下，取出丝帕，心疼地替他擦拭额头的冷汗。让你逞吗？他娇嗔地瞪了他一眼，指尖轻轻戳了戳他的额头。一次对付5个筑基，还敢用不熟悉的法宝，没被反噬算你运气好。林浩嘿嘿一笑，顺势抓住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口。师姐，我这不是没事吗？他缓过劲来，嘴角又浮现出那抹得意的痞笑。再说了，你看咱们这波收获。他心念一动，5行葫芦口光华闪烁，哗啦啦一阵响，刚才收来的战利品全被倒了出来，堆成了一座小山。5件灵光各异的法器，5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还有几件颜色各异的外袍和裤子。看着那堆衣物，苏妙琴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美眸弯成了月牙。你呀，真是坏透了。他轻捶了他一下，那几个家伙现在怕是没脸见人了，活该。林浩撇撇嘴，拿起一个储物袋，神识探入，谁让他们学艺不精，还敢出来打劫，正好给咱们送温暖。他拿起那柄高寿修士的长剑，掂量了一下，则中品灵器，马马虎虎。又拿起刀疤脸的鬼头刀，这个也是中品。剩下3件都是下品。他将几件法器推到苏妙琴面前，师姐，你看看有没有合用的？苏妙琴摇摇头，唇角含笑，我用玄阴真水凝练的冰剑比这些顺手多了，你都收着吧，回头给胖球他们处理掉，或者换些灵石。行。林浩也不客气，将法器先收了起来，然后开始清点储物袋，灵石、丹药、符箓，一些杂七杂八的材料。林浩一边清点一边嫌弃的撇嘴，一群穷鬼，加起来还没我之前摸尸体的收获多。突然，他在一个储物袋的角落里摸到了一块冰凉的金属片，拿出来一看，是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令牌，上面刻着一个古朴的影字。这是什么？林浩翻来覆去的查看，没看出什么名堂。苏妙琴接过去，仔细感应了一下，柳眉微蹙，感觉不到灵力波动，但材质很特殊，先收着吧，或许以后有用。林浩点点头，把令牌丢进系统空间，然后将所有战利品分类收好，感觉恢复了一些力气，便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走吧，师姐。他伸出手，笑着看向苏妙琴，此地不宜久留，出来这么久，也该回宗门交任务了。苏妙琴美眸流转，我看你是灵力消耗过度，想快点回去躲清静吧？还是师姐懂我？林浩顺势揽住他的腰，嘿嘿一笑，顺便看看这次宗门能给点什么奖励。他助机器的灵力流转，带着苏妙琴身形一晃，便如一道青烟般飘然而起。虽不能持久翱翔，
但短距离的御风滑行已是绰绰有余。两人身形在山林间几个起落，速度比练气70快了数倍，朝着合欢宗方向疾驰而去。不到1个时辰，流光落在沈如洞府前。林浩对苏妙琴笑道，语气带着点讨好：“师姐，一会儿见了师尊，可得帮我说几句好话。”苏妙琴抿嘴轻笑，眼波流转，现在知道怕了。路上是谁吹嘘要让师尊大吃一惊的？惊喜归惊喜，林浩摸了摸鼻子，师尊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两人说笑间踏入洞府，熟悉的暖香扑面而来。沈如依旧慵懒地斜倚在软榻上，粉纱衬得肌肤愈发莹润。她凤眸微抬，目光在二人身上一转，唇角便弯起迷人的弧度。哟，她声音酥软，可算是舍得回来了。目光在两人身上流转，看着灵压波动，秘境一行收获不小吗？苏妙琴缓缓上前一步，盈盈一礼道：“师尊慧眼。”她掌心向上，凝聚出一缕幽蓝水汽，四周空气瞬间透出寒意。弟子幸不辱命，得了上古水月仙子的玄阴真经。她唇角微微一弯，继续禀报道：“那秘境核心，弟子也已初步掌控。虽取走了核心传承，内里仍有许多关卡与资源，正适合炼气期的师弟师妹们历练。”沈如闻言缓缓坐直，完整的古仙传承。她眸中亚色一闪而过，目光落在苏妙琴身上，笑意更深了。还能掌控一处秘境，琪儿，你这趟秘境之行获得的机缘着实不小啊。他眼波流转间看向林浩，丰润的红唇微勾。你呢？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会。你这身气息，这是筑基了。林浩嘿嘿一笑，上前拱手道：“嘿嘿，托师尊的鸿福，弟子侥幸筑基成功。”他话锋一转，语气里带着藏不住的得意。在里头得了部混沌无相诀，刚好适合我的五行灵根，还有个叫五行葫芦的法宝。沈如美眸眯起，朝他勾了勾手指：“过来。”林浩一言，走上前去。沈如伸出纤纤玉指，轻轻点在他的眉心上，一股温和的灵力如丝般探入，在他经脉中游走了一圈。沈如脸上慵懒的笑意淡去，指尖收回，轻点着自己那诱人的朱唇，眼中讶异更浓了。灵力精纯，根基稳固，你这侥幸倒是扎实的过分了。他眼波流转，语气玩味：“看来你那混沌无相诀和五行葫芦很是不凡啊。”他稍稍坐直，臂上粉纱悄然滑落了半截，露出了雪白的藕臂，语气酥软道：“不过浩儿，怀璧其罪的道理你可明白？”他目光扫过二人，这等机缘，莫说外界修士，便是宗门之内，也难保无人眼热。你如今虽已筑基，但终究羽翼未丰。林浩的痞笑收敛了几分，眼神却依旧镇定。师尊明鉴，弟子正为此事思量。他看向苏妙琴，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继续道：“师姐方才说了，那秘境已为他掌控。”他挺直了腰板，语气开始变得沉稳起来，正色道：“弟子与师姐愿将此秘境献与宗门，作为一处试炼之地。此乃可持续之资源，汇集全宗弟子，远比一部无法参透地功法或一件已认主的法宝对宗门价值更大。”他语气微微一顿，嘴角又重新浮现那抹痞笑。如此一来，弟子与师姐为宗门立下此等大功，宗门也必会全力护佑我等功臣的安全，不是吗？沈如闻言，唇角似笑非笑的勾起一抹弧度。你们考虑的倒算周全。他慵懒的支起下巴，如此一来，有为师在宗门内看着，倒也能护你们安稳。他话音微顿，语气中带着几分告诫。不过，你在众目睽睽下的了传承和宝物，终究是露了白，日后若出了合欢宗地界，还需自己多加小心。林浩立刻顺杆往上爬，笑嘻嘻的拱手：“有师尊您这座靠山在，弟子还怕什么？谁不知道咱们合欢宗千唤仙子，沈峰主最是护犊子，少来这套。”沈如轻轻啐了一口，眼尾却漾开一丝妩媚的笑意。他重新懒洋洋地躺回软榻，恢复了那副漫不经心的媚态。行了，你们两个小家伙，这回算是得为师长脸了。他屈指一弹，两道粉色流光悄然没入二人腰间令牌，该记的功劳都记上了。他红唇微勾，稍后为师亲自去说。一个核心弟子身份，外加大量贡献点，外加一次去藏经阁顶层挑选一门功法的奖励，少不了你们的。目光落在林浩身上，唇角弯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至于为师这儿答应的赏赐吗？他故意拖长了语调，眼波流转，等你安顿好了，随时来寻为师兑现。苏妙琴闻言，唇角依旧保持着温柔的浅笑，挽着林浩的手臂却紧了紧。林浩心里乐开了花，表面上却一派坦然，恭敬地对沈如行了一礼：“弟子谨记，待安顿下来，定来向师尊请教。”两人刚走出沈如的洞府，林浩便觉腰间软肉被两根仙指掐住，轻轻一拧，嘶！他倒吸一口凉气，呲牙咧嘴地侧过头，对上苏妙琴那似笑非笑的眸子：“师尊的赏赐。”他声音柔得能滴出水，指尖力道却又悄无声息加了半分，不知是何等重礼，让师尊这般念念不忘。林浩手忙脚乱地抓住他使坏的手，嘿嘿笑道：“师姐，你这可冤枉我了。师尊的心思，我哪猜得透？许是看我根基初成，想指点几句功法。”苏妙琴美眸微眯，只是指点功法，我看师尊瞧你的眼神，可不像只看重功法呢。哎呦，我的好师姐！林浩顺势将她往怀里一带，压低声音，语气促狭：“在我心里，谁还能重过你去？师尊再大的赏赐，
也比不上师姐你对我好。他飞快地在她颊边轻啄一下。再说了，师姐待我的好，我恨不得天天揣在心窝子里暖着，哪还有空想别的？油嘴滑舌。苏妙琴脸颊绯红，羞赧地轻推他一下。谁要揣你心窝子里，竟会胡说八道。见他眼角眉梢重新漾开笑意，林浩心里暗暗松了口气，得，这关总算是糊弄过去了。他在心底无奈一笑，这女人开心了腰子疼，不开心了还是腰子疼，这奇人之福果然不是那么好想的。两人笑闹间已回到苏妙琴的住处，刚进门没多久，院外就传来了胖球兴奋的嚷嚷声。胖球圆滚滚的身子第一个挤进门，后面紧跟着瘦猴和铁柱。浩哥，嫂子，你们可算回来了。胖球搓着手，小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瘦猴一个箭步窜到林浩面前，眼睛发亮。好家伙，浩哥，你这气息筑基了，真筑基了。铁柱用力点头，瓮声瓮气的附和。浩哥厉害。林浩哈哈一笑，运气好，差点回不来见你们几个了。我就知道浩哥你肯定行。胖球挺起圆滚滚的肚子，得意洋洋。这下看赵虎那帮人还敢不敢嘚瑟？别提那些扫兴的。林浩二话不说，直接将秘境与那5个筑基修士的收藏全倒了出来，战利品哗啦啦的堆成了小山，几件下品灵器、若干丹药符箓、10几本杂七杂八的低阶功法玉简，还有那几件颜色各异的外袍，瞬间吸引了三兄弟的目光。诺，胖子。林浩用脚尖轻点那堆东西，将一柄中品灵气长剑收起。这些乱七八糟的，老规矩，你看着处理掉。瘦猴拿起一本风系功法翻了翻，撇嘴，都是大陆货色，也就换点零花钱。林浩一把揽过瘦猴的肩膀，笑道：你小子是疯，暗霜灵根虽说只是下品，也比我这曾经的杂灵根强多了。他指了指那堆功法玉简，仔细翻翻，看有没有适合你的风系功法和短兵匕首。你这灵根天生就适合速度和隐匿的路子。瘦猴眼睛一亮，用力点头，懂了，浩哥。他从中挑出一柄泛着幽光的匕首和一本记载着风行步法的玉简，爱不释手的比划着。这匕首够快，这步法也灵巧，正合我用。另一边，铁柱拿起那口后背刀掂了掂，憨厚地说：这个沉顺手。他又拿起一本后土诀抱在怀里，这个也合适，我力气大，皮实，就练这个能抗事儿。林浩看着铁柱那憨实模样，哈哈大笑，喜欢就留着，跟兄弟我还客气什么？他转头看向还在兴奋巴拉伊料的胖球，语气认真了几分。胖子，你脑子活络，志在经商，哥不拦你，但你那下平火灵根也别荒废了，总得有点护身的本事。他拿起一本低阶符箓初解，递过去，我看这制符知道跟你挺配，既不用像体修那般打凹筋骨，练熟了手指头动动就能御敌，说不定还能让你这生意多些门路。胖球接过书册，小眼睛眨了眨，圆脸上露出郑重的神色，拍拍胸脯，浩哥你放心，道理我懂，保证不耽误修炼，还得把这制符的手艺学精了，给咱们多开条财路。苏妙琴在一旁看着林浩与兄弟们笑闹，细心地为每个人面前的杯子斟上灵茶，唇角始终噙着温柔的笑意。他将一杯茶轻轻放在林浩手边，柔声道：忙了半天，喝口茶润润嗓子，宗门赏赐估计明日才会有消息，今日正好好生谢谢。林浩接过茶杯，指尖在他手背上轻轻一蹭，换来他一个娇嗔的白眼。送走胖子三人，红烛摇曳中，两人相视一笑，携手共赴罗帐，一夜无话，唯余被翻红浪，春意融融。翌日清晨，林浩刚结束修炼，一道粉色传讯符便飘至眼前，化作沈如慵懒的嗓音：浩儿，速来为师洞府。林浩眼睛一亮，心头微热，师尊的私人赏赐这么快就来了。他整理了下衣袍，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而且是大白天，看来师尊不挑时辰啊，不愧是咱们合欢宗。他怀着几分期待，步履轻快地走向沈如洞府。踏入那间萦绕着暖香的寝殿，只见沈如依旧斜倚在软榻上，今日却换了深淡紫长裙，衣袂流云般垂落，少了几分往日慵懒，多了几分清丽姿态。弟子拜见师尊。林浩笑嘻嘻的行礼，目光不着痕迹的在他曼妙的曲线上扫过。过来。沈如慵懒的勾了勾手指。林浩一言上前，刚靠近榻边，便想如上次般顺势坐下。沈如却伸出玉指，轻轻点在他胸口拦住，凤眸中带着一丝戏谑：急什么？赏赐跑不了你的，今日叫你来是有正事。林浩摸了摸鼻子，嘿嘿笑道：在弟子心里，师尊交代的事就是最大的正事。油嘴滑舌。沈如白了他一眼，神色稍正。今日宗门大会由长老会主持，为你和妙琴定功行赏。他顿了顿，看着林浩，掌门正在闭死关，冲击元婴之上，如今宗内事务皆由长老会暂代。他语气微沉，继续道：而长老会中话语权最重的是秦玉的师傅李长老，他已是金丹后期修为，而为师不过金丹3层，仅是前期，难以与他正面抗衡。林浩眉头一挑，师尊的意思是，这李长老可能会借此机会刁难于我？不是可能，是必然。沈如唇角勾起一抹冷笑：你当众击败秦玉，又抢了苏妙琴，如今更立下大功，他岂会让你顺风顺水？林浩脸上不见忧色，反而露出那抹惯有的痞笑。多谢师尊提点，功劳是实打实的，他想在道理上压我，怕是打错了算盘。沈如欣赏地看他一眼，红唇微勾：你有此心性便好。他话锋一转：不过单有功劳还不够，
须得有些能入人眼的东西。你秘境所得，可还有什么特别之物？林浩心领神会，取出破云剑诀，玉简双手奉上。弟子偶然得了这部剑诀，也不知好坏，请师尊品鉴。沈如接过玉简，神识一探，慵懒的神色瞬间变得专注，美眸中闪过一抹惊诧。玄级上品破云剑诀，剑气凛然，立意高远，这绝非寻常传承。他越看越是心惊，忍不住站起身，素手一翻，一柄流动着粉色光晕的长剑便出现在他手中。看好了，第一式破云剑刃。他手腕轻抖，一道锐利的粉色剑芒如惊鸿乍现，虽被压制了威力，但那一往无前的剑意展露无遗。林浩在一旁看得暗自咂舌，心道系统出品，果然必属精品。沈如收剑而立，绝美的脸上带着一丝红晕，但旋即柳眉微蹙，沉吟道：“此剑法共分9式，一式强过一式，对剑心要求极高。”他摇了摇头，语气带着遗憾：“此剑意讲究的是一往无前，剑心纯粹，出剑便须有不成功则成人的绝诀，与为师主修的幻术之道终究是相悖了。”林浩立刻想起叶灵那英姿飒爽的身影，这剑法简直像是为他量身打造。沈如将玉简抛还给他，语气恢复了慵懒：“好了，为师已记下，有此剑诀参照，与我的换剑之术也大有裨益。”林浩接过玉简，惊讶道：“这么快就全记住了？”沈如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伸出剑指点了点他的额头，嗔道：“小没见识的，你以为金丹真人的神念是摆什么？过目不忘只是等闲。”定。沈如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45。林浩收起玉简，又取出那块令牌，还有这个从一个不开眼的家伙身上摸来的，师尊可知来历？沈如接过黑色令牌，看到上面的影字时，脸色微微一凝。影字令，这是影阁的信物，一个极为神秘的杀手组织，行事亦正亦邪。他语气沉了沉，继续道：“而且其实力深不可测，据说连元婴真人的买卖都敢借。你从何处得来？从几个拦路的蠢贼身上摸来的？”林浩浑不在意的摆摆手。沈如将令牌递回，眼神意味深长：“收好它，影阁信物不会轻易流出，此物或许将来能派上些用场，但也可能带来麻烦，甚至弟子晓得。”林浩收起令牌，眼看正事谈完，便又凑近一步，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容：“师尊，您看这该交代的也交代了，那赏赐？”沈如妩媚一笑，伸出仙指，轻轻拂过他的下巴。他吐气如兰，声音媚得能滴出水来：“你呀，就这么心结？”林浩被他弄得心头一跳，顺势握住他的手腕，轻轻一带，便将沈如那温软的娇躯拥了个满怀。沈如非但不躲，反而顺势搂住他的脖颈。他仰起脸，媚眼如丝，温热的吐息拂过他喉结：“小混蛋，竟然连师尊都敢欺负！”林浩呼吸一滞，只觉怀中身躯温软如玉，幽香直往鼻尖里钻，一股热流猛地冲向下腹，再按捺不住，低头便要攫取那2片含笑的唇瓣。沈如却偏然后仰，只留一缕幽香萦绕在他鼻尖，仙指轻点他的胸口，将其推开些许距离。呵呵呵，沈如眼波流转，发出一串撩人心魄的轻笑：“小混蛋，想要赏赐？可以。”他指尖轻轻点在他的胸口，语气慵懒而诱惑：“待会儿宗门大会上，你若能让李老头无话可说，顺利拿到宗门那份，届时为师再考虑给你一份真正的惊喜。”说完，他挥了挥衣袖：“去吧，妙琴该等急了。大殿之上，为师自会为你做主。”林浩看着他风情万种的姿态，心里像被猫爪挠过一样，他只得按捺下心头的火热，恭敬行礼：“弟子定不让师尊失望。”转身离开洞府，他嘴角勾起一抹势在必得的弧度。这宗门赏赐，他拿定了；师尊那真正的惊喜，他更要定了。宗门大殿，钟鸣九响，白玉广场上，数百名弟子肃立，高台之上，5位金丹长老端坐，气息渊深如海。沈如一袭淡紫长裙，慵懒地坐在最左侧的玉座上，指尖轻轻绕着一缕青丝。主位的白须长老声音传遍全场：“秘境之行已毕，王猛、赵青探查有功，各赏贡献点3000，破障丹1枚。”他目光转向另一名弟子张元，带回筑基丹主要玉髓枝，赐贡献点5000，晋升内门弟子。几名弟子欣喜领赏，待他们退下，白须长老声音微提：“苏妙琴。”一袭冰蓝长裙的苏妙琴翩然出列，亭亭玉立，于秘境中获得上古传承，更掌控秘境核心，为宗门立下不世之功。经长老会决议，晋为核心弟子，赐贡献点1万，灵峰一座，允入藏经阁顶层一次。台下顿时一片哗然，众弟子眼中满是羡慕。苏妙琴从容谢过，安静退至一旁。林浩，白须长老目光落下，林浩深吸一口气，大步上前，于秘境中获得混沌无香诀传承，得为之品质宝物5行葫芦。白须长老顿了顿，却未提赏赐，反问道：“林浩，这混沌无香诀，你参悟了几成？可否总结成册，献与宗门？”沈如把玩发烧的手指微微一顿，凤眸瞥向白须长老，又饶有兴致地看向林浩。林浩拱手，面露难色：“回长老，功法深奥，弟子虽侥幸入门，却只觉其意蕴无穷，目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实在无法从识海中提取成册。”白须长老皱眉，又问：“那5行葫芦呢？此等宝物总可上交宗门吧？”禀长老。林浩面露苦笑，微微低头。
宝物已然认主，与弟子神魂相连，强行剥离恐伤其灵性，弟子亦会神魂受损，实在无法上交。白须长老面色一沉，不再多言，直接宣布林浩于秘境中成功筑基，助力掌控秘境，功劳卓著，赐内门弟子身份，贡献点5000。台下议论声稍起，这赏赐虽厚，但比起苏妙琴的核心弟子之位，明显差了一档，这不公平。苏妙琴当即出声，美眸含韵看向白须长老，为何林师弟只是奖励内门弟子身份？他话音未落，台下便响起胖裘洪亮的嗓音，就是浩哥立下这么大功劳，凭什么不是核心弟子？瘦喉间细的声音从人群里钻出来，秘境是浩哥和嫂子一起带回来的，赏赐也该一样。铁柱闷雷般的声音重重落下，对，不公平。白须长老被这些声浪弄得面露尴尬，目光不自觉瞟向右侧的李长老。李长老缓缓起身，声音沉肃：林浩，你口口声声说只可意会，分明是藏私不愿上交。他袖袍一拂，语带厉色：宗门培养弟子，岂容你这般吝啬传承？他目光如电，直刺林浩，声音又沉了3分：你灵根低劣，前途有限，纵有奇遇也是虚妄，赏你内门身份已是破格，莫要不知进退。沈如眼眸微冷，指尖在剑柄上轻轻一点，依旧按兵不动。李长老此言差也。林浩朗声反问：评判弟子何时单以灵根论英雄了？难道宗门赏赐不看贡献，只看资质？贡献自然要看，但潜力更重要。李长老冷声道：好一个潜力！林浩目光扫过全场，声音陡然拔高：我林浩以炼气6层修为，于宗门擂台正面击败炼气9层的秦玉，这是实力，此为其一。人群中秦玉脸色一白，拳头紧握。林浩向前踏出一步，袖袍无风自动。秘境入口，我当这个派修士于众目睽睽之下击败玄天剑宗核心弟子赵干，这是为宗门扬威，此为其二。林浩嘴角勾起一抹锐利的弧度。另外，我2人带回的是一个完整可控、可持续的元婴秘境，此乃千秋之功，这是功劳，此为其三。他目光如电，直刺李长老。敢问李长老，你门下那位于擂台上败给我的弟子，可曾立过这般功劳？台下的秦玉听闻，再次气得浑身发抖，指甲几乎掐进掌心。有完没完？还来打人不打脸好不好？林浩环视众长老，一字一顿：混沌无相绝，与五行葫芦，虽不能立即上交，但我林浩亦是宗门一份子，我强即宗门强，待我修为精进，自会回馈宗门，这是承诺，此为其四。话音落下，林浩踏前一步，目光如电直射李长老。我倒要问问李长老，莫非在你心里从未将我林浩当作宗门弟子？每说一句，李长老脸色就阴沉一分。待林浩说完，他已是面沉如水。你李长老被噎得面色铁青，手指微颤地指向林浩，半晌却挤不出半句反驳。林浩句句在理，字字诛心，将他置于整个宗门的对立面。眼见道理上讲不过，他老脸一沉，索性不再纠缠。周身金丹后期的灵压轰然爆发，如无形山岳般向林浩压去，任你巧舌如簧。他须发微张，声音陡然转厉：你灵根薄杂是事实，况且元婴秘境的奖赏已给了苏妙琴，沈师妹一脉既已有一位核心弟子，不宜再多一个。林浩眉头一皱，周身灵力流转，硬扛着威压，正欲开口反驳，定沈如为你力挽狂澜的胆识所动，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50。李师兄，一个酥媚入骨的声音响起，一直慵懒旁观的沈如缓缓坐直了身子，她唇角噙着一丝笑意，眼神却渐渐冷了下来。你这话是说我看人的眼光不行，还是说我千幻风一脉不配再出一个核心弟子？他玉手轻轻按在剑柄上，那柄粉色流光的长剑发出细微嗡鸣。李长老面色一沉：沈师妹，我并非此意，只是按规矩。咯咯喽，规矩？沈如轻笑打断，缓缓起身：我徒儿说的4条理由，条条在理。李师兄，您这是讲道理讲不过了，准备以势压人了。他缓缓起身，紫色长裙无风自动，周身气息节节攀升，竟隐隐与李长老分庭抗礼。看来李师兄是铁了心，要看不起我沈如一脉了。他叹了口气，语气有点惋惜，可眼神却锐利如剑。既然如此，师妹这新悟了几式粗浅剑法，就向师兄讨教一番，看看我这一脉到底配不配得上再加一个核心弟子之位。好好好，那我便替师尊管教一下沈师妹。李长老怒极反笑，周身金光大盛，庞大的威压令空气都为之一凝。沈如妩媚一笑，眼波流转间，周身剑意流转，将那如山威压悄然驱散。请师兄指教。话音未落，他玉手一挥，剑尖震颤，带起一片如梦似幻的粉色剑影，正是破云剑诀第一式破云剑日。只是这原本一往无前的剑势，在他手中使来，竟带着几分飘渺不定，剑光如烟似雾，真幻难辨。李长老没想到他说动手就动手，仓促间并指一点，一道凝金色剑气呼啸迎上，那金色剑气撞入粉色剑影，竟如泥牛入海，被那似真似幻的剑光一搅，当即溃散。凌厉的剑意穿透残余金光，直逼李长老面门，惊得他连退2步，袖袍被溢散的剑气撕开一道裂口。好手段！李长老瞳孔微缩，收起轻慢，他双掌合十，周身金光暴涨，无数细密剑气如金色鱼群般浮现，
嗡嗡见名震得空气颤动，正是他的成名绝学金灵剑阵。第二式云缩之景。沈如轻笑一声，身影如烟似雾般飘然而动，长剑画出曼妙弧线，粉色剑光织成一张绵密剑网，竟将那些凌厉的金色剑气一一牵引拨转。他裙袂飞扬，每一步都踏在剑阵间隙，金色剑鱼撞入粉色剑网，如陷泥沼，纷纷偏转方向，与剑气相互碰撞湮灭。瞬息之间，剑阵就被他以巧劲尽数化解。第三式云龙探爪。不等李长老变招，沈如剑势在变，由手转攻，一道粉色剑光如同神龙探爪，从漫天剑影中骤然刺出，奇快无比，直去李长老胸前空门。这一剑将幻术的诡谲与剑诀的凌厉结合得淋漓尽致。李长老脸色微变，屈指连弹，数道厚重的金色光盾瞬间凝聚身前。第四式云裂千锋。沈如眸光一凛，气势攀升，所有剑影收束合一，化作一道惊天长虹，狠狠斩在那金色光盾之上。轰！剧烈的灵气爆炸响起，强横的气浪席卷开来，光芒散尽。沈如持剑而立，衣裙猎猎，绝美的脸颊上泛着动人的红晕，虽气息微乱，眼神却愈发清亮。他挽了个剑花，悠然收剑。李长老则后退了半步，身前的金色光盾布满了裂纹，缓缓消散。他看向沈如的眼神充满了震惊。他堂堂金丹后期，全力防御，竟被一个金丹前期的师妹用一套新得的剑诀逼退。他轻抚微微急促的胸口，对着李长老嫣然一笑，语气带着几分撒娇般的抱怨：“李师兄，你也太不解风情了，对师妹都下这么重的手。”李长老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半晌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沈师妹，好剑法。”李师兄，他唇角又勾起那抹慵懒的弧度。方才小妹所用的，便是你口中那个灵根低劣、没资格晋升核心弟子的猎徒灵号，在秘境之中所得，并献于我的破云剑诀。他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最终落回李长老身上，语气轻柔：“待我稍加改善，使其更契合我千幻风的幻术之道，便会将改良后的剑诀存入藏经阁顶层，供有资格的宗门弟子修习。”他眼波微转，看向林浩：“浩儿，你可有意见？”林浩立刻躬身，语气恭敬：“全凭师尊做主。”他心里却乐开了花，不愧是我的师尊，高，实在是高啊！说是改善，实则是给宗门一个低配版，既全了规矩，又堵了众人的嘴。不知以此玄级上品剑诀之功，再加上那元婴秘境，沈如声音陡然转轻：“我徒林浩，可还配得上一个核心弟子之位？”此话一出，满场皆惊，无数道目光瞬间聚焦在林浩身上，震撼难以置信。玄级上品剑诀，他竟舍得献给宗门？李长老身躯一震，看向林浩的眼神彻底变了，惊怒中夹杂着一丝骇然。他亲身体验过这剑诀的威力，功劳一不足以作为正宗传承的玄级上品剑诀，加上元婴秘境，功劳已大到没边。潜力，一个能献出此等传承的弟子，谁敢断言其前途？他嘴唇颤动，所有反驳都卡在喉间，脸色由青转红，难堪到了极点。够了！主位白须长老沉声喝道，深深看了眼林浩，没想到还有此节。沈师妹，你先坐下。他环视众人，语气已然不同。既然林浩献上如此传承，其功已无可置疑。现在表决，老夫同意。形势瞬间明朗。沈如红唇微勾，附议。青衣女长老轻轻颔首，附议。最后，所有目光都落在李长老和剩下那位未表决的长老身上。李长老脸色铁青，与身旁那位长老对视一眼，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嘴唇哆嗦了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附议。另一位长老见状，也只得低声道：附议。白须长老深深看了林浩一眼，最终红声宣布：经长老会决议，林浩晋为核心弟子，赐核心令牌，贡献点1万，允入藏经阁顶层1次，另赐灵峰1座，弟子领赏，谢诸位长老。林浩躬身行礼，随即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直起身，朗声道：弟子有一事，恳请长老会应允。大殿内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他，不知他还要什么。讲。白须长老微微颔首。林浩目光扫过台下人群后方，那3个激动的兄弟胖球、瘦猴和铁柱，语气坚定地说道：弟子愿以宗门所赐的独立灵峰换取胖球、瘦猴、铁柱由杂役弟子晋升为内门弟子的资格。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用一座灵气充沛、象征身份与资源的独立灵峰去换3个杂役弟子的内门身份，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亏本买卖。胖球3人更是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呆立在原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浩哥，这不行！瘦猴第一个反应过来，急得大喊：浩哥，使不得！胖球也反应过来，圆脸上满是焦急，连连摆手。铁柱攥紧了拳头，眼眶发红，瓮声瓮气的低吼：浩哥，洞府，你要我们没事。高台上几位长老也露出讶异之色。沈如唇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定，感受到宿主重情重义，沈如好感度+5，当前好感度55。李长老冷哼一声，瞥了眼身旁的沈如，终是把话咽了回去。白须长老府须沉吟，目光掠过那3个情意深重的少年，又落回林浩身上，眼底泛起一丝感慨。他缓缓开口：
独立灵峰乃核心弟子重要权益，你确定要以此交换？弟子确定。林浩毫不犹豫，声音铿锵。灵峰日后可以再寻，但兄弟的前程不容耽搁，请长老成全。白须长老与几位长老交换过眼神，见无人反对，便颔首道：“准，念你重情重义，且功勋卓著。即日起，胖球、瘦猴、铁柱三人竟为内门弟子。”他话锋一转，至于灵峰，暂且压后，待你立下新功，再行赐予。谢长老。林浩深深一拜，嘴角又勾起了一抹痞笑，心里更是乐开了花。这波不亏，他心下暗喜，灵峰是宗门产业，又不能变卖，师姐已经有一座，我自是随他同住。至于师尊的洞府，可灵气更盛，景致更佳，这座灵峰留着也是闲置，换来3个兄弟的前程，简直一本万利。台下，胖球3人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圈都红了。胖球冲上来，小眼睛闪着泪光，又是感动又是焦急。浩哥，这太亏了，那可是灵峰啊！林浩揽住他肩膀，压低声音笑道：“傻胖子，你浩哥何时做过赔本买卖？死物怎及活蹦乱跳的兄弟？”他朝苏妙琴方向眨了眨眼。再说了，你嫂子那儿不还有一座吗？胖球一愣，对上林浩狡黠的目光顿时恍然大悟，圆脸上的焦急化为狂喜，连连点头：“懂了。”浩哥义薄云天。沈如眼波流转，慵懒嗓音再次响起：“既然3位小弟子尚无归属，不知哪位师兄愿收入门下？”几位长老或低头整理衣袖，或抬手望天，个个眼观鼻关心，就是不接话。一群老狐狸。沈如心下暗骂，既然如此，他面上却笑意更浓。你们3个小家伙，便入我千幻峰吧。大会散去，苏妙琴来到他身边，温柔地挽住他的手臂，轻声道：“浩，你做得对。”感受着兄弟们狂喜的目光和身边道侣的支持，林浩胸中豪情翻涌。他接过那沉甸甸的核心令牌，感受着其中蕴含的权限，抬头望去，正对上高台上那道紫色身影。沈如对他眨了眨眼，唇角勾起一抹唯有他懂的慵懒笑意。嘿嘿，师尊那独一无二的赏赐总算要兑现了。林浩心头一热，正浮想联翩，衣袖却被人轻轻拉住。发什么呆呢？苏妙琴挽住他的手臂，眼含笑意：“我们要搬到新洞府去，先回去收拾东西。胖球他们还在外面等着呢。”果然，一出大殿，胖球3人就兴冲冲地围了上来。“浩哥，恭喜！”瘦猴第一个窜到跟前，眼睛发亮。胖球搓着手，圆脸上满是兴奋：“核心弟子啊，浩哥，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庆祝一下？”铁柱用力点头，嘴角都快咧到耳根。看着兄弟们由衷的笑脸，林浩心头一暖，只能将找师尊讨赏的心思暂且按下。也罢，等安顿好，立刻就去找师尊。走。他揽过胖球的肩膀，先回去收拾。5人回到那处熟悉的小院，虽简陋，却处处是他们生活的痕迹。苏妙琴轻抚着院中的石桌，眼中流露出一丝不舍。在这里住了这么久，真要离开，还真有些舍不得。林浩搂住他的纤腰，将下巴轻靠在他肩头，柔声道：“旧居虽好，终不及身边人。师姐在哪儿，我们的家就在哪儿。”苏妙琴身子微微一颤，侧过脸与他相贴，脸颊绯红，轻轻了一声，眼底那点怅然已化作一汪春水。众人一起动手，很快便将行李收拾妥当。林浩最后环顾这小院，心中却有几分怀念，这里毕竟是他与师姐的第一次。走了。胖球扛着最大的香笼，干劲十足，去看浩哥的新灵峰。当流云峰的景象映入眼帘时，所有离愁别绪瞬间烟消云散，云雾缭绕间，亭台楼阁若隐若现，飞瀑如练，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这也太气派了！瘦猴看得目瞪口呆。胖球深吸一口气，小眼睛瞪得溜圆，在这修炼速度怕是要快上3成。苏妙琴惊喜地环视四周，情不自禁地依偎在林浩身侧。这里的灵气好生浓郁，视野也开阔。浩，你看那处瀑布，夜间定能看到满天星斗倒映其中。那以后每个夜晚，我便陪师姐在此观星。林浩笑着将他往怀里带了带，低声道：“就我们2个，油嘴滑舌。”苏妙琴轻嗔着在他胸口捶一下，眼波却柔软的能漾出水来。不过说话要算话。待到将最后一件物品归置妥当，夕阳已将天边染成橘红。浩哥，嫂子，那我们先回去了。胖球嘿嘿笑着，小眼睛在2人之间转了转，很是识趣的拉着瘦猴往外走。瘦猴一边被拖着走，一边回头挤眉弄眼。浩哥，明天见。嫂子，这灵峰真不错。铁柱瓮声瓮气地道。浩哥，有事喊。说完大步跟上前面2人。晚风轻拂，终于送走了热闹，为这忙碌的一日画上句点。林浩牵着苏妙琴走进主卧，目光顿时被那宽大云床吸引，淡粉的帐幔轻垂，平添几分旖旎。这床倒是比旧居那张宽敞舒适的多。他心头一热，今晚定要好生体验这新居的妙处。天色已晚，苏妙琴轻轻拉住他的衣袖，柔声道：“今日都累了，今晚就好生修炼，明日一早我陪你去藏经阁挑选合适地功法。”林浩摸了摸鼻子，只好将讨赏赐的急切暂且压下。也罢，师尊的赏赐又不会长腿跑了，等从藏经阁回来再去。林浩咧嘴一笑，都听师姐的。他顺势握住她的手，不过说好了，明日可得陪我挑本最厉害的。苏妙琴捋了捋发梢，转身往浴间走去。你先歇着。他回头嫣然一笑，在秘境这些天都没能好好沐浴，
林浩点头一笑，目光却不由自主追着他窈窕的身影。水声淅沥，纱幔后隐约透出他优美的轮廓。待他再出来时，湿润的青丝披在肩头，单薄寝衣领口微长，温热的水汽裹着清香扑面而来，双颊泛着热气蒸出的绯色，宛如出战的芙蓉。林浩只觉得血气上涌，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他上前一步，便想将那温香软玉揽入怀中。别闹！苏妙琴轻巧地避开，红着脸嗔了他一眼，将一套干净的衣物塞进他怀里，一身风尘，快去洗净再说。他只得抱着衣物快步走进浴间。待他带着水汽回来时，只见苏妙琴正斜倚在云床锦被中，淡粉帐幔下，他眉眼含柔，唇角情笑地望着他。熟悉的此情此景，林浩哪还按捺得住？他一个箭步上前，伸手便要去揽那盈盈一握的腰肢，苏妙琴却轻巧地向里一缩，指尖点住他凑近的额头，嗔道：“刚洗净，又这般毛手毛脚。”林浩顺势握住他的指尖，咧嘴一笑，这叫道法自然。他俯身上前，轻轻将他揽入怀中，低头吻了吻他光洁的额头，随即准确捕捉到两片柔软芬芳的唇瓣。苏妙琴发出一声轻轻的呜咽，柔顺的闭上眼，环住了他的脖颈，加深了这个吻。是夜，云枕苏线，罗帐轻摇，细碎的呢喃伴着娇喘落在耳畔，如春水泛波，漾开一世旖旎。此处省略3000字。晨光细微，驱散了夜的缠绵。林浩与苏妙琴收拾妥当，并肩踏上通往藏经阁的山道。山风拂过，带着草木清香，也吹起苏妙琴颊边一缕青丝。林浩轻轻一拨，指尖蹭过她微热的耳垂。师姐，藏经阁里有没有专门坑我这种五行灵根地功法？苏妙琴宠溺的摇摇头，轻拍他使坏的手，语气温柔：“你呀，总没个正形，待会见了不就知道了。”转过山坳，一座爬满青苔的黑色古塔出现在眼前，塔身古朴陈旧，与周围华丽的殿宇格格不入。这就是藏经阁。林浩双手抱胸，扑哧一乐，啧，破得挺别致啊。师姐，你确定咱们进去不会被埋里头？苏妙琴无奈的摇头，休要胡言，此地乃宗门重地，内藏玄机，不可怠慢。塔前，一位灰袍老者正在不紧不慢地扫着落叶，他须发洁白，气息平和得像个普通老人。前辈，苏妙琴上前一步，恭敬地递上核心弟子令牌。老者抬眼扫过令牌，那浑浊的眼底仿佛有星辰幻灭之象一闪而过。林浩看得心头一跳，乖乖，这扫地的老头竟是个高人啊！顶层一个时辰，老者沙哑道，手中扫帚随意一顿，塔门便漾开波纹，无声开启。功法有灵，择主而行，强求反噬。踏进塔内，景象豁然开朗。宽敞的空间里，近100个白玉莲台悬浮半空，各色光团如星辰般缓缓旋转。好家伙！林浩环顾四周，忍不住惊叹，这空间阵法当真了得。苏妙琴也被眼前的景象吸引，轻声道：“这些光团都是玄级功法，你看，颜色越深邃的品阶越高。”二人分头寻找。林浩穿梭在莲台间，目光扫过一个个光团，玄级下品，玄级中品。他边走边嘀咕：怎么都是单系功法，专坑小爷是吧？嘿嘿，总算有个像样的了。林浩眼睛一亮，伸手便抓了过去。小五行混元镜，玄级上品。他伸手轻触光团，一股温润的灵力顺着手臂流入丹田，与混沌无相绝，产生奇妙共鸣。就是它了。林浩喜形于色，这功法讲究五行相生，正好解决我灵力分散的问题，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另一边，苏妙琴停在一个冰蓝色光团前，玄冰阵图正好配合我的玄阴真水，还能弥补我缺乏控制手段的短板。选定功法后，二人回到塔门处，守门老人依旧在扫地，仿佛从未移动过。就在他们即将踏出塔门时，老者忽然开口：“五行轮转，其根在平衡。”林浩脸上的嬉笑之色瞬间收敛，身形一顿，恭敬转身：“请前辈指点。”老者浑浊的目光落在他身上，莫要学了杀伐，忘了根本。他手中的扫帚轻轻划过地面：“你的路不在此处，但可由此始。”林浩心神一震，如闻晨钟暮鼓，他当即垂手行礼，眉宇间尽是肃穆。晚辈谨记。走出藏经阁，林浩还在回味那句话。苏妙琴关切地问：“怎么了？这莫老不简单。”林浩回头望了眼塔门，一句话就点破了我的五行灵根。苏妙琴莞尔：“莫老在藏经阁100年了，连师尊都说他深不可测。”林浩握紧玉简，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走，师姐，咱们赶紧回去修炼。看你急的。”苏妙琴轻点了一下他的额头，语气带着几分无奈几分宠溺。回到修炼室，林浩迫不及待地盘膝坐下：“我倒要看看这玄级上品功法有什么特别。”他闭目凝神，将神识沉入玉简。小五行混元镜，地功法要诀如流水般涌入脑海。与之前修炼的单一属性功法不同，这门功法讲究五行相生，将5种属性的灵力循环压缩，形成混元一体。原来如此，林浩若有所思。他尝试运转功法，丹田气海内5种真元开始缓缓旋转。然而5种属性的力量互相排斥，难以调和。半个时辰多过去了，完全不得法门。这时，苏妙琴从隔壁修炼室走来，见他眉头紧锁，便柔声问道：“遇到难题了？”林浩睁开眼，苦笑着摊手：“这五行相生说得轻巧，实际操作起来，5种灵力总是不听使唤。”苏妙琴在他身旁坐下，
轻声道：“功法运转最忌急躁，你试着将灵力想象成5条溪流，让它们自然交汇。”他伸手在他丹田处轻轻一点，从这里开始引导他们顺时针旋转。林浩依言而行，却发觉这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他小心地引导着5道属性各异的灵力，金系灵力最为锐利，总想冲在最前；木系灵力温润绵长，总想包裹其他灵力；水系灵力变化无常，时快时慢；火系灵力最为狂暴，稍有不慎就要炸开；土系灵力沉稳厚重，拖在最后。这5道灵力彼此推挤，互相牵制，谁也不服谁。还是不行。林浩额头渗出细汗，他们总是在互相干扰。苏妙琴见状，轻声道：“别想着强行压制，试着找到他们之间的平衡点，让他们自然流转。”他伸出仙指，在他丹田处虚点，记住5行相生的顺序：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金，让他们按这个顺序缓缓流动。林浩深吸一口气，重新尝试。这一次，他不再强求5道灵力同时运转，而是率先引动一丝精细真元，将其导入手太阴肺经，让它化作一道锐利的涓涓细流。紧接着，他又引动一丝水系真元，汇入同一段经脉。奇妙的是，精细灵力一接触水系灵力，非但没有冲突，反而在相生之理的催动下，让那股水系灵力变得更加充盈。接着，他将木系真元引入这股融合灵力，就这样一道接一道，依照5行相生的顺序，将各色真元逐一引入，5色灵力终于开始缓缓流转。一个微弱的循环在经脉中初步成型，起初还很生涩，时不时就会断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循环越来越顺畅。渐渐的，5色灵力在经脉中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开始相互滋养，相互转化。一道淡淡的5色光晕从他体内透出，在体表缓缓流转，如同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霞光。成了！林浩睁开眼，难掩喜色。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道由5行真元构成的浑元镜正在特定的经脉中流转，化为一股浑然一体的力量。而丹田气海之内，那5种真元虽然因此被引动活跃了许多，但依旧泾渭分明，并未真正融合。这小5行混元镜果然玄妙，竟能绕开灵根的限制，于外另成体系。苏妙琴含笑点头，这混元罡气虽薄，但已初具雏形，假以时日，定能成为你的一大助力。林浩感受着在经脉中流转的5行循环，只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林浩心思活络起来，他试着将罡气逼出体外，却发现这层光华始终紧贴肌肤，纹丝不动。奇怪，他挠了挠头，这罡气怎么放不出去？他瞄了眼苏妙琴，他正专注地凝练冰晶阵纹，仙指轻划间，无数冰蓝纹路在空中交织成玄妙图案，映得他俏脸格外认真。林浩只好将罡气凝聚在右拳，5色流光缓缓缠绕而上，将他的拳头包裹得如同琉璃铸就。他对着空气挥出一拳，轰！拳风过处，竟激起一阵气浪，震得墙壁微微发颤。苏妙琴手中的阵纹轻轻一晃，诧异地转头，这一拳的威力怕是堪比筑基中期了。林浩却看着自己的拳头，嘴角微微抽搐。可是师姐，我用的还是王八拳啊！他欲哭无泪。这一拳看似威猛，实则全无章法，完全靠着混元罡气的加持。苏妙琴忍俊不禁，急什么？等罡气练到高深境界，一拳一脚皆含5行变化，未必就比那些花哨招式差。说话间，他周身浮现更多阵纹，这些冰晶时而结成囚笼，时而化作迷雾，变幻无穷。林浩看得入神，随即又专注地练习起来。他越练越是畅快，索性将上衣一脱，赤着上身继续挥拳，一拳接一拳，每一拳都带着5色流光。起初还有些生涩，渐渐的拳风越来越凝实，罡气运转也越发顺畅。苏妙琴抬眸，目光不自觉地在他身上多停留了片刻。少年身形匀称，肌肉线条流畅，肌肤细腻，隐现玉质光泽，体态舒展，宛若游龙。他唇角不自觉地扬起，眼底闪过一丝欣赏。见他练得浑然忘我，他眼中掠过一抹促狭，指尖轻点，一道冰晶阵纹便悄无声息地缠上林浩的脚踝。哎呦！林浩一个踉跄，只觉得脚上传来刺骨寒意。他运起罡气，5色流光一闪，这才震碎脚上的冰晶。师姐，你干嘛？他哭笑不得地揉着发麻的脚踝。苏妙琴俏皮地眨眨眼，我这是在帮你练习应变。见林浩体表的5色罡气比之前凝实了不少，他眼中闪过一抹赞许。你这罡气道是进步神速，来，让我试试他的防御力。说罢，他随手拧出一枚冰锥，轻轻投向林浩。冰锥触到5色罡气，竟如泥牛入海，瞬间消融。不错嘛！苏妙琴满意地点头，这防御力怕是堪比筑基中期了。林浩闻言得意地挑了挑眉，那是自然，等我将这小5行混元镜炼至大成，5行轮转，灵力生生不息，到时候看你得意的。苏妙琴轻笑着，伸出剑指点了点他的额头，语气转认真。不过切记莫老的嘱咐，莫要只重杀伐，忘了根本。知道了。林浩顺势握住他的手，咧嘴一笑，有师姐在身边提点，我想忘也不敢忘啊。可那股初长力量的兴奋感依旧在他心头跃动，一个大胆的念头骤然涌现，既然功法能在经脉中统合5行，形成罡气，那我为何不能更进一步，直接在气海内将5种真元融为一体？
此念一生，便再难安娜。他当即深吸一口气，将神识沉入气海，望着那5片泾渭分明的真元，他依照运转罡气时的感悟，小心翼翼地引导他们向中心汇聚。起初5色真元在他强力约束下，勉强触碰到了一起，可就在他试图催动功法，令其循环相生时，轰！一股远超之前的狂暴排斥力猛然炸开，5色真元非但未能融合，反似被激怒的凶兽，瞬间失衡，在他气海内横冲直撞。林浩只觉得丹田如被撕裂，喉头一甜，嘴角溢出一缕鲜血，眼前阵阵发黑。浩！苏妙琴急忙扶住他，掌心贴在他后背，渡入一道温和的玄阴灵力。你怎么了？林浩缓过一口气，苦笑着将方才的常识道出。胡闹！苏妙琴蹙起秀眉，语气带着后怕与责备。这小5行混元镜只是外放的攻防功法，你怎能用来融合自身道基真元？这般莽撞，若伤及根基如何是好？他指尖轻轻点了一下他的额头，叹道：你啊，是不是忘了莫老的话？小5行混元镜并非你的路，但可由此开始。林浩眨眼，有点诧异，莫老这话不是夸我乃非池中之物，合欢宗将来管不住我的意思吗？苏妙琴闻言一愣，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一时竟不知该气还是该笑，只觉额角似有青筋隐隐跳动。林浩见他这般神色，心里顿时了然，不由微微一叹，看来要想让气海里的5种真元真正融合，就凭现在这下品灵根，怕是门儿都没有，怎么也得把灵根提升到中品，才敢再次尝试。嘿嘿，得再增加2个道侣才行。修炼室内，林浩将5色罡气运转完一个大周天，却见苏妙琴忽然蹙起秀眉，周身灵力波动变得紊乱。师姐，你怎么了？他关切地凑近。苏妙琴缓缓睁开眼，眸中难掩惊异。奇怪，我体内的玄阴真水竟自行运转，中品灵根4有异动，仿佛要晋升上品灵根了。当真？林浩喜出望外，这可是天大的好事。苏妙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神色既喜且忧。只是这变故来得突然，我需立即闭关稳固境界，不知何时才能出关。林浩闻言，脸上喜色顿时褪去，不舍得揽住他的腰肢。这才相距几日，师姐又要闭关。苏妙琴轻抚他的脸颊，柔声安慰：修仙路长，何必在意这朝夕相处？你且好生修炼，莫要懈怠。我知道。林浩将脸埋在他颈间，闷声道：就是舍不得师姐。2人相拥片刻，苏妙琴轻轻推开他，再耽搁下去，怕是要错过最佳时机了。目送苏妙琴步入境室，石门缓缓闭合，林浩深吸一口气，转身继续修炼。他一遍遍运转小5行混元镜，5色罡气在体表流转不息。拳风呼啸间，想起那侮辱过他人设的无赖大礼包。系统既然给出这样的能力，想必另有玄机。他凝视着拳头上流转的罡气，眼中闪过期待。待我修为精进，定要看看这王八拳究竟藏着什么奥秘。修炼室内，少年身影如松，拳刚如龙。夜色渐深，林浩结束了一天的苦修，只觉洞府内空荡荡的，让人百无聊赖。哎，师姐这一闭关，连个拌嘴的人都没有。他伸了个懒腰，忽然眼睛一亮。对了，师尊不是说有私人赏赐？想起沈如那曼妙身姿和妩媚的笑意，心头一热。此事不去，更待何时？当即整理好衣袍，朝千幻峰而去。沈如的洞府外静止微起，似乎已料到他会来。林浩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只见师尊正端坐在寒玉榻上，周身冰蓝色灵力流转，整个人仿佛笼罩在一层薄雾中，更添几分神秘美感。师尊这是在修炼？林浩暗自嘀咕，正要退出去等候，却忽然感觉后背一凉。浩儿小心！沈如的惊呼声未落，一道黑影已经撕裂静止，如鬼魅般直奔林浩后心，速度快得止于一道残影。金丹后期的威压顷刻间笼罩了整个洞府，让林浩连手指都动弹不得。什么人？沈如强行收弓，飞身挡在林浩面前，袖中飞出一道冰凌，与黑影狠狠撞在一起。轰然巨响中，林浩终于看清来人，一身紧身黑衣，脸上附着银纹面具，只露出一双深不见底的眼睛。黑衣人侧身避开冰凌，面具下传来沙哑低笑：久闻合欢宗千幻仙子，风姿绝世，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他话锋一转，目光刺向林浩：小子，你身上那块影字令牌，不是你能拥有的。沈如发出一声慵懒的媚笑，嗓音里像带着钩子：呵呵，影哥何时新强闯女子洞府，欺负小辈了？欺负？黑衣人嗤笑一声：区区一个流云府的中行宗门，还不配让我影哥放在眼里。说话间，他身形再次闪动，直取林浩。沈如将林浩往身后带了带，红唇微勾：想要我徒儿的东西，也得先问过我，同不同意呢？他唇边的媚意更深，眼底却掠过一丝凌厉。他玉手优雅地舒展开来，娇喝道：千幻迷踪！千幻法术随之层层展开，洞府内顿时幻象丛生。黑衣人眼中兴趣更增，身形在重重幻影中飘忽不定。两人转眼间已交手10余回合，凌厉碰撞之声响彻洞府。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沈如突然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缕鲜红的血丝，凌厉变得紊乱不堪，幻象也随之波动模糊。咦？黑衣人发出一声轻疑，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想不到在这青州边陲之地，
竟能遇见传说中的冰皇灵体。他目光如炬，瞬间看破了虚实。不对，你的灵体有缺，本源不稳，看来是强行终止修炼，遭了反噬。此言一出，沈如娇躯微微一颤，显然被说中了秘密，心神为之震动，招式间的破绽更为明显。黑衣人攻势更紧，一道幽暗指锋直取沈如。沈如因灵体反噬，气息不畅，眼看就要被击中。师尊，林浩看出不对，也顾不得修为差距，他瞅准黑衣人分神的刹那，深吸一口气，噗，一道凝练的白光自他口中激射而出，直袭对方面门。黑衣人见白光一闪，下意识紧闭双眼，电光石火间，林浩将混元罡气凝聚在拳头上，一记王八拳结结实实地轰在对方面门上。砰！纯阳诀加强以后的肉身，再加上混元罡气，竟然让黑衣人稍稍破防。黑衣人踉跄着后退2步，面具上出现细微裂痕。他摸了摸脸颊，不可思议道：“小子，你很有趣。”沈如强忍体内翻涌的寒气，手中多出一柄粉色流光的长剑，他凝其所剩灵力，挥剑斩出，正是他尚未完全掌握的破云剑诀第6式破云惊鸿。剑气如长虹贯出，越过之处双节冰凝，带着一股决绝的锐意，直斩黑衣人面门。黑衣人眼神一凝，不敢应接，身形化作一缕黑烟，向后飘退。他立于洞府边缘，忽然轻笑一声：“小子，不必如此紧张，我并无恶意，只为你身上那块影自立而来。”他的目光深邃，今日你的表现倒让我有些意外，看来你暂时拥有保管他的资格。记住，我们还会再见的。话音未落，黑衣人已经消散在黑夜中。强敌退去，沈如身子一软，便向地面倒去，一股刺骨寒意自他体内弥漫开来，四周石壁顷刻凝上白霜。师尊，林浩抢步上前，将他接入怀中。只见沈如已然昏厥，触手之处尽是冰凉。他心下一紧，赶忙将他抱到一旁的寒玉榻上，自己侧身坐下，将他柔软的娇躯整个拥在怀里。沈如的身子柔软，却冰凉刺骨。他立刻运转纯阳诀，一股暖流自丹田升起，周身渐渐透出温热。他小心翼翼地将他冰凉的娇躯拥紧，让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冰寒的肌骨。沈如无意识地轻哼一声，冰凉的身子本能地朝他温暖的胸膛贴近。过了好一会儿，他睫毛颤了颤，缓缓睁眼，嘴唇仍泛着青紫，浑身止不住的轻颤。浩儿，他声音微弱，为失灵体反噬。他缓了口气，才继续道：“需要更多至阳之气。”林浩一怔，看向他苍白却绝美的脸：“师尊，得罪了。”说罢，他俯身轻轻吻住那2片冰凉的唇。沈如喉间溢出一声轻呜，眼睫颤动，本能地开始汲取那温暖的纯阳之气。良久，唇分。沈如缓缓睁开眼，脸上总算有了一丝血色，但身子依旧冰凉。他抬手，指尖轻抚过林浩的脸颊，眸中水光潋滟，带着几分虚弱。傻孩子，他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迷离，单是这般可化不开这寒毒呢。沈如玉臂轻抬，环住林浩的脖颈，吐气如兰，不必拘谨，随本心而行便是。林浩见他眸光迷离，那任君采撷的娇媚模样，只觉心底热流翻涌，再难自持。他再次吻住她的唇，这一次吻得深而绵长，指尖轻巧地拂过她腰间丝绦，那层绛紫纱衣随之滑落。沈如轻轻闭上眼，双手温柔环上他的脖颈，与曲与求地回应着。墙上2道相微的影子缓缓贴近，最终交融在一处，再无分彼此。此处细节自行想象。不知过了多久，室内激荡的灵光与炽热渐趋平缓，化作一片温存宁静的暖融。沈如软软地偎在他怀中，呼吸清浅。林浩则清晰感受到一股精纯的阴柔原力绵绵不绝地反馈而来，这股力量如春溪汇海，沿着经脉逆流而上，最终在他气海中轰然化开。气海内原本已接近饱和的5色灵力，在这股精纯外力的温和推动下，瞬间加速了液化进程，灵力如云御风，迅速凝结成雨，酣畅淋漓地落入浩瀚的气海之中。这是林浩心头一震，立刻收敛心神，引导着澎湃的新生力量。修为的屏障如水到渠成般松动，筑基4层后期轻松突破。待一切平息，他内是气海，原本的气态灵力已化作5片泾渭分明的液态真元，占据了气海近1/3的空间，波光潋滟，奔涌不息。不知过了多久，洞府内灵力渐趋平和。沈如慵懒地伏在林浩胸前，青丝散落如瀑。林浩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难以置信地开口：“师尊，你……”沈如脸上潮红未退，眼波流转间媚意横生。他佯怒地瞪大眼睛：“怎么，你小子这副表情，是以为为师是那残花败柳？”他轻哼一声：“我冰皇灵体的处子元婴，可不会比妙琴那丫头的纯阴之体差，你可还满意？”林浩先是一怔，随即咧嘴嬉笑：“哪能啊，弟子这是高兴坏了，修为连破3层，简直像在做梦。”沈如伸出玉指，轻点他额头，嗔怪道：“我还不知道你占了便宜还卖乖。”他感受着体内久违的舒畅，语气慵懒：“这元婴在我体内积蓄100年，今日倒是便宜了你这小混蛋。”定，恭喜宿主与沈如结为道侣，检测到沈如体质，奖励冰皇诀地级上品，修炼至大成，可获冰皇圣体，有几率激活冰皇血脉。修为筑基期4层初期，灵根下品，
五行灵根，晋升中品需拥有3位道侣，2/3。当前道侣：苏妙琴，好感度85；沈如，好感度65。当前情缘：慕云瑶，好感度5；叶灵，好感度40。林浩心头一喜，距离中品灵根只差1位道侣了，发什么呆呢？沈如见他眼神飘忽，忍不住轻掐他手臂。林浩回过神来，他顺势握住他的柔仪，咧嘴一笑，嘿嘿，我在想，能得师尊垂青，是弟子几世修来的福分。沈如轻哼一声，眼波流转间风情万种。他正要说什么，忽然神色微动，察觉到自己的修为竟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看来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浩一眼，你这纯阳之气比我想象的还要特别呢，师尊体内的寒毒可都消除了？林浩关切地问。沈如轻轻摇头，眉间掠过一丝忧色，这是灵体本源有缺，你的纯阳之气只能暂时压制，治标不治本。林浩想起系统奖励，从系统空间取出那枚冰蓝色玉简，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师尊可认得此物？这是我偶然所得，与纯阳诀一同发现的。沈如接过玉简，神识沉入其中，娇躯微微一震。这是冰皇诀。他美眸中绽放出惊喜的光芒，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他激动地握住林浩的手，声音带着几分颤抖。修炼此诀不仅能补全为时残缺的冰皇灵体，修炼至大成更能升级为冰皇圣体，甚至可能激活一丝上古冰皇血脉。说到动情处，他眼波温柔似水，纤纤玉指轻轻抚过林浩的脸颊。看来选择你真是天定的缘分。话音未落，他已主动吻上林浩的唇，带着满腔的欣喜与柔情。这次他在他耳边呵气如兰，让为师好好谢谢你。他指尖轻轻划过他的胸膛，林浩只觉温香软玉在怀，情不自禁地吻上他的唇。沈如主动加深了这个吻，不同于先前的温柔，多了几分难掩的热情。青丝在枕间交织，他在他唇畔轻轻喘息，声音带着几分迷离。今夜不必把我当师尊。这句话如同点燃了最后一道禁忌。林浩不再犹豫，将他拥得更紧，反客为主地加深了这个吻。墙上2道身影缓缓贴近，烛光摇曳间，罗帐轻轻落下，掩去一世旖旎。此处细节自行想象。良久，云雨渐歇，冰蓝灵力与纯阳之气以真挚水乳交融的完美循环，在两人经脉间缓缓平息，留下澎湃的灵韵与稳固提升的根基。沈如慵懒地伏在林浩胸前，娇躯微颤，发髻微散，眼尾还带着未退的动人红晕。想不到你这小混蛋，倒真是为师的福星。他抬眸看他，眼中带着难得的温柔。这冰皇诀对我而言，比什么天才地宝都要珍贵。林浩搂着他纤细的腰肢，得意地挑眉。那师尊打算怎么谢我？沈如妩媚一笑，轻戳他的额头。贪得无厌的小家伙。他感受着体内流转的冰皇灵力，忽然正色道：待我修成此法，或许你我真能携手探寻大道。话音未落，他眼波已化作一汪春水，雪白藕臂已环住他的脖颈。林浩只觉幽香扑面，整个人已被他带倒在云锦罗帐之间。是夜，罗帐之内春潮暗涌，细碎的娇吟与低喘交织，伴随着轻笑，宛若诱人沉沦的魔咒，将一世空气都灼得滚烫。如此反复，直至日上三竿。洞府外，暖阳高照，一缕明亮的日光透过镜纸，静静映在相拥而眠的两人身上，为这番旖旎光景添了几分温馨。林浩缓缓睁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筑基4层的境界已彻底稳固。身侧传来一声慵懒的轻笑：小混蛋，昨夜倒是让你得偿所愿了。林浩转头见沈如正支着额角看他，青丝散落枕间，眼波流转间尽是风情。他咧嘴一笑，伸手将他揽入怀中。明明是师尊先主动的，得了便宜还卖乖。沈如轻戳他额头，眼尾还带着未退的媚意。二人说笑间起身更衣。沈如坐在镜前梳理长发，忽然想起什么，轻轻戳他胸口。上次不知是谁说要给师尊梳头，就像弟弟伺候姐姐那样。他红唇微勾，现在机会来了。林浩嘻嘻一笑，毫不害羞地接过玉梳。弟子这就伺候姐梳妆。他故意将姐姐2字拖得老长，油嘴滑舌。沈如轻嗔，眼波却漾开笑意。他执起玉梳，仔细为他梳理长发。镜中映出两人身影，沈如舒服地眯起眼，像只慵懒的猫。沈如美眸微亮，感受着体内气机的变化，指尖轻轻划过林浩的脸颊。说起来，你的纯阳之气当真神奇。他眼波流转间带着几分惊喜，困扰为师多年的瓶颈竟真有松动的迹象。林浩闻言眉头一挑，嘴角勾起痞笑，嘿嘿，那师尊是不是该好好奖励弟子？你这小混蛋真是贪心呢。沈如先只轻点他额头，眼尾漾开妩媚笑意。正好为师近日要参悟冰皇诀。他故意收住话头，美眸含着戏谑，欣赏着林浩垮下的脸色，直到他快要忍不住时，才慢悠悠凑近他耳畔。白日里误参冰皇诀，夜里你便来助为师双修吧。林浩垮下的脸色瞬间明亮，手臂顺势环上沈如的腰，将她往怀里一带，凑近她耳畔嬉笑道：师尊这关子卖的，难不成是馋弟子的纯阳之气了？沈如被他搂得身子微轻，没好气地睨了他一眼，唇角却弯起一抹妩媚的弧度。说来惭愧，为师守身如玉上100年，向来对这双修法门不屑一顾。他伸出玉指，没好气地戳了戳他的额头。这次
倒是便宜你这小混蛋了，嘿嘿。林浩搂紧了他，得意地凑近他耳边，弟子定当，鞠躬尽瘁。沈如耳尖微红，嗔怪地拍开他不安分的手，没个正形。一炷香后，沈如已穿戴整齐，粉色流云裙衬得她肤光胜雪，发髻间玉簪松松挽起，几缕青丝垂落颈侧，更添几分柔媚。他取出一枚冰晶令牌，转身看向林浩，眸中神色有些复杂。为师灵体有缺，如今借这冰皇诀，正可补全。他缓步走近，将令牌轻轻按进他掌心。这段时日，为师不便妄动真气。林浩眼神认真了几分，明白了。这段时日，封内诸事，还有师尊的安危，自有弟子担着。这是千幻峰的库房令牌，他指尖在他掌心轻轻一划，若遇麻烦，可调动我千幻峰所有势力。林浩把玩着令牌，咧嘴笑了：“师尊，您这是把家底都托付给弟子了？”少贫嘴。沈如言尾扬开笑意，朝他轻轻摆了摆手，动作间带起一缕幽香。去吧，晚间再过来。他语气里带着若有似无的暗示。转身时，裙摆划过一道柔软的弧线，从沈如的洞府出来。旭日灿烂，千幻峰的练功场上，数十名弟子正在练功。见林浩从师尊洞府走出，众人先是一愣，随即露出惊讶、好奇，甚至艳羡的神色，却都恭敬的齐声道：“林师兄早。”林浩含笑点头。当感知到他筑基4层的修为时，众人皆是一愣。林师兄，你这修为？一个弟子掰着手指，满脸不可思议。昨日宗门赏赐大会时，才筑基1层啊！林浩竖起食指抵在唇边，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众人的目光在他和师尊洞府间来回移动，顿时露出暧昧神色，嘿嘿低笑起来。大家好生修炼。林浩朗声一笑，正要离开，却被2个清脆的声音喊住：“林师兄！”只见柳烟与婉婷快步走来。柳烟身着玫红长裙，身姿曼妙，饱满的胸脯呼之欲出。婉婷穿着粉色衣裙，娇俏可人。2人均已达到炼气9层境界。恭喜林师兄荣升核心弟子！婉婷开心的拍手，还一举突破到筑基中期，太厉害了！柳烟妩媚一笑，贴近一步，看来昨夜师兄收获不小呢。林浩心情大好，从系统空间取出剩余的聚气丹和培元丹，分成2份塞给他们。这些丹药应该能助你们顺利筑基。哇，谢谢林师兄！婉婷开心的直跳，柳烟更是眼波流转，踮脚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声音带着几分娇嗔：“师兄对我们这么好，燕儿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才好呢。”柔软的触感伴着淡淡香气袭来，林浩心头一荡，眼前顿时浮现出诸多旖旎幻象，竟是些与师尊师姐颠倒鸾凤的荒唐景象。在他即将沉沦之际，混沌无相诀自行运转，一股清凉之意流遍全身，瞬间清醒过来。林浩无奈的摇摇头，顺势揽住柳烟纤细的腰肢，轻轻捏了捏她的脸颊：“你这丫头，媚术倒是越发精进了，连师兄都敢戏弄。”柳烟也不挣脱，反而顺势依偎在他怀中，眼唇轻笑。他眼波流转间，媚意横生，纤纤玉指在他胸前画着圈。人家只是想试试师兄的定力吗？他挑眉一笑，指尖轻抚过他的下巴：“哦，那是出来了吗？师兄深不可测。”柳烟红唇微起，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畔：“在这里，燕儿可是不出深浅呢。”这般亲昵姿态引得周围弟子们纷纷侧目，几个年轻弟子更是看得面红耳赤，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感受四周火热的视线，林浩无奈摇了摇头：“你这丫头。”他轻笑着在他腰间轻轻一拍：“好了，师尊近日要参悟功法，你们好生护法。”知道了。柳烟被弄得耳根微热，不情不愿地直起身，红唇微嘟：“师兄真是不解风情，让人家好生伤心呢。”他掀指轻脚衣袖，眼波却仍粘在他身上，那委屈的模样，任谁看了都要心软。“浩哥放心，我们一定好生护法。”婉婷俏生生的开口，称呼已在不知不觉间改变。林浩满意点头，信步走向流云峰。路上，他心里七上八下的琢磨着该怎么跟师姐提师尊这档子事。走到居所，见进室石门依旧紧闭，门上静置光华流转，显然苏妙琴还在闭关。他松了口气，可随即又涌起几分牵挂。师姐这次闭关不知还要多久？他轻叹一声，想起筑基前期尚未能完全辟谷，便转身往宗门贡献堂走去。他用部分贡献点换足了辟谷丹，仔细放在进室门口。剩下的贡献点换了一本基础的御剑术，其他则全部换了适用筑基期的凝真丹与聚元丹。做完这些，他一时闲了下来，想起胖球他们，便信步朝内门弟子居所走去。“老大，您可算来了。”胖球一见他便眉开眼笑，麻利地捧出一个储物袋：“上次那些东西都出手了，一共5300灵石，您点点。”林浩神识一扫，满意地点头：“5000下品灵石都相当于一个普通筑基修士全部身家了。”他随手取出500灵石，塞回胖球怀里，拿去给兄弟们分分，修炼别落下。胖球顿时眼眶发红，声音都哽咽了：“老大，这也太多了，少来这套。”林浩笑骂着捶了他一拳：“说，现在修炼到哪儿了？托老大的福，我们都到炼气中期了。”胖球抹了把眼睛，挺起胸膛：“有了这些资源，估计很快就能冲击后期。”林浩欣慰地点头：“你们虽然都是下品灵根，修炼损耗大，但是不用担心资源，等我实力更强了，资源只会越来越多。现在最重要的是夯实基础，为筑基做准备。”老大放心。胖球重点头：“
我们一定不给您丢脸。他搓了搓手，有些忐忑地开口：“老大，有件事想和您商量一下。”“什么事？”林浩挑眉：“大老爷们怎么扭扭捏捏的？我想用您给的500灵石，在宗门山脚下的方式开个小铺子。”胖球小心翼翼地说。林浩眼睛一亮：“好主意啊！”随即又关切地问：“不过安全上有没有问题？”“就在咱们宗门山脚下，我现在也是千幻峰的内门弟子，没人敢打咱们主意。”胖球拍着胸脯保证。林浩闻言，当即又取出3000灵石。“既然如此，你放手去干。”胖球惊得瞪大眼睛：“这也太多了，万一……没有万一。”林浩拍拍他的肩膀，语气坚定：“想到什么就去干。浩哥相信你，就算赔了，我也会再抢。”他说到一半突然卡住，嘿嘿一笑，摸了摸鼻子：“可，老毛病又犯了。我是说，再赚回来。”胖球眼眶微红，郑重地收起灵石：“老大放心，有了这笔灵石，我的把握就更大了。店铺就挂在您名下，您占80%，这些小事你看着办就好。”林浩摆摆手，转身离去。回到洞府，林浩兴致勃勃地取出那本御剑术，又拿出那柄打劫来的中品法器宝剑。他依照法诀将灵力注入剑身，摇摇晃晃地升到半空。宝剑震颤不止，忽左忽右，活像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稳住，给老子稳住！”林浩咬牙切齿地维持平衡，谁知一阵山风掠过，剑身猛地倾斜，扑通一声，整个人栽进了洞府后的水潭里。呸！林浩从水中冒出头，气得直瞪眼。什么破飞剑？他不服气的又试了几次，结果不是撞上山壁，就是跌进草丛。最狼狈的一次，他整个人挂在树杈上。不练了！林浩恼火地收起宝剑，泄气地坐在青石上。这劳什子御剑术简直是在折磨人。望着空荡荡的洞府，不禁撇了撇嘴，若是师姐和师尊在，定能指点我一二。正生着闷气，忽然灵光一闪，从系统空间取出了那个的5行葫芦。葫芦入手温润，表面流转着5色光华，既然是先天灵宝，总该有点用处吧。他试探着将一丝灵力注入其中，葫芦轻轻一震，随即悬浮起来，散发出柔和的光晕。林浩心念微动，葫芦便稳稳停在他脚下。他小心翼翼地踩上去，葫芦纹丝不动，仿佛天生就是用来载人的。起！林浩心念在动，葫芦应声而起，载着他平稳地升到空中。他试着在空中转了个圈，葫芦如臂使指，比那柄破剑不知顺手多少倍，这才像话。林浩大喜，催动葫芦在云间穿梭，5色流光划破长空，葫芦速度快得惊人，却始终平稳。哈哈，不愧是先天灵宝！林浩长笑一声，驾驭着葫芦在千幻峰上空划出一道又一道绚丽的彩虹。5行葫芦不仅飞行平稳，速度极快，更妙的是消耗的灵力更少，仿佛这件灵宝天生就懂得如何节约力气。早知道这么方便，当初何必受那御剑术的罪？林浩站在葫芦上，悠闲地俯瞰着脚下云海，5色流光在葫芦周身流转，在阳光下实在太过惹眼。他心念微动，将一丝混元罡气渡入葫芦，葫芦轻轻一震，周身光华渐渐内敛，呼吸之间便从流光溢彩的灵宝化作了一个古朴无华的灰色葫芦，看上去甚至比寻常葫芦还破旧。这才对吗？林浩满意地拍了拍葫芦，继续御空而行。任谁看见都只会以为是基础的飞行法器，绝不会想到是件先天灵宝。他负手立于葫芦之上，衣袂在云端随风轻扬，嘴角噙着一抹笑意。嘿嘿，扮猪吃虎才是正理。直到晚上，林浩嘿嘿一笑，驾着葫芦便往千幻峰方向飞去。夜色下的千幻峰静谧幽深，唯有师尊洞府外的静止流淌着微光。林浩轻车熟路地落下，静止如水波般自动分开一道缝隙。洞府内暖玉生辉，沈如倚着月色软纱长裙，青丝如瀑垂落，正斜倚在玉榻上翻阅一枚玉简。听到脚步声，他抬眸望来，眼波在氤氲灵气中宛如深潭。小混蛋，这么快就来了？他放下玉简，唇角漾开一丝笑意。师尊有令，弟子岂敢怠慢。林浩笑嘻嘻地走近，很自然地挨着他边坐下。师尊，今夜如何助您修行？沈如伸出仙指，轻轻点在他丹田位置，一缕冰凉沁人的神念探入，闭目凝神运转纯阳诀，将灵力集中于门。话未说完，林浩已低头吻住那2片柔软的唇。弟子觉得，他辗转间含糊低语，这样度气更直接些。沈如从喉间溢出一声轻笑，双臂如水草般环上他脖颈，纱衣委地，暖玉升温。洞府内的灵气开始缓缓旋动，仿佛被无形之力牵引，形成一个柔和的漩涡，将卧榻温柔笼罩。林浩周身泛起淡金微光，纯阳之气如暖流奔腾，沈如则笼着一层冰蓝雾霭，冰系灵力清凉流转，两人气息逐渐交融，金蓝光芒纠缠攀升。卧榻上方隐隐显出一对鸳鸯光影，翩然环绕，发出清越共鸣。那对光影翩然舞动，洒落蒙蒙清辉，将榻上2道相拥的朦胧身影彻底笼罩。灵气氤氲如雾，唯有细碎的轻哼与交织的喘息自那光影与雾气深处隐隐传来。清辉雾霭笼罩，其中玄妙已不可察。不知过了多久，那氤氲的灵气雾霭与鸳鸯清辉骤然向内一收。沈如周身骤然蓝光大盛，眉心隐隐浮现一道冰黄虚影，轻笑一声，又缓缓敛入体内。他困顿已久的瓶颈，在这水乳交融的纯阳灌注下，终于轰然碎裂。
气息陡然攀升，直抵金丹4层。他满足的喟叹一声，眼睫轻颤着睁开，眸中水光潋滟。师尊突破了。沈如懒懒应着，指尖抚过他汗湿的鬓角，语带嗔怪：“你这小混蛋，倒是会借机逞凶。弟子分明在恪尽职守，助师尊修行。”林浩喊冤，却将他搂得更紧。沈如轻笑，只将脸埋入他颈窝。洞府内光影间歇，唯余一世暖融春意，与两人尚未平息的交错心跳。接下来的日子，林浩沉入修炼，混沌无相诀牵引着天地灵气，纯阳诀淬炼着肉身气血，小五行混元镜则让五色罡气愈发凝实。偶尔起身练几趟王八拳，倒也充实。累了就骑着那个灰扑扑的葫芦，在合欢宗各个山头乱窜，总是引来一阵鸡飞狗跳，或者笑骂追打。天杀的，又是林师兄，这混蛋又来了！林浩哈哈一笑，葫芦在空中划出一道刁钻的弧线，溜之大吉。而每当夜色笼罩千幻峰，林浩的修行便转入另一番境地。沈如总是斜倚在玉榻上，一袭冰丝睡袍，紧松系着襟口，露出如玉的肌肤与精致的锁骨。他走近，手掌自然地落在他腰间薄纱之上，他轻声回应，环住他脖颈，将脸贴近他肩头，双唇相触，罗帐垂落，拢住一榻馨香。轻纱摇曳，似水波荡漾，掩去内里渐生的温度与交织的气息。冰蓝灵力与纯阳之气水乳交融，循环往复。他冰皇灵体的隐患，在这般毫无保留的交汇中被一丝丝化去，而那反馈回来的精纯寒源，也反复淬炼着林浩的五色真元，使之越发磅礴凝实。如此往复，直至沈如耗尽最后一丝气力，软软偎在他胸前，呼吸清浅，眼眸半合，间流转着慵懒的光泽。这时他总会用那微腻的嗓音轻哼：“小混蛋。”林浩则会收紧手臂，带着笑意在他耳边低音：“好师尊。”这份极致的亲密与交付，成了林浩修行路上最令人心安的基石。修仙无岁月，转眼3个月已过。这日清晨，林浩来到洞府后的瀑布边，他赤裸着上身，肌肉线条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分明。纯阳诀运转间，周身泛起淡淡金芒，气血奔涌如汞，这正是将纯阳诀修炼至小成境界的体现。他深吸一口气，对着1块丈许高的青石一拳轰出，轰！拳风过处，青石应声而碎，化作齑粉，随风飘散。这一拳未动用丝毫灵力，全凭肉身力量。这肉身强度，怕是已堪比下品法器了。林浩心中暗忖，他满意地点头，随即运转小五行混元镜，五色罡气透体而出，在周身形成一道流光溢彩的护体罡罩。瀑布冲击而下，却在触及罡气的瞬间，被一股柔韧的力量尽数卸开，水花四溅，难进他身周3尺。这是混元罡气已经达到小成之境了。就在罡气稳固的刹那，他福至心灵，对五行之力的运转有了更深领悟。定检测到宿主领悟混元武行之妙用，技能自动升级。灵气波五行罡气波，王八拳混元五行拳。林浩心头一喜，张口一吐，一道凝练的五色流光应声而出，威力与速度远胜从前，轰在瀑布后的岩壁上，竟留下一个浅坑。他随即起身，对着身旁1块千斤巨石随意一拳挥出，拳风之中五行轮转，五色罡气流转，轰！巨石应声而碎，化作漫天齑粉。好，哈哈！林浩感受着这一拳之威，嘴角咧开，笑得畅快无比。这下总算有正经的攻击手段了。他凝神内视，只见丹田气海内液态真元已占据2/3空间，波涛汹涌。经过与师尊3个月的双修，修为赫然已突破至筑基6层后期。然而那5种真元依旧泾渭分明，在金、青、蓝、赤、褐5色间流转，始终找不到融合的契机。看来还是要等灵根晋升了。他轻叹一声，收功而立。就在此时，一道兽靴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瀑布旁。只见兽猴躬身，压低声音道：“老大，刚得到消息，玄天剑宗的赏剑大会明日举行。”林浩挑眉，宗门收到邀请了？正是。兽猴点头，带队的是李长老，带着秦玉和几位筑基后期的师兄。不过他迟疑片刻，李长老那边故意没通知咱们千幻峰。林浩冷笑一声，老头子消息挺灵通啊，知道师尊修炼正到关键时候，就迫不及待跳出来了。其他长老看在师姐掌控秘境的份上，都把那边的小动作给压下去了。兽猴补充道：“老大，您看无妨，该师尊修复了冰皇灵体。”李长老一脉蹦跶不起来。林浩摆摆手，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对了，胖子那边怎么样了？说到这个，兽猴顿时眉飞色舞。胖哥的店铺红火着呢，有您那笔启动资金，才2个月就回本了，现在天天属灵，实属到手软。林浩闻言，眼睛一亮，这小子倒是快做生意的料。胖哥让我转告您。兽猴笑道：“账本都记着呢，80%利润都给您留着。”他倒是有心了，不过你告诉胖子，先把生意做大做强，我临时够花，该继续增加投资就增加。林浩拍拍兽猴的肩膀，明日我独自前往赏剑大会，你们务必守护好苏师姐。兽猴郑重点头，眼神锐利，明白。老大放心前去，峰上与苏师姐这边，我们绝不会出半点岔子。望着兽猴离去的身影，林浩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既然你李长老不仁，就休怪我不按常理出牌了。这次赏剑大会，给你们看看我是如何搅动风云的。他先回了趟洞府，
见进士石门依旧紧闭，门前摆放的辟谷丹却已少了大半，心中稍安。转到来到师尊洞府前，只见婉婷正端坐在禁制外护法。林浩眼中闪过一丝欣慰，感受到他身上筑基一层的灵力波动，林浩嘻嘻一笑：“哟，咱们婉婷丫头也筑基成功了，护法辛苦了，需要什么奖励啊？”婉婷闻声抬头，俏脸微红：“林师兄客气了，替师尊护法是我们分内之事。”他轻声细语：“还要多谢林师兄的丹药，我和柳烟师姐都顺利筑基了。”林浩见他羞怯的模样，忍不住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以前还是叫浩哥，怎么又改口了，叫林师兄了？浩哥。婉婷声如文瑞，耳根更红了几分，这才对嘛。林浩眼中闪过促狭的笑意，说起来，咱们合欢宗以鸳鸯同心诀闻名，不知你和柳烟师妹可曾寻到心仪的双修道侣？婉婷闻言，脸顿时红得像熟透的桃子，连脖梗都染上绯色。她慌乱地摇头，声音细若游丝：“不曾。”哦，林浩挑眉，以二位师妹的资质容貌，莫非是眼光太高了？不是的。婉婷急急抬头，对上林浩那含笑的眸子，又慌忙低下：“是还没有遇到值得托付的人。”少女羞得连脖梗都泛起粉色，绞着衣袖说不出话来。看着她这副模样，林浩朗声一笑：“好了，不逗你了。”他取出师尊给的库房令牌：“我去库房看看。”望着林浩远去的背影，婉婷轻轻拍了拍发烫的脸颊，唇角却不自觉扬起一抹甜甜的弧度。执手弟子验过令牌后，恭敬地打开禁制，踏入库房的瞬间，林浩不禁眼前一亮。这处洞天远比想象中宽敞，数十个玉架整齐排列，分门别类陈列着各类珍宝。东侧架子上数十件灵光流转的法器静静悬浮，最显眼的是一柄冰晶长剑，剑身影有凤纹，散发着凛冽寒意。西侧则堆满了各色材料，有装在玉盒里的千年冰魄，有封在符箓中的地心火晶，更有一整架标注着年份的灵药。南面墙上挂着3件防御法衣，一件流云锦衣灵气逼人，一套玄铁重甲寒光凛凛，还有件看似朴素的青色道袍，却隐隐散发着空间波动。北面几个玉柜里码放着上千枚中品灵石，旁边还有几个锦盒，装着数枚上品灵石。角落里堆着几十个玉瓶，培元丹、明真丹等常用丹药一应俱全。林浩目光继续扫过库房，定格在中央石台上的一个紫檀木盒上。他凑近细看，只见盒中静静躺着一枚冰晶令牌，上面刻着李月2字，旁边还压着一封泛黄的信笺。林浩略作思忖，目光在琳琅满目的宝物间流转，最终停在那件流云锦衣上。宝物再多也没有小命重要，他轻声自语，去下那件灵气逼人的锦衣，就拿这件防御锦袍吧，待时机合适再请教这些宝物的来历不迟，特别那刻着李月2字的令牌。林浩退出库房，看着手中流光内蕴的流云锦衣，唇角微扬，入手轻柔，防护之力隐而不发，正合他用。他转身又折向沈如的静室，室内沈如正斜倚在玉榻上，翻阅一枚玉简，听得动静抬眼望来。他眼波微转，放下玉简，唇角噙着一丝妩媚的笑意：“小混蛋，怎么天还没黑就过来了？嘿嘿，来跟师尊告别。”林浩晃了晃手中的锦衣，咧嘴一笑：“弟子打算去玄天剑宗的赏剑大会转转。”沈如美眸中闪过一丝了然，随即微微蹙眉：“李长老那边？”师尊放心。林浩走到榻边坐下，师姐掌控着秘境，其他长老心里有数，李长老翻不起大浪，弟子正好去瞧瞧热闹，顺便……他嘿嘿一笑，看看有没有便宜可占。沈如被他逗得唇角微弯，嗔了他一眼：“就你鬼精！”他顿了顿，眸中闪过一丝冰蓝微光：“说起来，你连日助我修炼，那冰皇诀与我灵体呼应，灵体竟有修复的迹象。”他看向林浩，眸光流转：“此为紧要关头，为师也需趁机闭关一段时日，细细体悟，或能一举修复灵体。”林浩闻言收起玩笑神色，正色道：“这是天大的好事，师尊定能如愿。”沈如点了点头，目光在他身上流转片刻，忽然咦了一声，先指伸出，隔空轻点向他丹田位置，一丝细微的神念如羽毛般拂过。你，他眼中漾开惊讶的笑意：“纯阳诀竟已小成了，这般静静。”林浩被他探得有些痒，抓住他那根作怪的手指，得意的挑眉：“嘿嘿，师尊才发现啊，弟子可是日夜苦修，不敢有一丝懈怠。小混蛋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沈如抽回手指，眼波却软了下来，带上一丝妩媚。他身子微微前倾，拉近了距离，吐气如兰：“既然小成了，那临走前便再借你的纯阳之气一用。此次闭关非同小可，须得更浑厚几分底蕴才好。”这话里的意思，两人心照不宣。林浩眼神倏地亮了，手臂已经环了上去，将他搂近。那再好不过，师尊有需，弟子自当竭力奉陪。他低头，精准地捕获那2片柔软的唇。沈如轻哼，环住他的脖颈。墙上2道光影慢慢重叠，直至合为一体。沙幔无风自动，灵气也仿佛被引动，泛起浅浅的涟漪。室内止于极轻的娇笑，混着急促的娇喘，溢散在交缠的呼吸里。此处细节自行想象。几个时辰后，待林浩渡完最后一股纯阳之气，沈如白皙的肌肤下透出醉人的绯色，眼尾染着红晕，眸中水光潋滟，气息圆融饱满，显然获益匪浅。他娇躯微颤，轻喘着，
靠在林浩肩头平复气息。林浩搂着怀中温软的身子，嗅着那一丝独特的暖香，低声笑道：“师尊这回底蕴可还够厚。”沈如睨了他一眼，那眼神似骄似嗔，伸手在他腰间不轻不重地拧了一下。贫嘴，他声音里还带着未退的沙哑，语气却软得像化开的蜜。去吧，凡事谨慎些。林浩握住他作乱的手，凑到唇边亲了亲。弟子晓得，师尊好生闭关，等我回来。他又眷恋地蹭了蹭他的发顶，这才起身，仔细为竟是落下静止。转身离开时，他步履轻快，唇角微扬，心情颇佳的信步下山，朝着房市的方向去了。半个时辰后，循着瘦猴告知的方位，远远便望见一间新开的店铺，黑底金字的招牌上龙飞凤舞的提着万宝阁3个大字，飞檐斗拱间透着精巧，透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虽门面不大，却自有一股沉稳大气的气质，在这喧嚣房市中独守一份清雅。刚靠近店门，他就察觉气氛不对，店外围着一群人，正指指点点，交头接耳的议论着。听说万宝阁卖假药了，前几日还夸他们诚信经营，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还好有人及时发现，不然咱们都要上当。这就是你们卖的血煞丹？一个满脸横肉的汉子将玉瓶重摔在柜台上，药力连正品的30%都不到。胖球依旧堆着笑脸，耐心解释道：“诸位道友，这确实是从青丹谷正规渠道进的货。”放屁！那汉子冷哼一声，环视四周围观的人众：“我兄弟3人前日在此购买的血煞丹，回去一试便知有问题。今日若不给个说法，休怪我们不客气。”他身后的2个同伙立即附和：“就是必须假一赔10，否则今日就砸了你这黑店。”铁柱气的双拳紧握，青筋暴起。林浩目光扫过那3个闹事者，又看了眼柜台上的丹药瓶，嘴角泛起一丝笑意。看来有人是存心要给他的万宝阁一个下马威。林浩缓步上前，拿起柜台上的玉瓶看了看：“几位说这是假药？你谁啊？”横肉汉子斜眼打量他，胖球连忙介绍：“这是我们东家。”那领头的汉子将林浩上下打量一番，见他穿着普通，当即冷笑：“正主总算出来了，你的店卖假药，今天必须给个说法。”林浩取过一枚血色丹药，在指间捻了捻，又凑近闻了闻，确实是血煞丹。他淡淡道：“但这成色确实有问题，药力至少流失了30%。”他转身看向胖球：“你确定这丹药是从咱们店里卖出去的？”胖球急得额头冒汗，千真万确，每颗丹药都经丹谷大师留下了独门印记。他指尖轻点，丹药上浮现一道细微的符文，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假冒。林浩若有所思地问道：“青丹谷会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吗？”按理来说应该不会。胖球摇了摇头：“我们已是他们的大客户，如此做得不偿失。”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林浩耳尖微动，捕捉到那汉子得意的心声：“一群杂鱼怎会识破我刻的锁灵符？”林浩嘴角又勾起那抹熟悉的痞笑：“既然证据确凿，我们认赔。”胖球急道：“浩哥！”林浩抬手制止，转而面向围观的街坊，朗声道：“各位都听见了，我万宝阁若是卖了假药，假一赔10。”他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看向那几个修士，但若是有人故意陷害，他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就得假一赔100，否则休怪我合欢宗以势压人。那汉子脸色一变，强撑着道：“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你就说敢不敢赌这一把？”林浩步步紧逼：“若是我们卖假药，赔你1000灵石；若是你们陷害，赔我1万灵石。敢还是不敢？”那汉子咬牙道：“有何不敢？”好！林浩朗声一笑，指尖突然凝聚5色罡气，轻轻点在丹药上，丹药表面顿时泛起奇异光晕，一道隐秘的符文缓缓浮现。这道锁灵符画得倒是精妙。林浩指尖轻挑，符文应声而碎，丹药顿时散发出浓郁药香。现在诸位可以看看，这成色可还是方才那般？围观众人纷纷惊叹，这药香分明是上品血煞丹。那3个修士脸色惨白，转身欲逃，却被铁柱和瘦猴拦住了去路。林浩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衣袖，嘴角挂着一抹轻笑：“1万灵石，各位是现在付清，还是等我请执法长老来主持公道？”那领头的汉子脸色铁青，突然一咬牙，狞笑道：“是又怎样？就凭你这筑基中期和这3个炼气期废物！”话音未落，他筑基8层的威压轰然爆发，一拳直取林浩面门，拳风凌厉，显然是想一击毙命。另外2个同伴也爆发出筑基5层的修为，契机锁定林浩，显然在为首领压阵。啧，这么着急送死？林浩不闪不避，反而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就在拳风集体的刹那，他漫不经心一张嘴，五行罡气波，一道凝练的5色流光自他口中喷出，直取领头汉子面门。那汉子只觉眼前光华流转，神识一阵恍惚。就这点本事？林浩轻笑一声，拳风上5色罡气流转，混元五行拳。看似随意的一拳，却暗合5行轮转之妙。金之锐利破开护体灵光，火之爆裂直透经脉，土之后重震碎脏腑。噗！领头汉子鲜血狂喷，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墙上，竟是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另外2个修士吓得魂飞魄散，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前辈饶命！前辈饶命！我们愿意赔钱。”林浩缓步上前，俯视着跌坐在地的3人，似笑非笑道：“现在可以好好谈谈这1万灵石的事了。”那领头汉子面如金纸，可着血默道：“我们拿不出这么多灵石，那就换个方式。”林浩蹲下身，眼中闪着狡黠的光，
告诉我是谁指使的，让幕后指使人来赎你们。三人面面相觑，最后那瘦小修士颤声道：“是百草阁的刘掌柜，他怕你们抢生意。”林浩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起身对围观众人拱手道：“今日之事已经水落石出，万宝阁做生意向来诚信为本，今后也会加强防伪手段，欢迎各位监督。”待人群散去，胖球凑过来低声道：“浩哥，就这么放过他们？”林浩看了眼瘫软在地的三人，唇角微扬，把他们扣下，让百草阁拿钱来赎人，至于价格就按刚才说的1万灵石来。瘦猴立即会意，利落的将三人捆作一团。胖球忍不住赞叹：“浩哥，你这招真是高！”既立了威，又给店铺打了招牌。林浩望向店外渐暗的天色，神色渐凝。不过经此一事，倒是提醒了我们，要想在房市立足，光靠做生意还不够。他眼中闪过一丝锐芒。是夜，万宝阁后院灯火通明。胖球清点着今日的进账，突然惊呼：“浩哥，咱们今天不但没赔，反而赚了！”原来经过白天那场风波，万宝阁声名大噪，不少修士慕名而来，营业额竟是平日的3倍有余。瘦猴匆匆从外头回来，压低声音道：“老大，查清楚了，百草阁在青州境内有上百家分店，势力算得上是大型势力。这家分店的掌柜是筑基后期修为，不过手下有好几个筑基巅峰修士。”林浩若有所思，百草阁既然用这种手段，想必不会善罢甘休。明日我启程去赏鉴大会，你们要多加小心。浩哥放心。胖球拍着胸脯：“我已经联系了几个相熟的护卫队，保管叫他们有来无回。”林浩摇头：“护卫队对付寻常修士还行，面对百草阁这等势力恐怕不够。”他沉吟片刻：“这里毕竟是我合欢宗地界，他们尚且不敢明着乱来，我这就回宗，请几位筑基后期的执事暗中看顾，你们照常经营，但切记莫要轻举妄动。”当夜，林浩返回千幻峰，以师尊给的库房令牌调遣了4位筑基后期的执事，为首的陈执事报全道：“林师弟放心，有我等在，定保店铺无恙。”次日清晨，林浩整装待发。此去赏鉴大会，短则3日，长则5日必回。林浩对胖球等人嘱咐道：“若有异动，立即传讯。”胖球郑重其事地递上一个储物袋：“浩哥，这里是1000灵石，您在大会上若看到合适的宝物，尽管拍下。”林浩冷笑一声，将储物袋推回，留着扩充店铺。至于宝物，他眼中闪过一抹狡黠，说不定有人会主动送上门来。朝阳初升，林浩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房市尽头。赏鉴大会，叶灵师妹，我的情缘仙子，我来了。林浩懒洋洋地躺在5行葫芦上，一只手枕在脑后，另一只手抓着一把聚元丹，像吃糖豆似的，一颗颗往嘴里扔。葫芦慢悠悠地飘了半日，前方景象豁然开朗。只见数座险峻山峰如利剑般直插云霄，云雾在山腰缭绕，凛冽的剑气已然扑面而来。这便是流云府第一剑宗玄天剑宗的所在。山门前巨大的白玉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各色宗门的旗帜飘扬，修士们3、5成群，热闹非凡。林浩刚落地，一个讥诮的声音便从身后传来：“我当是谁？这不是合欢宗的林师弟吗？”赵干竟也突破到筑基1层，他带着几个玄天剑宗弟子踱步而来，满脸敌意。林浩露出一个平静笑容，慢悠悠道：“赵师弟，你眼神不好使吗？现在该叫师兄了。”话音未落，一股筑基6层的威压朝着赵干轰然压去。赵干被压得呼吸一滞，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筑基6层了？嗨，运气，都是运气。林浩摆摆手，也就比赵师弟你快了5、6层楼那么高吧。赵干脸色青红交加，瞥见那个灰扑扑的葫芦，像是要找回场子，嘴角重新扯出讥笑：“这就是你在秘境里得来的大机缘？一个破葫芦，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呢。”林浩立刻配合地露出苦瓜脸，唉声叹气道：“赵师弟说的是啊，那个混元真人根本就是个冒牌货，这葫芦也就能飞，还不如宗门发的制式飞剑呢。”他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赵干见状，脸上的鄙夷更甚，冷哼一声：“看来你这运气也跟你的人一样上不得台面。”他甩袖转身，带着弟子们扬长而去，完全没注意到林浩眼底闪过的一丝玩味。那灰扑扑的葫芦在他掌心微微发烫，仿佛在抗议被说成是破葫芦。林浩心念一动，暗忖道：“都说先天灵宝有灵，难道这葫芦真听得懂人言？”他指尖轻轻抚过葫芦，一股温润的灵力在掌心流转，葫芦抗议的灼热渐渐平息，转而传来一阵轻昵的颤动。急什么？林浩渡入一道安抚的意念，唇边噙着若有似无的笑意，好戏还在后头呢。话音刚落，葫芦突然嗖地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他的丹田气海。林浩连忙内视，只见气海之中景象已然大变。那葫芦悬浮在真元湖泊上空，周身流光溢彩，哪里还有半分灰扑扑的模样？晶莹剔透的葫芦体泛着温润玉光，五色霞光在表面流转不息，与下方的真元湖泊交相辉映。好家伙，还会自己找地方住！林浩心里笑骂一声，对这先天灵宝的又有了新的认知。葫芦欢快地震颤了一下，传递来一股如木般的亲密意念。林浩感觉自己与这先天灵宝之间已经建立起一道玄之又玄的联系。他目光在人群中逡巡，很快便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叶灵站在玄天剑宗一群炼器弟子中间，依旧梳着高马尾，
一身素白道袍随风轻拂，为他挺拔的身姿平添了几分柔美与飘渺。只是那张英气十足的脸上难掩憔悴，周身灵力躁动不稳，分明是筑基失败后的迹象。林浩心中一软，信步上前：“叶师妹，许久不见。”叶灵闻声抬眸，眼中掠过一丝复杂，语气挤出几分疏离：“林师兄，你这是？”林浩目光落在他紊乱的灵力上，筑基失败了。叶灵唇瓣微动，还未开口，一个尖锐的声音便插了进来：“还不是你这个合欢宗妖人作祟！”赵干不知何时又冒了出来，指着林浩怒斥：“自清盐城归来后，叶师妹便到心不稳，定是你这妖人乱了他的心境，这才导致筑基失败。”周围顿时一片哗然，玄天剑宗弟子们看向林浩的目光顿时充满敌意。叶灵急道：“赵师兄，莫要胡说！”“我胡说？”赵干冷笑：“那秘境归来之后，你便时常心神不宁，若非有人扰乱道心，以你的资质，怎会筑基失败？”话音未落，一道凌厉的剑气破空而至，只见一名身着白色劲装的青年已立在当场。赵干见到来人，顿时底气更足，急忙道：“陆琛师兄，正是此人。自清盐城归来后，叶师妹便……”他转头对林浩倨傲道：“这位是我玄天剑宗首席大弟子陆琛。识相的话，就离叶师妹远一点。”被称为陆琛的白衣青年抬手指住赵干的话头，锐利目光直视林浩：“我不管你是何来历，叶师妹乃我玄天剑宗百年不遇的剑道奇才，若因你桎梏道心受损，我陆琛第一个不答应。”他说话间，筑基9层的威压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整个人宛如一柄出鞘利剑，气势逼人。林浩不怒反笑，混元罡气在体表流转，轻松化解了这股威压。好一个护花使者！不过陆师兄与其在这里逞威风，不如先问问叶师妹自己的心意。他直望向叶灵：“叶师妹也是这般认为的？”叶灵指尖无意识地绞着衣袖，终究没有作声。“叶师妹。”他忽然正色道：“你被门规束缚太深，剑修讲究剑心通明，一往无前，不该这般瞻前顾后。”叶灵轻咬下唇，声音几不可闻：“道理我懂，可宗门戒律森严，我与林师兄往来终究不妥，这便是你的症结所在。”林浩向前一步，目光如剑：“门规是死的，人心是活的，你可知道真正的剑道之理？”他并指如剑在空中虚划，拔剑之后便只能一往无前，再无收回的余地。他的指尖停在半空，目光灼灼地凝视着他，就如感情一旦再滋生，便如出鞘之剑，如何收回？叶灵浑身一震，这句话仿佛一柄利剑，直刺入他刻意冰封的心湖。林浩适时收住话头，取出一枚玉简：“这篇破云剑诀或许适合你，其中剑意与你性子相合，不妨参悟一二。”叶灵迟疑片刻，终是接过玉简。就在神识探入的瞬间，他娇躯微震，美眸中迸发出难以置信的光彩。这剑诀，他喃喃自语，竟蕴含如此纯粹的剑意，一往无前，出剑不留余地，正是我苦寻不得的剑道真意。赵干见状，忍不住讥讽：“笑话，区区一本剑诀也值得？”赵师弟，陆琛突然开口：“能让叶师妹如此投入参悟，必非寻常之物。”两位师兄，叶灵突然打断：“请勿喧哗，让我静心参悟。”他抬眸看向林浩，眼中神色复杂，轻声道：“多谢林师兄，这份心意，叶灵领了。”陆琛见状，脸色稍缓，对林浩微微颔首，看来这剑诀确实对叶师妹有益。不过他话锋一转，目光锐利：“若让我发现你另有图谋，我手中的剑绝不会留情。”说罢，他转身离去，留下一个挺拔的背影。叶灵紧握那枚玉简，他能感觉到这篇剑诀中蕴含的剑道真意，正是他突破瓶颈的关键。可越是参悟，心中对林浩的那份情愫就越发清晰。赵干被晾在一旁，脸色铁青，转而对着林浩厉声道：“这里是玄天剑宗弟子聚集地，你一个合欢宗弟子，不该在此。”林浩却纹丝不动，反而在叶灵身旁盘膝坐下，嘴角挂着一丝痞笑：“叶师妹正在参悟，我要为她护法。”你……赵干正要发作，却被另一个声音打断：“林浩，你还嫌不够丢人吗？”只见秦玉与2名筑基后期弟子走来，他竟也已筑基成功。他冷冷地盯着林浩，在外人面前这般作态，是要让整个合欢宗蒙羞吗？林浩懒洋洋地抬眼：“秦玉师弟，你这是在教训师兄吗？眼中可还有尊卑之分？”故意将师弟2字拖得老长。秦玉脸色顿时更加难看，他确实被林浩后来居上，在修为上反超了。这时他身后的一名筑基后期弟子上前一步：“若是我们要求你离开呢？我2人也是合欢宗核心弟子，境界也高于你。”林浩眼中闪过一丝危险的光芒：“你们确定要帮着外人挤兑同门？”那弟子脸色一僵，随即强自镇定，周身灵力暗暗涌动，将筑基后期的威压尽数压向林浩。是又怎样？林浩嘴角勾起一抹不屑，非但不退，反而向前一步，周身5色浑元罡气流转，那筑基后期的威压撞上来，竟如泥牛入海，被化于无形。看来李长老没教过你规矩。他轻笑一声，只见5色灵光乍现：“那就让小爷我来教。”气氛一触即发之际，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够了！”李长老不知何时已来到近前，面色阴沉：“同门之间无端争执，平白让外人看了笑话。秦玉，带他们回去。”秦玉与那名弟子当即躬身，
齐声道：“谨遵师尊吩咐。”两人离去前，都不约而同地瞪了林浩一眼。李长老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浩一眼，也转身离开。林浩似笑非笑地目送李长老远去。这老李头虽然与他不对付，但好歹分得清场合。赵干见状，知道今日讨不到便宜，也冷哼一声，拂袖而去。林浩看向参雾中的叶灵，唇角微扬。过了大半个时辰，日头升到正中，一道黑色剑光破空而至，稳稳落在高台之上。来人身着玄天剑宗长老服饰，须发皆白，背负一柄古朴长剑，周身剑气凛然，赫然是金丹9层的修为，是玄天剑宗的执法长老凌云。没想到这次大会由他亲自主持，台下顿时响起一片议论声。凌云长老目光扫过全场，朗声道：“感谢诸位道友远道而来，参加我玄天剑宗10年一度的赏剑大会，老夫代表宗门在此谢过。”他袖袍一拂，开门见山道：“稍后诸位可移步万剑谷，谷中藏剑上万，皆是我宗历代先贤所留，除了本宗弟子免费以外，今日特设3处区域，500灵石区有机会引动上品灵气认主，1000灵石区有机会获极品灵气青睐，2000灵石区。”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提高：“若能引动镇谷之宝，那柄上古剑胚共鸣，便可将其带走。”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不少修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林浩却嗤笑一声，低声自语：“什么赏剑大会，分明是来做生意的，连你们自家都降服不了的剑，外人又岂能轻易得手？”他眯起眼睛，望向万剑谷的方向，怎么龟缩在此地了？赵干不知何时又凑了过来，语带讥讽：“堂堂合欢宗核心弟子，连这点灵石都拿不出来。”林浩懒洋洋地瞥他一眼：“我看起来很傻吗？交灵石给你们玄天剑宗做善事？”你……赵干被他噎得说不出话，脸色长得通红。这时秦玉与那2个筑基后期弟子也走了过来：“林师兄，该不会是囊中羞涩了吧？要不要师弟我借你些灵石？可敢比上一比，看谁能得更好的宝物认可？”林浩两手一摊，理直气壮：“对，就是没带灵石。不过既然你们3个这么积极……”他眼珠一转，话锋一转：“我倒要问问，你们上交的灵石是宗门的还是自己的？”秦玉得意地扬起下巴：“自然是宗门代为缴纳。”那正好。林浩一拍手：“赶紧替我也交一份。宗门要一视同仁，总不能厚此薄彼吧？”秦玉顿时语塞，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怎么？”林浩挑眉：“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现在又不敢比了？”他环视3人，朗声道：“要比就比最贵的区域，看看谁能获得最好的宝剑认可，如何？”秦玉被他激得热血上涌，咬牙道：“比就比！”当即掏出8000灵石，递给执事弟子：“我们4个人的。”林浩开心地拍拍秦玉的肩膀：“这才对嘛！秦师弟果然深明大义。”秦玉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中了激将法，气得浑身发抖，却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了上去。就在此时，叶灵气息忽然剧烈波动，缓缓睁开双眼，他眸中剑意流转，灵力起伏不定，比先前更加紊乱。林浩脚步一顿，转身朝他走去：“叶师妹，可有所得？”叶灵轻抚手中玉简，神色复杂。这剑诀确实玄妙，只是话未说完，便被林浩不容分说地拉住手腕。正好，林浩朝万剑谷方向扬了扬下巴：“陪我去核心区域见识见识。”林师兄！叶灵惊呼，却已被他带着往前走去。本想挣脱，但感受到林浩掌心传来的温热，终究还是没有甩开。赵干见状大怒：“叶师妹，你怎么？”林浩回头瞥他一眼：“叶师妹是你本门之人，凌云道长说可免费进入，难道不能去核心区域？”秦玉在一旁冷笑：“看来林师兄是打算带着个累赘比试了。”林浩无视了他们的讥讽，对叶灵低声道：“剑修当勇往直前，你既已触碰到剑心通明的门槛，何不借此机会彻底突破？”叶灵闻言，娇躯微震，目光中闪过一丝明悟，他轻轻点头，不再抗拒，与林浩并肩而行，朝着核心区域走去。这一幕落在众人眼中，顿时又引起阵阵议论。玄天剑宗弟子们纷纷面露不忿，秦玉则阴沉着脸，带着2个筑基后期和新弟子紧随其后。万剑谷入口处，剑气森然，在玄天剑宗执事弟子的引领下，众人穿过一道光幕，来到了标注着2000灵石的区域。只见这片山谷格外开阔，岩壁上插着各式各样的长剑，每一柄都散发着凌厉的剑气。已经有不少修士在尝试引动剑气共鸣，时不时就有一道流光闪过。嗡！一柄赤红色长剑从岩壁飞出，落入一位青衣修士手中，剑身嗡鸣不止，是上品灵气赤炎剑。这么快就有人得手了？不远处又传来一阵惊呼，是位女修成功引动了一柄水蓝色长剑。珠玉在前，看得其他修士眼热不已，几个原本还在观望的修士急忙转身：“只是师兄，我现在补交灵石还来得及吗？”“自然可以。”那位玄天剑宗弟子颔首道：“这里就能缴纳，不必折返。”说完，便笑盈盈地取出了一个鼓鼓的灵石袋。看着这娴熟的流程，林浩不由得嘴角一抽：“好家伙，连分收费点都准备好了，这玄天剑宗做经营真有一套啊！”叶灵在一旁轻声道：“听说这是凌云长老想出的主意，往年赏剑大会入不敷出，自打推出这个法子，反倒成了宗门一大劲象。”秦玉冷哼一声，迫不及待地走向一柄散发着寒气的长剑。林浩环顾四周，目光最终落在山谷最深处，那里插着一柄古朴的长剑，剑身布满锈迹，
却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看来那就是所谓的上古剑胚了。他摸了摸下巴，抬脚就要往那个方向走去。叶灵轻轻拉住他的衣袖：“林师兄且慢，那柄上古剑胚据说是开山祖师从秘境带回，连他老人家都未能获得认可，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其他极品灵器上更为稳妥。”林浩从善如流，点头应道：“行，听你的，你先引动中意的极品灵器，我替你护法。”叶灵心中一暖，浅浅一笑：“好。”林浩当即在他身侧盘膝坐下。叶灵闭目凝神，周身渐渐泛起灵力剑气，试图与岩壁上的极品灵器建立共鸣。林浩在一旁看得好奇，自己也试着放出神念，挨个照看那些极品灵器。可惜他虽修为不俗，对剑道却是一窍不通。神念扫过之处，那些灵器纹丝不动，连半点反应都欠奉。这些剑还挺挑人。他撇了撇嘴，正觉得无趣，忽然心念一动，既然这些都看不上他，那不如去会会那个谁都要不成的。他的目光又一次投向了山谷深处的上古剑胚，神念涌向那柄古朴长剑，却如泥牛入海，毫无回应。那剑纹丝不动，仿佛只是一块凡铁。林浩不信邪，大步走到剑前，双手握住剑柄，用力一把，还是纹丝不动。四周顿时响起一片哄笑声。这人莫不是个傻子？万剑谷有阵法守护，要是能直接拔起来，我们还费劲巴拉的感悟剑是做什么？林浩被笑得心头火起，小爷我就不信了，还搞不定你一把破剑！当即运转小五行混元镜，五色罡气透体而出，再次用力握住剑柄。就在这时，一变突生，那柄古朴长剑突然一震，竟开始疯狂吸收他的混元罡气。林浩只觉体内罡气如决堤般涌向长剑，想要松手，却发现手掌被牢牢吸住，根本挣脱不开。不妙！他脸色一变，当即腰腹发力，猛然后撤，试图强行将剑拔开。谁知那长剑纹丝不动，反而因他这番挣扎，吞噬之力骤然加剧。他闷哼一声，只觉自身真元彻底失控，如开了闸的洪水，不受控制的倾泻而出。气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涸，气海即将枯竭。林浩感觉身体一阵虚脱，意识逐渐陷入黑暗。尼玛，又玩脱了！我这是要被一把破剑吸成人干了！他在心里发出最后一声哀嚎。就在他意识即将彻底沉沦的之际，那柄剑突然剧烈震颤，爆发出璀璨的五色霞光，将整个山谷映照得如同仙境。这是上古剑胚竟然被引动了！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林浩轻轻一提，那柄剑应手而出，五色霞光渐渐收敛，显露出一柄古朴的无锋长剑，剑身隐约流转着五行道韵。原来如此，感受到剑身传来的清净之意，林浩模糊的意识为之一清，恍然大悟，这把剑竟需要五行俱全才能驾驭。他随手挽了个剑花，无锋长剑在他手中轻若无物，却自有一股浑然天成的道韵。整个万剑谷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谁能想到玄天剑宗数千年无人能取走的上古剑胚，竟被一个合欢宗弟子这般轻松地拔了出来。赵干见势不妙，悄悄退出人群，化作一道剑光直奔主峰而去。林浩手握那柄古朴无锋的长剑，对周遭各异的目光视若无睹，径自回到叶灵身旁，却发现他此刻浑身剧烈颤抖，周身灵力紊乱到了极点，面色苍白如纸，显然已到了走火入魔的边缘。叶师妹！林浩大惊，聆听术捕捉到他心中天人交战的执念。宗门戒律不可违，可这剑道真意分明要我勇往直前，我该如何是好？叶灵师妹，坚持住！林浩在他耳畔急唤，什么宗门规矩，统统忘掉，你既是剑修，就当一往无前。然而叶灵已陷入心魔困境，周身剑气开始不受控制的四散迸射，嘴角甚至溢出一丝鲜血。眼见情况危急，林浩不再犹豫，他一把将叶灵拦腰抱起，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腾空而起。既然你无法抉择，林浩凝视着他痛苦的面容，声音坚定，那就让我来帮你做选择。说罢，他俯身深深吻住了他的唇，这一吻石破天惊，整个万剑谷顿时哗然。天啊，他在干什么？畜生，放开叶师妹，让我来！一个玄天剑宗的白发长老猛地站起，胡闹！万剑谷乃庄严之地，岂容如此亵渎？他身旁的年轻弟子却看得目不转睛，喃喃道：可是师尊，叶师姐周身暴走的剑气好像真的平息下去了。叶灵猛地睁大双眼，起初还下意识的挣扎，但随着这个炽热的吻持续，他周身紊乱的剑气竟开始渐渐平息。罢了，事已至此，多想无益。心念一转，他原本抵在他胸前推拒的手终于缓缓松开，转而顺从心意地环上了他的脖颈，声色而又坚定地回应起来。那曾束缚他许久的桎梏，伴随着这无声的轻叹，在这一刻被彻底打破。当林浩终于抬起头时，叶灵眼中已是一片清明，他望着他，唇角缓缓扬起一抹释然的笑意。谢谢你，林师兄。叶灵安然倚在林浩怀中，双眸清和，周身气质陡然一变。这一刻，他终于参透了真正的剑心通明。剑心通明即真我，心念所至，剑锋所指，何须桎梏，何须彷徨？他轻声呢喃，声如剑鸣清月。话音落处，整座万剑谷的灵气突然疯狂涌动，化作肉眼可见的灵雾漩涡，朝着他体内奔涌而去。轰！一股磅礴气势自他体内爆发，筑基期的壁垒应声而破。筑基成功了！
有人惊呼。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叶灵的修为竟毫不停歇，继续节节攀升。筑基1层、2层、4层，灵气漩涡愈发狂暴，岩壁上的剑气开始嗡嗡作响，仿佛在回应这股惊人的力量。6层、8层、9层，当修为达到筑基9层后期时，整座山谷的灵气几乎被抽空，连岩壁上的剑光都暗淡了几分。叶灵周身剑意凝如实质，在头顶化作一柄虚幻的巨剑。这一刻，万籁俱寂，紧接着是一片巨大的哗然，一招连破9境，这简直是旷古奇闻！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一招遁舞，白日飞升？叶灵双眸依然紧闭，身形却自动悬空而起，衣袂飘飘如谪仙灵士。更令人震撼的是，枪！万剑谷中所有剑气同时发出轻切剑鸣，自行从岩壁上拖出，剑尖低垂，朝着叶灵的方向微微颤动，宛若万剑朝拜。这一刻，他就是剑中至尊。场中爆发出更大的哗然，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心通明？古籍记载，唯有无垢剑心，方能引动万剑齐鸣。跟随赵干赶来的凌云真人，恰好将这一幕尽收眼底。这位玄天剑宗的剑道奇才，被誉为元婴之下第一人，此刻浑身巨震，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剑意如此纯粹的剑意，这是我等剑修毕生追求的境界。他眼中满是震撼，惭愧地摇了摇头，喃喃道：“老夫穷尽100年光阴，方突破剑势桎梏，堪堪触及一丝剑意真谛。这丫头竟能一招至此。”一旁的赵干更是面无人色，他至今仍在苦修剑招，剑势才刚触摸到一丝门槛。此刻见叶灵不仅突破剑势，更直接领悟了剑意真谛，这打击几乎让他道心崩溃。望着悬浮在半空的叶灵，凌云真人目光复杂。今日之后，玄天剑宗元婴以下第一人的名号，他是要易主了。整个万剑谷寂静无声，唯有万剑低鸣，仿佛在迎接他们的新主。定，叶灵好感度加20，当前好感度60，长期情缘任务剑心通明第2阶段已完成。阶段奖励5行遁空诀地级下品，后续任务适当时候激活。听着系统提示，感受着系统空间的那枚玉简，林浩嘴角不由扬起那抹标志性的痞笑。此刻，林浩与叶灵并肩悬浮于半空之中。林浩身着的流云锦衣，衣袂飘飘，温润的五色光晕流转。他一手握着那柄古朴剑胚，一手附在身后，姿态从容不迫。叶灵一袭素白道袍胜雪，衣摆在风中轻扬，宛如绽放的白莲。他双眸依然清和，长睫在脸颊投下淡淡的阴影，周身流转着纯粹剑意，那通透凛然的气息与往日的压抑彷徨判若两人。二人衣袂在风中交织，流光与素白相映生辉，一个潇洒不羁如流云，一个英姿飒爽若利剑。在这万剑朝拜的恢宏意象中，恰似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下方众人仰望着这惊人一幕，竟都忘了言语。凌云真人也正在原地望着空中那对璧人，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沉默良久，凌云真人终于上前一步，扬手道：“林小友，你手中这柄剑胚，乃是我玄天剑宗开山祖师所留，历来是正宗之宝。”林浩闻言挑眉，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凌云前辈，方才可是您老亲口所说，谁能引动剑胚认主，便可将其带走？晚辈可是实打实交了2000灵石。这凌云真人一时语塞，脸色微沉。此剑关乎宗门传承，非同小可。不如这样，老夫愿以3万灵石回购。前辈说笑了。林浩打断道：“剑既认主，便是缘分。贵宗若是出尔反尔，恐怕……”他刻意顿了顿，环视四周哗然的众人，声音陡然提高：“恐怕日后这赏剑大会，再无人敢来参加了。”放肆！凌云真人周身剑气勃发，金丹9层的威压如渊如月，向着林浩笼罩而下。小贝安敢如此无礼！闻讯赶来的李长老见状，立即上前，面色一沉：“凌云道友，贵宗立下得剑认主的规矩已数千年，如今是要当着天下英雄的面自毁诺言吗？别的宝物都可商量，唯独这上古剑胚，乃我玄天剑宗镇门之宝，绝不能流落在外。”凌云真人寸步不让，周身剑气越发凌厉，两人气势节节攀升，金丹威压让在场筑基修士几欲窒息。就在这把弩张之际，叶灵缓缓睁开双眼，他周身灵力已然平复，但剑气却愈发凌厉。只见他张开双臂，万剑谷中的所有剑气再次发出清越剑鸣，仿佛在迎接他们的君王。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他双手轻轻一握，枪！一柄流转着金色光华的长剑应声而起，化作一道金红落入他的掌心。剑身震颤，发出畅快淋漓的剑鸣，仿佛终于等到了真正的主人。天啊，竟然是极品灵器！所有人都被惊呆了。叶灵手持金剑，缓缓飘落到林浩面前，在万众瞩目下，他忽然踮起脚尖，在林浩脸颊上轻轻一吻：“谢谢你，林师兄。”他转身面向全场，声音清越如剑鸣：“我叶灵在此宣布，从今往后，林浩便是我唯一的道侣。剑心既明，此情不渝，愿执子之手，共正大道。”他手中的金剑应声长鸣，万剑随之齐声相合，整座山谷都回荡着这惊天动地的誓言。林浩望着身旁女子挺拔的身姿，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一次真的捡到宝了。就在此时，一股比叶灵更加强大的剑意突然笼罩全场，一个白须老者的虚影在空中缓缓凝聚，
赫然是玄天剑宗宗主清虚真人的投影。元婴后期大圆满的修为，让所有人都感到窒息。拜见师尊！凌云真人急忙躬身行礼，全场修士纷纷躬身垂首，齐声高呼参见清虚真人。叶灵也抱拳恭敬道参见师祖。清虚真人目光慈祥地看向叶灵，抚须长笑，好一个剑心通明。叶灵，你能以炼气期的境界顿悟无垢剑心，实乃我玄天剑宗千年未有之奇才。他声若洪钟，朗声宣告，老夫今日便破格擢升，封你为玄天剑宗圣女，立为下任掌门继承人。全场顿时哗然，无数羡慕的目光投向叶灵。叶灵从容抱拳，谢师祖厚爱。清虚真人转而笑眯眯地看向林浩，感谢小友助我宗圣女明悟剑心，既然你二人情投意合，不知小友可备好了定情信物，以正此心。林浩心中暗骂一句老狐狸，面上却爽朗一笑，将手中的上古剑呸递给叶灵，晚辈愿以此剑为聘，赠与叶灵师妹。林浩，你岂敢！李长老勃然变色，正要呵斥，却被林浩一个似笑非笑的眼神制止。林浩心中暗笑，这老李头倒是真心疼宗门宝物，可惜格局小了些，对着李长老神识传音道：李长老稍安勿躁，待他执掌玄天剑宗，这整个宗门还不都是我们的？您老格局要放开些。清虚真人抚须大笑，好一个宝剑赠家人，既然如此，这门亲事老夫准了。叶灵接过剑胚，望向林浩，眼中满是柔情。李长老见状，只得悻悻收声，暗叹这老狐狸果然手段高明。清虚真人话音甫落，便含笑提议，既已定下名分，不若就在我玄天剑宗举办典礼，也让流云府同道共同见证这段佳话。此言一出，李长老脸色一变，心中暗骂，好个老狐狸，想借此机会宣扬玄天剑宗得了人才用的宝剑，更把我合欢宗核心弟子变相扣下，一弹三鸟啊！正欲开口，林浩却已抢先一步，朗声笑道：真人美意，晚辈心领。只是晚辈身为合欢宗核心弟子，婚事还需禀明师尊。说到此处，他忽然闭目掐指，一副煞有其事的模样。片刻后睁眼，正色道：半月后乃是良辰吉日，届时我千幻峰必定以最隆重的礼节，亲自前来迎娶叶灵师妹过门。他声音清朗，如此方不负叶师妹圣女之名，亦不负我二人之情谊。他向清虚真人及在场众人拱手，半月之后，恭请真人及各位道友莅临我合欢宗，共见此礼。清虚真人脸上的笑容一滞，眼底金光一闪，目光扫过那柄上古剑胚，随即化作一声抚须大笑，好一个明媒正娶，小友思虑周全，重情守礼，老夫甚慰。那便如此说定，半月之后，老夫定前往贵宗，为我宗圣女贺。定。恭喜宿主与叶灵结为道侣。当前道侣苏妙琴好感度85，沈如好感度65，叶灵好感度60。道侣数量已达晋升条件，灵根进化为中品5行灵根，晋升上品需5位道侣3/5，且所有道侣好感度均大于等于80。系统提示音落下的刹那，林浩只觉浑身一震，丹田气海开始沸腾。他凝神内视，只见原本各自盘踞一方的5种真元，仿佛被赋予了灵性，慢慢转化为5条蛟龙的形状，开始首尾相连的有序流转，形成一个完美而玄妙的5色循环，如同一个5色太极图在气海中徐徐旋转。气海中虽然金青蓝赤褐5色依旧分明，却在无先前那般互相排斥内耗，而是形成了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完美循环，生生不息。每一次循环都让5种真元之间的共鸣更加强烈，流转也愈发流畅。原本因属性冲突而难以调动的力量，此刻终于能如臂施指。林浩强压下心中狂喜，感受着体内质变的力量，略一运转功法，便觉灵力奔涌，吸纳周天灵气的速度比以往快了何止数倍，对5行灵气的感知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林浩正沉醉于玄妙感应当中，忽然感觉衣袖被轻轻拉动，耳边传来叶灵带着几分羞涩的轻唤：夫君，你怎么了？这一声夫君听得林浩心头一酥，转身便揽住他的香肩，咧嘴笑道：得此良缘，喜不自胜，一时竟开心的呆了。叶灵被说得耳根微红，却并未躲闪，反而将脸颊轻轻依偎在他肩上。清虚真人在上空抚须而笑，凌云真人则神色复杂，别开视线。万剑谷的各派修士见状，无不暗叹这对璧人的般配。感受着肩头传来的温软，又内视着气海内缓缓旋转的5色太极，林浩只觉今日这赏剑大会当真是来对了。我反对这门亲事。就在众人心思各异时，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破空而来。只见陆琛面色冷峻地立在数丈外，赵干正凑在他耳边低语，脸上带着得色。陆琛大步向前，对清虚真人躬身一礼，随即转向林浩，目光如剑：清虚师祖，诸位前辈，我玄天剑宗乃名门正派，圣女更代表宗门颜面，与合欢宗弟子结为道侣，恐惹天下非议。他右手按剑，声音响彻山谷：我陆琛以玄天剑宗首席弟子身份，在此挑战合欢宗核心弟子林浩，若你败了，就请解除婚约，永远离开叶师妹。林浩闻言却不恼反笑，轻轻摇头：陆师兄，感情之事岂能儿戏？我与叶师妹两情相悦，岂是一场赌斗就能决定的？他转向叶灵，柔声道：在我心里，
叶师妹值得这世间最美好的，而不应沦为赌注。这番话引得在场不少女修暗自点头。陆琛冷笑，说得好听，莫非是怕了？林师兄若是怯战，不如现在就认输。秦玉走了过来，与赵干一左一右形成合围之势，也免得待会当众出丑。赵干更是讥讽道：“合欢宗的人果然只会耍嘴皮子。”怕？林浩挑眉：“我林浩行事，但求问心无愧。不过他话锋一转，既然陆师兄执意要战，不如换个赌注。若我输了，我自愿放弃核心弟子身份，离开合欢宗。但若你输了……”他目光扫过全场，朗声道：“我要你陆琛当众立下心魔大誓，从此效忠叶灵师妹，只是地理相待。”这话一出，全场顿时哗然。我没听错吧？筑基6层挑战筑基9层，还要对方行师地理。天啊，这林浩莫不是疯了？整整3层的修为差距，要是这都能赢，我立马倒立吃翔。几个合欢宗弟子却兴奋地交头接耳：“林师兄，这赌注设得妙啊！既保全了叶师姐，又狠狠挫了剑宗的威风。”胡闹！李长老终于按捺不住，厉声喝道：“林浩，你身为合欢宗核心弟子，岂能拿宗门身份做赌注？若你输了，我合欢宗的颜面何存？”林浩对李长老咧嘴一笑，传音道：“李长老放心，弟子自有分寸。这一战，我不仅要赢，更要赢得漂亮，让玄天剑宗心服口服。”李长老脸色铁青，嘴唇动了动，似要说什么，但看到林浩眼中那抹狡黠的光芒，终究强忍了下来，只是重重哼了一声。林浩随即转向陆琛，朗声道：“陆师兄，这个赌注你可敢接？”陆琛脸色变幻，正要开口，却听叶灵忽然道：“且慢！”他上前一步，与林浩并肩而立：“陆师兄，你既以宗门名义挑战，那我便以玄天剑宗圣女的身份声明，此战无论结果如何，我叶灵认定的人绝不会改变。”他转向清虚真人，还请师祖做个见证，若林师兄获胜，宗门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干涉我二人之事。清虚真人见状，知道此事已难善了，只得颔首道：“既然如此，那便点到为止，不可伤人性命，不可废人修为。”师祖！赵干急忙上前：“弟子还有个请求，既然是正式比试，就该堂堂正正。林浩那口喷白光的阴损招式，必须禁止。”清虚真人微微颔首：“准了。比试中不得使用口吐灵光这等扰人心神的手段。”林浩心里暗骂：尼玛，感情是在这等着我呢。看到赵干那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林浩眼珠转了转，嘴角又露出那一抹熟悉的痞笑，转身对赵干说：“赵师弟，看你这样子，是觉得我必输无疑了？”赵干昂首道：“当然，我陆师兄乃剑宗年轻一辈第一人，剑势已臻大成，岂是你这旁门左道能比的？那正好。”林浩笑眯眯地说：“不如我们也下个赌注。”赌什么？赵干警惕地看着他。林浩转身对叶灵柔声道：“灵儿，你那柄极品灵气宝剑借我一用。”灵儿这个亲昵的称呼入耳，叶灵脸颊微红，轻轻嗯了一声，将金色长剑递到他手中，目光有些羞涩地移向一旁，声音轻柔：“给你。”林浩掂了掂剑，对赵干说：“这把极品灵器市价少说10万灵石，我吃点亏，就按5万灵石作价。你要是对陆师兄有信心，就赌我与陆师兄这一战的输赢，你敢不敢接？”四周顿时再次响起一片哗然。天啊，极品飞剑，这人莫不是傻子？他是不是被女人冲昏头了？筑基6层对筑基巅峰，这不明摆着送吗？赵师兄，快答应他，这分明是给咱们送宝啊！李长老脸色更加难看，沉声道：“林浩，你别再胡闹了。我承认你有点小聪明，但是擂台上是真刀真枪，拼的是硬实力。”一旁的秦玉闻言，唇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语带鄙夷：“某些人既然非要盲目自大，师尊又何必再劝？反正这柄极品飞剑也不是我合欢宗之物。”林浩对秦玉的讥讽充耳不闻，面上不动声色，向李长老传音。李长老息怒，弟子心中有数，断不会拿极品飞剑开玩笑。李长老脸色变了数变，最终只是重重哼了一声，别过头去。秦玉见自己被无视，脸色一沉，面皮微微涨红，只得拂袖冷哼一声。赵干直直地盯着那柄极品飞剑，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脸上尽是挣扎之色。他咬了咬牙，最终还是泄气道：“我没有这么多灵石。”林浩故作惊讶：“不会吧？堂堂玄天剑宗核心弟子，连这点灵石都拿不出来，莫非你对陆师兄也没信心？”陆琛眉头微蹙：“赵师弟，接下便是我陆琛的剑，何曾让同门失望过？”赵干咬咬牙：“赌就赌，不过我只有1万灵石，穷鬼一个。”林浩嗤笑一声，假装无奈地摇摇头：“行吧，1万就1万，先把灵石拿出来，免得你待会耍赖。”赵干东拼西凑，又向几个同门借了些，总算凑齐1万灵石。林浩示意他将灵石交给叶灵，让你宗圣女保管总没问题吧？他总不会贪墨你这点灵石。赵干不情不愿地将灵石袋交给叶灵，赌约就此成立。阳光照在林浩带笑的脸上，心底却一片清明。来得正好，就让我拿你试试这3个月苦修的成果。陆琛率先步入场中，一身劲装，剑气逼人。林浩身着的流云锦衣，衣袂飘飘间泛起五色光晕，路剑出鞘，剑势如虹。请林师弟亮兵器。林浩负手而立，嘴角挂着一抹痞笑，语气轻松：“我的兵器就是我这双拳头。”这话引得围观众人一阵骚动。赵干更是嗤笑出声，
指着林浩嘲讽道：“狂妄，竟想以肉身硬抗陆师兄的剑势！”两人相对而立，气势节节攀升。陆琛周身剑气凛然，筑基9层的威压毫不保留地释放。林浩虽仅筑基6层，但五色罡气在体表流转，竟将对方凌厉的剑势尽数化解。得罪了！陆琛冷喝一声，剑光乍现，刹那间3道剑气成品自行破空而来，封死了林浩所有退路。围观众人屏息凝神，都以为林浩必将后退避让，谁知林浩不闪不避，双拳泛起五色流光，竟是直直迎向剑气。轰！混元罡气与剑气激烈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爆鸣。那看似朴实无华的五色罡气，竟将凌厉的剑气尽数挡下。这怎么可能？赵干失声惊呼。陆琛眼中也闪过一丝诧异，但手上剑招不停，剑势一变，化作漫天剑影，如暴雨般倾泻而下。林浩在剑雨中腾挪闪避，身形看似笨拙，却总能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要害，偶尔避之不及，周身流转的混元罡气便会将剑气化解。林师弟，你只会躲闪吗？陆琛久攻不下，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耐。剑势在变，一道凝练的剑光直刺林浩左肩，剑光如电，林浩闪避已然不及。小心！叶灵惊呼出声，玉手紧握。李长老豁然起身，所有人都以为下一刻必将血光迸现。赵干脸上已经浮现出快意的笑容。然而，噗！一声沉闷的异响传来，剑尖确实刺中了，但流云锦衣在接触剑尖的瞬间，漾开一圈柔和的五色涟漪，那凌厉无比的剑势竟被这柔软的锦衣尽数化解。林浩站在原地，连身形都未曾晃动一下。他看了看自己的左臂，对满脸错愕的陆琛露齿一笑：“陆师兄，力道不错，可惜还差了点火候。”作弊！赵干跳脚大骂：“居然靠防御法器！”林浩咧嘴一笑，摊了摊手：“规矩可没说不能用防御法器。赵师弟要是羡慕，不如也去买一件。”这话引得围观修士哄笑连连，连清虚真人都忍不住摇头失笑。陆琛脸色铁青，长剑一震：“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动真格了。”他剑势陡然攀升至顶峰，整个人仿佛与剑合二为一，化作一道惊天长虹，直取林浩。这一次，林浩不再闪避，他深吸一口气，体内五行真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五色罡气在拳头上凝聚，隐隐发出风雷之声。他竟迎着剑锋一拳轰出，混元五行拳。拳剑相交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下一刻，狂暴的气浪席卷整个山谷。当烟尘散去，众人看清场中情形时，无不倒吸一口凉气。林浩的拳头稳稳抵在剑尖上，五色流光与剑气激烈碰撞，竟是谁也奈何不了谁。这怎么可能？赵干目瞪口呆，陆师兄的人剑合一，居然被挡住了。叶灵紧握的玉手微微放松，眼中异彩连连。李长老抚须的手停在半空，脸上写满惊讶。场中，陆琛的脸色由青转白，再由白转红。没想到自己最强的剑招，竟被一个修为不如自己的对手用一只拳头挡下了。林浩嘴角的笑意越发张扬：“陆师兄，接下来该我了。”林浩拳上五色流光一转，爆发出一股磅礴的力道，剑身上传来一股巨力，震得陆琛虎口发麻，长剑几乎脱手，整个人噔噔噔连退3步，才勉强稳住身形。他抬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陆师兄，小心了！”林浩朗声一笑，不再给他喘息之机。他双足踏地，身形如离弦之箭射出，双拳交替挥出，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有纯粹的力量与速度。第一拳直取中宫，拳风呼啸，混元罡气凝聚如实质，带着土形的厚重与水形的绵长。陆琛急抬剑格挡，当！金铁交鸣之声炸响，一股沛然巨力顺着剑身传来。陆琛只觉手臂酸麻，气血一阵翻涌。第二拳横扫千军，林浩变招极快，拳势由厚重转为狂暴，带着火型的爆裂与木型的生机，罡气如怒涛般席卷。陆琛剑舞如轮，咬牙化解。轰！罡气与剑轮再次碰撞，气浪翻滚，陆琛的剑舞被硬生生打断，护体灵气剧烈波动，身形再退，嘴角已然渗出一丝鲜血。陆师兄！有玄天剑宗弟子惊呼。赵干脸色煞白，再也说不出嘲讽的话。第三拳五行轮转，混元五行拳。林浩深吸一口气，体内5条蛟龙状的真元疯狂运转，相生相济，汇聚于右拳之上。这一拳五色光华内敛，却引动了天地灵气，带着令人心悸的威压。接我这一拳！他一声低喝，快如闪电，直轰陆琛胸前，避无可避。陆琛瞳孔猛缩，将全部灵力灌注于长剑，横剑于胸，咬牙抵挡。砰！长剑弯曲成一个惊人的弧度，陆琛整个人如断线风筝，倒飞出去，重重地落在地上，整个万剑谷鸦雀无声。短暂的死寂后，人群中爆发出震天的喧哗。我的天！筑基6层3拳击败，筑基大圆满，我是不是眼花了？这怎么可能？陆师兄可是剑宗年轻一代第一人啊！刚才说倒立吃翔的那个师弟呢？有种别跑！哈哈哈！赢了呀！一个合欢宗弟子激动叫出声。林师兄不仅赢了1万灵石，还让剑宗首席喊师兄。人群外围，一个老者吕须感叹：后生可畏啊！这一战之后，流云府年轻一代的排名怕是要重新洗牌了。林浩收拳而立，流云锦衣上五色光晕缓缓平息，他气息略促，但眼神明亮。陆琛捂着胸口，剧烈咳嗽了几声，
可出些许血沫。他抬起头，看着傲然而立的林浩，眼神复杂，有震惊，有不甘，但最终都化为了释然。他倚剑主地，挣扎着站了起来。他深吸一口气，对着林浩双手抱拳，声音坦荡：“林师兄拳法通神，五行之道更是玄妙无穷。”陆琛输得心服口服，他转向叶灵，郑重抱拳，单膝及地。陆琛今日已建心立誓，此生愿效忠于叶师姐，功名驱策。他抬起头，目光清明：“师姐与林师兄佳偶天成。”陆琛心悦诚服。叶灵快步走到林浩身边，美眸中异彩流转，轻轻挽住了他的手臂。他目光落回陆琛身上，语气温和：“陆师兄言重了，往事种种，多谢照拂，既立此事，往后便以剑道共勉吧。”林浩也对着陆琛点了点头，语气平和：“陆师弟请起，今日切磋只为印证所学，往后还请师弟多多指教。”清虚真人抚须的手终于放下，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微微颔首。李长老更是抚掌大笑，红光满面，对着玄天剑宗几位长老得意道：“如何？老夫早就说过，我宗这弟子非常人也。”赵干面如死灰，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却又不敢发作，只能悄悄缩进人群深处。就在这时，场中的林浩突然心神一震，由于战斗而奔腾的五行真元非但没有平息，反而由于灵根的晋升，于这场畅快淋漓战斗的催化下，自行加速运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刹那间，万剑谷内的天地灵气仿佛受到了无形牵引，疯狂地朝他汇聚而来。赤、黄、青、白、黑五色灵气如同百川归海，化作肉眼可见的流光，争先恐后地涌入他体内。这是灵战突破！有见识的弟子失声惊呼。叶灵美眸圆睁，纤手掩住红唇，又是惊喜又是担忧。在所有人震撼的注视下，林浩周身气势节节攀升，流云锦衣无风狂舞，五色光晕流转不息。那困扰了无数筑基修士，从筑基中期迈向后期的小瓶颈，在这磅礴的五行灵气冲击下，如同薄纸一触即破。一股更加强横的气息轰然爆发，席卷四方。筑基7层成，灵气漩涡缓缓平息。林浩睁开双眼，眸中五色光华一闪而逝，只觉周身灵力充盈澎湃，神识感知范围增加2成以上，对天地间五行灵气的感应也更加清晰。他握了握拳，感受着筑基7层带来的力量，嘴角不由扬起一抹畅快的弧度。恭喜夫君修为大进！叶灵挽着他的手臂，仰头看着他，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欣赏。那声夫君也叫得自然无比。陆琛也已平复了翻涌的气血，他走上前来，再次郑重抱拳，语气比之前多了几分真诚。恭喜林师兄灵战突破，筑基后期实至名归。他话语微顿，苦笑一声，自嘲道：“往日是陆某坐井观天，今日方知人外有人。”林浩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容爽朗：“陆师弟不必妄自菲薄，你的剑很利，日后若有闲暇，你我多多切磋。”陆琛微微一怔，眼中闪过一丝复杂，最终释然地点了点头：“故所愿也，不敢轻二。”清虚真人见状微微点头，抚须微笑，转身对李长老道：“李长老，看来贵宗是出了一条真龙啊！如此一来，半月后的庆典，老夫更是要亲自走一趟，好好看看这年轻人。”李长老听得心花怒放，脸上红光更盛，笑呵呵回道：“真人过誉了，这小子就是运气好，运气好！”哈哈哈！赵干一直缩在人群后，眼中的嫉恨几乎要喷涌而出，他死死攥紧了拳头，转身挤出人群，正要灰溜溜地离开了万剑谷。赵师弟，留步！林浩戏谑的声音响起，顿时让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林浩从叶灵手中接过灵石袋，多谢赵师弟慷慨解囊，在掌心掂了掂，目光转向赵干：“这1万灵石我就笑纳了，下次若还想送灵石，随时奉陪。”赵干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在众人的窃笑声中几乎是落荒而逃。“走吧。”林浩收回目光，低头对叶灵温声道，语气中充满了宠溺：“此件事了，我们也该回去了，想必胖球他们已经等急了。”叶灵柔顺的点点头，挽着他的手臂更紧了些。阳光依旧明媚，万剑谷中一段新的传奇已然开启。林浩之名必将随着今日的事迹如风般传遍流云府，甚至向整个青州扩散而去。试了符衣去。林浩与叶灵向清虚真人及众位长老辞行。凌云真人见叶灵亦步亦趋地跟在林浩身侧，眉头微蹙，语气关切道：“叶灵师侄，你方才连续突破，境界还需稳固，不若留在宗门，由师长为你护法，更为稳妥。”叶灵闻言，挽着林浩的手臂却更紧了些，目光坚定望着前方。林浩上前一步，对着凌云真人洒脱一笑，语气笃定：“凌云前辈放心，大典之前，我定一根头发不少的将灵儿安然送回。此去一路有我，更有李长老同行，安全无虞。”清虚真人目光在林浩与叶灵身上扫过，嘴角泛起一丝了然的笑意，摆了摆手道：“年轻人感情正浓，便随他们去吧。”灵儿跟在未来道侣身边，心境通达，与他剑心通明之境，未必不是一种修行。多谢清虚前辈，师祖成全。林浩与叶灵相视一笑，齐齐行礼。离别之际，林浩像是忽然想起什么，眼神一转，落在凌云真人身上，脸上露出戏谑的笑容。说起来，凌云前辈，您这赏剑大会深谙经营之道啊，连分收费点都。凌云真人老脸一红，
捋着胡须的手都顿了一下，干咳两声，不知如何接话。反倒是清虚真人依旧稳坐钓鱼台，仿佛什么都没听见。林浩哈哈一笑，浑不在意的摆摆手：“前辈无需介怀，伤者利也，天经地义。”他话锋一转，顺势接道：“不瞒您说，我门下也有间小铺，名叫万宝阁。”他笑容可掬地看着凌云真人，日后少不得要多跟前辈您亲近亲近，学习取经那。凌云真人眼底闪过一丝金光，立刻堆起了热情的笑容，打着哈哈道：“一定一定，林师侄年轻有为，名下产业定然不凡，日后多多交流，哈哈，多多交流。”辞别玄天剑宗众人，林浩带着叶灵与李长老一行人踏上归程。回宗路上，气氛与来时已大不相同。先前那几个对林浩抱有敌意的筑基后期弟子，此刻却主动凑了上来，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林师兄，您刚才那几拳真是威力无匹，令我等大开眼界。是啊，林师兄，没想到您对五行之道领悟如此之深，日后还望师兄能不吝指点我等一二。就连之前与林浩有过冲突的那名弟子，也硬着头皮讪笑着递上一个玉瓶。林师兄，先前是小弟有眼无珠，这瓶清灵丹还请师兄笑纳，算是小弟一点赔罪的心意。自己做下这些弟子，平日里眼高于顶，此刻却围着林浩献殷勤。李长老抚须的手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丝复杂。这混小子如此天赋心性，怎么就没拜入他的门下，偏偏落在了那千幻峰呢？秦玉远远落在队伍后面，看着被众人簇拥的林浩，那张俊脸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李长老那带着酸味的感慨一字不落地被林浩的听心术捕捉，他嘴角一勾，凑到李长老身边，压低声音问道：“李师伯，看您这表情，现在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后悔当初没把我抢到您座下？”李长老被说中心事，老脸有些挂不住，吹了吹胡子，没好气的哼道：“哼，是有点，谁知道你小子能闹出这么大动静？”林浩顿时眨着眼，表情很是无辜：“李师伯，这您可冤枉我了。当初是谁嫌弃我废柴武系杂灵根男有寸劲？还好我师尊慧眼识珠。你这混小子！”李长老被噎得胡子直翘，只能无奈的一甩袖子，转移话题道：“就你话多，天色不早了，都动作快些。”众人闻言，纷纷取出自己的飞剑，一时间灵光闪烁。林浩心念一动，那灰扑扑的五行葫芦便飞了出来，悬在身前。见叶灵也照出了那把极品飞剑，林浩不由分说，伸手便揽住他纤细的腰肢，随着他一声惊呼，便被带上了葫芦。“灵儿，与我同城。”他嘻嘻笑道。叶灵猝不及防，脸颊飞上两抹红霞，如同晚霞浸染的白玉。他悄悄瞥了一眼周围投来的目光，羞得低下头，但身体却顺从地靠向他，轻轻了一声。两人同乘于宽大的葫芦上，稳稳升空。夜风拂面，叶灵感受着身侧传来的温暖，最初的羞涩渐渐化为满满的幸福。他轻轻将头靠在了林浩宽阔的肩上，看着天边的晚霞，感受着肩头的温软，林浩心中涌起一股满足感。他轻声叹道：“有时候真觉得像做梦一样，我林浩何德何能？”叶灵闻言抬起头，美眸在暮色中格外明亮。他看着他，语气温柔：“不是梦，夫君，于我而言，遇见你才是剑心通明后最真实不虚的圆满。”林浩心中一暖，手臂轻轻用力，将他搂得更紧了些，感受着夜风拂过耳畔，突然想起什么，好奇地问：“对了，灵儿，你是什么灵根？”“上品金灵根。”叶灵唇角微微扬起，带着一点小自豪。林浩眼睛一亮，嘴角的痞笑几乎压不住，搂着叶灵道：“哈哈，上品金灵根，不愧是我的媳妇儿，剑道厉害就算了，修行天赋也这么顶尖。”叶灵脸颊微热，轻轻捶了下他的肩膀，娇嗔道：“你呀，就会油嘴滑舌。”他眨了眨眼，疑惑地问：“不过，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林浩收起玩笑的神色，认真道：“我是在想，这上古剑胚既已赠你，你试试能否驾驭？”他沉吟片刻，补充道：“我隐约觉得他或许需要五行俱全之力。”好。叶灵乖巧的点点头，自储物戒中取出那古朴剑胚，他屏息凝神，整只手泛起锐利的金色光芒，将精纯的精细灵力缓缓渡入剑胚之中。然而那上古剑胚仍然毫无反应，沉寂依旧。叶灵剑眉微微一蹙，眼中流露出一丝失落，轻轻摇头道：“夫君，看来我与他无缘。”林浩目光微微一闪，沉吟片刻，温和地看向他：“先别急，灵儿，你何不沉入那剑心通明的意境中，将剑意渡入试试看？”叶灵眸中灵光一闪，似是抓住了什么，他再次合眼，周身气息陡然变得锋锐，竟与掌中剑胚传来的一缕悸动遥相呼应。紧接着，那沉寂的上古剑胚发出一声清越剑鸣，剑身通体金色光芒大盛，一道凝练的剑气自行流转，散发出一股古老威严。成功了！叶灵惊喜地看向林浩，美眸中光彩流转。林浩咧嘴一笑，将他搂得更紧，语气里是藏不住的得意：“看见没？这就是我林浩的媳妇儿，上品金灵根，剑道天才，如今连上古剑胚都认主，这叫什么？这叫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叶灵被夸得双颊泛红，眼中却漾开甜蜜的笑意，轻轻靠在他肩头：“哪有你说的那么好，都是夫君指点的好。”他仔细端详着那吞吐着金色光华的剑胚，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巴：“灵儿，他既然还只是剑胚，
无锋无刃，是不是意味着还需寻人重铸，方能成为你真正的佩剑？叶灵爱不释手，地轻抚过温热的剑身，点了点头。夫君所言极是，只是以此物之玄异，恐怕非炼气宗师难以驾驭。以你我目前的境界和资源，怕是难以办到。林浩眼神微凝，在混元真人那庞杂的记忆中搜寻了一番，结果竟是些西域的零碎信息，于炼气一道并无注意。这老鬼从西域大老远跑来东域送人头，留的记忆也没点正经用处。他心下暗骂，面上却洒脱一笑，无妨，眼神中透着笃定。那就先温养着，静待机缘。回去后，我便让胖球他们多留意，查查这青州乃至整个东域有哪些炼气宗师，我们慢慢寻访便是。叶灵闻言，心中暖流淌过，他将剑胚小心收起，重新依偎进他怀里，柔顺地点头，都听你的。2个时辰后，宗门山脚下，房室的灯火已然在望。林浩站在葫芦上，望着下方的方室，眉头微蹙。胖球他们不知道把百草阁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反正师姐和师尊都还在闭关，现在回宗也没意思，不如顺路去看看。打定主意，他操控葫芦在房室入口缓缓降落，跟在后面的李长老也按下剑光，不解地挑眉：小子，不直接回宗，在这里停下作甚？李师伯，林浩指了指万宝阁的方向，脸上露出些许担忧。我去铺子里看看。胖球他们前阵子被百草阁找麻烦，不知处理得如何了。他转而热情地邀请：您老要不要也进去坐坐，喝杯茶？不了不了。李长老摆手，做事欲走，宗门里还有一堆事务等着处理。李师伯留步。林浩赶忙叫住他，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容。还有件要紧事，您看，半月后我那节律大典。李长老脚步一顿，挑眉看他：怎么，你小子也想学你师尊，当个甩手掌柜？哪能啊！林浩叫起躯来，凑近几步，压低声音，语气却格外认真：这等大事，我肯定的跟着您老一起张罗。只是他顿了顿，看了一眼身旁脸颊微红的叶灵，继续道：您想想，我娶的可是玄天剑宗的圣女，这大典办得如何，关乎的可是咱们合欢宗的脸面，更是两宗交好的大事。李师伯，您可得多用点心啊！叶灵适时地低下头，柔声附和：有劳李长老费心了。李长老看着这一唱一和的小两口，无奈地摇了摇头：行了行了，就知道使唤我这把老骨头。他摆摆手，转身准备御剑离开。等等，李师伯！林浩赶忙喊住他，脸上难得浮现一丝尴尬。是这样，这次道侣大典要明媒正娶的不止灵儿一人。李长老转身疑惑地皱眉问道：不止一人，还有谁？林浩摸了摸鼻子，眼神有些游离：还有苏师姐和。他嘴唇动了动，后面那个称呼却卡在了喉咙里，愣是没说出来。叶灵挽着他的手微微一顿，虽然早已知道他和苏妙琴的关系，但亲耳听到，心头仍不免泛起一丝酸涩，不由得低下头。李长老见他这吞吞吐吐的模样，不由得吹胡子瞪眼：婆婆妈妈的，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爽利了？他话锋一转，语气稍缓：妙琴那丫头我知道，咱合欢宗虽不兴这些虚礼，他捋了捋胡须，但既然你有这份心，想必他也会很开心。他目光在两人间一转，突然皱眉：等等，你刚才说不止一人，除了妙琴，难道还有别人？林浩脸上闪过一丝窘迫，深吸一口气，轻声说道：还有我师尊沈如。他语气带着几分尴尬：我知道这听起来，但既要给灵儿正礼，便不能委屈了师尊与师姐。虽然咱合欢宗不兴这个，但正因如此，我才更要一并办了，方显我对他们每个人的郑重。什么？你连你师尊都？李长老惊得瞪大了眼，指着林浩，气得胡子直翘：好你个混小子，你可真是好本事啊，连你师尊都不放过。叶灵指尖倏地收紧，当师尊二字传来，他俏脸唰的一下失了血色。虽然早知道苏妙琴的存在，但万万没想到竟还有他的师尊。林浩上前一步，神色郑重：李师伯，正因关系重大，才更要办得风光体面，这关乎我千幻峰的颜面，也关乎灵儿师姐和师尊的颜面，请师伯务必周全。李长老重哼了一声，没好气的甩袖道：知道了，老夫上辈子真是欠了你们千幻峰的。他再不停留，化作一道流光，逃也似的离去，仿佛多待一刻都要背弃出个好歹，只余下后半句在空中回荡：我这就回去召开长老会，总行了吧？见李长老的身影消失在天际，林浩刚松了口气，转头就对上了叶灵沉默的侧影：嘿嘿，灵儿好灵儿。他指尖轻轻碰了碰他的肩膀，干笑两声：那个。然而话音未落，指尖刚触到他的肩，就被他用力甩开。你有了苏师姐，我能理解，也能忍。叶灵双眼通红，泪水在眼圈里打着转，声音哽咽道：可你连你师尊都……话音未落，人已化作一道白色的流光，一头扎进了漆黑的密林。灵儿！林浩心头一紧，立刻催动身法紧追而去。灵儿，你听我解释！他在身后奋力疾呼，叶灵却是充耳不闻，任凭泪水模糊视线，只是一味向前飞遁。就在两人掠过一片茂密山林时，异变陡生，下方黑暗中，一道黑色流光激射而出，快如闪电，直取林浩后心。一股金丹后气的威压笼罩而下，林浩只觉周身一沉，连奔腾的五行真元都运转不灵，竟然被定在了半空，丝毫动弹不得。
小心！叶灵身形一顿，猛然转身，当看到那道黑色流光已袭至林浩身后时，那张梨花带雨的俏脸上，所有的悲伤与委屈在刹那间消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空明的决绝。他的眼眸中仿佛有亿万剑光闪过，周身陡然散发出凌厉的剑气，没有半分犹豫，他体内所有灵力如开闸洪流，毫无保留地奔涌而出，尽数灌入手中那古朴的剑胚。破云惊鸿！他轻斥一声，声如剑鸣，带着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正是他目前能使出的最强一击——破云剑诀第6式破云惊鸿。剑光凝练如一线，仿佛展开了夜色，其速之快，其意之绝，已真至他剑心通明之境的极致。那黑影显然没料到这株鸡女娃竟能展出如此纯粹的意剑，他急忙幻化3道残影，试图规避这凌厉无比的剑势。然而惊鸿一剑快于闪电，心智剑指，失了一声轻响，凝练的剑光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擦过了黑影的面具，一道清晰的裂痕应声浮现。一剑既出，叶灵仿佛耗尽了所有心力，身子一软，如同折翼的灵鸟从空中翩然坠落。灵儿！林浩心头一紧，奋力催动身法，如一道流光掠过夜空，向那道翩然坠落的身影急速飞去。黑影摸了摸开裂的面具，冷哼一声，他身形一晃，竟原地消失，下一刻已化作一道黑色流光，屈指成爪，直直抓向叶灵雪白的颈项。住手！林浩大惊失色，硬生生止住前冲之势。混沌无相诀疯狂运转，浑元罡气瞬间凝聚于右拳，他强行扭转方向，悍然迎向那道袭向叶灵的黑色利爪。噗！拳爪相交，林浩只觉一股巨力透体而入，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他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后背重砸在一棵巨大的树干上。叶灵失声惊呼，急忙扑跪到他身边。夫君！见他唇边血迹蜿蜒，他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他手忙脚乱地为他擦拭，随即轻轻将他的头揽入怀中。林浩只觉整张脸埋入一片温软，连身体的疼痛都仿佛轻了几分。黑影一步步逼近，面具下传来一声玩味的轻笑，倒是情深意重。没想到你这丫头小年纪竟已真至剑心通明之境。林浩忽觉脸上一凉，心里暗骂一声，睁眼一看，叶灵已持剑护在他身前，眼神凌厉如刀。你想怎样？他手腕一震，剑尖直指黑影，即便脸色苍白如纸，握剑的指节却稳如磐石。黑影摊了摊手，面具下传来一声低笑，别紧张，我并无恶意。林浩强撑着坐起身，咳出一口血沫。前辈，方才您对灵儿出手，那可是一招毙命的架势，分明是动了杀心。他苦笑着抹去嘴角血迹，这般手段若是说没有恶意，实在让人难以信服。是他先动手毁我面具。黑影抬手轻抚面具上的裂痕，声音突然转冷，小子，你可知道面具对杀手意味着什么？分明是您先出手袭击。林浩忍痛皱眉，语气中带着不满，方才对你不过是试探罢了。黑影语气平淡，我若真有杀心，你以为你们2人此刻还能站在这里与我说话？话音未落，一股远超之前的恐怖威压弥漫开来，赫然是金丹大圆满的灵压，如无形山岳当头照下。林浩与叶灵顿时呼吸一致，面色骤变，威压一放即收，仿佛从未出现。黑影看着神色稍缓的2人，这才负手而立，继续解释道，我上次便说过，此来是为引自令。林浩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那你2次都是直袭我后心，这又是什么意思？你还敢提上次？黑影冷哼一声，目光锐利，他抬手轻抚面上那道裂痕，语气里带着无奈，上次是你师尊千唤仙子，不顾冰皇灵体反噬，强行阻我，坏了我一个面具，这次又是这小丫头。他顿了顿，声音里透出一丝荒谬感，而且2次都是这惊鸿一剑。小子，我这2个面具算是全栽在这一招下了，你这道里的剑招倒是颇有门道。林浩讪讪一笑，摸了摸鼻子，嘿嘿，巧合，那都是巧合。黑影忽然话锋一转，意味深长地问道，对了，你师尊奈灵体反噬的寒毒，若无至阳之气调和，根基必定受损。你小子修的正好是至阳功法，该不会……林浩尴尬的轻咳一声，正是在下，责无旁贷。夫君！叶灵猛地转头，美眸中闪过一丝恍然，你的意思是，你与你师尊结为道侣，是为了帮他压制寒毒？林浩握住他的手，郑重颔首，确实如此，唯有阴阳相济，方能助师尊化解危机。叶灵俏脸微红，轻轻捶了他一下，你早该告诉我的，你也没给我解释的机会啊。林浩委屈的撇嘴，心里却暗松一口气，幸好这理由足够正当，不然这倔丫头还真不好哄。黑影不耐地敲了敲面具，你们腻歪够了没有？现在该谈正事了。林浩收敛神色，正色问道，前辈，您一再提及为引自令而来，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引自令是了结旧日恩情的凭证。黑影语气平静，令牌分3等，你持的黑铁令正对应金丹期。他目光扫过林浩，不论令牌来源，持令者能借我3成功力1掌，我便为你做一件事，此乃引格铁律，亦是因果两清之法。林浩抹去唇角血渍，恍然之余不由扯出个无奈的笑容。他对着黑影一抱拳，晚辈明白了，前辈2次袭我后心，只为试探，并未真正下杀手吧？他吸着气缓了缓胸口闷痛，眼珠一转，那刚才那一下就算我通过考验了吧？你小子
竟能应接我6成功力的一招。黑影敲了敲面具，语气带着几分意外。罢了，算你通过。他不耐地一摆手，有什么要求快说，我赶时间。林浩眼珠转了转，嘴角又勾起那抹标志性的痞笑，不紧不慢地拉起叶灵的手，竟转身朝着万宝阁方向走去。哈哈，原来真是误会一场。前辈既然是自己人，那就不急在这一时半刻。夫君，叶灵轻轻拉住他的衣袖，担忧地看向他染血的衣襟。你的伤。林浩朝他眨眨眼，满不在乎地摆摆手，放心，你夫君我纯阳之体已达小成境界，这点小伤算不得什么。黑影被他这反应弄得一怔，随即快步跟上，冷声道：你小子还想耍什么花样？我的时间不多，不要浪费。前辈别急嘛。林浩回头笑道，脚步却丝毫未停。既然要谈正事，总得先喝杯茶，慢慢聊不是？叶灵被他牵着手，看着他与黑影这一急一缓的对话，不禁眨了眨眼，脸上写满了困惑。于是在林浩的拖延和黑影的催促中，三人就这么回到了灯火通明的万宝阁。瘦猴眼尖，第一个瞧见人影，嗖地窜了出来，满脸惊喜。老大，你可回来了！胖球闻声也赶忙迎上，圆圆的脸上堆满兴奋的红光。老大，你今天在玄天剑宗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得上古剑胚认主，还得玄天剑宗圣女青睐。他话说到一半，目光落到英姿飒爽的叶灵身上，小眼一亮，躬身行礼。这位定然就是嫂子了，小弟胖球给嫂子见礼。铁柱跟在最后，挠了挠头，憨厚的脸上满是佩服，憋出一句：浩哥，你把嫂子带回来了。叶灵被几声嫂子叫得耳根微红，下意识地往林浩身边靠了靠，感受到他的羞窘，林浩朗声一笑，自然地揽住他的肩头。兄弟们热情，灵儿你别介意。他随即转向胖球，神色自然地转回正题，先办正事。胖球，带我们去静室上茶，上好茶。好嘞，老大。胖球反应极快，立刻收敛了嬉笑，恭敬地对黑影行了一礼，转身引路。前辈，您这边请。几人穿过前堂，来到后院一间清雅的静室。胖球手脚麻利地备好香茗，茶香顷刻间袅袅弥漫开来。黑影在静室主位坐下，目光扫过胖球几人，声音平淡：你们都出去吧。胖球几人闻言，立刻看向林浩，见林浩微微颔首，便恭敬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叶灵却未动，他一手轻按剑柄，身形挺拔，如同一株青竹，目光警惕地落在黑影身上。林浩嘿嘿一笑，拿起茶壶为黑影续上一杯热茶，打着圆场。前辈您看，我们是道侣，本为一体，灵儿留在这里无妨吧？黑影瞥了叶灵一眼，见他眼神坚定，不耐地摆了摆手：算了算了，他愿意待着就待着吧。林浩脸上堆起那标志性的痞笑，再次为他斟茶，看似随意地问道：前辈，聊了这么久，还不知您怎么称呼？黑影端起茶杯，浅尝一口，面具下传出低沉的声音：尹13。原来是13前辈。林浩热情地又给他续了一杯，这才切入正题：您刚才说凭借这尹字令，可以请您替我办一件事，敢问是什么事都可以吗？尹13没好气地放下茶杯，自然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不然你让我自枪，难道我也听你的不成？他语气一转，带着催促：快点决定，我赶时间。我看你与宗内那个李长老四有嫌隙，不如我现在就去帮你杀了他，干净利落。林浩吓得差点跳起来，连忙按住他的手臂：别，千万别！13前辈，我和李长老那只是宗门内部的小摩擦，不值当，不值当。他心中暗道：老李头啊，老李头，你可得谢谢我，我这是救了你一命啊。尹13身体后靠，语气带着一丝玩味：这也不要，那也不要，那你到底需要我做什么事？林浩小心翼翼地试探道：那让前辈保护我一段时间，行不行？哼！尹13冷哼一声，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想让我给你当免费的打手。他顿了顿，问道：一段时间是多久？林浩立刻反问，将皮球踢了回去：那您最多能接受多久？尹13略作沉吟，缓缓伸出5根手指：最多5。他话音一顿，又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迅速收回2根手指，至于3根竖在空中，语气坚决：不，最多3年，这是我的底线。林浩闻言大喜过望，生怕他反悔，立刻拍板：成交！那以后这3年就拜托13前辈多多关照了。他心里却乐开了花，哈哈，白捡一个金丹大圆满的免费保镖3年，这波血赚。林浩压下几乎要咧到耳根的嘴角，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经一些。他将胖球和瘦猴叫进静室，脸上重新堆起灿烂的笑容，用力拍了拍手：来来来，都认识一下。他让出尹13的身影，语气热络：这位是尹13前辈，从今天起就在咱们万宝阁住下了。他转向胖球，吩咐道：胖子，前辈的饮食起居就交给你了，务必好酒好肉，不可怠慢。林浩目光又落到瘦猴身上：瘦猴，你心思活络，以后就贴身跟着前辈，机灵点，前辈有什么需要立刻去办，明白吗？瘦猴闻言一愣，脸上闪过一丝茫然。胖球反应极快，抬脚不轻不重地踹了他一下，低声催促：发什么呆？浩哥吩咐什么，照做就是。瘦猴一个机灵，赶紧应声：明白了，浩哥。说完便乖觉地挪步站到了尹13的身后，努力挺直了腰板。尹13面具下的目光扫过林浩，带着几分审视的开口：小子，你之前说的是让我贴身保护你？林浩立刻堆起真诚无比的笑容，连连摆手：前辈您误会了，
您是何等身份，岂能真让您做那等护卫之事？我返回宗门，安全得很，绝无危险。他心里暗想，我回去还要和灵儿、师尊他们亲热，您这位大佬在暗处盯着，那多不自在。他凑近一步，笑容更加热情。您啊，就把这儿当自己家，好好休息，享享清福。这就当是休假，对，休假。哈哈。尹13看着他这副模样，哼了一声，未再多言，算是默认了这个安排。林浩搓了搓手，脸上堆着笑，小心翼翼地提议：前辈，您看，您这身打扮，在咱们这万宝阁里，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要不您把面具摘了，换身寻常衣裳。尹13闻言，眉头一皱，语气傲然：我堂堂尹阁金丹杀手，岂能做这等藏头露尾之事？林浩看了看他脸上的面具，嘴角不由得触了一下，心里嘀咕：13前辈，您莫不是对藏头露尾有什么误解？他脸上堆起诚恳的笑容，语气真挚地解释道：前辈，您误会了，晚辈的意思是，这3年您就当是来度假的，总得体验一下阳光下的生活吧。见尹13没有立即反驳，他趁热打铁，继续劝说：您想啊，若是时刻戴着面具，在这房世间行走，反而惹人注目；若是遇到需要执行任务的时候，您再换上这身行头，岂不两变？尹13沉默片刻，似乎被阳光下的生活触动，终于松口：也好。说罢，他缓缓取下了那张带着裂痕的面具，面具下是一张极其普通的中年人面孔，毫无特点，扔进人海里便会立刻消失的那种。林浩立刻竖起大拇指，满脸真诚的赞叹：13前辈果然风采照人，气质内敛。心里一阵无语，您这脱了面具，确实比戴着面具还不惹人注目。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更高境界的藏头露尾。尹13对林浩的赞美不置可否，将那身显眼的黑衣也换下，穿上瘦猴找来的一套普通灰色长衫。转眼间，那位令人胆寒的尹阁杀手便消失不见，只剩下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年修士，仿佛一位账房先生。林浩将从赵干那里迎来的1万灵石递给胖球，拍了拍他的肩膀：胖子，这些灵石你拿去扩张店铺，记住，别总想着省钱，该花的就得花。他朝尹13的方向努了努嘴，先带前辈去他的住处，务必安顿妥当。胖球应声，恭敬地引着尹13离开了。待他们走后，林浩看向瘦猴，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兄弟，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贴身伺候他吗？瘦猴抓了抓头发，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试探着回答：老大，我大概明白一点，是不是觉得我这身板和机灵劲儿比较适合尹阁的路子？林浩赞赏地拍了拍他的肩，笑道：孺子可教。咱们千幻峰的幻术固然了得，但和尹阁真正的暗杀前行之术，路子还是不同的。他凑近些，压低声音，眼中闪着狡黠的光：你以后啊，多在他面前显摆你的隐秘功夫和身法。瘦猴闻言，脸上露出不解：啊，为啥要显摆？你笨死了！林浩屈指在他脑门上一弹，哭笑不得：刚夸完你，你想想，你显摆的好了，前辈觉得你是可造之才，兴许就指点你几招。你要是显摆的稀烂，他老人家看不过眼，说不定也会忍不住点拨你一下。明白了吗？瘦猴眼睛猛地一亮，用力一拍大腿：高啊，老大，我懂了。叶灵看着林浩那得意洋洋的模样，忍不住轻笑着摇头，带着几分亲昵的嗔怪：就你鬼点子多。一炷香的功夫，胖子快步走了回来，圆脸上堆着笑：老大，尹13前辈已经安顿妥当了，就在后院最清静的那间上房。好。林浩点点头，很自然地吩咐道：那你也给我和你嫂子安排2间客房，我们今晚就在这儿歇了。说完朝胖子眨了眨眼，胖子小眼珠滴溜溜一转，脸上立刻浮现出为难神色。他一拍大腿，声音带着几分夸张：哎呀，老大，您看这事儿闹的真是不巧，前些天忙着整修货架，杂物把旁边几间空房都占满了，眼下就只剩1间上房还空着了。他搓着手，一脸我也没办法的表情，看向林浩：您看，要不今晚您和嫂子先将就一下，挤一挤。林浩立刻配合的皱起眉头，语气满是无奈：就1间了，你这掌柜怎么当的？哎，算了，非常时期也只能这样了。他转过头看向叶灵，努力憋着笑：灵儿，你看这。叶灵早在胖子说只剩1间时，俏脸就已红透，此刻听着林浩这故作无奈的话语，更是连白皙的脖颈都染上了绯色。他羞得低下头，声如文瑞的了一声，算是默许。那就这么定了。林浩哈哈一笑，顺手揽住叶灵的香肩：胖子，带路吧。好嘞，老大，嫂子，这边请。胖子殷勤的在前面引路，嘴角咧到了耳根子。林浩便伴拥着羞不自胜的叶灵，朝着那唯一的上房走去。走进房间，反手带上了门。屋内一对红烛静静燃烧，将整个房间映照得温暖朦胧。最显眼的便是那张铺着大红锦被的床榻，背面上绣着精致的鸳鸯戏水图样，在烛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林浩一眼瞥见，心里顿时给胖球竖起了大拇指。这胖子果然心细，看来在我与尹13喝茶的时候就安排妥当了。面上却故作惊讶，挑眉笑道：这胖子倒是会办事。叶灵的目光一触及那一片鲜红，便如同被烫到般飞快移开，脸颊上的红晕迅速蔓延，连耳根都染上了一层动人的胭脂色。他下意识地松开了握着林浩的手，
只见不安地绞着衣角，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林浩将他这羞窘的模样尽收眼底，心中暗笑，走到桌边倒了2杯水，语气自然地招呼：“站那么远做什么？过来喝口水。忙了一晚上，不渴吗？”叶灵一言，挪步过去，接过茶杯时，指尖不经意与林浩轻触，微微一颤，差点没拿稳杯子。他慌忙低头抿了一口，试图掩饰自己的慌乱。林浩看着他微微颤抖的长睫，像受惊的蝶翼，心头一软，放下茶杯，走到他面前：“灵儿。”他轻声唤道，声音比平时低沉了几分。叶灵抬头便撞进他含笑的眼眸里，那里面跳动着温暖的光芒。林浩伸手轻轻握住他微凉的指尖，动作温柔。他只是这样静静地看着他。还记得我们在秘境中的花海吗？他低声问，带着一丝怀念。那时候的你可没现在这么害羞。叶灵感受着他掌心传来的温度，听着他低沉的声音，心跳快得如同肋骨。他试图抽回手，力道却微弱的近乎欲拒还迎。那怎么能一样？他声如文瑞，眼睫低垂，不敢与他对视。哪里不一样？林浩低笑，俯身凑近他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廓。现在你可是名正言顺的林夫人了。夫人2字，他咬得格外轻柔，却像带着钩子，直直撞进叶灵心里。他浑身一颤，只觉得被他气息拂过的肌肤一阵酥麻，腿都有些发软，几乎要站不住。你别靠这么近。他带着一丝的哀求，伸手想推开他，却软绵绵的，使不上半分力气。林浩顺势握住他手，将他轻轻往怀里一带。叶灵低呼一声，便跌入一个温暖的怀抱。林浩低头轻轻吻上他微颤的唇瓣，起初只是温柔的触碰，如同蝴蝶点过花蕊，带着试探与珍视。叶灵浑身一僵，下意识的想要退缩，却被他的手臂稳稳圈住。渐渐的，在他温柔的攻势下，他紧绷的身体慢慢软化，原本抵在他胸前的手，不知何时已攀上了他的肩颈。细密的睫毛如蝶一般轻颤，最终完全合上，从喉间溢出一声细微的呜咽，声色而顺从的回应起来。烛光摇曳，将相拥的身影投在墙上。叶灵脸颊酡红，眼波迷离如水，微微喘息着，身子已酥软无力，只能软绵绵地塌在他臂弯里。林浩呼吸也变得粗重，一只手已悄然探向他衣带。就在衣带将解之际，叶灵忽然惊醒，迷蒙的眼神瞬间恢复了清明。他一把用力握住林浩的手腕，力道之大，竟让林浩动作一顿。他仰起头，虽然脸颊依旧绯红，气息也未平复，但目光却异常坚定，声音带着微喘：“不，夫君，等等。”他深吸一口气，迎上林浩疑惑的目光：“我还是决定等半月后大婚之礼完成，再完完整整地将自己交给你。”林浩动作顿住，眼底翻涌的情潮缓缓平息。他看着身下人儿坚定的眼眸，那里面有着羞涩，有着情动，更有着不容动摇的坚持。他沉默了片刻，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额头轻轻抵上他的额头，嘴角勾起一抹带着些许遗憾。好，他的嗓音还有些沙哑，都依你，我等。说完，他并未立刻起身，只是将他更紧地拥入怀中，在他发顶落下一个轻柔的吻。那就睡吧，只是睡觉。林浩依言将他拥入怀中，拉过那床大红锦被盖在两人身上。然而温香软玉在怀，鼻尖萦绕着他身上清浅的幽香，感受着他纤细腰肢传来的温热与弹性。林浩只觉得一股邪火在体内流窜，烧得口干舌燥，哪里睡得着？他闭着眼，心里却在天人交战，暗自苦笑。这小妮子性子真是倔得可以，先前在秘境里死活不肯张嘴，如今在这红帐之内依旧不肯张嘴。叶灵同样心绪难平，第一次与男子同床共枕，身边传来林浩身上灼热的体温，让他浑身僵硬，一动也不敢动。寂静在红烛燃烧的噼啪声中蔓延。良久，叶灵轻动了动，低声试探：“夫君，你睡着了吗？”“还没。”林浩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美人在怀，却要坐怀不乱。你夫君我哪里睡得着？”叶灵沉默了一下，声音更低了，带着些许不安：“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林浩闻言，手臂收紧了些，语气变得温柔：“没有，我尊重你的选择。”他顿了顿，压下心中的躁动，轻笑道：“来日方长，我等得起。”感受到他的理解与克制，叶灵心中暖流淌过，那份紧张不安渐渐消散。他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在他怀里转过身，面对着他，眼眸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明亮。“既然我们都睡不着，”他语气认真起来：“夫君，我们趁此机会练功可好？我刚到筑基9层，境界亟待稳固。再者，破云剑诀后面的招式，我也需时间参悟。”林浩看着他认真脸庞，那点旖旎心思也被冲淡了不少。他无奈又觉得有些好笑，捏了捏他的鼻尖：“洞房花烛夜，娘子却拉着夫君彻夜练功，也罢，谁让我娶了个剑道天才呢？”林浩与叶灵在红烛摇曳的房中相对盘坐，很快便各自入定。叶灵气息沉凝，周身隐隐有剑气流转，显然已完全沉浸在参悟剑诀的玄妙状态中。林浩调息片刻，将筑基7层的境界稍作巩固，便觉得心思浮动，难以持续。他睁开眼，见叶灵仍在深度修炼中，显然一时半刻不会转醒。百无聊赖间，他心念微动，那枚记载着5行遁空诀的玉简
便出现在掌心。他将神识探，却觉其玄奥异常，以他如今的神识，竟连最基础的篇章都难以理解。地级功法果然不凡。他轻叹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只能待结丹之后再来尝试了。将玉简收回，目光落在叶灵精致的侧颜上，一缕笑意浮上嘴角。他暗自想着，小妮子，一会回来再收拾你。遂轻手轻脚地起身，悄然出了房门，来到前堂，见胖球还在柜台后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胖子，这么晚了还不睡？胖球抬起头，一双小眼却锃亮有神。老大，您怎么出来了？今天的流水得算清楚了，心里才踏实。林浩放下账册，想起一事，账目不急，昨天道士那3个人关在哪儿了？就在后院杂物间，让人看着呢。胖球立刻起身，老大要现在去审，去看看。林浩点点头，闲着也是闲着。胖球引路，两人刚走到后院，旁边阴影里便转出4个身影，皆是气息沉稳的筑基后期修士。为首的陈执事笑着拱手：“林师弟，你来了。”林浩满意地点头，从袖中取出一个小零食袋，递了过去：“陈师兄辛苦，一点心意。”陈执事连忙摆手，打着哈哈：“林师弟，这是做什么啊？你有沈长老的令牌，我等奉命行事，是分内之事。”林浩直接将零食塞进他手里，笑道：“叫你拿着就拿着，请几位师兄喝茶的一点心意。莫非陈师兄是嫌少？”陈执事这才笑着收下，顺手掂量了一下，脸上笑容更盛。既然如此，我们就却之不恭了。林师弟以后有事尽管吩咐。林浩笑着点点头，才示意胖球开门。推开杂物间的门，只见昨天闹事的那3个筑基修士被捆得结结实实，蜷缩在角落，个个面色如土。见到林浩进来，3人脸上顿时露出惊恐之色。林浩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们：“3位。”他语气平淡：“听说你们是百草阁派来的？”其中一人梗着脖子道：“是又如何？百草阁不会不管我们的。”林浩转头问胖球：“通知百草阁来赎人了吗？”胖球无奈地摊手：“早就派人去传话了，可百草阁的掌柜说根本不认识这3人，还反咬一口说我们诬陷。”林浩闻言，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听见了吗？你们被东家抛弃了。”3人脸色顿时惨白。不过林浩话锋一转：“我倒是可以给你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他蹲下身，目光扫过3人：“既然百草阁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你们若是愿意指证百草阁，只是你们陷害万宝阁，我不但放了你们，还给你们一笔安家费。”见3人面露犹豫，林浩又补充道：“想想看，百草阁既然能抛弃你们1次，就能抛弃你们第2次，而我林浩向来言出必行。”3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最终领头的那汉子咬牙道：“好，我们愿意作证。”林浩对那领头之人道：“既如此，你们便详细写下如何受百草阁指使，得了多少灵石，在何处交接，有何凭证，写清楚了，明日房事开张，我要你们当着众人的面原原本本再说一遍。”他转头吩咐胖球：“胖子，准备纸笔，让他们画押。明日一早，在店铺门口搭个台子，把事情经过公之于众，再挂出牌子，就写为庆贺本店沉冤的血。3日之内，所有丹药一律9折。明白？”老大。胖球眼睛一亮，立刻领会了其中关窍。我这就去安排，定要让百草阁偷鸡不成蚀把米。林浩点点头，转身回了后院卧房，轻轻推开门，叶灵依旧在榻上盘膝入定，周身灵气氤氲，神色恬静。他脱下外衫，悄无声息地躺回他身边，静静看着少女专注的侧颜，心中那点波澜渐渐平息。他并未打扰她，只是侧身卧着，在满是静谧与若有若无的幽香中，也慢慢合上了眼。林浩第2天清晨醒来，只觉得身上沉甸甸的。他低头一看，发现叶灵不知何时已从打坐中醒来，此刻正像只八爪鱼般缠在他身上，双手搂着他脖颈，一条腿还大大咧咧地缠在他腰间。他不由得失笑，平日里规规矩矩的剑宗圣女，竟是如此大咧咧的睡相。他刚想轻轻挪开他的胳膊，叶灵却睫毛微颤，醒了过来，一睁眼就对上林浩近在咫尺的脸，再发现自己这毫无形象的暧昧姿势，他俏脸刷得通红。我怎么会？他羞得语无伦次，拉起被子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慌乱的眼睛。林浩支着头，好整以暇地看着他，故意拖长了语调：“我也正想请教叶圣女，昨夜是谁说要练功？结果练着练着就练到魏夫身上来了。你胡说！”叶灵耳根都红透了，抓起枕头就想砸他，却被他笑着握住手腕。夫人若是喜欢这般睡姿，他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魏夫道是乐意之至。”叶灵羞恼地瞪他一眼，声音细若文瑞：“你就知道欺负我？”他这般含羞带怯的模样，在林浩眼中比最纯的美酒还要醉人。林浩心头一暖，情不自禁地低头，再次亲吻那微起的唇瓣。这一次少了昨夜的青涩，多了几分笃定的温柔。叶灵被他突如其来的深情弄得有些无措，先只不自觉地攥住他的衣襟。在他缠绵的亲吻中，他渐渐放松下来，声色地给予回应。感受到他的接纳，林浩将他往怀里带了带，指尖轻柔地拂过他的青丝。月光透过窗棂，为相拥的身影镀上一层银灰。意乱情迷之中，他的手掌悄然滑入寝衣，抚上那光滑紧致的小腹。叶灵浑身一颤，瞬间从迷醉中惊醒。他一把抓住他得寸进尺的手，美眸中水光潋滟，
带着一丝乞求，喘息着提醒夫君说好的，等大典以后。林浩动作一顿，看着他绯红的脸颊，坚持的眼眸，不由痞痞一笑。为夫一言九鼎，自然不会食言。那只被抓住的手反客为主，与他十指相扣，现在只当是提前收些利息，另一只手却并未停下，反而慢慢往上探了去。此处省略208字。良久，叶灵眼波迷离，娇慵无力地倚在他怀中，几乎要化作一滩春水。林浩深吸一口气，缓缓停下了动作。他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个深情的吻，声音温柔：“好了，不闹你了。”说罢，他竟真的起身，动作轻柔的开始为他更衣，仿佛方才那个步步紧逼的无赖不是他一般。叶灵只觉浑身酥软，只能将发烫的脸颊埋入枕间，娇喘吁吁，声音越来越小：“你先出去，我要沐浴。”顿了片刻，他才抬起水光潋滟的眸子，羞恼地瞪了林浩一眼，娇嗔道：“都怪你。”林浩闻言，动作一顿，瞧见他连脖梗都泛着粉色，眼底笑意更深。他故意凑近，坏笑着问：“可为夫还未更衣，夫人便要赶我走了？你快出去！”叶灵羞得耳根通红，抓起枕头轻轻扔向他。林浩笑着接住枕头，见他耳根都红透了，便见好就收。他只起身举手做投降状，嘴角却噙着满足的笑意：“好，我出去，让夫人好好收拾。”这才慢悠悠地起身朝门外走去。临到门口，他又回头冲他眨了眨眼：“需要为夫伺候沐浴吗？”“想得美，快出去！”叶灵斩钉截铁地打断，又一个枕头精准地砸了过来。林浩大笑着关上门，留下他满脸通红的轻捶床榻。听着门外脚步声远去，叶灵才长长松了口气，整个人蜷进被子里，将发烫的脸颊埋进被窝里，心口依旧砰砰直跳。林浩咧着嘴，心情舒畅地走出那间春意盎然的上房。刚踏入万宝阁前厅，就听见门外人声鼎沸。他信步走到门口，只见店铺外围了不少人，都仰头看着墙上新贴的告示。胖球正站在一个临时搭起的木台上，说得唾沫横飞：“诸位街坊都看清楚了呀，就是百草阁眼红我们万宝阁生意好，指使这3个败类来污蔑我们卖假药。”他手指向台旁垂头站着的3个筑基修士，这3人修为被封，身上毫无灵力波动，如同凡人。铁柱扛着那口后背刀，像尊门神般立在旁边，炼气8层的气势，配上那壮硕身躯，倒也颇有威慑力。胖球转身对着那3个修士呵斥道：“现在你们就把百草阁指使你们做的好事原本给大家说道。”他小眼睛一转，语气稍缓：“老实交代，我万宝阁愿意给你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那为首的汉子面色惨白，颤声道：“是百草阁的刘掌柜让我们来污蔑万宝阁卖假药。”旁边一个瘦小修士连连磕头，还说是成之后给我一人500灵石，小的们一时糊涂，求道友饶命啊！胖球转身面向围观的众人，圆脸上堆起和气笑容，声音洪亮：“诸位街坊都听见了，我们万宝阁行的正，做的直，绝不会做这等下作勾当。”胖球继续高声宣布：“为庆贺本店沉冤的雪，所有丹药一律9折，连卖3天。”围观的修士们顿时议论纷纷：“原来如此，我就说万宝阁的丹药品质一向不错，百草阁这也太下作了。走，进去看看，正好要买些凝气丹。”人群开始往店里涌动，胖球忙得满头大汗，脸上却笑开了花。林浩满意地点头，目光转向柜台后，尹13身穿灰色长衫，正悠闲地品着茶，周身气息收敛得干干净净，乍看还真像个普通账房。只是那双眼眸在掠过门口喧闹的人群时，带着一丝洞悉世情的淡然。林浩溜溜达地晃到柜台前，顺手给自己也倒了杯茶，冲着尹13嘻嘻一笑：“怎么样，13前辈，咱这戏演得还成吧？”尹13慢条斯理地放下茶杯，手段尚可，不过他瞥了眼门外打草惊蛇，百草阁不会善罢甘休的，嘿，就怕他们不来。林浩咧嘴一笑，抬手在颈间比划了个利落的手势，正等着他们伸头呢。此时，一个身着百草阁服饰的弟子挤过人群，恶狠狠地瞪了台上一眼，又迅速消失在街角。尹13将这一幕尽收眼底，淡淡道：“蛇已经惊了，正好。”林浩饮尽杯中茶，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就等着他们出动了。“你们在说谁要出动？”一个清越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只见叶灵不知何时已站在楼梯处，他显然已经洗漱完毕，换上了一身干净利落的白色劲装，长发束成高马尾，背上附着那柄金色极品飞剑。看来那柄上古剑胚已被收至储物间，只是那张精致的俏脸上还残留着未完全褪去的红晕。看向林浩时，他故意板起脸，美眸微瞪，3分嗔怪7分羞涩地瞟来一眼。林浩立刻笑着凑了过去，牵起他的手：“灵儿，可算出来了？不饿，为夫正在想今天该带你去尝尝哪家的灵膳。”叶灵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呀，能不能说句正经话？筑基后期早已辟谷，怎么会饿？嘿嘿，这可都是正经事。”林浩将他鬓角一缕青丝别到耳后，嬉笑道：“食色性也，美食能让人心情愉悦，这可是修行也换不来的乐趣。”他朝尹13的方向抬了抬下巴：“不信你问13前辈，修行路上若只剩清心寡欲，那多无趣。”尹13慢悠悠地啜了口茶，眼皮都没抬：“你们道侣斗嘴，莫要扯上老夫。”叶灵被说得抿嘴一笑，那点强装的恼怒
也维持不住了。就你歪理多，走吧。林浩顺势握住他的手，带你去尝尝这房市里最出名的灵扇。胖子，他朝忙得团团转的胖球喊了一声：“看店，我们出去一趟。”胖球忙里偷闲的应了一声：“好嘞，老大，嫂子吃好喝好。”林浩拉着耳根微红的叶灵，穿过人群，朝房市最热闹的石阶走去。尹13不知何时也已起身，如同一个真正的老仆，不近不远的跟在了两人身后。林浩拉着叶灵在熙攘的石阶穿行，沿途为他介绍各色零食小摊，从能滋养神魂的凝神茶糕到可淬炼筋骨的火炙牦牛肉，兴致勃勃。在林浩的陪伴下，叶灵渐渐放松下来，那点因清晨的亲密而带来的些许不自在已悄然消散。林浩瞧见他唇角沾着一点糕点屑，自然的伸手轻轻拭去。叶灵微微一怔，随即脸颊绯红，娇嗔地瞪了他一眼。便在此时，尹13平淡的传音落入林浩耳中。房市东头有数道不弱的气息，正快速朝万宝阁方向移动。林浩嘴角又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来的正是时候，他低笑一声：“等你们多时了。”他眼神却悄然转冷，牵起叶灵的手：“走，回去看看。”三人立刻折返，刚靠近万宝阁所在街道，便见前方已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喧闹声中，百草阁掌柜尖利的嗓音格外刺耳：“万宝阁欺人太甚，凭空捏造，污我百草阁百年清誉。今日若不给我们一个交代，就别想开门做生意。”门口，陈执事与3名筑基后期修士脸色凝重，与百草阁5名修士对峙着，对方都达到了筑基巅峰的修为。胖球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铁柱则紧握后背刀，怒目而视，炼气8层的气势在对方磅礴的凌压下显得摇摇欲坠。证据确凿，何来污蔑？陈执事沉声喝道。但面对人数和修为均占优的对手，额角已渗出细汗。证据。百草阁这边为首的一名黑袍修士嗤笑一声，阴冷的目光扫过那3个被缚的修士，就凭这3个来路不明之人，随便写几张纸，画几个押，就想污我百草阁百年清誉，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万宝阁？威逼利诱，让他们反咬一口。他身后一名3角眼修士立即帮腔：“没错，说不定是你们自导自演，故意栽赃。”黑袍修士踏前一步，筑基巅峰的威压如潮水般涌向陈执事4人。今日若你们肯当众认错，接下这污蔑的告示，再赔偿我百草阁名誉损失，此事或许还能善了。否则，他语带威胁，就别怪我们替合欢宗管教一下这无法无天的店铺了。陈执事脸色铁青，咬牙硬顶着凌压：“阁下这是要强词夺理，以力压人了，是又如何？”黑袍修士狞笑一声：“既然给你们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话音未落，他身形暴起，五指成爪，带着凌厉劲风直取陈执事面门。这一击狠辣迅疾，显然打算杀鸡儆猴。若是抓实，陈执事必然重伤。陈执事脸色巨变，灵力狂涌，正欲拼命抵挡，却见一抹白影如惊鸿般掠过，枪！清月剑鸣响彻街道，一道凝练的金色剑光后发先至，精准地点在黑袍修士的爪峰之上。噗！黑袍修士只觉一股锐利的剑意透体而入，闷哼一声，竟被应声声震退3步，方才稳住身形，脸上满是惊骇。叶灵持剑立于万宝阁门前，白衣飘飘，衣裙猎猎。他目光平静，扫过百草阁众人，手中金色飞剑微微抬起。玄天剑宗，叶灵，请赐教。仅仅一剑，便逼退筑基巅峰。全场刹那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道英姿飒爽的白色身影上，被他那凌厉的剑势所摄。林浩抱着手臂，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见气氛已被叶灵一剑压制，他这才慢悠悠地踱步而出，目光在百草阁众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那个衣着华贵的中年胖子身上。你就是百草阁的掌柜？林浩抬了抬下巴，那胖掌柜硬着头皮上前几步，他身材臃肿，一双小眼闪烁着精明的光芒，强作镇定，捋了捋胡须，正是鄙人。阁下就是万宝阁的东家林浩？是我。林浩笑容可掬，仿佛在跟老朋友聊天。掌柜的，你看这大庭广众的打打杀杀，多伤和气，也影响诸位街坊做生意。现在我们能好好谈谈了吗？胖掌柜小心底暗骂，这小子分明是仗着那白衣女子的实力，先打服了再来讲和。他小眼一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谈。林东家想怎么谈？简单。林浩伸出2根手指：第一，你百草阁须当众向我万宝阁赔礼道歉，承认指使人污蔑之事；第二，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赔偿我1万下品灵石。他特意加重了约定2字，目光扫过围观修士，朗声道：诸位街坊，不少人都知道前几日这几位。他指了指那3个被缚修士来我店里闹事，当时我便与他们立下赌约，若我万宝阁卖假药，我赔1000；若是他们故意陷害，他们赔1万。当初在场诸位均可见证，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百草阁不会是想赖账吧？人群顿时一阵骚动，议论声四起。胖掌柜闻言，脸色变得更难看，他尖声道：林东家，那不过是你与几个败类私下的约定，与我百草阁何干？更何况谁能证明他们不是受你胁迫？这所谓的证据做不得数，赔礼道歉更是无稽之谈。他矢口否认，态度坚决。林浩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
眼神却锐利起来。哦，照掌柜的意思是不打算认这笔账了。他慢悠悠地踱到那3个被缚的修士面前，指尖凝聚起一缕锐利的精细针缘，在为首那汉子脖梗间比划着。既然百草阁不认这笔账，那留着你们也没什么用了，不如剁碎了喂狗，倒也干净。那3人顿时面无人色，纷纷嘶声喊道：“掌柜的，您不能这样啊！当初明明是您亲自交代，让我们来砸万宝阁招牌的，还说事成之后每人给500灵石，您不能见死不救啊！”胖掌柜气得浑身发抖，指着3人怒骂：“闭嘴！你们这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他脸色铁青，对林浩咬牙道：“林东家，这次是我们认栽，只是这1万灵石能否再商量商量？”林浩闻言挑眉冷笑一声：“商量？掌柜的，现在知道商量了？你们栽赃陷害的时候，可曾想过要跟我万宝阁商量？”林东家年轻气盛是好事，胖掌柜脸上堆着笑，可那小眼却眯了起来。但是在商言商，万事留一线，您这是非要把事做绝啊？哈哈哈，我做绝！林浩哈哈大笑起来，环视了一圈围观的众人：“诸位街坊，大家评评理，若非我们当场识破，此刻万宝阁的招牌已被他们砸得稀烂，届时我们损失的声誉和灵石又何止这1万？到底是谁先把事情做绝的？”既然林东家把话说得这么明白，胖掌柜脸上肥肉抽搐，眼中闪过一丝狠戾：“那咱们就手底下见真章，比划比划吧，看看你今天吃不吃得下这1万灵石。”他话音未落，叶灵已缓步上前，白衣在尘风中轻扬：“比划就不必了。”他指着那5个筑基巅峰修士，声音清冽：“让他们5个一起上吧。”那5个筑基巅峰修士听闻，勃然大怒：“狂妄！”叶灵不再多言，玉手轻按剑柄，刹那间一股凌厉无匹的剑意冲天而起。5人面色巨变，没想到他说出手就出手，他们急忙运转灵力，5道气息瞬间连成一体。先前那黑袍修士怒喝一声，再次一爪探出，带着5人合力的威势直袭叶灵。惊鸿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长街，众人只觉金光一闪，那凝实的爪锋应声而碎。5个筑基巅峰修士齐齐喷出一口鲜血，倒飞出去，重重砸在街道青石板上，整条长街陷入一片寂静。围观的修士们个个目瞪口呆，一个年轻的女子竟一剑击溃了5名筑基巅峰的联手。那5个倒地的筑基修士更是面如金纸，眼中充满了惊骇。他们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发现一股凌厉的剑意在经脉中流窜，连灵力调动都变得异常困难。胖掌柜肥硕的身子晃了晃，险些瘫坐在地。他引以为傲的5个筑基巅峰，竟连对方一剑都接不下。陈执事等4名合欢宗执事相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掩饰的震撼。他们最初奉命而来，是碍于沈长老的令牌，后来留下相助，是感念林浩出手阔绰。但此刻亲眼见证这惊世一剑，4人心中那丝轻视终于烟消云散，彻底化为心折。这位林师弟拥有着让他们仰望的实力。尹13依旧平静地坐在柜台后，又给自己斟了杯茶。只是在茶水注入杯中之时，他的指尖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唇角似乎扬了扬。在一片寂静中，林浩痞笑着走到面如死灰的胖掌柜面前：“掌柜的，还想比划比划吗？”“不比划了，我赔。”“胖掌柜连连摆手，声音发颤：“现在涨价了。”林浩伸出3根手指：“我夫人出手，一件1万，刚才出了1件，震慑又是1件，现在要3万。”胖掌柜脸色惨白：“您开玩笑吧？再耽误！”林浩慢条斯理地又竖起1根手指：“就是4万，我给。”胖掌柜脸色一变，吓得再也不敢多说，取出3个鼓鼓的灵石袋，慌慌张张放在地上，正要带着手下逃离。“且慢！”林浩突然出声。胖掌柜浑身一颤，僵在原地。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声音发颤，几乎带着哭腔。自定于仲冬念9丙午日，也就是14天之后，林浩嘴角带着笑意：“我林浩与玄天剑宗圣女叶灵将于合欢宗千幻峰举行道侣大典。”他声音清晰：“届时还请百草阁务必赏光，来喝杯喜酒。”胖掌柜的瞳孔一缩，额头冷汗直冒。合欢宗与玄天剑宗联姻，这消息本身比刚才那一剑更具杀伤力，一定带到。他声音干涩发颤，几乎是屁滚尿流地挤出了人群。林浩这才拾起灵石袋，转身面向围观的街坊，脸上挂着爽朗的笑容，抱拳道：“诸位道友都看见了，我们万宝阁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诚信。为感谢各位仗义直言，原定3日的9折优惠延长至7日。”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叶灵轻轻拉了下他的衣袖，低声道：“你这招比我的剑还管用。”林浩回他一个狡黠的眼神：“嘿嘿，借势吗？有便宜不占就是王八蛋。”他随即朝胖球使了个眼色，胖球立即会意，给那3个修士松了绑，给每人塞了个装着灵石的小袋。“老大开恩，拿着当盘缠，以后行走多长个心眼，别再给人当枪使了。”3人先是一愣，随即面露感激，朝着林浩方向深深一揖，这才匆匆钻进人群离去。待围观的街坊渐渐散去，林浩招呼众人回到店内，他大马金刀的在主位坐下，叶灵自然地站在他身侧，铁柱则扛着后背刀往门口一站。瘦猴早已麻利地给尹13续上了热茶，找大家来是商量件正事。林浩手指敲着桌面，目光扫过众人：“咱们这房事
池子太小了。胖球小眼一亮，凑近问道：“老大，您的意思是去流云城？”林浩语气笃定，在流云府的首府开一家万宝楼总部。胖子，这事由你总负责，这3万灵石就是启动资金。胖球激动的胖脸发红，搓着手连连点头：“老大放心，我一定。”林浩抬手打断他，看向陈执事4人，笑道：“陈执事等4位师兄辛苦，新店算你们各1成干股，如何？”陈执事4人闻言，先是一喜，他3人交换了个眼神，郑重抱拳：“林师弟如此厚待，这份心意我们接了。”他语气轻静了几分：“师弟往后不必再称什么执事，既在师弟手下做事，换我陈后便好。”林浩眼睛一亮，立即笑着拍了拍陈后的肩膀：“好，有陈后师兄和3位师兄鼎力相助，何愁大事不成？”陈后思索片刻，脸上仍带着几分迟疑：“只是流云城毕竟藏龙卧虎，房事里我们还能靠着合欢宗的名头压一压，到了那里只怕什么？”他浑不在意的一摆手，然后自然地握住了叶灵的手。整个流云府就是咱合欢宗、玄天剑宗和青丹谷3分天下。他勾了勾叶灵的手心，而且我与玄天剑宗圣女联姻在即。叶灵耳根微红，没好气的轻瞪他一眼。林浩得意的笑道：“这么算来，整个流云府2/3的天下都是我们的，绝对的主场作战。”陈后沉吟片刻，还是有点担忧道：“师弟布局周全，是我等多虑了。只是若对方派出金丹修士搅局，我等恐怕力有不逮。”林浩闻言，嘴角一勾，朝柜台方向使了个眼色。尹13会意，眉头微皱，略显不耐地摇了摇头。他依旧慢条斯理地品着茶，却在放下茶杯的刹那，轻轻地哼了一声。下一刻，一股如渊似海的恐怖灵压笼罩了整个内堂，虽只出现了一瞬，便消散无形，却让陈执事4人脸色煞白。金丹后期，绝对是金丹后期的大能。4人在看向林浩时，眼神已彻底变了，之前的些许迟疑荡然无存，只剩下深深的敬畏与折服。陈后深吸一口气，率先抱拳，声音激动：“林师弟深谋远虑，是我等多虑了。流云城之事，我等必竭尽全力。”林浩见陈后4人神色，知道立威已成，便笑着将话题一转：“好了，生意上的事就这么定，眼下还有件要事，关系到宗门声誉以及与玄天剑宗的关系，得劳烦几位师兄和胖球多费心。”胖子小眼一转，立即会意：“老大，您说的是半月后的节礼大典？”林浩神色变得郑重：“正是，这不仅是我的私事，更关乎合欢宗与玄天剑宗2派交好。如今师尊与苏师姐都在闭关，宗门里一应筹备事务都落在李长老肩上。”他看向陈后，语气熟稔的交代：“陈师兄，你们回头便与李长老对接，凡事多替他分担，跑腿打杂、调度安排都主动些。”陈后立刻会意，抱拳应道：“师弟放心，此乃大喜之事，我等定当尽心竭力，绝不会让李长老觉得我等办事不力。”他话中带着笑意，显然明白林浩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理。林浩抚掌一笑：“老李头年纪大了，难免有些固执，你们多顺着他的意思，但该拿主意的时候也别含糊，务必把这场面给我撑起来，办得风风光光。特别是你。”他朝胖子使了个眼色：“房市里人脉熟，采买布置这些杂事，多帮着打点。”他说着看向叶灵，声音柔和：“总不能委屈了咱们的圣女，不是？”叶灵虽然脸颊微红，却也明白这事关2宗关系。胖子也拍着胸脯保证：“老大放心，房市这边我熟，需要采买什么，调度人手包在我身上。”好。林浩笑容爽朗：“有诸位相助，我便高枕无忧了。”林浩正说着，忽然灵机一动，像是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叶灵：“对了，灵儿，说到大典，我倒想起服饰的事儿。”他顿了顿，笑道：“我送你的那件霓裳雨衣不正合适，不如现在换上，也让几位师兄瞧瞧，帮着参详参详。”叶灵脸颊微红，嗔怪地瞥了他一眼，却还是先指一掐诀。只见道道七彩流光自他指尖溢出，一件华美非凡的雨衣随之浮现，轻柔地披附在他身上。那雨衣七彩流转，华美非凡，他本就精美绝伦的容颜，在这氤氲光华的映衬下，更是明艳不可方物，周身都笼罩在一层如梦似幻的瑰丽光晕之中。一时间，店内鸦雀无声。陈后4人看得目瞪口呆，胖球几人也张大了嘴巴，喃喃道：“嫂子，这也太好看了。”林浩看着光彩照人的叶灵，得意的咧嘴一笑，伸手揽住她的肩，冲着看呆的众人扬了扬眉毛：“怎么样，我家灵儿穿这个比那大红袍子不差吧？”叶灵被他当众这么一夸，雪白的脸颊顿时染上绯红，没好气的轻轻撞了下他的肩膀，低声道：“你少说2句。”胖球第一个回过神，激动的拍手：“何止不差，简直是9天仙女下凡！老大您真是好福气。”陈后等人也纷纷抚掌赞叹。叶仙子风姿卓绝，与林师弟堪称绝配。在众人善意的笑声中，林浩被叶灵的光彩所激，也起了兴致，朗声笑道：“娘子如此盛装，为夫岂能落后？”他心念一动，体内灵力流转，那件流云锦衣瞬间浮现，覆盖周身。锦衣之上似有云霞暗纹流动，五色灵光温润内敛，虽不似霓裳羽衣那般绚烂夺目，却自有一股飘逸出尘的仙家气度。他上前一步，与叶灵并肩而立，一个身着七彩霓裳，明艳绝伦，如9天玄女临凡；一个身披流云锦衣，清俊洒脱，
四谪仙游戏人间。两人站在一起，灵光交相辉映，气质相得益彰，当真是一对璧人。胖球第一个拍手叫好，激动的胖脸通红，绝配！老大与嫂子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陈后也点头赞叹，林师弟与叶仙子珠联璧合，实乃我生平仅见。连尹13都微微颔首，难得的评价了一句不错。林浩笑着摊了摊手，至于其他那些繁琐细节，就全交给你们商量着定吧。胖球立刻拍着胸脯，老大放心，保管办得风风光光，让整个流云府都记住这场面。陈后也笑着拱手，我等定当竭尽全力，必不让师弟失望。林浩满意的点点头，用力拍了拍胖球的肩膀，好，那这事就交给你们了，我和灵儿就安心等着做新郎官和新娘子了。待众人将大点细节商议妥当，窗外天色已渐渐染上暮色，时候不早了，我和灵儿就先回宗门了。林浩牵着叶灵起身，见尹13也要跟上，便摆手笑道：13前辈，您就留在万宝阁坐镇吧，这里有您在，我放心。他朝山门方向望了一眼，语气轻松，这都快到宗门了，还能出什么岔子？尹13微微颔首，重新做回忆中。林浩与叶灵相视一笑，十指紧紧相扣，走出殿门。夕阳正好，将天边云霞染成一片暖橘，柔和的光线洒在叶灵精致的侧脸上，为她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霓裳羽衣在夕照下流转着七彩华光，美得令人窒息。两人沿着青石板路缓步向山上走去，享受着宁静时光。夕阳渐沉，天边的最后一抹暖色也被暮色取代。灵儿，天色渐晚，我们走快些。林浩轻声说道，手指微微收紧。言罢，正要取出五行葫芦，忽然觉得四周景物微微一晃，仿佛蒙上了一层薄纱。不对劲，他刚要运转功法，便感觉一阵天旋地转。他赶紧攥紧叶灵的手，心里哀嚎了一声：尼玛，大意了，小爷我居然在自己家门口中招了。然后便是眼前一黑，彻底陷入了昏迷。不知过了多久，林浩猛地一个机灵，被兜头的凉水浇醒。他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水珠四溅，视线逐渐清晰。映入眼帘的是个身材火辣的女子，衣着大胆，酥胸半露，肌肤如雪，正依偎在一个三角眼的老者怀里。这女子生得妩媚，偏偏颧骨略高，眼尾上挑，平白添了3分刻薄。此刻她正用那双倨傲的眼眸死死盯着他，红唇勾起一抹冷笑。林浩，你也有今天？声音咬牙切齿，可还认得我？林浩眯眼端向这张脸，确实透着股熟悉感，可偏偏想不起来。这位姑娘，他甩了甩头发上的水珠，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目光在她身上转了个圈，不过像姑娘这般出众的人物，我若是见过，定不会忘。你竟敢忘了老娘是谁？柳飘飘指尖几乎要戳到他鼻尖，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这几个月我日日夜夜想着把你挫骨扬灰，你居然连老娘的名字都不记得。林浩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癫狂弄得一怔，眨了眨眼，收起几分痞气，真诚反问：啊，我们真的认识？林浩。那女子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2个字，胸脯剧烈起伏，声音拔高，尖利刺耳：我是柳飘飘。柳飘飘啊，是你害得秦玉师兄与我解除了道侣关系，让我成了拳头笑柄，你竟然连我是谁都不记得啊呀呀！他状若癫狂，揪住林浩衣襟，疯狂摇晃。显然被遗忘的羞辱比被抛弃更令他难堪。林浩脑海中闪过宗门擂台结束后，那个对他怒目而视的女子，终于与眼前这张脸重合起来。他心念电转，当即展颜一笑，立刻熟络地说道：瞧我这记性，竟是柳师姐，都怪师姐天人之姿，让人见之忘俗，反倒让我一时不敢相认了。哥哥。柳飘飘发出一串银铃般的轻笑，可眼神却更加冰冷，小嘴倒是妈了命，现在知道说好听话讨饶了。他目光快速扫过四周，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他们身处一间昏暗的石室，墙壁上跳动着幽暗的灯火，叶灵就躺在不远处一张石椅上，依旧昏迷不醒。他心头一紧，待看到他身上霓裳羽衣完好无损，才暗自松了口气。他尝试运转功法，却发现气海空空如也，一丝灵力都提不起来。结，那三角眼老者发出一阵沙哑的怪笑：小子，别白费力气了，中了老夫特制的锁灵散，莫说是你，就是金丹期也得乖乖认栽。言毕，一股金丹中期的威压随之释放，如山岳般压在林浩身上。林浩脸色一苦，果然完全感受不到体内灵力的流动。柳飘飘看到他吃瘪的表情，得意的扬起下巴，现在知道怕了，以前不是很嚣张吗？哎呀，柳师姐，这说的是什么话？林浩立刻堆起讨好的笑容，咱们好歹同门一场，这其中定然是有什么误会。您看，要不先把这锁灵散？误会？柳飘飘尖声打断，你害我在全宗面前丢尽颜面，害得秦师兄与我解除道侣之约，这也是误会。那三角眼老者阴恻恻地笑着，一只手不安分地搂住柳飘飘的腰。飘飘，与这小子多说什么？既然人已经到手，不如让本尊取了他性命。张供奉。柳飘飘急忙按住老者的手，眼中闪过狠毒之色。杀了他太便宜了，14天后不是他的道理大典吗？他转向林浩，咬牙切齿地说：我要让他师尊和师姐独守空房，颜面丢尽，让合欢宗和玄天剑宗反目成仇。我要让他成为合欢宗的罪人，生不如死。林浩面上保持着苦笑，心中却飞速盘算，这老者竟是柳家的供奉，
看来是被柳飘飘请来出头的。他一边暗中尝试冲击体内禁制，一边继续周旋。柳师姐，冤家宜解不宜结，您看这样如何？我给您赔个不是，再送您几件上品法器。闭嘴！柳飘飘一脚踹在他腿上。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张供奉的手在柳飘飘腰间摩挲着，凑到他耳边淫笑道：飘飘，答应你的事，本尊都做了，你的承诺是不是该？柳飘飘狐媚一笑，轻轻推开他。张供奉，急什么？答应你的事还能少了不成？那不是你这小妖精太迷人了吗？张供奉搓着手，目光转向昏迷的叶灵，这小丫头天姿国色，要不把她也……你呀！柳飘飘嗔怒地白了他一眼。平日里精明的一个人，碰到女人就糊涂。我们是为了挑拨两宗关系，而不是要让两宗联合起来对付柳家。他压低声音，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我柳家只是个小家族，可承受不起这两宗联合之怒。张供奉，您且再忍耐些时日。张供奉淫笑着，枯瘦的手已经不安分地搂住他的腰，将他往门外带。飘飘何必等那么久？现在就让本尊尝尝这合欢宗功法的滋味。哎呀，您急什么？柳飘飘半推半就跟着他往外走，回头得意地瞥了眼凌浩。等事成之后，还怕飘飘亏待了您不成？结！张供奉的三角眼贪婪地盯着他。老夫早就想尝尝合欢宗鸳鸯同心诀的滋味了。两人的调笑声随着石门的关闭戛然而止，密室内重归寂静。凌浩脸上的讨好笑容瞬间消失，待那脚步声彻底远去，侧过头压低声音唤道：灵儿。叶灵。叶灵依然毫无反应。凌浩皱眉，尝试挪动身体，四肢软绵绵的使不上力。这锁灵散果真厉害，连他筑基后期的肉身力量都被压制了。救命！有人吗？他忽的扬高声音，呼喊在时时空洞回荡。远处隐约飘来柳飘飘的嗤笑：省力气吧，凌浩，这可是我柳家存放重要物资的密室，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你就乖乖等着看好戏开场吧。凌浩扯开嗓子大喊：柳飘飘，你就不怕我师尊出关后把你柳家先个底朝天？外头传来一声不屑冷哼，再无声息。确定柳飘飘已经离开，凌浩立即尝试运转纯阳诀。这门淬体固本地功法虽不依赖灵力，但在锁灵散的作用下仍收效甚微。他额角渗出细密汗珠，不死心的又催动混沌无相诀，然而气海依旧死寂，波澜不兴。该死！他低低咒骂一声。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叶灵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灵儿，灵儿！他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试探：灵儿，你醒了吗？叶灵的睫毛轻轻颤动，缓缓睁开双眼。他茫然环顾四周，目光掠过陌生的环境，最终落在凌浩身上。眸中的迷茫如晨雾般散去，瞬间恢复了清明。他试图撑起上半身，可刚刚抬起些许，浑身便一阵发软，不受控制地跌坐回去。灵儿别慌，药力还没过。凌浩声音急切：我们中了锁灵散的毒。叶灵蹙眉凝神，察觉灵力滞涩难动。他环顾这间陌生石室，声音带着刚醒时的沙哑：这是哪里？柳家的密室。凌浩见他眼中掠过疑惑，又补充道：一个依附于合欢宗的小家族。他苦笑着将前因后果简单说明。叶灵眸光一寒，区区小卒也敢？当务之急是想办法脱身。他接过话头，关切地注视着他：你感觉如何？灵力可能运转？叶灵闭目凝神片刻，忽然睁眼：我的剑心似乎不受影响。凌浩眼睛一亮：剑心通明不受影响？叶灵微微颔首，眉宇间凝着一抹坚毅。虽灵力被封，但剑心尚存。他试图起身，随即泛起一丝无奈的浅笑，只是这身躯半分力气也使不上。无妨。凌浩安抚地笑了笑，总会有办法的。凌浩再次闭目运功，周身隐约有微光流转，半晌后那光芒暗去，他缓缓睁眼，无奈地摇了摇头：这锁灵散当真难缠，我的纯阳诀也冲不开，让我试试。叶灵眸光一凛，集中全部心神，一股无形的剑意自他身上散出，虽微弱，却让石壁上灯盏的火苗为之轻轻摇曳。他随即轻轻喘息，额角渗出细汗，摇了摇头，语气带着一丝不甘：还是不行，仅能外放3寸，难以触及门锁。数次尝试无果，直至月色漫尽时事。叶灵望着那缕月光，不甘地轻叹：若我建议能再凝视3分，省些力气。凌浩温声打断他，挪近了些，用肩膀轻轻碰了碰他：不必给自己压力。他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你年纪轻轻便能领悟剑心通明之境，已是千年难遇的天才。先歇着，养足精神，明日我们再试。此后几日，他们又尝试了诸般方法。叶灵甚至不顾虚弱的身体，一次次强行凝聚剑意，然而体内灵力依旧如深潭死水，寻不到一丝波澜。3日后，石门轰然洞开，柳飘飘慵懒地倚在张供奉怀中，绛紫纱衣松散地系着，露出颈间暧昧红痕。张供奉那只枯瘦的手毫不避讳地在他腰臀间游走揉捏，三角眼中满是淫邪。哟，3日不见。他漫不经心地把玩着垂落的发丝，眼尾带着讥诮：看你们这样子，还没死心呢。张供奉沙哑怪笑：结，老夫这独家秘方，岂是你们这些小辈能破解的？飘飘，看来他们是看不清现实啊。柳飘飘咯咯轻笑：哥，凌浩，好好享受这最后的10日吧。算日子，你的道理大典可没多久了哦。光是想象那场面，就让我痛快得很。
林浩毫不避讳，欣赏着柳飘飘妖娆的身段，仿佛真的被迷住，轻笑道：“柳师姐这般光彩照人，真让我悔不当初，千错万错，都是师弟我的错。”柳飘飘闻言，扬手娇笑，指尖轻点他额头，现在知道服软求饶了。他眼波流转，满是讥诮，可惜啊，晚了。说罢，他转身偎进张供奉怀里，我们走。待石门合拢，林浩脸上谄媚瞬间褪去，只剩下疲惫与凝重。他尝试活动着依旧无力的手腕，叹了口气：“3天了，宗门那边怕是已经找翻天了吧？李长老估计要急得跳脚了。”叶灵靠在石壁上，声音坚毅：“你师尊与苏师姐若有一人出关，必能察觉异常，希望如此吧。”林浩苦笑，揉了揉眉心：“要是让清虚真人知道我把他剑宗圣女弄丢了，怕是要扒了我的皮。夫君不必过于担忧。”叶灵柔声说道，而且此刻颓丧，于事无补。林浩看着他清亮的眸子，深吸一口气，将心头的烦躁强行压下。时间在静默中缓缓流逝，他目光无数次扫过叶灵，看着他周身那流转的剑意。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一闪而过，林浩不确定地询问道：“灵儿，你的剑意既然能不受锁灵散禁锢，外放虽威力不足，但能否转向内修？”叶灵微微一怔，眼中随即闪过一丝明悟：“你是说剑心通明，本就是直指本心？”林浩眼中燃起了光彩，既然外力被封，何不借此机会尝试由内而外冲击金丹瓶颈？叶灵沉吟片刻，眼中锐芒渐盛，此法或可一试。剑心无垢，金丹自成。也许这锁灵散带来的静默，正是摒除外扰，内观剑心，凝结金丹的契机。他不再犹豫，重新闭目盘坐，神识沉入丹田，引动那凛冽剑意，落入气海。浩瀚的液态真元在剑意牵引下缓缓流转，逐渐向中心汇聚压缩。真元在磅礴压力下愈发稠密，泛起淡淡的金色辉光。时日光阴缓缓流逝，每当石门将起，叶灵都不得不强行收敛剑意，强行压制剑意带来的反噬，让他唇角渗血，也大大延缓了结丹的进程。时近正午，距离道侣大典只剩下最后1日，石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林浩紧握拳头，屏息凝神，只见叶灵眉心的金芒愈盛，散发出剑尖般锐利的光芒，每一次搏动都引得周遭空气发出细微的撕裂声。成败就在此一举。叶灵双目紧闭，额间渗出细密汗珠，在他丹田气海深处，磅礴的剑意正以前所未有的威势，疯狂压缩与锤炼着浩瀚的液态真元。他要凝聚的并非寻常金丹，而是一枚以无上剑意为核的剑心金丹。此中凶险，无异于绝壁铸剑。寻常修士结丹，需引动天地灵气缓缓淬炼，水到渠成，而他则像是以自身剑意为锤，将全部的真元疯狂锻打，强行融合。铮一声清越剑鸣自他丹田气海处响起，仿佛神剑开封。与此同时，他眉心处金芒大盛，一道米粒大小的剑形虚影一闪而逝。叶灵缓缓睁眼，眸中金色剑影流转，他轻轻抬手，这一次手指稳稳抬起，再无半分滞涩。剑丹已成，锁灵散，封不住他了。叶灵并指如剑，轻轻点在林浩眉心上，一缕精纯剑意渡入他体内，虽不能立即化解锁灵散，却在药力屏障上撕开了一道缺口。够了！林浩眼睛一亮，终于感受到一丝灵力的流动。他试着活动手脚，虽然依旧虚弱，但已能自由行动。退后！叶灵闪身，将他护在身后，素手一展，那柄极品金色飞剑倏然显现，剑身光滑流转，映得他眉眼凛然。青红！这一次的剑光比筑基期时强了何止10倍。金色剑芒如破晓之光，石门在这道剑气面前如同薄纸，轰然破碎。门外果然是一处储藏丰富的宝库，架子上整齐摆放着各类丹药、法器，墙角堆放着成箱的灵石，甚至还有几株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珍稀灵药。柳家倒是会敛财。林浩吹了声口哨，也顾不得细看，大手一挥，一股脑都收进了系统空间。住手！柳飘飘和张供奉闻声赶来，正看见宝库被洗劫一空的景象。柳飘飘气得浑身发抖，张供奉也是脸色铁青，这可是柳家数代积累的心血啊！破云惊鸿，叶灵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又是一剑斩出。张供奉慌忙祭出一面青铜盾牌，却连人带盾被震飞出去，整个人狠狠地撞在墙上，一口鲜血喷涌而出。走！叶灵揽住林浩的腰，金色剑光拖着2人冲天而起，瞬间消失在云端。至于歇斯底里的尖叫的柳飘飘和捂着胸口咳血的张供奉，张供奉望着天际消失的剑光，脸上血色尽退。不愧是玄天剑宗圣女，刚刚结丹便有如此威势。林浩回头望着缩成黑点的柳家宅院，嘴角都快咧到耳根。这下赚翻了，这柳飘飘真是一个好人啦！不到半个时辰，合欢宗巍峨的山门已映入眼帘，各峰皆张灯结彩，红绸迎风，可往来穿梭的道道流光却透着一股忙乱。不断有修士驾盾光落至广场，然稍作停留，便又急匆匆地化作流光离去。广场中央，李长老正急得团团转，不时跺脚张望。胖裘3人与陈后4人紧跟在后，个个眉头紧锁，脸上写满了焦急。李师伯！林浩站在剑光上，远远便扯着嗓子大喊道：“
我们回来了！这一声呼喊如同惊雷，广场上所有人同时抬头。李长老猛地转身，胖球三人更是激动的直接跳了起来。陈后四人相视一眼，齐松了口气。林浩得意的搂紧叶灵的腰肢，正要催他降落，一道凌厉剑光突然破空而至。臭小子！只见凌云长老怒发冲冠，凌空而立，拐带我宗圣女10余日，再不回来，老夫非拆了你合欢宗不可！叶灵手腕轻转，一道金色剑芒后发先至，精准地化解了袭来剑气。师伯请息怒。他将凌浩护在身后，此时另有隐情。凌云长老正要发作，突然瞪大双眼，指着叶灵结结巴巴道：“你结丹了！”凌浩从叶灵身后探出头，嬉皮笑脸的行了一礼：“凌云前辈，这是真不怪我。不过他神秘一笑，您看，灵儿这不是因祸得福了吗？要不咱们先下去慢慢说。”李长老这时也赶了过来，一把揪住凌浩的耳朵：“混账东西，是不知道这10多天我们是怎么过的吗？疼！”凌浩龇牙咧嘴的求饶：“李师伯轻点，我们这不是完好无损的回来了吗？”落地后，凌浩将柳飘飘挟持之事简单说明，众人听得咬牙切齿，唯胖球小眼一转，挤眉弄眼道：“老大，您这聘礼收的可还满意？”众人闻言哄笑起来，连凌云长老都忍不住摇头失笑，场中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凌浩正色问道：“李师伯，大典可都准备妥当了？就会折腾我这把老骨头？”李长老吹胡子瞪眼，却掩不住眼底的笑意。好在有胖球和陈后师侄帮着张罗，总算没误事。凌浩连忙躬身作揖，笑嘻嘻道：“辛苦您老了，这份人情弟子记在心里。”刘云福有头有脸的势力都送了请帖。李长老捋着胡须，神色认真起来。迎亲仪仗、酒席规格都是顶级的，毕竟事关两宗颜面。凌浩连连称是，嘻嘻笑道：“还得是师伯考虑就是周全。”忽然话锋一转：“对了，师伯，我师尊和师姐可出关了？昨日刚出关。”李长老意味深长的捋须，正在千幻峰布置典礼场地。你小子可好，一口气要了3位仙子，自己想想，这奇人之福该怎么销售吧？凌浩顿时苦着脸，转头对叶灵小声道：“灵儿，随我去见见师尊和师姐，可好？”叶灵神情有些紧张，仍坚定点头。他转身对凌云长老行了一礼：“师伯，弟子先去拜见沈如前辈。”凌云长老捋须颔首：“去吧。”不过他故意板起脸，明日就要出阁的姑娘，今日还在夫家逗留，成何体统？叶灵闻言，脸颊微红，凌浩却笑嘻嘻地揽住他的肩：“凌云前辈，咱们修仙之人讲究念头通达，哪来这么多俗礼？就你歪理多！”凌云长老笑骂着摆手：“快去快回，别耽误了明日的良辰吉日。”两人相视一笑，化作流光往千幻峰而去。此刻千幻峰上，洞府前早已张灯结彩，处处洋溢着喜庆气氛。沈如慵懒地斜倚在软榻上，苏妙琴正忙前忙后，指挥着弟子们布置。天际刚出现叶灵的剑光，苏妙琴便面露喜色，想要迎上去。前儿忘了为师怎么教你的了。沈如轻轻唤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笑道：“这般沉不住气，往后怎么当得好这林家主母？难道你要亲自去迎那小媳妇不成？”苏妙琴绞着衣袖，柔声道：“师尊，我还是觉得我不行，要不还是您来吧。”沈如慵懒摆手：“为师性子急，若当家，怕是要把这林家搅得天翻地覆不可。”他温声安抚：“浩儿他既然回来了，定是平安无事，安心等着他们来请安便是。”凌浩与叶灵的剑光在洞府前落下。洞府内，沈如端坐榻上，一袭粉长衬得她眉眼愈发妩媚。她指尖绕着一缕青丝，唇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看得凌浩心头一跳。周身凌厉圆融内敛，却隐隐透出令人心慑的威压，显然已真至金丹5层。苏妙琴静静视立在侧，冰蓝长裙曳地，看向凌浩时，眼波温柔似水；望向叶灵时，却掠过一丝复杂。她修为也已突破至筑基8层。凌浩正要带着叶灵行礼，苏妙琴已抢先一步上前，温柔地握住叶灵的手：“叶灵妹妹。”苏妙琴温婉一笑，带着几分亲切，轻言诚一别：“妹妹风采更盛，这身霓裳羽衣，当真与你相得益彰。”转头朝凌浩轻轻一瞪，声音压低：“待会儿再与你算账。”凌浩摸了摸鼻子，有点心虚地扯出个笑脸。叶灵被他这般亲切弄得微怔，随即展颜一笑，坦然回握：“师姐过誉了，久别重逢，能再见到师姐，这般清辉趁明月的人物，才是叶灵之幸。”叶灵转向沈如，恭敬行礼：“师。”话到嘴边却顿住了，他目光扫过凌浩，又迎上沈如含笑的眼眸，当即会意，莞尔一笑，改口道：“叶灵，见过沈如姐姐。”沈如眼波流转，慵懒的嗓音里带着几分赞许：“叶灵妹妹倒是通透，修仙之人本就该随心而行，不必拘泥那些虚礼。”他笑盈盈地打量三人，看来明日大典，咱们合欢宗要好好热闹一番了。凌浩摸了摸鼻子，小心翼翼地凑上前，陪着笑脸：“师尊，弟子一定好好表现。”他偷偷瞄了眼苏妙琴，见她神色如常，这才稍稍安心。苏妙琴温柔地拉起叶灵的手，转头对凌浩浅浅一笑：“浩浩，这些天带着叶灵妹妹去了何处？可要好好说与我们听。”凌浩又将柳飘飘挟持之事简单说明，待凌浩才说道：“他们被柳飘飘关入石室时，
沈如把玩着茶盏的手指微微一顿，她缓缓起身，一柄粉色长剑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手中，唇角的笑意愈发妩媚，眼底却凝起寒霜。看来这些年太过亲近，都让人忘了我千唤仙子的名号是怎么来的了。林浩急忙上前，师尊，明日就是大典，正好。沈如轻抚剑身，周身泛起粉色的光晕，那就让柳家的血给这场喜事添几分颜色，也让我试试这新修成的冰皇灵体之威。他转身朝外走去，声音清越，传遍千幻峰。千幻峰所有筑基弟子听令，宗门广场集合。话音未来，他已化作一道粉色流光，直落广场。林浩等人连忙跟上，众人赶到，沈如正对着李长老冷笑：“师兄倒是沉得住气，人家都欺负到我千幻峰头上了，你还在这里安之若素。”李长老搓着手，连连苦笑：“师妹稍安勿躁，明日就是大典，请帖都发出去了，这接顾眼上，不踏平柳家，这婚不成也罢。”沈如长剑轻震，冰晶四溅，寒气逼人。凌云长老见状，沉声劝道：“沈师妹，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从长计议。沈如剑锋一转，直指凌云真人：“凌云师兄，你家圣女被人囚禁10余日，你这做师伯的还想从长计议？”凌云老脸一红，周身剑气陡然凌厉。既如此，老夫便随沈师妹走这一趟。李长老见势已不可挽回，无奈摇头，只得转身运起灵力，高呼传令：“各封金丹长老、筑基弟子速来广场集合。”不过片刻，广场上已是人影攒动，各色流光从天而降，很快聚集了数百修士。一艘庞大的战舟破云而来，杀气凛然。待众人到齐，沈如挥剑直指柳家方向：“柳家七人太甚，求我徒儿入我宗门，今日便要他们付出代价，随我踏平柳家，鸡犬不留。”沈如化作一道粉色流光，率先跃上战舟，衣袂飘飘。杀！广场上顿时喊声震天，数百修士齐声应和，战意直冲云霄。林浩左手牵着苏妙琴，右手拉着叶灵，紧随其后踏上战舟。苏妙琴温顺地依在他身侧，叶灵则英姿飒爽地按着剑柄。三人所过之处，弟子们纷纷让出一条通路。战舟上已是人影绰绰。林浩目光扫过，看见陈后4人正在检查法器，胖球3人组忙着清点战备物资。尹13已悄无声息地站在船舷边，依旧穿着那身灰色长衫，见他看来只是微微颔首。沈如立在船首，粉肠在风中猎猎作响。他回身看向凌云：“凌云师兄，今日就让柳家见识见识，欺辱我合欢宗弟子，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凌云道长斧剑而立，周身剑气缭绕，正合我意。战舟缓缓升空，载着漫天肃杀之意，朝着柳家方向破云而去。林浩望着独立船头的沈如，风卷起他粉长广袖，猎猎作响间，自有一股睥睨之气。他眼底满是惊艳，用胳膊肘碰了碰身旁的李长老：“真没想到，我师尊还有这般霸道的时候。”李长老捻着胡须，目光追忆：“你小子是不晓得他当年的风采。50年前，他一人一剑杀得流云府同辈天才尽皆俯首。”他摇头轻叹，惋惜道：“若非那残缺的冰皇灵体拖累，莫说这流云府，便是青州，乃至整个东域，也困不住他这般人物。”林浩听得心驰神往，正待开口，忽觉腰间一紧，一只温软玉手悄然攀上，精准捏住他腰间软肉，不轻不重地拧了半圈。他扭头对上苏妙琴那双泛着隐隐水光的眸子，他唇角微弯，似笑非笑：“看来我闭关这些时日，你倒是忙得很。”他声音轻柔，字字却清晰，不但把玄天剑宗的圣女拐了回来，就连师尊也没放过。话音未落，那长睫上竟挂上了细碎泪珠，将落未落，看得林浩心头一紧。他忙不迭伸手，将那微凉柔仪裹入掌心，顺势将人轻轻带入怀中。他望着那双渲然欲泣的眸子，声音放得又低又软：“都是我不好，让你受委屈了。”苏妙琴抿着唇，别过脸不回应。林浩便将他往怀里又带了带，下巴轻轻蹭了蹭他的发顶：“可你在我心里……”他顿了顿，任谁也比不上，你是第一个站在我身边，信我护我的人。他捧起他的脸，温柔的拭去泪痕：“还记得道侣大选那天，可是你第一个选了我，现在想不认账了？”苏妙琴睫毛颤动了一下，别开脸，声音带着细微的鼻音：“谁不认账了？是我怕你后悔。”林浩立刻接上，语气带着赖皮与讨好：“是我得了便宜还卖乖，有了苏师姐这样好的道侣，还贪心的想要更多。”他举手做发誓状：“但我对师姐的心，天地可见，若有半分虚假，就叫我。”话未说完，苏妙琴已按住了他的唇，指尖微颤：“不许胡说！”他嗔怪地瞪他一眼，眼波流转间，怒气已消了大半：“我何时真怪过你？”林浩顺势抓住他的手，贴在胸口：“那就好。”他咧嘴一笑，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等这事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就我们2个。”苏妙琴脸颊微红，轻轻了一声，任由他牵着手，一同望向船首那道风姿绝世的粉色身影。望着师尊那浑然天成的冰系灵玉，林浩心念一动，关切地看向苏妙琴：“师姐，你闭关这3个多月，玄阴真经修炼得如何？灵根可曾进阶？”苏妙琴眼波流转，唇角扬起一抹欣喜，轻轻点头：“不但已晋升为上品水灵根，而且连续突破了多个境界，现在已经是筑基8层。”林浩眼睛一亮，
惊喜揽住他香肩，开心笑道：“好，真是太好了！我林浩的师姐，果然是天纵之姿。”苏妙琴顺从地依偎进他怀里，将发烫的脸颊轻靠在他肩头，眼眶虽然仍然微微泛红，唇边却漾开甜蜜的笑意。叶灵站在一旁，看着两人互动，眼神有些复杂。林浩注意到他的目光，自然地牵起他的玉手，将苏妙琴与他的手轻轻叠放在一处，再用自己的大手稳稳包住。他嘴角扬起那抹带着点痞气的笑，眼神却格外认真。明日之后，咱们可就是绑在一根绳上的人了。他稍稍收紧了手掌，将那份温暖传递过去。往后这些路漫长，咱们一起走。叶灵感受着手心传来的温度，看着他坦荡的笑容，眼底那点复杂渐渐化开，反手坚定地回握了一下。苏妙琴抬眼看了看叶灵，又看向林浩，带着恳求的眼神，轻轻吸了口气，指尖也微微收拢，算是默认。沈如的神识何等敏锐，即便背对着他们，唇角也悄然勾起一抹弧度，一缕带着妩媚笑意的传音送入林浩耳中：“小冤家，手段倒是高明。”林浩闻声抬头，正好瞥见不远处聚在一起的几人，胖球、柳烟、婉婷还有陈后等人，不知何时凑在了一处，正目光炯炯地望着这边。胖球冲他挤眉弄眼，竖起了大拇指。柳烟见他望来，非但不躲，反而故意挺了挺那傲人的胸脯，抛来一个揶揄的媚眼。一旁的婉婷却红了脸颊，慌忙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陈后与三位同伴见状，立刻默契地别开脸，假装认真地检查其手中法器。只是那微微抖动的肩膀泄露了他们的笑意，唯有铁柱依旧扛着那口后背刀，壮硕的身躯如铁塔般立在胖球身侧，瘦猴恭敬地站在尹13旁边，眼角还带着一块新鲜淤青，显然是又在尹13面前显摆身手，然后被教训了。林浩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嘴角扬起了一抹释然的笑意。不到半个时辰，战舟破开云层，悬停在柳家上空。林浩立于船首，目光扫过下方，预想中阵法开启，拼死抵抗的场景并未出现。只见柳家广场上黑压压的跪满了人，鸦雀无声。一位金丹中期、须发皆白的老者从人群中飞身而起，在战舟前凌空跪下，深深叩首。柳家族长柳晴，绿泉族189口，恭迎上宗法驾。他声音传遍四方，语气沉痛。沈如粉肠飘动，立于船头，冷眼俯视，并未开口。柳晴感受到那冰冷的威压，头垂得更低，继续道：“柳家有罪。”他声音微颤，族中不孝女柳飘飘勾结家族供奉，胆大包天，竟敢囚禁上宗高徒与剑宗圣女。他抬起头，老眼中满是恳切，万幸未酿成不可挽回之大错。此事全系柳飘飘与那张供奉私下所为，我等实不知情啊。言罢，他再次重重叩首。他二人自知罪孽深重，已经畏罪潜逃。我柳家已将二人从族谱除名，并发出通缉令，全力追捕。柳晴双手捧起一枚玉简，高举过顶，此乃我柳家对此事的全部交代与赔罪礼单，恳请上宗明察，从轻发落。沈如面无表情地接过玉简，神识探入其中，他唇角那抹媚笑愈发深了，眼底却凝结着寒意。柳家主，他指尖轻点玉简，慵懒的语气中带着讥诮：“这三瓜两枣的，莫不是把我合欢宗当成要饭的了？”柳晴满脸苦涩，深深一躬：“沈仙子明鉴，这已是柳家倾尽所有，毕竟家中宝库早已被令高徒。”他说着，目光不由转向林浩。沈如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眉梢微挑。林浩摸了摸鼻子，冲他咧嘴一笑，点了点头。李长老适时轻咳一声，低声确认：“师妹，宝库之事确实如此。”沈如眼波在林浩身上一转，媚意流转，传音道：“小混蛋，真有你的！”随即他转向柳晴，声音复又冷了下去：“你自己守不住宝库，我徒儿拿了，自然是他的，这点赔偿远远不够。”柳晴额头渗出细密汗珠：“柳家实在拿不出更多了，那就慢慢还。”沈如语气不容置疑：“每年50万下品灵石，连付10年。”柳晴面色发苦，正要开口，沈如周身威压陡然一盛，粉色灵光如冰焰翻涌：“怎么不愿意？那就用你柳家189口的性命偿吧。”柳晴浑身一颤，咬牙道：“柳家谨遵法旨，立字为凭。”很快字据立定，朱砂印落。沈如收起字据，先指凌空轻点，3道冰蓝印记没入柳晴与另外2位金丹长老眉心。此乃我冰皇诀独门印记。他语气慵懒，莫要妄想破解，除非你们想行神俱灭。做完这一切，他才悠然转身，朝李长老投去一瞥：“师兄觉得师妹这般处置可还得当？”李长老无奈摇头，捋须苦笑：“师妹决断，自然妥当。”沈如眼波流转，唇角微勾地看向林浩：“浩儿，你觉得呢？可还满意？”林浩挑眉一笑，垂首躬声：“师尊处置得当，弟子没有异议。”沈如衣袖轻拂，眸光流转，重新落回柳晴身上：“柳家主，今日之事到此为止，望你好自为之。这10年之约。”他唇角微扬，眼底却无半分笑意：“可要仔细记牢了。”柳晴深深垂首，不敢多言。旁观的凌云真人见状，知道此件事了，他上前一步，朝李长老与沈如拱手：“二位，此间既已了结，贫道便先行告辞了。”他捋了捋长须，眼中带着笑意，
宗内还需打点明日、迎亲诸事，耽搁不得。李长老含笑还礼，真人慢行。沈如也微微颔首。凌云转向叶灵，灵儿，随我回宗。叶灵望向凌浩，眼中带着明显的不舍。凌浩握住他的手，指尖在他掌心轻轻一挠，低声道：灵儿，乖乖回去，明日我就来接你。叶灵唇角微弯，迅速将一个储物袋塞进他手里，传音道：剑胚和羽衣都在里面，明日放在聘礼里带回来。他眼神明亮，带着几分促狭。凌浩先是一愣，随即嘴角控制不住地扬起，这可是给他长脸的大好事。凌云真人瞧见这小动作，嘴角微微一抽，无奈摇头，真是女大不中留啊。他袖袍一拂，已化作剑光，掠向天际。叶灵看了凌浩一眼，身化流光紧随而去。目送剑光消失，沈如慵懒转身，粉色衣袖迎风轻摆。热闹看完了，打道回府。他目光扫过凌浩时，带着几分意味深长的笑意。李长老也笑着摇头，扬声道：启程，回宗。巨大的战舟缓缓调转方向，载着众人朝合欢宗方向驶去。半个时辰后，战舟平稳地降落在合欢宗广场。凌浩又拉着李长老和胖球确认了一遍明日迎亲的所有细节，直到得到万无一失的保证，这才放心。随后他便跟着沈如与苏妙琴回到了千幻峰那座熟悉的洞府。踏入洞府，凌浩亦步亦趋地跟在沈如身后，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容。师尊，您今天真是太霸气了。他语气夸张，眼神却真诚，风华绝代，绝世无双。往那一站，柳家那群人腿都软了。沈如慵懒地斜倚在软榻上，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红唇微起，带着几分嗔怪。少在这儿油嘴滑舌，为师在前面打生打死，你这小混蛋倒好，闷声发大财，把人家的藏宝库都搬空了。凌浩立刻凑上前，自然地握住沈如的纤手，触感微凉细腻。他笑嘻嘻地转移话题：弟子这不是给师尊省事儿吗？对了，恭喜师尊修为大进，晋升金丹5层。他语气关切起来：师尊的冰皇灵体可以修复完全了。提到这个，沈如眉眼角的慵懒被一抹动人的神采取代。他反手轻轻回握了一下凌浩的手，笑意盈盈，已然无碍了。他声音带着一丝激动：你赠予的冰皇诀与我灵体完美契合，不仅隐患尽除，若修炼至大成，甚至能使灵体进阶为冰皇圣体。苏妙琴听闻，脸上露出由衷的喜悦，柔声喝道：恭喜师尊得此天大机缘，大到可期。沈如眼波流转，目光从苏妙琴脸上滑到凌浩身上，唇角勾起一抹妩媚的弧度，语气带着戏谑亲昵：这机缘啊，还真得多谢咱们的这位小情郎呢。沈如眼波流转，那句小情郎让苏妙琴颊飞红霞，凌浩则嘿嘿直笑。师尊，师姐。凌浩兴致勃勃地搓了搓手，咱们一起瞧瞧柳家这份谢礼到底有多厚。苏妙琴闻言，眼中也流露出几分好奇。凌浩心念一动，献宝似的一挥手，哗啦，系统空间开启，各色灵光宝器涌出，转眼堆满了小半个洞府，珠光宝器映得满是生辉。苏妙琴轻掩朱唇，眸中难掩惊讶，连见多识广的沈如也微微睁大了美眸。沈如慵懒地支着下巴，红唇勾起一抹玩味。浩儿，你这是把柳家祖坟都刨出来了吧？凌浩嘴角快咧到耳根，得意地搓着手，人家非要送，弟子总不能辜负这番美意。三人当下便清理起来。宝物大致可分几类：灵石，下品灵石20万，中品灵石3000余，上品灵石50块，折合约100万下品灵石。丹药，明真丹、聚元丹等筑基期常用丹药，疗伤圣药回春丹、破障丹等累计50余瓶，延寿丹3枚。法器，下品、中品法器40余件，上品法器12件，极品法器3件，秋水剑、玄龟盾、流云梭、天才地宝、百年赤阳参、雪域灵芝等灵药各5份，千年冰髓1节，功法御简黄级功法10余部。玄级下品戊土真刚、青木双生诀及剑诀各1，地级下品遁法幽影步残卷。凌浩捧起那节寒气缭绕的千年冰髓，笑着呈给沈如：师尊，这个对您修炼最是有益。沈如先指轻抚冰髓，感受其中精纯的冰细灵力，眼尾微挑，这份心意倒是比先前的甜言蜜语懂事得多。师姐。凌浩又取过流光溢彩的秋水剑与流云梭，这2件极品法器正合你用。苏妙琴接过，柔声道：确实很适合我，浩浩有心了。他目光扫过那面玄龟盾与戊土真刚玉简，这盾牌与功法气息浑厚，回头便给铁柱吧。师尊再瞧这个。凌浩嘿嘿一笑，取出那枚残破的黑色玉简，幽影步地级下品的遁法残卷，正好让寿侯参悟。沈如神识扫过，唇角微扬，柳家守着宝贝却不会用，何该便宜了我们。凌浩正准备收起其余宝物，沈如却目光微动，欠指点了点那枚记载着青木双生诀的玉简。这套木系功法与剑诀气息温和而绵长，柳烟和婉婷那2个丫头灵根正熟此道，倒是与他们颇为契合。凌浩会意，笑着将玉简单独收起，还是师尊考虑周全，回头便给他们送去。明日下聘再添几样重礼。凌浩打开玉盒，流光溢彩，延寿丹与破障丹，一枚延寿丹可延寿50年，再加上百年赤阳参、雪域灵芝各1份，这些可是结金丹的主药。沈如眼波流转，
唇角含笑，这般手笔，玄天剑宗那些老古板，怕是要对你另眼相看了。林浩望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宝物，心头一阵火热。他想起不久前还在为几千灵石与人拼杀，如今却坐拥百万之资，忍不住摇头失笑。以前总觉得几百灵石就是天大的数目，他随手掂量着一块上品灵石，语气带着几分感慨。现在才明白，不是修行路难，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啊！看来还是打劫来钱最快啊！苏妙琴闻言抿唇轻笑，沈如慵懒地撩了撩青丝，没好气地伸出玉指，轻轻一点他额头：“你呀，老是这么没正形。你可知这次搬空的可是一个金丹世家的千年底蕴呀？”洞府内珠光流转，映得三人身影朦胧如画，灵石堆积成山，法器宝光氤氲，药香与灵气几乎凝成实质。林浩深深吸气，只觉修行之路从未如此明晰。忽然他抚掌一笑，凑到沈如跟前：“师尊，最重要的事差点忘了。”他搓着手，嘿嘿笑道：“明日大典之后，这洞房总不会还设在您或者师姐的洞府吧？”沈如慵懒挑眉，玉指轻点他额头：“你想什么美事呢？还想把洞房设在为师洞府？现在才想起这事，早给你这甩手掌柜备好了。”林浩顺势握住他的手腕，指尖在他滑腻手背上轻轻滑动：“还是师尊想得周到，没个正形。”沈如嗔怪地抽回手，广袖轻拂，转身欲走，步履轻移间，却又回眸一笑，还不跟上。转过回廊，一座新辟的洞府赫然在目，2名外门弟子躬身侍立，门上悬着玄玉匾额，龙飞凤舞3个鎏金大字：昊天府。踏入其间，满目张灯结彩，红绸垂落，喜气盈盈。前厅开阔，丹房竟是一应俱全，处处点缀着喜庆的陈设。行至内室，一张铺着鸳鸯锦被的鎏金拔布床端立中央，四周交销红帐，无风自动。林浩望着那张足够容纳5、6人的宽敞床榻，嘴角再压不住笑意。他忽然转身朝沈如与苏妙琴挤了几眼，看来今夜得先试试这床榻结不结实。沈如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苏妙琴早已羞得满脸通红。沈如慵懒起身，将子裙裾飞舞，在烛火下流转着暖媚光晕。他行至门前，先指轻搭门扉，忽又回眸一笑，眼波在2人交握的手上流转。春宵苦短，为师便不耽误你们交流感情了。待那抹窈窕身影合门离去，林浩立即收紧掌心，将苏妙琴的手牢牢握住，嗓音里浸着思念：“师姐，你这一闭关就是3个多月，我好想你啊！我也好想你。”浩浩。苏妙琴轻声回应，指尖轻轻回勾，温顺的与他十指相扣。林浩心头一热，忍不住俯身欲吻那抹朱唇。苏妙琴却侧脸避开，指尖轻抵在他胸膛，耳尖绯红：“这洞房还是留给你明晚和叶灵妹妹吧，我们……”他眼睫低垂，声如文瑞，回流云峰，可好？都听师姐的。林浩从善如流，牵着他往外走去。行至半路，他忽然想起什么：“师姐，我们得先去寻李长老一趟。”只见李长老洞府内仍旧灯火通明，胖裘与陈后还在与他商议大典细节。见林浩到来，李长老笑骂：“你这甩手掌柜总算肯露面了，明日一早便要迎亲了。”林浩嘻嘻一笑：“这不是有您老坐镇吗？再说了，我这是来给宗门省开支来的。”说着取出上古剑胚与霓裳羽衣。李长老眼睛一亮：“叶灵这丫头想得到是周全，明日这2件宝物一亮相，必定惊艳全场。还有呢？”林浩又取出延寿丹、破障丹以及百年赤阳参和雪玉灵芝。李长老抚掌大笑，眼中满是赞许：“好，好！延寿丹彰显底蕴，破障丹见证诚意，这赤阳参和雪玉灵芝更是结金丹的主要。这份聘礼，便是放在整个青州也是独一份了。”他拍了拍林浩的肩，语气欣慰：“小子，明日这场面，咱们合欢宗可要大大的长脸了。”林浩笑着应下，又与李长老商谈几句明日细节，这才借口告辞。他拉着苏妙琴的玉手，架起遁光，直飞流云峰。流云峰，苏妙琴的洞府内，夜明珠柔和的光晕，为相拥的身影蒙上朦胧光纱。苏妙琴主动吻上林浩的唇，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热烈，纤纤玉指近乎笨拙地解着他的衣带，气息微乱。林浩感受到他不同寻常的热情，也捕捉到他眼底那缕挥之不去的郁结。他温柔回应，放任他主导这场修炼。衣衫渐落，灵力自然流转，纯阴与纯阳之气在疯狂的牵引下激烈交融。此处细节自行想象。当灵力交融至巅峰，他身体微微颤抖，周身泛起淡蓝色的灵光，喉间溢出如泣如诉的婉转长吟。林浩正要开口，却感到颈间落下一片温热的湿意。他心头一紧，轻轻捧起他的脸，只见那双温柔的眸子此刻水汽氤氲，长睫湿漉，晶莹的泪珠正顺着绯红的脸颊滑落。他望着他，迷离眼神里满是脆弱，盛满了委屈。浩浩，他声音哽咽，显楚楚可怜。明天过后，你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浩浩了。这句话道尽了他所有的心酸。林浩心头一颤，一股怜爱涌上心头。他没有言语，而是更紧地拥住他。良久，直到怀中人而颤抖的娇躯渐渐平息，才低声开口：“傻师姐。”他吻去他眼角的泪，声音低沉：“无论明天如何，你苏妙琴永远是我林浩第一个道侣，是第一个走进我心里的人。”他捧着他的脸，深情地凝望着他：“你在我心里永远站着最初，
最暖、最纯净、柔软的那处位置，谁也代替不了。苏妙琴痴痴地望着他，听着他无比真诚的誓言，那盘旋在心口的郁气缓缓驱散。他不再言语，只是重新埋首在他颈间，以更依恋的吻回忆。长夜在无尽的缠绵中悄然流逝，直至天边泛起鱼肚白，罗帐的轻摇才渐渐平息，只余下彼此交织的呼吸声。林浩轻轻起身，任窗外微凉的晨风拂过肌肤，带走一丝燥热。苏妙琴已然陷入沉睡，如墨的青丝凌乱地铺散在枕上，衬得她肌肤愈发白皙。颈背滑下，露出圆润的香肩与半掩的酥胸，玉颈处还残留着细密的汗珠，在细微的晨光中泛着细腻的光泽，更添几分慵懒米粒。最惹他心怜的是他紧闭的眼睫上仍沾着未干的湿意，一道清晰的泪痕从眼角蜿蜒而下，没入鬓发。此刻的他褪去了所有的矜持与坚强，像一只历经风雨后的蝶，脆弱、安静，又带着被爱抚后的娇慵与满足，让人恨不得将世间所有美好都捧到他面前。他俯身轻柔吻去他眼角的诗意，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许是感受到这份温存，床上的人儿发出一声细微的呢喃，无意识地往他躺过的地方蹭了蹭，将泛着红晕的脸颊埋进尚有余温的枕畔，再度沉沉睡去。林浩指尖拂过他微乱的发丝，目光在他带着泪痕的睡颜上停留许久。他在心中对着眼前沉睡的人儿，也对着自己的道心许下无比郑重的誓言，此生定护他周全，许他欢喜，绝不负这一腔痴情与托付。他俯身在他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个温柔的吻，指尖流连地抚过他的脸颊，随后他悄无声息地离开内室，准备迎接那个即将改变许多人命运的白昼。朝阳跃出云海，将合欢宗广场映照得一片金辉。广场中央，一架鎏金飞车流光溢彩，3只青鸾神鸟静立车前，羽翼泛着琉璃般的光泽。李长老一袭暗红锦袍，与2位金丹长老立于飞车前，3位真人亲自压阵，这般阵仗在流云府堪称百年难遇。36名筑基弟子分列两侧，金边白衣在晨光下熠熠生辉。胖球擦着汗跑来，圆脸上堆满笑，老大，聘礼都备齐了，保准让玄天剑宗挑不出半点毛病。一旁铁柱一身玄甲锃亮，闻声不由挺直了腰背。李长老抚须转身，朝林浩微微颔首，吉时已至，该出发了。林浩望着这盛大场面，嘴角不自觉扬起，这般阵仗确实配得上他的叶仙子。他身形一晃，便已端坐于鎏金飞车之上。他一身流云锦衣，流转着温润光华，身侧空位铺着锦绣软垫，静候着今日的另一位主角。铁柱与胖球立于车后，一如玄甲森然的守护神，一如满面红光的仙童。飞车前方，李长老与另外2位金丹长老凌空而立，暗红锦袍在风中猎猎作响。吉时已到，起行！李长老清悦的声音传遍四方。3只青鸾神鸟同时振翅，轻蹄升直上云霄，拉动飞车平稳升起。36名筑基弟子立即架起盾光，分列飞车两侧，陈后飞行在队伍中段，调度着仪仗队形。瘦猴站在山门处用力挥手，老大，这边交给我，你放心去迎亲吧。胖球兴奋地对林浩说，老大，这排场绝了。飞车在青鸾牵引下化作流金华彩，驶向玄天剑宗。合欢宗各山头弟子仰首目送，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神鸟振翅，飞车已化作一道流光，划破天际。下方官道上，行人纷纷驻足仰首，几个孩童兴奋地指着天空叫嚷，被身旁老人拉住，躬身下拜，口中连呼上仙福泽。有个闲汉呆呆望天，嘟囔道，娘子出来看神仙。林浩见状含笑颔首，赏。胖球嘿嘿一笑，抓出大把金银钱币向下抛洒，钱币如雨落下，引得下方民众纷纷跪拜，感恩之声不绝于耳。待飞车远去，那些百姓还朝着天际不停叩首。约莫半个时辰，队伍行至青岩城上空，城头值守的修士立即升空列队，齐声喝道，恭贺林道友新婚大喜，祝贺欢宗与玄天剑宗永结同好。林浩唇角一扬，朝身后摆了摆手，赏。胖球立即抓起一把下品灵石朝下方撒去，灵石如雨落下，引得城中百姓争相拾取，欢呼声震天。飞车继续前行，约莫又过了一个时辰，日头渐高时，玄天剑宗那巍峨的山门终于映入眼帘。今日的玄天剑宗已是张灯结彩，汉白玉铺就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各宗门修士翘首以盼。见合欢宗仪仗抵达，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通路，飞车稳稳停落在广场中央。林浩整了整流云锦衣，从容步下飞车。李长老与2位金丹长老在前，36名筑基弟子列队于后。聘礼箱子被一一打开，在日光下折射出璀璨灵光。凌云真人带着数位剑宗长老迎上前来，抚须笑道，李道友亲至，我玄天剑宗蓬荜生辉。李长老拱手还礼，凌云道兄，2宗联姻乃大事，我宗自然要拿出十足诚意。凌云目光转向林浩，见他一身流云锦衣，气度不凡，眼中闪过赞许，小子今日倒是有模有样。林浩执弟子礼，嘴角含笑。凌云师伯亲自相迎，晚辈受宠若惊。不待玄天剑宗司仪开口，陈后已取出一卷金册，声若洪钟，合欢宗核心弟子千幻峰真传林浩，今聘贵宗圣女叶灵为道侣，特备薄礼。
他每念一句，便有弟子将对应宝物示众。上古剑胚一柄，可为正宗之基。那古朴剑胚现世的刹那，一股苍茫剑意席卷开来，万剑谷方向传来连绵剑鸣，仿佛百鸟朝凤。广场上顿时一片哗然。天啊！是那柄无人能拔的剑胚，竟被当作聘礼。得此剑胚，无异于得一份无上剑道传承，这份礼太重了。陈后继续朗声念道：“霓裳羽衣一件，愿道侣风华永驻。”七彩流光冲天而起，羽衣上浮纹流转，道韵盎然。人群中的女修们眼睛都直了。是霓裳羽衣，一个圆脸女修死死抓住同伴的胳膊，若能穿上它，同伴吃痛的甩开手，笑骂：“做梦吧你！这唯有叶师姐那般天资容貌才配得上。”话虽如此，他自己的目光却焦灼在那件流光溢彩的羽衣上，满是艳羡。陈后继续宣读：“延寿丹一枚，贺长者道途长青。”延寿丹这三个字如同惊雷，在人群中炸开。短暂的死寂后，惊呼声此起彼伏。增寿灵丹，这世上竟真有此物，能增寿多少？10年、20年？一位白发老者猛地起身，声音发颤：“观此异象与丹香，怕是能增寿50载。此乃真正逆天改命之物。此等宝物已非寻常资源，而是触及了修行者最根本的寿元大限。”陈后待声浪烧平，接着宣读：“破障丹3瓶，助同门勇猛精进。”待他念到最后，声音陡然拔高：“金丹主要百年赤阳参、雪域灵芝各一份，愿两宗道统昌隆。”结金丹的主要，人群彻底沸腾。天啊，这可是能造就金丹真人的天才地宝！我修行80余载，还是第一次见到这般珍贵的灵药。这份聘礼是为玄天剑宗再添一位金丹真人啊！这和欢宗好大的手笔！从正宗之基到金丹大道，这份聘礼之重，让在场所有修士都为之动容。玄天剑宗的几位长老相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难以掩饰的满意。就在满场鼎沸之时，天际突然传来清越的剑鸣，8道剑光如流星破空，在云层间刻下凌厉轨迹。剑光散去，8位越白剑袍的女修翩然现身。她们容貌秀丽，身姿挺拔，衣袂翻飞，宛如绽开的剑莲，分列两侧，肃然静立。一丈尽头，一道金色剑光不疾不徐，悠然降临。剑光收敛，现出叶灵的身影。她今日为着剑宗白衣，而是一袭流霞般的锦绣长裙，末发仅以一支玉簪松松挽起，周身凛然剑意与金丹灵压浑然一体，无垢剑心让她宛若神兵天成，令人心折。叶灵浅浅一笑，目光越过人群，精准地落在凌浩身上。凌浩上前一步，向他伸出手，声音清朗温暖，声音带着笑意：“灵儿，吉时已到，我来接你回家。”叶灵眼中笑意更深，他素手轻扬，礼台中那件霓裳羽衣便化作七彩流光，轻盈附在他身上。羽衣加身，霞光万丈。他向前一步，将自己的手稳稳放入凌浩掌心，食指紧紧相扣：“夫君，我随你回家。”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全场，坚定而温柔。两人相视一笑，流云锦衣与霓裳羽衣的灵光交融，拖着他们缓缓升空，宝光流转，化作一道横贯天际的绚丽彩虹。地面青砖微颤，万剑谷中千百剑气齐鸣，似在为这对新人奏响贺曲。全场静了一瞬，旋即爆发出震天欢呼。陈后适时上前，灵力鼓荡，声传四方：“吉时已到，恭请新人启程。”凌浩紧握叶灵的手，在漫天欢呼与剑鸣中，从容步入流金飞车。队伍再次开拔，青鸾轻提，拉动飞车，踏上归途。队伍比来时更加壮观。玄天剑宗的送亲队伍加入了迎亲行列。那8位女修架起剑光，护卫在飞车两侧，与合欢宗一丈，共同构成一幅和睦的画卷。飞车尚未完全降落，千幻峰上已是人声鼎沸，各色盾光早在山门前等候。见迎亲队伍凯旋，立刻便有执事弟子高声唱诺，通报各方来宾。流云府柳家家主柳晴道，献上千年血玉珊瑚一座，恭祝灵真传与诸位夫人仙福永享，请比金坚。万宝阁合作商会联名道贺。献上流云府城主府总管道，赵家外务长老道。各方贺礼如流水般呈上，琳琅满目，彰显着凌浩在流云府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当青丹谷木易长老的声音传开时，满场的喧哗竟为之一静。青丹谷贺灵真传新婚大喜，献上凝金丹1枚。凝金丹这3个字如同惊雷，在众多宾客耳畔炸响。短暂的寂静后，是更为汹涌的声浪。这枚能助筑基修士凝结金丹的宝丹，其价值远非寻常珍宝可比。青丹谷此举无疑是将凌浩视作了最顶级的潜力股进行投资，就连百草阁流掌柜那略显局促的道贺声，也在这枚凝金丹的光芒下变得无足轻重起来。这不仅是一场婚礼，更是对凌浩的地位与人脉的一次公开检阅，而这枚凝金丹便是最有力的证明。日头将近正午，合欢宗山门已然在望，各峰钟声齐鸣，响彻云霄，迎接队伍凯旋。飞车径直降落在千幻峰的昊天府前，这里早已宾客云集，红绸铺地，喜气洋洋。凌浩与叶灵携手步入洞府，径直前往精心布置的喜堂。堂内红烛高燃，硕大的喜字映得满堂生辉。沈如与苏妙琴早已盛装等候，2位仙子皆褪去长服。沈如一袭金凤刺绣礼服，
妩媚中透着一封之主的威严。柳烟身着绯色罗裙，小心在旁搀扶。苏妙琴则是一身百鸟朝凤的嫁衣，端庄温婉，眼波流转，含着新嫁娘的休息。婉婷穿着杏色襦裙，乖巧随侍在侧。叶灵亦换上一袭鸾鸟和鸣的大红喜服，平添几分明媚。一位剑宗的紫衣女修静立一旁，3位红衣新娘并肩而立，春兰秋菊顿成全场最着目的风景。林浩换上一身赤金龙纹吉服，更显英挺。恰在此时，一位千幻峰管事手捧礼单，快步上前，向林浩与3位新娘躬身行礼，声音洪亮的禀报：“启禀林真传，诸位夫人，宾客献礼已毕，以悉数登记造册，送入库房。”林浩闻言，脸上笑容更盛，对着满堂宾客拱手一圈，朗声道：“承蒙诸位前辈，道友厚爱，林浩感激不尽。今日略备薄酒，望诸位尽兴。”众多宾客纷纷举杯回应，气氛愈加热烈。他望着眼前3位盛装的新娘，心中豪情涌动，目光扫过苏妙琴时，却捕捉到她眼底一丝极力掩饰的暗淡。他正要上前询问，瘦猴已悄无声息地凑近，压低声音：“老大，苏家竟然没有来人。”林浩眼神一冷，旋即恢复如常。他朝苏妙琴递去一个温柔的笑容，暗中传音道：“师姐且宽心，今日礼成后，我陪你回苏家好好问问。”苏妙琴闻言微微一颤，眼中水光氤氲。他深深望了林浩一眼，随即轻轻点头，将那抹色意悄然敛去。赞礼关键新人旗帜，气沉丹田，高声唱默：“吉时已到，且慢！”一声细雪长喝自山门外滚滚而来，竟将满场喧哗压了下去。众人愕然望去，只见一艘奢华的银色飞舟破云而至，无视护山禁制，蛮横的悬停于喜堂上空。舟首立着数人，一名身着玄黑龙纹锦袍的青年负手而立，神情倨傲。柳飘飘身着近透明的纱衣，半个身子都贴在他臂弯，满脸得意。张供奉则佝偻着腰，谄媚势力。那锦袍青年目光如电，带着毫不掩饰的占有欲，扫过沈如三女，眼底闪过浓烈惊艳。柳飘飘立即指着林浩尖声道：“赵皇子，就是他，一个武系杂灵根的废物，何德何能，也配坐拥如此角色？”青年闻言，轻蔑地看向林浩，居高临下道：“本皇子乃天运仙朝赵前，仙朝统辖青州以东28府，言出法随。”他目光再次流转于3美之间，如同审视自己的痉挛，对林浩颐指气使道：“你区杂灵根蝼蚁一般的东西，确实配不上这3位仙子，速速将他们献上，本皇子或可饶你一条贱命。”话音落下，身后一位灰衣老者踏出一步，轰！元婴后期的威压如同石至山岳，轰然压下，整个广场瞬间鸦雀无声。修为较低的弟子面色惨白，几欲窒息。窒息的寂静中，一个谄媚的声音突兀响起：“六表哥，您终于驾临了。”只见赵干从人群里挤出，脸上堆满讨好的笑容，指着林浩添油加醋：“表哥明鉴，就是这小子，不仅夺我机缘，如今更是仗着有几分运气，在此耀武扬威。”赵前贤恶地瞥了他一眼，如同驱赶苍蝇般拂袖：“区区旁支，也配当众唤我表哥？滚远些！”赵干脸色一白，悻悻退后，怨毒的目光却死死盯在林浩身上。“殿下！”那灰衣老者适时上前，声音尖细：“夺嫡在即，正是要紧，何必与这蝼蚁多费唇舌？”听着那独特的嗓音，林浩嘴角微不可察的一抽，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太监？李长老强顶着元婴威压，上前一步，拱手行礼：“合欢宗执法长老李富贵，参见六皇子殿下。不知殿下驾临，有失远迎，还望海涵。”他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今日恰逢宗门喜庆，殿下若不嫌弃，还请赏脸饮一杯水酒。”李富贵。林浩听着这充满烟火气的名字，嘴角忍不住又抽了一下。没想到道貌岸然的李长老竟有如此接地气的大名。凌云真人也肃然的上前，直见修之礼：“玄天剑宗凌云，参见六皇子殿下。”赵前目光在2人身上随意一扫，轻蔑的摆了摆手：“喜酒就免了。”他负手而立，龙纹锦袍无风自动，声音倨傲：“本皇子亲临，是给你们2家一个天大的机缘。”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李长老与凌云真人身上：“即日起，合欢宗与玄天剑宗便归附于我麾下，效忠于我，这便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满场皆惊。不等众人回神，赵前贪婪的目光再次投向了沈如三美，嘴角勾起一抹邪笑：“至于这3位美人，便当做你们献上的第一份忠心吧，乖乖将他们送上，本皇子保你们宗门无忧。”李长老脸色顿时变得难看。凌云真人上前一步，不卑不亢道：“殿下说笑了，流云府乃青州边陲之地，数千年来皆是3宗自治，向来独立于各方势力之外，此乃自古惯例，还请殿下明鉴。”赵前脸色一沉，周身金丹初期灵力波动：“你觉得本皇子像是在与你说笑吗？”他踏前一步，语气倨傲：“正因夺嫡在即，本皇子才亲临这穷乡僻壤之地，给你们一个攀附天皇贵胄的机会，这是给你们脸面，可别给脸不要脸。”他身后的灰衣老者适时冷哼一声，元婴后期的威压又中了3分。林浩嘴角又挂上了那抹熟悉的痞笑，眼神却冷了下来。他上前一步，嗤笑一声：“六皇子是吧？就凭你这脑子也敢争皇位？能活到现在，你爹没少操心吧？”赵钱脸色一沉，眼中寒光乍现：“大胆！
区区贱民也敢妄议天剑？啧！林浩双手一摊，环顾四周，想让人效忠，好歹先给点甜头吧。上来就抢人家道侣，你们天运仙朝的规矩是土匪立的。哈哈哈，规矩！赵钱倨傲地扬起下巴。这青州以东的28府，本皇子的话就是规矩，我看上的便是我的，赏你一条活路，已是天大的恩赐。你这废物也配谈条件？林浩再次嗤笑一声，踱步逼近，目光锐利如剑。你说我配不上，难道你就配？我夫人年方28，便已领悟剑心通明之境，境界已至金丹初期，而你呢，靠着吃药硬堆到金丹，也配妄图染指他？放肆！赵钱袖中拳头骤然攥紧，周身灵压翻涌。本皇子3岁引气，5岁筑基，20结丹，用的是一品功法，服的是皇朝秘丹。你一个废物，也敢质疑本皇子的底蕴？哦，林浩挑眉，目光陡然锐利。抛开皇子身份，你算什么东西？修为靠药堆起来的境界，恐怕连我这个武系杂灵根都不如。赵钱气急反笑，指尖凝聚起危险的金芒。蝼蚁也配与本皇子相提并论？若非看在3位美人面上，你现在已是具尸体。好吧，那既然如此，林浩定住脚步，眼中闪过狡黠。可敢与我比试一番？我筑基7层，你金丹2层，若我赢了，你带着你这太监从哪来回哪去？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他疯了不成？筑基挑战金丹，还是跨越4个小境界？他这不是在平白送死吗？李长老急忙上前一步，扯住林浩的衣袖，低声呵斥：混账东西，你胡闹什么？还不快退下！沈如慵懒地把玩着发烧，红唇微勾。苏妙琴担忧地攥紧衣袖，叶灵的指尖已按在剑柄之上。赵钱仿佛听到了世间最可笑的笑话，满脸的讥诮与不屑。哈哈哈！比试就凭你也配与本皇子谈条件？他目光贪婪地扫过沈如3女，语气傲慢：本皇子碾死你如同蝼蚁，何须比试？人我要带走，你现在就得死！林浩听闻，心下一沉，尼玛，这草包居然不上当，还是实力不够啊，连谈条件的资格都没有，看来只能硬刚了。灰衣老者皱眉欲劝：殿下小心有诈，不如让老奴直接。聒噪！赵钱不等他说完，便不耐地一挥手，目光落在林浩身上，如同在看一件死物。本皇子已腻了。他语气轻蔑：与你多言一句，都是自降身份，现在便让你这井底之蛙见识一下何为鱼泥之别。林浩负手而立，流云锦衣上的五彩光华悠然流转，他咧嘴一笑，露出的一口白牙：皇子殿下准备好了吗？赵钱不屑地掸了掸衣袖：本皇子教训你这蝼蚁，何须准备？六表哥小心！赵干急得直跺脚，脱口而出：那小子他会喷，滚！赵钱扭头目目而视，再叫表哥割了你的舌头。赵干吓得脖子一缩，脸刷得白了，急忙闭紧嘴巴，躲回人堆里。赵钱才潇洒转身，对着林浩漫不经心地勾了勾手指：来吧，再不出手，你可就没机会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林浩眼中金光一闪，张口便是一道五色流光激射而出，五行罡气波。赵钱只觉眼前光华一闪，下意识地眯了眯眼，然而神识只是微微一荡，并未完全失神。混元五行拳！林浩身形如电，一拳直捣黄龙。赵钱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弧度，不闪不避。他随意挥出一拳，拳头金光乍现，静候发仙至，精准地迎上了林浩的拳头。砰！双拳对撞，发出一声闷响。林浩只觉一股霸道的真元反涌而来，身形不受控制倒飞而出，落地后连退数步才稳住身形，嘴角已溢出一缕鲜血。尼玛！破天荒头一次，这五行罡气波竟然失效了。看来这皇子并非表面看起来这么草包。赵钱甩了甩手腕，狞笑道：就这点本事，该本皇子了。他并指如剑，一道凌厉的金色剑芒直刺林浩眉心，速度极快。生死关头，林浩猛地偏头，剑芒擦着耳畔掠过，带起一溜血珠。同时他再次张口，又是一道五行罡气波。这一次五色流光精准地命中赵钱面门。赵钱只觉眼前一黑，神识瞬间陷入混沌。就是现在！林浩身形如电，瞬间逼近。混元五行拳，拳锋之上，五色罡气流转，厚重如山的土形真元结结实实地轰在赵钱腹部，护体灵光应声而碎。嗷！赵钱捂着肚子惨叫出声，眼泪鼻涕一起涌出。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哗然。我的老天爷！筑基7层碾压金丹2层，这可是跨了4个小境界啊！此等战力简直闻所未闻。林浩的势不饶人，拳头如雨点般落下，每一下都伴着厉声呵斥：这一拳打你目中无人，这一拳打你强抢民女，这一拳打你入我师门！放肆！灰衣老者脸色一沉，元婴威压如山岳，轰然压下。林浩只觉神魂俱震，周身骨骼发出咯吱声，五脏六腑仿佛移位，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一股死亡阴影笼罩而下。他浑身汗毛倒竖，心中哀嚎：完了，小爷今天要栽在这老太监手里了。此时3道倩影同时闪动，沈如玉手结印，身后浮现一尊冰皇虚影，漫天冰晶凝结成阵。苏妙琴秋水剑出鞘，流光溢彩，玄冰阵图发动，瞬间展开道道阵纹，玄阴真气化作重重屏障。叶灵长剑挥出，无垢剑意冲天而起，
金色剑芒撕裂长空，螳臂当车。灰衣老者袖袍轻拂，三女齐齐闷哼，身形不受控制的倒飞而出。突然，一道黑影如鬼魅般袭向老者后心。影杀术，影13的利刃距老者仅3寸时，却被一道无形气墙震得吐血倒飞。保护林浩！李长老与凌云真人对视一眼，同时出手。10余名金丹长老各施绝学，却在老者随手一挥间尽数溃散。灰衣老者眼中寒光一闪，一道漆黑的灵力化作一道凌厉的黑色流光，直射林浩心脉而来。这一击快如闪电，蕴含着元婴修士的必杀意志，若是落下，必是神魂俱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苍老声音响彻云霄：“道友，手下留情！”只见一位鹤发童颜的白袍老者，不知何时已立在林浩身前。他袍袖轻扬，一道柔和的光华展开，迎上那道致命的黑色流光。轰！两股力量猛烈相撞，白袍老者身形微微一晃，发出了一声闷哼，灵体竟暗淡了几分，显然并非真身降临。灰衣老者瞳孔一缩：“合欢老祖，正是老夫。”白袍老者抚须微笑，目光扫过狼狈的赵钱。六皇子殿下，小徒顽劣，还望海涵。参见老祖，拜见师尊。以李长老为首，所有合欢宗弟子齐声跪拜，声震云霄。沈如也收起慵懒姿态，恭敬行礼。而此时的赵钱已气得浑身发抖，身为天运仙朝皇子，何曾受过此等羞辱？他脸色铁青，一把抓住灰衣老者的衣袖：“李公公，本皇子要他死！”被称作李公公的灰衣老者缓步上前，阴冷的目光落在白袍老者身上。“合欢老祖，你不安心闭关，参悟你的化神大道，平白浪费一具分身，就是为这个废物强出头。”他尖细的嗓音带着讥讽：“区区一具分身，也妄想护住他？”合欢老祖声音沉凝：“李公公，你堂堂元婴后期之尊，竟对筑基小辈痛下杀手，就不怕传出去，夺了你天运仙朝的颜面？”李公公眼唇轻笑，兰花指微翘：“咱家不过是个奴才，主子让杀谁便杀谁。”他嘴角勾起一抹嘲讽：“跟奴才讲道义，老祖莫非是闭关闭糊涂了？”他袖袍一拂，尖声冷笑：“单凭你这具分身，就想抗衡天运仙朝，简直是不自量力！”话音未落，突然一道清月剑鸣响彻云霄，一道青色剑光破开云层，如秋水泻地。剑光散去，显出清虚道长的身影，背负的古剑嗡鸣不止。玄天剑宗清虚，他与合欢老祖并肩而立，声如金玉，愿与道友共进退。流云府还轮不到外人撒野。几乎同时，药香弥漫，一位长须老道手持玉拂尘，悄然现身，素袍无风自动。青丹谷丹臣子与道友共进退。他拂尘轻扫，语气坚定。流云府三宗同气连枝，恕难从命。三位元婴分身并肩而立，灵光交相辉映，三股气息浑然一体，结成三才阵势，将李公公元婴后期的威压生生抵住。李公公面色终于凝重，尖细的嗓音里带着几分探究：“三个元婴分身，倒是小瞧了你们。”李公公阴冷的目光在三人灵体间流转，本尊都不得亲至，看来是在同时冲击那化神大道。他忽然抚掌轻笑，声音冰寒：“看来流云府三宗所图非小啊，这般阵势莫不是要反了天？”赵钱见状，脸上闪过一丝慌乱，急忙对着虚空喊道：“还不现身！”哈哈哈！一声张狂的大笑撕裂长空，血色遁光落下，现出一位面容阴鸷的老者。流云府秦家家主秦霄参见六皇子殿下。老者躬身行礼，嘴角却带着一丝鬼笑。赵钱面露的色，抬手虚扶：“秦老祖免礼，有老祖相助，本皇子如虎添翼。”合欢老祖灵体一震，声音惊愕：“元婴后期？秦霄，你何时突破的此境？”他眼中闪过一丝了然，语气转厉：“我明白了，你藏得如此之深，是早就存了背弃盟约之心。我合欢宗与你秦家世代交好，你竟敢为他人鹰犬？”秦霄冷冷一笑，脸上尽是得意：“哼哼，世代交好，不过是你们三宗势大，我秦家委曲求全罢了。如今我神功已成，又得遇明主，正是拨乱反正之时。合欢老鬼，待六皇子执掌大位，这流云府便是我秦家囊中之物。”这时，秦玉快步上前，恭敬行礼：“孙儿参见老祖。”秦霄含笑点头：“很好，玉儿，你此次立下了大功，能结交六皇子，我秦家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李长老见状，怒不可遏，指着秦玉呵斥：“逆徒，你竟敢勾结外人，老不死的！”秦玉反唇相讥：“平日里叫你一声师尊，那是给你脸面，你竟帮着林浩中这废物，帮他张罗婚事，我就问你，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他越说越激动，面目狰狞：“这杂碎屡次如我，还抢我道侣，你不但不为我做主，反倒……”住口！李长老气得浑身发抖，这是关乎宗门存亡的大事，岂容你因私废公？就在场面一片混乱之际，又一股元婴威压悄然笼罩全场。只见一位身着锦袍、面容精明的老者缓缓现身，对着赵钱恭敬行礼：“流云府赵家家主赵父参见六皇子殿下，老夫来迟，还请殿下恕罪。”赵干大喜过望：“您终于……闭嘴！”赵父狠瞪了他一眼，呵斥道：“不成器的东西，还不过来！”赵干慌忙躲到父亲身后，赵父这才转向赵钱，陪着笑脸：“老夫教子无方，让殿下见笑了。”赵钱把玩着腰间玉佩，
似笑非笑道：“赵家主来的正好，按族谱辈分，本皇子该唤你一声王叔才是。殿下折煞老臣了。”赵父身子弓得更低，语气惶恐：“我这一脉，早在1000年前就已脱离宗室主脉，如今不过是偏远之系，岂敢以皇族自居？”他转身面向三宗修士，元婴初期的威压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今日赵家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合欢老祖的灵体微微晃动，沉声道：“赵父，你也要背叛流云府1000年来的盟约？”盟约？赵父嗤笑一声，袖中祭出一柄长剑，待殿下执掌大统，这流云府就该换个主人了。3位元婴修士的威压如潮水般涌向三宗宗主的分身，整片天空都为之变色。现场观礼的人群顿时一阵骚动。柳家家主柳晴面色阴沉，袖中的拳头死死攥紧。一位长老急切地低声道：“家主，我们若是此时表态，或可？”柳晴面色变换数次，最终颓然一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闭嘴！神仙打架，我们这等小家族，不管跟了谁，都是第一个被碾死的。”另一边，百草阁的掌柜擦着冷汗，把身子往人群里缩了又缩。一个伙计忐忑地问道：“掌柜的，咱们要不要站个队？”刘掌柜瞪了他一眼，表示个屁！咱们是做生意，不是来赌命的，赶紧缩好，装死！赵钱满意地扫过全场，声音傲慢：“现在还够不够？”看着3位元婴修士的恐怖威压，林浩嘴角的痞笑愈发张扬，眼底却愈发冰寒。实力还是远远不够。他拳头紧握，毅然踏前一步。哈！沈如红长翻飞，身后凤凰虚影浮现，展翅长鸣，慵懒嗓音里透着决绝。千唤封封主在此，谁敢动我徒儿？浩浩！苏妙琴素手轻扬，玄音真气如月华倾泻，在身前结成湛蓝屏障，目光温柔而坚定。你在何处，我便在何处。夫君！叶灵并指成剑，金丹剑意冲霄而起，一场羽衣流转着七彩霞光。今日你我同生共死，4人气息竟在绝境中浑然一体，4道灵光交相辉映，应声在这片元婴威压下撑开了一片天地。胖球3人顶着磅礴威压，踉跄却坚定地站到林浩身侧。陈后与3位同伴相视点头，4柄长剑同时出鞘，剑光连成一片。林师弟，我等誓死相随。柳烟仙指结印，妩媚嗓音带着决绝。师尊，师姐。千唤风没有贪生怕死之辈。婉婷虽脸色发白，却坚定地点头，祭出了一方绣帕法器。影格，影13。影13强抹去唇边鲜血，横握匕首，立于林浩身前。受命护卫雇主，还请给影格这个面子。呵呵呵。李公公眼唇轻笑，兰花指轻点，区黑铁杀手也配让咱家给面子？今日别说你，就是青铜级亲至，这小子也必死无疑。既然如此，3具分身灵光暴涨，今日若分身禁语，3位老祖的声音响彻云霄。他日我3人本体出关，必倾全宗之力，不死不休。赵钱，你确定要在夺嫡关键时刻为自己树此死敌？笑话！赵钱放声大笑，一身玄黑蟒袍在灵压下猎猎作响。本皇子岂是受人胁迫之辈？今日要么臣服，要么……他翻手祭出一枚盘龙金印，黄道龙气冲天而起，形神俱灭，金印迎风变长，化作100丈巨印，携带着黄道之威，配合着李公公、秦霄、赵父3人合力，4股毁天灭地的力量汇成洪流，眼看就要将众人吞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轻叹仿佛从远古传来，清晰地传入每个人心神。随叹息而至的是一只遮天蔽日的掌印，轻轻一按，噗！赵钱、李公公等4人如遭重击，齐齐喷出一口鲜血，周身灵力当即紊乱，化神气真诀。李公公尖声惊叫，脸色煞白。只见一位灰袍老者不知何时已立于场中，手持一把扫帚，气息平凡，如同凡人。赵钱强压下翻涌的气血，色厉内忍地道：“敢问前辈是何人？为何要插手我天运仙朝之事？”灰袍老者尚未开口，一旁的秦霄却像是见了鬼一般，声音发颤：“莫尘，你竟然还没死！”李公公先是一怔，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眼唇轻笑：“哟，咱家当是谁呢？原来是100年前礼乐仙宗那位为了一个女人自甘堕落的天骄啊！”他话音未落，墨老浑浊的目光淡淡扫了他一眼：“你想死？”平平淡淡的3个字，李公公却仿佛被巨锤击中，身形一晃，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周身灵压溃散，脸上血色尽退，只剩骇然。他慌忙躬身，声音止不住地打颤：“莫前辈息怒，是咱家失言，是咱家嘴贱。”莫老眼中雷芒流转，平静地摇摇头：“不，你想。”言毕，李公公如遭雷击，只觉神魂俱颤，他脸色巨变，一声尖细的惊叫脱口而出：“法则之力！”随即浑身一僵，连求饶的话都无法说出，眼中只剩无穷的恐惧。不远处，合欢老祖那暗淡的分身竟微微一滞，眼中流露出一丝恍然。法则，这便是化神之秘。他喃喃低语。清虚真人与丹臣子的分身亦是灵光波动，眼中道韵流转。赵钱强忍惊惧，上前一步，躬身道：“莫前辈，李公公一时失言，罪不至此，还请您高抬贵手，饶他一命。”莫老略一沉吟：“既然有人为你求情，那便自掌时下，略作惩戒。”
李公公如蒙大赦，不敢有丝毫犹豫，当即运起灵力，啪啪的自扇耳光，清脆声响回荡在寂静的空中，整整10下，一下不少。扇毕，他的双颊已高高肿起，莫老这才微微颔首，目光重新落回赵钱身上。3息之内，带着你这奴才滚出流云府。他的声音依旧平淡，却不容置疑。此地有我守着，若再伸爪子，我不介意亲自去天运都城走一遭，断你夺嫡之路。言罢，莫老目光扫过合欢老祖3人，留下一句若有似无的低语：法则并非远在天边，而在你们脚下，每一寸土地，每一缕气中，去官微，方能执一。话音未落，他的身影便如清风般缓缓消散。3人听来却声如洪钟大吕，他们心神齐齐一震，转而陷入了深沉的思索。片刻后，3人不约而同的对着莫老消散的方向郑重躬身，行了一个完整的道揖。赵钱脸色铁青，狠狠瞪了林浩一眼，然后带着一行人乘上飞舟，仓皇离去。林浩站在原地，望着敌人消失的天际，一个明悟清晰浮现。在这个世界，没有实力，连保护身边人的资格都没有。他深吸一口气，将这份屈辱深深压入心底，转身看向身旁的3位道侣。他张开双臂，将3位新人一同拥入怀中。师尊、师姐、灵儿。他温柔注视着3张绝美的容颜，嘴角扬起一抹痞笑，眼神却无比坚定。良辰吉日，岂能因几只聒噪的苍蝇耽搁？沈如眼波流转，红唇勾起一抹动人心魄的弧度，慵懒地靠在他肩头。小混蛋，算你还有点担当。苏妙琴将脸颊贴在他胸前，柔声道：都听浩浩的。叶灵则微微颔首，坚定的眉眼间染着一层暖意。正该如此。好。林浩朗声一笑，他环顾四周，声音传遍全场：诸位宗门长辈、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今日我林浩大婚，承蒙诸位不离不弃，共御外敌，这份情我林浩记下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胖球、陈后、尹13等所有并肩作战的人，最终回到3位新人身上。今日之辱，我等共同见证。待我元婴大成之日，他声音拔高，语气坚决，便是我等亲上天运仙朝，踏碎他那凌霄殿，讨回公道之时。好。李长老大喝一声，老怀大位，谨遵师弟、师兄之旨。陈后、胖球等人群情激昂，齐声应和。现在，林浩咧嘴一笑，先是环抱一拳，对着满场宾客，声音爽朗：也请诸位贵宾一同做个见证，喝杯喜酒，今日不醉不归。众多宾客立即笑着应和，场面愈加热络。他再转向赞礼官的方向，扬声道：赞礼官，这堂还得继续拜下去。对，拜堂，继续拜堂。胖球第一个跳起来嚷嚷，圆脸上满是激动。众弟子也反应过来，纷纷动手，简单而迅速地恢复了现场。劫后余生的喜悦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赞礼官清了清嗓子，脸上带着与有容焉的激动，运足灵力，高声唱诺：即时继续，新人就位，一拜天地。林浩与3位绝美的新人对着朗朗青天深深一拜，2拜高堂。4人转向端坐的合欢老祖，清虚真人，但臣子分身，郑重行礼。3位老祖的灵体虽已暗淡，脸上却都带着欣慰笑意。夫妻对拜。林浩与3位新人相视而笑，彼此眼中映着对方的身影。他率先躬身，沈如红袖轻拂优雅还礼，苏妙琴温柔欠身，叶灵飒爽抱拳。4道身影在满堂宾客的注视下，完成这最后的仪式。合欢老祖清虚道场与丹臣子的分身渐渐变得透明，灵光如萤火般点点飘散。恭送老祖。以林浩与3位新人为首，所有弟子齐齐躬身，声震云霄。礼成。赞礼官声如洪钟，带着难以抑制的喜悦，恭请新人入洞房。漫天彩光亮起，红绸重新飞舞，欢快的乐声与欢呼声汇在一起，将大典的气氛重新拖向顶点。林浩却稳稳立在原地，嘴角扬起那抹熟悉的痞笑。诸位且慢。他环视着满场宾客，声音清朗：今日诸位为我林浩浴血奋战，若让我等独自入洞房，岂非太不仗义？他转头朝李长老眨眨眼：李长老，劳烦将酒窖全数打开，今日不醉不归。好。满场爆发出更热烈的欢呼。胖球第一个跳上桌子，圆脸激动的发红：听见没？老大发话了，今晚谁先趴下谁是孙子。李长老摇头失笑，立即吩咐弟子们去搬美酒。千幻峰广场上，一坛坛灵酒被搬上桌，各色灵果佳肴摆满长案，空气中弥漫着劫后余生的喜悦。沈如执起琉璃盏，眼波流转，姿态优雅，与各峰长老对饮，嗓音柔媚：今日多谢诸位护我千幻峰弟子。他一饮而尽，妩媚雍容中尽显峰主气度。苏妙琴捧着白玉壶，温柔地为受伤弟子斟上灵酒，慢些饮，这酒烈。叶灵则拎着酒坛走到玄天剑宗弟子中间，飒爽一笑：师兄弟们，今夜不醉不归。仰头便饮，饮得阵阵喝彩。尹13独坐角落阴影中，面具未摘，却破例饮了3杯。柳烟拉着婉婷在席间穿梭，为各位长老斟酒，娇笑声如银铃，不绝于耳。林浩笑着加入了胖球3人与陈后4人的席面。瘦猴，他将一枚玉简抛过去，这门幽影部残卷正合你的路子。瘦猴接过玉简，神识稍一探查，小眼睛顿时瞪得溜圆。地级下品。老大，这太贵重了。
他激动的语无伦次，双手微微发颤。虽然是残卷，但这可是地级功法呀！林浩笑着摆手，又将另一枚玉简和极品灵器玄龟盾递给铁柱。这戊土真刚也是玄级下品，与你修炼的土系功法正好相配，配合玄龟盾，效果更佳。铁柱咧嘴一笑，珍而重之地将玉简和玄龟盾收进怀中，蒲扇般的大手拍着胸脯：“老大放心，俺一定把这功法练到极致，绝不给您丢脸。”陈后举杯，眼中满是赞叹。林师弟一出手就是地级、玄级功法和极品法器，待兄弟们这份心意，当真没得说。林浩笑着拍了拍他的肩：“陈师兄和几位兄弟若是感兴趣，自可一同参悟。我信得过诸位的为人。”胖球耷拉着脑袋，圆脸上写满失落：“老大，怎么没有我能用的呀？急什么？”林浩揉了揉他的脑袋，等刘云成的铺子开起来，还怕找不到适合你的功法。众人正说笑间，各封弟子与宾客已纷纷举杯而来，宴席间顿时更添几分热闹。林真传，老夫敬你一杯，少年英才，未来不可限量啊！青丹谷的木艺长老笑着举杯：“林小友，日后还请多多关照。”柳家家主柳晴姿态放得极低，就连百草阁的刘掌柜也硬着头皮端着酒杯挤上前，他胖脸上堆满讨好的笑容，语气恭敬道：“林东家，恭喜恭喜！往日若有得罪，还望您海涵。”他稍作停顿，诚恳道：“从今往后，在这流云府，我百草各分号，定以万宝各为标杆，大家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林浩心情正好，来者不拒，碰杯后皆是一饮而尽，尽显爽快，场面好不热闹。正喝得尽兴时，赵虎带着2个跟班凑上前来，满脸谄媚：“林师兄，当年是我们年轻不懂事。”林浩摆手打断，洒脱地笑道：“年轻人嘛，打打闹闹很正常，不提也罢。今日不醉不归。”他拎起酒壶，给赵虎也满上一杯。赵虎受宠若惊，连忙双手捧杯，一饮而尽。胖球挤过来，勾住赵虎肩膀：“既然老大都发话了，往后就是自己人。”铁柱默默又递来一杯酒，憨厚一笑，瘦猴灵活地钻到几人中间，适时添酒。林浩仰头饮尽杯中酒，见昔日对透，星月成浮，不由心怀大畅。流云锦衣在灯火映照下，流转着温润光华，与满堂欢声笑语相映成趣。林浩回到主位，刻意取出2只白玉杯满上，正见李长老与凌云真人相谈甚欢，推杯换盏间，显然已喝了不少。他率先走到凌云真人面前，执礼甚恭：“凌云师伯，多谢您成全我与灵儿，更感念您今日仗义出手，晚辈敬您。”凌云真人抚须大笑，甚是快慰：“好，你小子往后若敢亏待灵儿，老夫第一个不答应。”言罢，与林浩对饮一杯。林浩这才转向李长老，执杯躬身，语气诚挚：“李长老，他执杯躬身。这3杯，谢您老为我张罗婚事，也谢当年宗门大会上您老的魔力。”李长老抚须的手微顿，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为欣慰。他接过酒杯，语气温和：“你小子总算明白老夫的用心了。”2人相视一笑，过往种种尽在酒中。沈如慵懒之仪，红唇微勾：“师兄与我吵吵闹闹上100年，几时真的放在心里去过？”李长老扬怒瞪他：“就你护犊子护得紧，不护着点？”沈如眼波流转：“难道看你把这么好的苗子搓磨坏了？”林浩听着2人调侃，心头最后一丝芥蒂也烟消云散。他趁机为李长老斟上第3杯酒，压低声音问道：“李长老，莫老他？”李长老笑容微敛，目光变得有些悠远，仿佛陷入了某种回忆。他与沈如对视一眼，抚须长叹：“此事说来话长。莫老原名莫尘，乃是100年前礼月仙宗的圣子。”沈如指尖轻抚杯沿，眼波流转间带着追忆。他身具极品雷灵根，精彩绝艳，横扫青州同辈无敌手，让当年同辈之人只恨生不逢时。李长老接话道：“当年他游历至我宗，与千幻峰一位师叔相恋。”沈如唇边噙着一丝慵懒的笑意，轻声道：“我还记得那位师叔清艳绝伦，风华绝代，那份温婉解意的神韵，倒与如今的妙情如出一辙。奈何离月仙宗主修太上忘情。”李长老摇头：“一贯瞧不上我合欢宗，更是世情爱为心魔大忌。”沈如语气转冷：“后来离月仙宗来人施压，冲突中师叔维护他周全，自绝心脉而亡。那一日，千幻峰上雷云密布，莫尘抱着师叔的尸身，在雨中坐了3天3夜。”李长老仰头饮尽杯中酒，喉结滚动间，声音带着几分沙哑：“道侣在他眼前魂飞魄散，莫老当场道心崩碎，于是自封修为，甘愿在我宗当个守阁人。”他放下酒杯，叹道：“当初他修为不过元婴之境，谁料100年过去，竟突破了那阻碍了无数天骄的化神之境。太上忘情，简直可笑。”沈如慵懒地支着下巴，红唇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修仙之人讲究道法自然，既不曾真正拥有，又谈何忘记？倒是莫老这般痛了就哭，碎了就住，才是真性情。”林浩手中酒杯微微一颤，酒液在杯中荡开细密涟漪。他眸光深邃，低沉的嗓音里仿佛蕴含着某种道郁：“记不得何来忘，记不破何来历。”原来如此，莫老那深不可测的修为，正是在道心破碎又重塑的涅槃中诞生的全新境界。心念流转间，林浩目光愈发沉静，他随即收敛心神，取出那枚千幻峰库房的冰晶令牌，
递至沈如面前：“师尊，此物里当归还于你。”沈如接过令牌，眼尾微挑：“小混蛋，倒是乖觉。”林浩顺势问道：“师尊，当日弟子在库房中还见到一个紫檀木盒，内有刻着璃月的白玉令牌与一封旧信，不知那是道士教你瞧见了？”沈如轻笑着将冰晶令牌收回袖中，那是通往璃月仙宗太上望清塔的通行凭证。不过现在与你说了也是无用。他伸出仙指，轻轻点了点林浩的眉心，带起一阵沁人馨香。那地方等你结丹成功再来问为师不迟。林浩闻言心下恍然，又是结丹。五行遁空诀因境界不足无法参悟慕云瑶的线索，也得等到结丹之后方能触及。看来这金丹之境已是当务之急，必须尽快突破。待这段往事说罢，林浩拎起酒壶走遍全场，琉璃盏与各峰弟子相碰，白玉杯与各峰长老对饮，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沉思。酒过3巡，他带着微醺回到主位，轻轻握住3位道侣的手。沈如指尖在他掌心轻挠：“小混蛋，听了前辈的故事，可是心有戚戚？”苏妙琴温柔地为他拭去额间薄汗：“世间情爱，本该顺心而为。”叶灵则将醒酒茶推到他面前，目光坚定：“我等季节同心，必当共担风雨。”林浩目光灼灼，扫过3张绝美的容颜：“前车之鉴在此，此生定不负你们。”他声音沉稳而坚定：“漫漫仙途，我林浩愿以性命相护，与你们同行，共证那无上大道。”沈如轻抚他发烫的脸颊，眼尾泛红：“小混蛋，终于会说人话了。”苏妙琴柔声依偎过来：“夫君，我们该。”叶灵飒然起身，玉手擎起琉璃盏杯，清越嗓音传遍全场：“诸君，满饮此杯。”琉璃盏在空中划出晶莹弧度，他扬手饮尽，竟显见羞豪气。随后轻挽林浩手臂，耳间微红，轻声道：“夫君，该歇息了。”在众人的哄笑声中，3位新人相视一笑，共同扶着微醉的林浩往后院走去。远处藏经阁顶，莫老望着千幻峰方向，举起葫芦轻抿一口，浑浊眼中泛起一丝极淡的笑意。行至洞房门前，沈如却停下脚步，玉手轻推，将林浩推向叶灵，眼波流转，带着一丝妩媚：“春宵苦短，我等便不打扰叶灵妹妹了。”苏妙琴温柔地为林浩理了理衣襟，柔声道：“好好待叶灵妹妹。”叶灵脸颊微红，却坚定地握住了林浩的手。林浩看着沈如与苏妙琴，眼中满是感激与温情。他用力握了握他们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待沈如与苏妙琴的身影消失在回廊尽头，林浩才转身看向身旁凤冠霞帔的叶灵。他轻轻推开洞房的门，牵着她的手步入其中，红烛高燃，映得满是温馨。林浩拉着她在床沿坐下，声音格外认真：“灵儿，委屈你了。”叶灵抬眸看他，眼中水光潋滟，轻轻摇头：“能与夫君结为道侣，是灵儿之幸。我不在乎世俗规矩，只在乎你的心。”林浩心头一热，将她揽入怀中，在她耳边低语：“我的心早就是你的了，从你在赏剑大会上护在我身前那一刻起，就再没变过。”叶灵闻言，唇角漾开一抹柔柔的笑意，将脸埋进他肩头，轻声说：“那夫君往后可还要我护着？”“要。”林浩笑着收紧手臂：“不仅要你护着，还得劳烦叶圣女，这辈子都当我的剑鞘。”“好，那说定了，你的剑归我管，你的人也归我管，求之不得。”林浩语气温柔下来：“灵儿，今日之后，你我便是真正的道侣。长生路上，无论风雨坦途，我都会握紧你的手。”叶灵凝视着他，眼中柔情满意，握住他的手，十指紧扣。剑心所向，死生不渝。红帐悄然垂落，将一对新人温柔笼罩。帐内烛光摇曳，映得叶灵双颊绯红。林浩轻轻取下她发间玉簪，如墨青丝披洒而下，衬得她精致面容更显柔美动人。他羞涩地闭上眼，林浩轻轻吻上她的眉心，继而辗转至唇畔。这个吻温柔而缠绵，带着怜惜与承诺。他声色地回应着，当两人肌肤相亲时，他忍不住轻颤，却更紧地抱住了身前的男子。“别怕，你温柔些。”帐内烛光摇曳，将两道相拥的身影渐渐融为一处。林浩只觉一股精纯至极的元婴之气从他体内涌出，与他体内五行真元水乳交融，同时一股至精至纯的纯阳之气自林浩体内渡入叶灵丹田。他只觉得金丹微微一颤，原本稳固的境界竟泛起涟漪，那从1层突破至2层的瓶颈竟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此处省略3000字。与此同时，就在昊天居内，春意正浓之际，远在天运仙朝都城八皇子府邸内。八皇兄，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一位身着鹅黄宫裙的少女，如同一只欢快的灵雀，风风火火地闯进了书房。人未至，声先到。她绕过屏风，明媚的脸上满是得意：“你听说了吗？咱们那位眼高于顶的六皇兄，在流云府一个叫合欢宗的地方栽了大跟头了。”说案后，一位面容温润的青年缓缓抬起头，他放下手中书卷，语气带着几分无奈：“九妹，你怎么还是这般火急火燎的性子？”他轻轻摇头，唇角含笑：“看来你都知道了。这少女正是仙朝九公主赵颖。”他眨眨眼，略显惊讶：“八哥，你也收到消息了？这么大的事，若是你八个还不知晓？”八皇子轻笑着摇头：“
还有什么资格立于这夺嫡之列？他指尖轻敲桌面，说说看，你还知道些什么？赵颖立刻绘声绘色地描述起来。听说他想抢人家几个女修，结果被一个叫林浩的小子当众揍成了猪头脸。李公公出手，没想到竟引出化神老怪，直接就被吓得的自扇耳光，灰溜溜地逃了回来。哥，真是大快人心啊！八皇子唇角微勾，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呵呵，这老六平日跋扈惯了，这次总算踢到铁板。他端起茶盏，轻抿一口，缓缓道：“不过，你说的只是表面而已。据我调查，那林浩年方19，武系杂灵根，近期才崭露头角。”他唇角微扬，带着几分兴致。其一，于合欢宗擂台以炼气6层轻松击败炼气9层的大师兄秦玉。他放下茶盏，眼中闪过赞许。其二，于秘境入口痛打玄天剑宗炼气9层的赵干，并且夺秘境传承，顺利筑基。他微微轻声，语气带着几分玩味。其三，开设万宝阁至破锁灵符，以筑基中期一拳轰飞筑基后期修士，万宝阁声名大噪。他眸光一凝，语气转为郑重。其四，半月前于玄天剑宗万剑谷让上古剑胚认主，得剑宗圣女清心，以筑基6层之境3拳击败剑宗筑基巅峰的首席大帝陆琛。赵颖听得美目圆睁，谈口微张，这么厉害，此人竟然还有这么多事迹。他眼珠一转，狡黠一笑，凑近几分。八个调查得这么清楚，莫非九妹果然心思玲珑，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八皇子抚掌一笑，眼中金光闪动。老六这次吃了瘪，必定恨他入骨。这等人才，若是被逼到绝路，未免可惜。不如我们帮他一把，给他个名分。赵颖眨了眨灵动的眼睛。八个的意思是？八皇子转向一旁的老太监，吩咐道：“你指流云府合欢宗弟子林浩，天资卓绝，勇毅可嘉，特敕封为先朝客卿，赐盘龙令一枚，以示嘉奖。”他目光在赵颖身上停留片刻，似笑非笑的改口道：“就让九妹你带人亲自走一趟，前去宣旨册封。”赵颖一听，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拍手笑道：“好呀好呀，在宫里闷死了，我正好出去透透气，看看这个敢揍6个的愣头青到底长什么样。”八皇子无奈的摇摇头，语气带着宠溺与告诫：“言儿，此去是办正事，莫要顽皮。记住，我们是去施恩，而非结怨。”知道了，八皇兄。赵颖笑嘻嘻的应下，转身便雀跃着去准备行程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八皇子缓缓收起笑容，目光重新落回地图上的流云府，轻声自语：“林浩，但愿你这把刀足够锋利。”昊天居内，红帐轻摇，将缠绵细雨与细碎娇喘尽数融在暖香里，所有的低吟与轻喘都化作了精纯的灵力，在两人经脉间循环往复。随着气息交融渐深，两人的修为同时节节攀升。林浩从筑基7层一路突破至8层、9层叶灵金丹初期的境界，也在纯阳之气的滋养下愈发凝实。不知过了多久，当灵力的奔涌达到顶点，两人修为双双突破至骨。呆风停雨歇，怀中人儿气息渐匀。林浩轻抚着他汗湿的发丝，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惊喜道：“灵儿，你难道也是什么特殊体质？你的原因竟让我连破2个大境界。”叶灵将发烫的脸颊埋在他颈间，声若文瑞：“我也不知，许是无垢剑心的特殊功效。”他抬眼望向他，眼中带着几分迷茫：“师尊从未提过我有什么特殊体质，只是方才似乎有道极纯净的剑意，顺着原因渡给了你。”林浩若有所思，莫非是剑心通明后产生的变化？也许吧。叶灵轻轻摇头，随即像是想起什么，眼中绽放出惊喜的神采：“倒是你，夫君的纯阳之气竟如此精纯玄妙。”他感受着体内涌动的暖流，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的雀跃：“我初入金丹1层的境界，不仅彻底稳固，此刻修为流转圆融，竟已突破到了金丹2层。”林浩闻言，心头一暖，将他搂得更紧，在他额间落下一吻：“看来我们倒是相得益彰，往后的路我们慢慢探寻。”红帐内温情脉脉，两人依偎在颈背中，发丝交缠，呼吸相闻。林浩把玩着他一缕青丝，忽然想起什么：“对了，灵儿，屡次听你提及师尊，却不知是哪位前辈。今日这般大事，他老人家竟未到场。”叶灵佯装薄怒，抬起藕臂轻戳他胸口，颈背滑落间露出半抹优美的弧度，肌肤如玉，在烛光下漾开一片莹润光泽。“你这人现在才想起来问？”他眼波流转，带着几分骄傲：“我是尊乃清玄真人，目前正在必死关冲击那元婴大道。”林浩嘻嘻一笑，就着他伸来的手臂，将人往怀里带：“我心里装着你都来不及，哪还想得到别人？”说着便要去吻他。贫嘴。叶灵侧脸躲开他的亲吻，眼角眉梢却漾开笑意：“师尊若在，见你这般油嘴滑舌，怕是要试炼你的剑道修为。那正好，就让为夫先试试你的修为。”林浩痞痞一笑，将人重新拥入颈背之中。帐幔轻晃，烛火在红帐上投出2道依偎的身影。帐内细碎的声响与温存的气息渐浓，将一切笼罩。此处省略3万字，直至晨曦出露，帐内动静方渐渐归于宁静。如此反复，直至日上3竿，明亮的天光透过窗棂，悄悄映亮满是春色。林浩缓缓睁眼，只觉神清气爽，
筑基9层初期的修为已然彻底巩固。他垂眸看着枕在臂弯间的叶灵，恬静的睡颜在日光下格外柔美，几缕青丝贴着她微微汗湿的额角，这般毫无防备的模样，与他平日里的飒爽英姿形成了动人的对比。更令他心下柔软的是，他周身金丹气息圆融饱满，境界分明已稳固在金丹2层。他唇角扬起温柔弧度，轻轻将他往怀中带了带。叶灵睫宇轻颤，悠悠转醒，迷蒙的视线甫一聚焦，便被明亮的天光刺得微微眯眼。他愣了一瞬，脸颊随即泛起红晕，埋进他颈窝。都怪你。林浩低笑，将他搂紧了些。都怪我，这下定要被沈如姐姐和苏师姐笑话了。他声音闷在他颈间，带着刚醒的软糯。他低下头，眼底漾开温柔笑意。有什么可害羞的？轻轻吻了吻他泛红的耳尖，为敷腾自己道侣，天经地义。指腹流连在他细腻的肩颈处，又低声笑道：况且他故意拖长语调，昨夜不知是谁说还想来着，最后还抱得那样紧。不许说。叶灵羞得去捂他的唇，却被他顺势握住手腕，在掌心落下一串亲吻。两人又在温存好一会儿，这才起身穿戴。昊天剧院内日光正好，林浩与叶灵携手走出房门，沈如与苏妙琴早已等在石桌旁。沈如倚在桌边，唇角勾起妩媚笑意，眼波流转。哟，境界都提升了呀！瞧瞧我们灵儿这满面春色的模样。叶灵羞得耳根通红，轻嗔道：姐姐就会打趣人。说着又往林浩怀里挤了挤。苏妙琴温柔地上前牵过叶灵的手，递上一碗温热的灵粥。我给妹妹备了灵粥，快用些暖暖身子。谢谢苏师姐。叶灵接过粥碗，甜甜一笑，看着眼前3位风姿各异的道侣，林浩心中暖意融融，伸手将3人一同揽住。的妻如此，夫复何求？沈如就是倚进他怀里，指尖轻点他额头，语气娇嗔：瞧把你这小混蛋得意的。院中阳光洒落，将4人相拥的身影镀上一层温暖光晕。接下来几日，林浩与3位角色的道侣自是夜夜笙歌，红帐摇影间被翻浪涌，自是旖旎无限。7日后，昊天居原先的居所旁2间崭新的卧房已然落成，与主屋成品自行分布，以回廊相连，围出一方清雅小院。林浩站在院中，看着眼前景象，嘴角的笑意再也抑制不住，最终化为一阵畅快的大笑。好，太好了，以后咱们4人同住就方便了。笑声惊动了院中人。沈如最先走出，依旧是那副慵懒妩媚的姿态，眼波流转间，目光落在了那块崭新门楣上，只见其上已分别镌刻好了名字，铁画银钩，灵气盎然。哦，连名字都提好了。他眉梢微挑，饶有兴致地念出第一个七黄阁。他红唇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眼尾扫向林浩，似笑非笑。小混蛋倒是会借花献佛。这黄字显然暗合他以德补全的冰皇灵体。林浩嘿嘿一笑，毫不避讳地揽住他的纤腰。嘿嘿，师尊喜欢就好。这时苏妙琴与叶灵也携手从屋内走出。苏妙琴一眼便看到中间那间卧房门楣上的字树玉轩。树玉，他轻声念着，眸中泛起温柔涟漪，玉质温润，水声清悦，正合他上品水灵根的澄澈，以及他温柔似水的性子。他望向林浩，眼中情意脉脉，夫君有心了。叶灵的目光则投向最后一间，只见门上刻着剑心居3字。他飒爽的眉眼瞬间柔和下来，唇角微扬。剑心既是他无垢剑心的体现，亦是他道途的根基。这个名字直白而坚定，正如他本人。他看向林浩，眼中是无需言说的默契与认可。如何，3位夫人可还满意？林浩张开双臂，将3位风采各异的道侣一同拥入怀中，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从此以后，这里便是咱们真正的家了。阳光正好洒落在崭新的门楣与4人相拥的身影上。此时一名内门弟子仓皇赶来：师尊，大师兄，不好了，天运仙朝又来人了。沈如凤眸一瞥，声线慵懒却带着威压：慌什么？天他不下来。林浩上前一步，来的还是那6皇子。不，这次不一样。弟子即到，是一位姑娘，排场大得很。众人来到千幻峰广场，弟子们聚在远处，目光不时地投向场中4人，交头接耳，低声议论着。人群焦点处，一位身着鹅黄宫裙，眼睛大大的少女尤为引人注目。她生得一副标准的鹅蛋脸，肤光胜雪，大眼扑闪，好奇的四周张望，明眸皓齿，气度不凡。她身后2名金丹侍卫，面色沉静，气息沉稳如山岳。一位老太监手持明黄卷轴，眼帘微垂，静立一旁。少女看见林浩，眼睛一亮，脚步轻快地迎上，声音清脆：你就是林浩林师兄吧？我是天运仙朝9公主赵颖。林浩脸上立刻挂起恰到好处的笑容，微微拱手道：原来是9公主殿下驾临，林浩有失远迎，还请赎罪。他目光扫过那老太监，心头微凛，这阉人气息深不可测。老太监上前展开明黄卷轴，尖细的嗓音响起：8皇子有旨。林浩躬身做聆听状，眼神低垂。流云府合欢宗弟子林浩，天资卓绝，勇毅可嘉，特敕封为仙朝客卿，赐盘龙令1枚。旨意宣完，老太监合上卷轴，将1枚雕刻着盘龙的令牌递到林浩面前，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惊呼：仙朝客卿！
林师兄竟得了皇室册封！天啊，那可是盘龙令，一步登天，真是一步登天啊！赵颖嘴角翘起，带着一丝小得意。林师兄，接旨吧，八皇兄对你可是看重的很呢。林浩双手接过，脸上堆满受宠若惊。殿下隆恩，浩感激不尽。他嘴角却勾引一抹玩味，心底一片雪亮。好一招驱狼吞虎，这八皇子有点意思。不过嘛，这送上门的事，不借白不借。沈如袅袅上前，眼波在他手中的令牌上一转，红唇微勾，小混蛋，运气倒是不错。语气慵懒，听不出喜怒。苏妙琴轻轻拉了下他的衣袖，柔声道：“夫君，此乃大喜之事。”美目中却含着一丝深思。叶灵抱剑而立，只淡淡扫了令牌一眼，目光便落回赵颖等人身上，眉眼间尽是警惕。赵颖仿佛没看见诸女反应，拍了拍手，巧笑嫣然：“好啦，正事办完，林师兄，不请我参观一下你这千幻峰，我可是好奇的紧呢。”林浩将令牌随手收起，笑容不变：“公主殿下有此雅兴，是千幻峰的荣幸，请。”林浩侧身引路，目光与沈如轻轻一碰，彼此心照不宣。赵颖头对身后的侍卫和太监摆摆手，语气带着点小任性：“好了好了，你们别跟这么紧，有林师兄在呢，去歇着吧。”那老太监迟疑了一下，还是躬身应道：“是，殿下。”沈如唇角含笑，连步轻移迎上：“几位大人，请随我来用些茶点。”叶灵眉头微蹙，下意识想跟上林浩，却被一名侍卫侧身拦住。林浩递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笑道：“灵儿放心，我陪公主殿下随便走走。”待旁人散去，林浩引着赵颖沿石阶缓步而上。“公主殿下，觉得我这千幻峰景致如何？”林浩随手折了路边一片草叶，在指尖把玩，语气轻松。赵颖张着一双大眼睛，好奇的四下张望，闻言点头：“跟仙宫里的花园很不一样，更有野趣。这云海也壮阔得很。”他语气活泼，显然心情不错。这位久居深宫的公主，此刻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时而指着云海惊叹，时而对路边的灵草发问。2个时辰下来，依旧兴致勃勃。林浩只能耐着性子陪他一路走走停停。夕阳缓缓西沉，天边铺开绚烂的晚霞，将云海染成一片瑰丽的橙红。赵颖终于安静了片刻，倚着非洲栏杆，出神地望着这片壮丽景色，眸中映着流转的霞光。林浩暗松一口气，正要开口，却见他忽然转过身来，眼中闪着好奇：“林师兄，你说那片发光的云彩下面是什么地方呢？”林浩信步向前，目光投向那浩瀚云海，朗声一笑，豪气自生：“云海之下，或许藏着另一重天地。待他日我道法大成，踏破九霄时，自能一探究竟。”赵颖眸光一亮，指尖萦绕着一缕清风术法，脱口赞道：“踏破九霄，好气魄！”他信手凌空一引，一道柔和灵力便将一片竹叶射至指尖，随意把玩。待你寻到那重天地时，可莫要忘了今日同游之人。待2人行至后山，只见幽静竹林，清风拂过，竹叶沙沙作响，四周顿时安静下来。赵颖忽然停下脚步，脸上嬉笑的神色收敛了些，带着一丝审视，看向林浩：“林师兄，我这次来除了宣旨，也是想亲眼看看。”他语气认真了些：“能让我那眼高于顶的八皇兄都出言赞赏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林浩咧嘴一笑，故意挑眉看向他：“能让八皇子赞赏，是林某的荣幸，却不知公主殿下亲自审视了这么久，可还满意？”赵颖那双灵动的眸子一瞪，刚要开口反驳，是一道黑影如鬼魅般从竹影中窜出，一柄短剑直刺赵颖后心，速度之快，赫然是金丹后期的全力一击。赵颖虽有着筑基后期修为，何曾经历过这等生死搏杀，一时竟呆立原地，忘了反应。“殿下小心！”林浩脸色一变，一把将赵颖揽入怀中，同时周身5色浑元罡气轰然爆发，流云锦衣无风自动，泛起层层云纹光晕。轰！短剑狠狠刺在光晕之上，发出沉闷巨响。罡气与锦衣虽然挡下了这致命一击，但那恐怖的力量仍透体而入。林浩身躯巨震，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喷在了赵颖的宫裙上，宛如雪地红梅，触目惊心。他踉跄一步，却依旧将怀中人儿护得严严实实。他眼神锐利，盯向杀手，咬牙冷笑：“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阁下好胆色！”赵颖被他紧紧搂在怀里，脸颊贴着他剧烈起伏的胸膛，惊惶未定的抬眼，视线先撞上他线条绷紧的下颌，紧接着是唇边那抹嫣红的血痕。他心口猛地一抽，那杀手见一击落空，手腕一翻，寒光再起，电光石火间，一道更快的黑影如鬼魅般切入战局。用这等粗劣手段在影阁面前行刺，简直可笑。尹13嗓音冰冷，话音未落，人已缠上那名杀手。杀手见势不妙，虚晃一招，身形急退，瞬间没入竹林深处。尹13毫不停滞，如一道黑烟追袭而去。周遭压力骤减，赵颖这才意识到2人的亲密姿态。他耳根发烫，手抵着他胸膛，声音慌乱：“还不快松开我！”林浩恍然回神，低头看去，自己竟还将这位九公主紧紧抱在怀中。少女的娇躯柔软温热，发间清香萦绕鼻尖，他心头一荡，竟生出几分不舍，一言松手，手臂不经意间擦过他身前，隔着轻薄的衣衫，
那柔软饱满的弧度在手背上一触即分。赵颖身子蓦地一颤，脸颊瞬间绯红，连耳根都染透了。他慌忙退开半步，深吸一口气，强自镇定。林师兄，你没事吧？声音里还带着未散的慌乱。林浩抬手抹去唇边血迹，朝他安抚地笑了笑，还好，未伤及根本。心下却凛然，好一招借刀杀人，这六皇子果真不是省油的灯。此时沈如三女与那2名金丹侍卫也闻讯急速赶来。公主殿下！2名侍卫见状面色大变，其中1名侍卫立刻对林浩怒目而视：你们合欢宗便是如此护卫的，竟让殿下受此惊吓。赵颖脸色有些发白，语气却带着维护：不关林师兄的事，若非他舍身相护，我焉有命在？那名侍卫目光锐利，盯了林浩一眼，冷哼一声，这才作罢。沈如来到林浩身侧，玉手轻扶住他的手臂，眼含关切：浩儿，伤得如何？叶灵与苏妙琴也快步上前：夫君。叶灵声音急切：浩，你没事吧？苏妙琴眸中满是忧色。林浩摆手，给了他们一个安抚的眼神：放心，多亏流云锦衣卸去了大半力道，只是气血有些翻腾，调息片刻便好。他面上说的轻松，心里却暗自庆幸，幸好纯阳决一小成，肉身强度堪比下品灵气，否则金丹后期全力一击，绝不止吐口血这么简单。无事便好。沈如美眸转向赵颖，语气带上几分凝重：只是此事颇为蹊跷，公主殿下刚至我千幻峰，便遭遇刺杀。林浩目光扫向赵颖，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公主殿下冰雪聪明，难道还没看出来吗？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你这六哥手段倒是狠辣，这是想用你的命来换我合欢宗满门覆灭，一石二鸟啊！赵颖闻言娇躯一颤，脸上血色褪尽，不敢置信道：你的意思是六哥他？不然呢？林浩眼神锐利：你想想，若你这位仙朝公主真在我合欢宗香消玉殒，天运仙朝的雷霆之怒会指向谁？我只知他性子骄横。赵颖娇躯微颤，声音哽咽：我和他虽非一母所生，却终究是血脉至亲，万没想到他竟真敢对亲妹妹下此毒手。林浩见他失魂落魄，语气不由得放缓：恐怕你刚出京城就被他的人盯上了，这夺嫡之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哪还顾得上什么兄妹情分？他说完不禁摇了摇头，轻声一叹：唉，也不知我林浩卷进此事到底是福是祸。赵颖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他抿了抿唇，带着歉意道：林师兄，对不住，都怪我把你拖下了水，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意义了。林浩摆了摆手：眼下最要紧的是让你全虚全已地回到京城。一旁侍卫抱拳回禀：殿下已发出急讯，预计半日之内便有飞舟前来接应。赵颖这才松了口气，对林浩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那这半日可要叨扰林师兄了。定检测到赵颖好感度剧烈波动，好感度加20，已自动纳入情缘序列。当前好感度30。系统提示来的突兀，林浩心头一动，忍不住仔细端详起眼前的少女。只见鹅蛋脸白皙精致，一双大眼睛里水光未散，身段玲珑有致，胸前曲线起伏，惊心动魄。这就是系统认定的第6位情缘。他看得有些愣神，嘴角无意识地弯起了那抹惯有的痞笑。林师兄！赵颖被他看得脸颊发烫，忍不住轻嗔道：你看什么呢？林浩这才回过神，轻咳一声，强行板起脸：殿下言重了，谈不上叨扰，能为殿下效劳是林浩之福。他负手而立，故作深沉地补充道：我方才是在思索，这半日该如何周密布置，方能确保殿下安危，万无一失。小混蛋！沈如没好气地丢来一个白眼：我千幻峰大阵一开，就算元婴期老怪亲至，没个1时3刻也休想攻破，哪用得着你来操这份闲心？一行人便回到了昊天居。小院清幽，品字形的3间卧房安静伫立。赵颖好奇地打量着这方小天地，目光在七皇阁、树玉轩、建新居3块匾额上流转，美眸中闪过一丝玩味。沈如慵懒地倚在主屋门边，唇角微勾：公主殿下，你觉得这小混蛋的卧如何？苏妙琴已温婉地备好灵茶，柔声相邀：殿下请用茶，暂歇片刻。叶灵则抱剑立于廊下。赵颖接过茶盏，大放一笑：此处甚好，清静别致，难怪林师兄不愿离开。他眼珠一转，瞥向林浩，语带促狭：比那冷冰冰的仙宫可有人情味多了。恰在此时，院落一角的阴影微动，尹13的身影悄然浮现。人跑了。他声音平静。林浩闻言眉峰一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哦，堂堂尹阁的顶尖杀手也有失手的时候。尹13面无表情地瞥了林浩一眼，身形一晃，便如雾气般消散在原地。同时院门外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老大，老大！只见胖球员滚滚的身影小跑着进来，满头大汗。他刚进院子，就看到院中众人，连忙停下脚步，圆脸上堆起憨厚的笑容，朝着沈如3人躬身行礼。胖球见过3位嫂嫂，直起身后，他看向沈如，挠了挠头，故作苦恼：师尊，您说我这是该叫师尊呢，还是叫嫂嫂呢？沈如眼波流转，没好气地横了他一眼，唇角却勾起一抹危险的弧度：小胖子胆子不小啊，连为师也敢调戏了。胖球立刻缩了缩脖子，嘿嘿一笑：
圆脸上挤出讨好的神色。嘿嘿，不敢不敢，我这不是请示您吗？林浩看得好笑，招手让他近前，指了指一旁的赵颖。行了，别评了，来，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天韵仙朝的九公主，赵颖殿下。又对赵颖道，这是我过命的兄弟胖球，万宝阁的大掌柜。胖球小眼睛一亮，连忙朝着赵颖恭敬行礼。胖球见过九公主殿下。赵颖随意的摆了摆手，明媚的脸上带着几分好奇。胖球师弟不必多礼。胖球这才转向林浩，眉头又皱了起来，搓着手道，老大，流云城那边不太顺利啊，咱们选好的店面总有人暗中作梗，手续也卡着办不下来。他摊了摊手，一脸无奈，地头蛇难缠啊。林浩闻言非但不恼，嘴角反而勾起一抹玩味，手掌一翻，那份仙朝圣旨便出现在手中。他随手递给胖球，诺，把这个挂到万宝阁大门上去。一旁的赵颖见状，没好气的飞了个白眼给他，红唇微撇，你这家伙倒是很会借势。林浩耸耸肩，一脸理所当然，都被你们卷进这漩涡里了，不借白不借。他语气轻松，带着点无赖劲儿。胖球先是一愣，接过圣旨展开一看，小眼睛瞬间亮得惊人，猛地一拍大腿，高啊，老大，这玩意儿往门口一挂，我看谁还敢给咱们使绊子。圆脸上满是兴奋的红光。林浩大手又是一挥，一片莹润的灵石光芒闪过，院子里顿时多出一大堆灵石，灵气氤氲。这里是50万下品灵石。他语气淡然，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流云城是总部没错，不过呢，还不够，我要你在流云府8大城池都给我开启万宝阁。胖球倒吸一口凉气，圆脸显出几分迟疑。老大，这步子是不是太大了点？要不要先稳打稳扎？怕什么？林浩满不在乎的摆摆手，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你把这份圣旨拓印8份，每个分店门口都挂上一份。他指尖轻点圣旨，眼中闪过狡黠的光。真迹吗？自然要留在我这儿。这话一出，顿时换来几道风情各异的白眼。赵颖忍不住嗤笑，就知道你会留一手。沈如慵懒地倚在廊柱上，轻笑着摇头，你这小混蛋，这算盘打得精。林浩浑不在意的挑眉，转而问道，说起来，这段时间瘦猴和铁柱修炼的如何了？胖球圆脸上立即露出羡慕的神色，他俩可了不得。瘦猴靠着老大给的地级身法，铁柱练着那套玄级功法，都已经筑基4层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语气带着几分自嘲，就我还在筑基3层原地踏步，这修为全是丹药堆出来的，虚得很。林浩闻言点头，有进展就好。至于你，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胖球一眼，等流云府的生意做起来，还怕找不到适合你的机缘。另外，他回到正题，我会请13前辈随你同去，有他坐镇，也好叫那些不长眼家伙的掂量掂量。胖球这下彻底安心了，胖脸上笑开了花，抱着圣旨和灵石，忙不迭地躬身，得令，老大。他转过身，圆脸上堆起恭敬的笑容，朝着沈如3人行礼。3位嫂子，胖球先告退了，又转向赵颖，规规矩矩地做了个揖。九公主告辞。说完，便迈着轻快的步子，风风火火地告辞离去，圆滚滚的身影转眼就消失在院门外。阳光正好洒在众人身上，林浩望着胖球离去的方向，嘴角噙着一抹是在必得的笑意。胖球这一番风风火火的来访，倒让院中的气氛愈发活络起来。众人说笑间，不觉日头西斜。就在天色将暮未暮之时，一艘巨大的云舟破开云层，缓缓驶来，舟身灵光流转，在渐暗的天色中格外醒目。赵颖望了眼云舟，撇了撇嘴，明媚的脸上带着几分了然。接我的人来了。他转向林浩，随意的摆了摆手，走了，希望下次见面时，你的万宝阁已经开遍流云府。林浩笑着拱手，承九公主吉言。他抬眼看了看渐暗的天色，一脸促狭道，天色已晚，此时出行恐有危险，九公主若不嫌弃，不如留下歇息一晚，明日再走。赵颖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先手指向那艘灵光流转的巨大云舟，看见没？里面都是我父皇钦派的侍卫高手，莫说这小小流云府，就是整个青州，恐怕也没几人能撼动他分毫。他轻哼一声，扬起下巴，我才不要留下来碍某些人的眼。林浩嘿嘿一笑，也不强留。目送赵颖登上云舟离去，院中便只剩下林浩与3位道侣。暮色四合，廊下的灵石灯渐次亮起柔和的光晕。林浩目光在3位家人身上转了转，最终落在沈如那妩媚的容颜上，嘿嘿一笑，搓了搓手，嘿嘿，那个，按照约定，今晚我该住七皇阁了。沈如眼波流转，红唇勾起一抹摄人心魄的弧度，向前半步，纤纤玉指轻轻点在他胸口，吐气如兰。小混蛋，既然知道，那还等什么？林浩朗声一笑，不再多言，俯身便将那柔软馨香的娇躯拦腰抱起。沈如一声轻呼，玉臂自然地环上他的脖颈。他抱着沈如，大步流星便朝着七皇阁的门内走去。身后，苏妙琴与叶灵对视一眼，揭露出了几分无奈的笑意。走吧，叶灵妹妹。苏妙琴温柔地牵起叶灵的手，语气恬淡，明日还要修炼呢。叶灵飒爽的眉眼间也染上些许柔和，点了点头。苏师姐说的是。两女相携，各自走向自己的居所。院中很快便安静下来，只有七皇阁内隐约传来的笑语与漫天星子一同点缀着这静谧的夜。是夜，七皇阁内红帐摇曳，沈如轻解罗裳，衣襟滑落，露出白皙的肩线与精致的锁骨。林浩看着她那妩媚的眸子，
低头便附上了2片诱人的红唇。烛光跃动，将纱帐上2道紧密交缠的轮廓轻轻摇碎。帐内压抑的喘息与妩媚的娇吟交织，随着晃动的帐幔渐渐急促。就在这厢春意渐浓之时，流云城外百里处的密林中，一场突如其来的伏击正在上演。保护货物！铁柱怒吼一声，玄龟盾瞬间暴涨，化作一道土黄色的光幕，将车队护在身后。他周身雾土真刚流转，整个人仿佛与大地连成一体，声如洪钟。雾土真刚，不动如山。5名筑基中期修士的飞剑同时斩在光幕上，径直激起阵阵涟漪，连一丝裂痕都未能留下。怎么可能？为首的蒙面修士惊骇出声。这防御……话未说完，一道幽影如鬼魅般掠过，兽猴的身影在月下时隐时现，幽影步催动到极致。他手中短刃如毒蛇吐信，每一次闪现都精准地划过一名敌人的咽喉。第6个，他轻声低语，身形再度融入黑暗，止于地上6具尚带余温的尸体。铁壁真卫是万宝阁的铁壁真卫和暗夜行者，残存的伏击者惊恐后退，再不敢上前。铁柱持盾而立，周身雾土真刚流转不息，宛若一尊不可撼动的山岳。七皇阁内压抑的喘息与娇媚的低吟渐渐急促，最终化作一声绵长的叹息，慢慢平息。林浩缓缓收敛鸳鸯同心诀，周身灵气澎湃。他凝神内视，只见其海中5条真元蛟龙竟又壮大了一圈。原本刚稳固的筑基9层初期境界，竟已向前推进了约莫1/5。这般进度，若是单靠平日苦修，少说也需数月之功。他将沈如的娇躯揽入怀中，语气带着惊喜：“师尊，这进度抵得上我数月苦修了，和您双修，收益果然最大。”沈如慵懒地倚在他胸前，眼尾还带着未退的红晕，轻笑道：“现在知道为师的好了。师尊不愧是金丹中期，灵力就是澎湃绵长。”林浩在他发间落下一吻，随即想到什么，这鸳鸯同心诀确实厉害，不过师尊说过只能修炼到金丹，那后续……小混蛋！沈如伸出仙指点了点他的鼻尖，语气娇嗔：“还没结丹就想着后面的事了。”林浩顺势握住他的玉手，眼中闪着期待的光芒：“师尊既然提起，想必是有更好的功法，你倒是机灵。”沈如眼波流转，凑近他耳边低语：“阴阳合欢诀才是合欢宗镇教功法，直指元阴大道，竟有如此神奇的双修功法。”林浩眼前一亮，将他往怀里带了带：“那咱俩修炼效果这么好，是不是也有这功法的缘故？”沈如眼波流转，指尖轻轻划过他的胸膛：“现在知道厉害了。”他唇角勾起妩媚的弧度：“你以为呢？难道随便一个金丹中期就能给你这么大的提升？”林浩立刻凑近，语气带着讨好：“那师尊现在能教我吗？”“想得美！”沈如伸出仙指抵住他凑近的额头，眼含深意的摇头：“宗门铁律，未至金丹不可传法。”他的指尖在他丹田处轻轻一按：“况且以你现在的修为，即便教你，也根本无法运转其1/10。”林浩不甘心的撇嘴：“又是金丹，看来我得尽快结丹了。”就在此时，一枚传讯符穿过禁制，悄然落入他手中。神识扫过，林浩唇角微扬：“怎么了？”沈如慵懒地靠在他怀中，青丝散落枕间：“嘿嘿，好消息，你交出来那俩小子，铁柱和兽猴出去了。”林浩将他往怀里带了带：“咱们万宝阁可试出了个防御无双的铁壁真卫，还有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暗夜行者。”他低头在他额间落下一吻，语气带着几分得意：“看来我送出去地功法，倒是帮他们找到了自己的道。”沈如他闻言，在他下颌轻轻一吻，声音绵软：“能帮兄弟寻到自己的道，这比什么称号都难得。小混蛋，你比为师做得好。”林浩被夸得心头一热，手臂收紧，将那温香软玉搂了个满怀：“嘿嘿，那也是师尊您这位引路人当得好。”他话音带笑，低头又在他脸颊上偷了个香。沈如顺势将脸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手臂环上了他的腰，油嘴滑舌。他嘴角勾起一抹妩媚的弧度，就会挑为师爱听的说。红帐内渐渐安静下来，止于交错的呼吸声。林浩感受着体内奔腾的真元，对结丹的渴望从未如此强烈。沈如慵懒地靠在他胸膛，指尖在他心口画着圈，声音微哑：“小混蛋，既已娶为师过门几日了，为何还整日师尊师尊的唤着？”林浩低笑，将他搂得更紧：“我就喜欢这么叫，听着就亲近。”他语气里带着几分赖皮，而且这么多年都叫习惯了，所以就不想改口了。沈如抬眸，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眼波流转间风情万种：“得寸进尺，就你心眼多。”他先只戳了戳他胸膛：“别以为为师不知你心里那点小盘算，不就是想仗着这声师尊，日日夜夜欺负为师？”林浩闻言大笑，一个翻身又将人困在身下，眼底闪着狡黠的光：“师尊既已看穿。”他低头在他耳边吐着热气，那弟子便更要坐实这名头了。红帐再次轻轻晃动起来，掩去一世春色。不知过了多久，细碎的声响渐渐归于宁静，止于交错的呼吸声在夜色中轻轻起伏。沈如慵懒地枕在林浩臂弯里，青丝散落在他胸前。林浩把玩着他一缕秀发，指尖缠绕着柔顺的青丝。片刻后，他心念微动，一枚古朴玉简凭空出现在掌心：“师尊，你看看这个。”五行遁空诀。沈如慵懒抬眸，接过玉简，神识一扫，
妩媚的眸子倏地睁大。地级下品遁法，小混蛋，你从何处得来的？林浩摸了摸鼻子，眼神游移。前些时日外出历练时，偶然所得，一直不敢轻易示人。他语气带着几分迟疑，只是这功法玄奥，我参悟许久，都不得要领。沈如若侧过身来，若有所思的颈背滑落间露出优美的锁骨。他指尖轻抬，点在他心口，唇角噙着意味深长的笑。看来上次派你去给璃月仙宗圣女下药的任务，倒是让你得了不小的机缘。他话锋一转，眼波流转，了然道：从那次回来后，你整个人都不同了。林浩正欲开口，却见沈如伸出纤手，随着他的动作，颈背继续滑落，露出圆润的香肩和半抹饱满的弧度，在朦胧夜色中勾勒出诱人的曲线。他轻抚她的脸颊，吐气如兰。既然你不愿细说，自有你的道理。指尖在他颊边流连，带着几分宠溺。为师不逼你。林浩心头一暖，握住他的柔仪，在他掌心落下一吻。师尊明察秋毫。他眼神诚恳，带着些许无奈。徒儿确实有些觊觎，只是其中另有苦衷，眼下还不便明言。沈如轻笑一声，指尖在他鼻尖轻轻一点。小混蛋，谁还没几个秘密了？他慵懒地靠回他怀中。况且仙路漫漫，你自有你的风雪，为师无意探究。你能有这般造化，为师很欣慰。林浩将他搂紧了些，感动地说道：能得师尊倾心相待，是弟子几世修来的福分。沈如轻笑着拿起玉简，仔细探查，妩媚的眸中渐渐泛起惊异之色。他沉吟片刻，将玉简递还给林浩，赞叹道：这五行遁空诀确实玄妙非常，即便以为师金丹中期的境界，也难窥其全貌。他话锋一转，眼波流转间带着欣喜。不过其中关于空间变换的奥义，与我的幻术之道颇有相通之处。他指尖轻点林浩鼻尖，唇角扬起惑人的弧度。若是好生参悟，对我千幻一脉的传承必有极大注意。小混蛋，你这是又给为师送了一份大礼。林浩嘿嘿一笑，顺势握住他的柔仪。能帮到师尊，弟子比得了功法都开心。沈如神色难得认真，既是地级功法，岂是那么容易参悟？待你结丹之后，或许便能窥得门径。这功法与你修行大有裨益，好生收着。帐外月色渐浓，将相拥的身影温柔笼罩。林浩感受着怀中温软的娇躯，心中满是暖意。他收起玉简，再次低头吻上那诱人的红唇，在唇齿交缠间低语：能遇见师尊，才是弟子最大的机缘。沈如眼尾泛起妩媚的红晕，小混蛋倒是有良心。他话音未落，便主动加深了这个吻。红帐再次摇曳，细碎的声响中夹杂着压抑的喘息与娇媚的低吟，将这一夜的温情无限延长。此处再次省略3000字。与此同时，黑胶帮总坛陈后长剑归鞘，看着跪倒的帮主，语气平静：有些人不是你能动的。瘦猴的身影从阴影中显现，短刃上的血珠缓缓滴落，37个，一个没少。铁柱扛着玄龟盾走进来，憨厚的脸上带着几分不满：俺还没热身，他们就倒下了，全部处理干净。陈后转身离去，从今日起，流云城再无黑胶帮。翌日清晨，林浩在院中修炼，正好遇见苏妙琴端着茶点走来。师姐早啊。林浩接过她手中的茶盘，顺势将她揽入怀中，在她耳边低语：师姐昨晚有没有想我？苏妙琴耳尖泛红，低头抿嘴一笑：自然是想你的。随即又抬起那双水盈盈的眸子，佯装嗔怪：可你有师尊陪着，哪还能想到师姐？林浩低笑，将她搂得更紧。是为了……他低头轻嗅她发间清香，可在我心里，你才那个是独一无二的。苏妙琴抬眼望他，眸中水光潋滟，就会说好听的，语气却已软了下来。两人依靠在石凳上相拥片刻，林浩才正色道：师姐，我答应过要陪你回苏家一趟，我们何时出发？苏妙琴抬头望向他，美眸中泛起温柔涟漪：浩浩有心了。不过你和灵儿妹妹新婚燕尔，正是浓情蜜意的时候。他轻轻靠在他肩头：半年后便是我父亲100岁寿辰，届时再回去正好。都听师姐的。林浩将他往怀里带了带，唇角勾起一抹张扬的弧度：到时候定要让你苏家上下都好好看看，你苏妙琴的男人是何等人物。苏妙琴耳根微红，却忍不住抿嘴轻笑：瞧把你得意的。晨光熹微，将相拥的身影镀上一层暖光。他将脸埋在他胸膛，听着那有力的心跳，只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心。就在这温馨时刻，后山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剑鸣声，紧接着是凌厉的破空之音。两人对视一眼，化作2道流光赶往后山。只见叶灵一袭白衣，在山巅舞剑，周身剑气纵横，整个人仿佛化作一柄出鞘的利剑。剑意笼罩下，连空气都为之震颤。灵儿妹妹的剑意愈发精进了。苏妙琴轻声赞叹。林浩目光追随着那道飒爽的身影，只见叶灵将浑身剑气、剑意与灵气凝聚于剑间，整个人仿佛与长剑合二为一。破云斩月，随着一声轻叱，一道璀璨剑光划破长空。远处一座山峰应声而断，巨大的山体沿着整齐的切口缓缓滑落，发出隆隆巨响。好剑法！一个慵懒的声音突然响起。不知何时，沈如已倚在一棵古松旁，唇角噙着妩媚的笑意。
灵儿妹妹。她眼波流转，带着几分赞许，这是领悟了破云剑诀第7式了。叶灵收剑而立，额间沁着细汗，唇角却扬起一抹飒爽的浅笑。沈如姐姐看出来了。林浩揽着苏妙琴走上前，故意夸张的拱手，恭喜灵儿剑法大成，这一剑之威，当真令人叹为观止。叶灵被他逗得抿唇一笑，少贫嘴。沈如眼中带着赞赏，妹妹不愧是千年难遇的剑道奇才。姐姐虽已金丹中期，至今只能勉强使出第6式破云惊鸿。叶灵飒爽一笑，收剑入鞘。姐姐何必谦虚，你我修行路子不同，姐姐的幻术配合冰皇之威，才真叫妹妹大开眼界。沈如妩媚一笑，眼波流转，妹妹就会说好听的，哄姐姐开心。林浩看着两位家人互相夸赞，故作委屈的摊手，要我说，诸位夫人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就为夫普普通通。苏妙琴轻笑，温柔地挽住他的手臂，就你嘴甜。叶灵收剑入鞘，眉眼间含着笑意，夫君，你若普通，这世间还有天才吗？沈如眼波流转，小混蛋，你这张嘴倒是比你的修为更厉害。四人相视而笑，阳光洒落在他们身上，情意融融。这几日林浩过得甚是惬意，夜里轮流与3位道侣双修，自是鸾凤和鸣；白日里便专心修炼。3日后，林浩在院中练拳，拳风呼啸，五色罡气轮转，五行相生，循环不息，偶有拳劲对冲，亦暗合相克之理，圆融自如。这是混元五行拳突破至精通，心领神会之境的体现。此时柳烟与婉婷联袂而来，林师兄。柳烟笑盈盈的开口，师尊可在？我们有事求见。林浩收拾而立，嘴角扬起一抹痞笑，2位师妹来得不巧，师尊正在静室打坐修炼，暂时不宜打扰。婉婷轻轻啊了一声，面露失望。林浩眼珠一转，神秘的压低声音，不过我这儿倒有份礼物要送给2位师妹。什么礼物？柳烟好奇的凑近，美眸流转。林浩故意卖关子，指了指自己的脸颊，你们亲我一下，我就告诉你们。婉婷闻言顿时羞红了脸，柳烟却嫣然一笑，在他脸上印下一吻，眼中闪过一丝光华。林浩只觉心神一荡，混沌无相诀自行运转，才清醒过来。他无奈一笑，伸手将柳烟揽入怀中。师妹又调皮了。柳烟倚在他怀里，曼妙的曲线若有似无的蹭着他的手臂，将红唇凑近他耳畔，吐息如兰，娇声道：现在可以说了吧？什么礼物啊？师兄就别卖关子了吗？林浩这才取出2枚玉简，这是青木双生诀及配套剑诀，正合你们的木系灵根，旋即功法。两女齐声惊呼，美眸中满是喜悦。婉婷惊喜之下，也飞快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随即羞得躲到柳烟身后。柳烟爱不释手地捧着玉简，眼波流转，师兄最好了。林浩感受着颊边的温软触感，心头暗忖，这般亲密总该。他静心等待，识海一片寂静。系统，他默默呼唤，抱也抱了，亲也亲了，这都不算。良久，林浩若有所悟，轻笑摇头，看来这2位师妹虽与他亲近，却非命定的情缘，又或是时机未至，羁绊尚浅。林浩回过神，迎上2双关切的眸子。柳烟歪头打量他，师兄怎么发起呆来了？林浩摸了摸被亲过的脸颊，故作苦恼地叹了口气，被2位师妹这般对待，为兄一时神魂颠倒，不知今夕何夕了，油嘴滑舌。柳烟轻啐一口，眼底却漾开笑意，先只在他额间轻轻一点。师兄也有这般老实的时候。婉婷更是连耳根都红透了，躲在柳烟身后小声嘟囔，师兄就会取笑人。林浩朗声一笑，顺手揉了揉2人的头发，好了，功法既已送到，你们好生修炼。将2位依依不舍的师妹送走，林浩才回到院中，指尖抚过尚存余温的脸颊，他摇头轻笑，这份温馨虽好，却终究不是系统认定的情缘。也罢，仙途漫漫，一切随缘便是。千幻峰西侧厢房内，夜明珠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师姐，这青木双生诀当真玄妙。婉婷捧着玉简，眸中异彩连连，白皙的脸颊泛着薄红。柳烟接过玉简，细细探查，红唇渐渐扬起明艳的弧度，何止是玄妙？她眼波流转，落在婉婷身上，带着几分戏谑，就是这修炼法子有些特别。怎么特别？婉婷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柳烟凑近他耳边，吐气如兰，轻声解释功法中关于灵力交融的关窍。呀！婉婷轻呼一声，耳根瞬间红透，下意识地并拢双膝，声若蚊蝇。这如何使得？要那般清静吗？傻妹妹。柳烟见她羞得快要缩成一团，不由轻笑，你我只是下品木灵根，资质平庸，若无特殊机缘，此生能结金丹已是万幸。她语气温柔，这不青木双生诀正是我们改变命运的天大机缘，修仙路上何种造化不伴风险？你我既情同姐妹，借此功法更进一步，有何不可？她指尖轻点玉简，语气转为郑重，你可知若能练成，你我便可觉醒那青木双生灵体。姐姐，何谓双生灵体？婉婷抬起水盈盈的眸子，柳烟颔首，眼中带着向往。典籍记载，此灵体乃木系道体中极为特殊的一种，不仅修行速度倍增，更妙的是，他握住婉婷微凉的手，声音轻柔，自此你我性命相交，灵力共进，一人修炼，2人同进，
一人有难，另一人亦能感应相助，这才是真正的同气连枝，道途相依。婉婷望着两人交握的手，指尖传来柳烟温热的体温，想到自己平庸的资质，再看看这改变命运的机缘，心中的羞怯渐渐被一种迫切的情绪取代。他反手轻轻回握，声音坚定：我都听姐姐的。柳烟嫣然一笑，拉着他在蒲团上相对而坐。那便从今夜开始。夜明珠柔和的光线下，衣衫轻褪，如玉的肌肤流转着温润光泽，两道窈窕的身影缓缓贴近，青色的灵光自他们相拥处浮现，如藤蔓般温柔的交织。二人的气息逐渐融为一体，随着功法运转，他们周身泛起淡淡的清辉，发丝无风自动。柳烟细腻的背脊在光下勾勒出优美曲线，婉婷微微扬手，结语轻颤，任由那道温润的灵力在彼此经脉间流转。姐姐，婉婷轻声呢喃，最初的羞怯已化作奇妙的共鸣感。柳烟闭上双眼，感受着两人灵力水乳交融般的循环，唇角扬起明目的笑意。原来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倾慕双生。空气中弥漫开清新的草木芬芳，清辉中两人仿佛化作一株共生的灵植，气息交融。月光透过窗棂，悄悄为这相拥的身影披上薄纱，又羞怯地引入云后。当他们再次睁开双眼时，窗外已是星辉满天。几个时辰的修炼竟如弹指一瞬，两人浑然不觉，时光已流逝如丝。嗡，周身清辉缓缓收敛，两人同时娇躯轻颤，相视的眸中皆映出惊喜。筑基一层中期，婉婷感受着体内充沛的灵力，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轻颤。自从靠林师兄的丹药筑基之后，我们的境界已经停滞许久了。柳烟舒展了下火爆的身段，曲线在月光下一览无余，红唇扬起明媚的笑意。方才竟是深度入定了，几个时辰竟如弹指一瞬，这步功法当真神奇。林师兄待我们真好。婉婷轻声说着，手臂轻轻抬起，虚掩在胸前，将那春光悄然遮去。这般珍贵地功法。柳烟侧过身，青丝划过光洁的肩头，指尖轻点婉婷泛红的脸颊。小丫头，这是动了凡心了。婉婷耳尖更红，却难得没有躲闪，声音却带着几分失落。林师兄他虽然平日里总爱说些不正经的话，可每次都是眼神清澈，点到即止。他轻轻叹了口气，他待谁都好，可是我能感觉到他对我似乎并无特别的心意。柳烟慵懒地倚在榻边，曼妙的腰肢在月光下勾勒出诱人的弧度。以林师兄的天资，从前的我们确实难以企及。他握住婉婷的手，眼中闪动着自信的光彩。但有了这部功法，待我们修成青木双生灵铁。他微微前倾，在婉婷耳边低语，吐息温热。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帮到他，成为他修仙路上不可或缺的助力。感受着两人肌肤相贴传来的暖意，婉婷轻轻点头，眸中泛起憧憬的涟漪。夜色渐深，两颗心却因同一个期盼而愈发贴近。与此同时，剑心居内，红烛摇曳，林浩缓缓收敛鸳鸯同心诀，只觉周身灵力又浑厚了几分。他满足的轻吁一口气，将面色绯红的叶灵拥入怀中，低笑道：方才练剑时那般威风，现在倒像只温顺的小猫了。叶灵慵懒地靠在他胸前，眼波流转，带着几分娇嗔。夫君就会取笑人，让我看看。林浩掌心轻抚他的玉背，感应着他体内流转的灵力，境界可还稳固？纯阳之气对你有注意吗？叶灵脸颊微红，却坦然地迎上他的目光。帮助很大。剑心愈发通透，剑意凝聚，灵力也凝实了许多。金丹2层的修为已经完全稳固了。那就好。红杖轻摇间，林浩在他额间落下一吻。还有件好事要告诉你，兽侯传来消息，你一直想找的铸剑宗师有下落了。当真？叶灵眸光倏地一亮，整个人都精神了几分。自然，就在天韵仙朝都城，有为唤作莫千锤的宗师。不过听说此人性格孤僻，想要请他出手，须得献上能入他眼的极品炼器材料。他指尖轻抚过他的脸颊，温柔地注视着他的眼眸。我已经让胖球去搜寻好的炼器材料了，等有了结果，定陪你去都城走一趟。夫君。叶灵心中暖烫，万千话语只化作眸中盈盈水光与更深的依恋。他伸手环住他脖颈，主动吻了上去，将所有欣喜与情意付诸行动。良久，直到两人气息微乱，唇分，气息交织间，叶灵轻喘着将额头与他相抵，声线微酥，双颊绯红，眼波如水。夫君方才渡来的纯阳之气，灵儿觉得似乎还能再炼化一些。林浩低笑，一个翻身将他笼入怀中，指尖拂过他唇角。贪心的小猫也罢，今晚便助你巩固个彻底。林浩运转鸳鸯同心诀，引导纯阳之气在两人经脉间流转。叶灵呼吸渐渐急促，一双藕臂无意识地环住了他的脖颈，指尖在他背上留下浅浅红痕，似在无声诉说着内心的悸动。红烛摇曳，映出帐中缠绵的身影，将这一夜的温情尽数珍藏。自此之后，林浩过上了夜夜笙歌的日子。白日里，或是陪叶灵练剑论道，或是与苏妙琴品茗赏花，或在沈如的七皇格言习功法。这般左拥右抱的甜蜜生活，让他在宗门内又添了几分风流名声。修仙无岁月，转眼3个月已过。林浩白日苦修混沌无相诀，入夜
则有3位美娇娘相伴双修，阴阳并济之下，他修为已突破至筑基9层巅峰。1日，晨光透过枝叶洒落院中，凌浩盘膝静坐，混沌无相诀运转到极致。他凝神内视，只见丹田气海已被5色真元完全填满，再难容纳分毫。5条真元蛟龙在气海中激烈翻腾，每一次游动都让气海壁障微微震颤。5色光华交织成一个完美的循环，却因空间所限，始终无法突破现有的规模。整个气海就像一只盛满水的容器，任凭内里波涛汹涌，却始终无法再添一滴。他缓缓睁眼，望向斜倚在长凳上的沈如，语气带着几分无奈：“师尊，这气海已经满得不能再满，可弟子尝试良久，始终摸不到结丹的门槛。”沈如慵懒地支着下巴，先只卷着一缕青丝，眼波流转，带着几分嗔怪：“小混蛋，你当缔结金丹像吃饭喝水这般简单？”他起身走到他身边，玉指轻轻点在他眉心：“你这才到筑基巅峰几天，况且寻常丹系灵根结丹尚且九死一生。”他轻叹一声，指尖在他额间轻轻一按：“而你这5行灵根比常人难了何止10倍100倍。”林浩脸色一苦，握住他的手腕：“那弟子岂不是终身结丹无望？急什么？”沈如柔弱无骨地倚入他怀中，玉臂顺势环上他的脖颈：“办法总是有的，当务之急是继续夯实境界，将真元压缩到极致。”他俯身在他耳边低语，带着若有似无的馨香：“虽说结丹艰难，可一旦成功……”他眼波流转，红唇微勾，5行相生之下，威力比起寻常丹系灵根强了何止10倍。林浩眼神一亮，正要开口，却被他轻笑着推开：“现在知道着急了？昨夜在妙琴那儿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般用功？师尊这是吃味了？”林浩挑眉一笑，顺势再次将他揽入怀中。沈如嗔怪地瞪他一眼：“少贫嘴，想要结丹，就先给为师好好淬炼真元。”与此同时，千幻峰西厢却是另一番光景。夜明珠的光晕温柔地笼罩着两人，柳烟与婉婷在榻上相拥而坐，细腻的肌肤在灵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青木灵气如实质般在两人之间流转，将他们紧密相连。良久，两人缓缓收功，清辉渐散，隐约现出2具完美无瑕的玉体。柳烟轻舒一口气，慵懒地伸展了下腰肢，语气带着些许恍惚：“3个月苦修青木双生诀，总算出窥门径了。”姐姐，婉婷声音轻柔，带着几分难以置信的惊叹：“这功法当真神奇。”柳烟侧过脸，指尖轻轻点了点婉婷光洁的额头，语气带着宠溺与自豪：“3个月便从筑基1层到6层，这般速度，说是神迹也不为过。”感受着体内澎湃的灵力，婉婷抬眼望向柳烟，眸中光彩流转。她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垂下长睫，小声嗫嚅：“就是觉得这般修炼太过亲近了些。”傻丫头。柳烟低笑，伸手将她往自己这边拢了拢。此乃青木双生诀的玄妙，灵体交融方能事半功倍。她牵起婉婷的手，轻按在两人心口，引导着那股生机勃勃的灵力。感受到了吗？待我们修成青木双生灵体，便能更好的相助林师兄了。婉婷轻轻点头，感受着经脉间奇妙的共鸣，脸颊泛起红晕，语气却坚定了许多。为了能帮到林师兄，我们定要勤加修炼。柳烟赞许地捏了捏他的掌心，重新闭目凝神。那就收摄心神，再来一次。清辉流转不息，将2道紧密相拥的身影温柔吞没，止于帐内灵气氤氲，再无他物。当西厢的清辉渐浓时，林浩正独自盘坐在昊天府院子中，潜心运转混沌无相诀。接连几日，任凭他如何催动功法，气海内的5色真元却如陷泥沼，压缩的进度微乎其微。心绪不宁之下，他只得无奈放弃，颓然坐在院中石凳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浩浩，你这是怎么了？”一道温柔似水的声音自身后传来。只见苏妙琴不知何时静立于院中，周身灵气氤氲如水雾，肌肤在日光下泛着温润如玉的光泽，整个人气质愈发澄澈空灵。林浩猛地站起身，满脸惊诧：“师姐，你竟然结丹成功了！”苏妙琴浅浅一笑，眼波温柔：“昨夜就在你和师尊亲热的时候，侥幸成功了。”林浩也顾不上他话中的调侃，一头扎进他怀里，闷声道：“师姐，你家浩浩不开心了？”苏妙琴张开双臂，将他拥住，轻轻抚着他的后背。林浩只觉自己的脸颊陷入一片惊人温软之中，鼻间萦绕着的淡淡馨香，烦躁的心绪也平复了几分。苏妙琴顺势在廊下长椅坐下，将他轻轻揽入怀中，指尖温柔地梳理着他的发丝，柔声问道：“多大的人了，还学小孩子撒娇？说说是什么事，让我们家浩浩这般不开心？”他哭丧着脸，又往他怀里蹭了蹭。前几日师尊还说结丹不能像喝水一样简单，我怎么觉得你和灵儿结丹都跟喝水似的？苏妙琴耳根微红，语气温柔：“那还不是多亏了你的纯阳之气日夜滋养，否则我哪能这般顺利？”林浩困惑的皱眉，不自觉地往他怀里又蹭了蹭。纯阳之气本就是我的，怎么对我结丹反倒没这么大帮助？傻浩浩。苏妙琴无奈轻笑，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你才20岁，短短几个月时间，从炼气2层至筑基9层巅峰，修炼速度已经足够惊人了。
混沌无相诀助你吸纳灵气，纯阳诀为你夯实根基，怎么可能没有帮助呢？他温柔地抚着他的后背。那你昨晚结丹顺利吗？林浩扬起脸问道，手臂不自觉地环上他的腰。很顺利。苏妙琴眼中漾着温柔的笑意，低头在他发间落下一吻。在你的纯阳之气打下的基础上，上品水灵根凝结金丹，几乎水到渠成。林浩恍然，整个人几乎都依偎在他怀中。你的意思是，问题出在我的五行灵根上？总算想明白了。苏妙琴语气愈发温柔，这就叫当局者迷。五行灵根虽强，但想要融会贯通，自然比单系灵根难上许多。除非灵根能进一步晋升，或五行灵力能够融合。林浩接过话，随即又泄了气，把脸埋进他怀里。可灵根晋升哪有那么容易？他心下苦笑。系统提示，想将这种品灵根晋升为上品，需再得2位情缘道侣这机缘，哪有这么容易？苏妙琴柔声引导，既然纯阳诀对夯实根基有奇效，何不先专注于此？待功法突破，说不定真元压缩的难题也能迎刃而解。师姐说的对。林浩眼睛渐渐亮起，却仍贪恋地靠在他怀中。我这就去修炼纯阳诀，这才是我认识的浩浩。看着这他重振精神的模样，苏妙琴美眸含笑，温柔地在他脸颊轻轻一吻。林浩这才依依不舍地直起身。自此，林浩暂且将修炼重心转向纯阳诀。2个多月后的午后，阳光透过枝叶，在院中洒下斑驳光影。林浩盘膝坐在院中，周身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灰，纯阳真气在他体内自如流转，仿佛已成为他呼吸的一部分，念动即发。每一缕纯阳之气都深植骨髓，运行间自带生机道运。他凝神内视，惊喜地发现脏腑在纯阳之气的滋养下愈发强韧，骨骼泛着温润光泽，隐隐透出玉质特性。忽然，林浩周身金光一盛，随即缓缓收敛。他睁开双眼，眸中金芒一闪而逝，一股明雾涌上心头。这是纯阳诀突破至精通，心领神会，至尽了。他心念微动，拿出一块中品法器试剑时，五指稍一用力，石屑簌簌而落。这肉身强度已堪比中品法器了。林浩暗自惊叹。不远处，苏妙琴安静地坐在石凳上，手托香腮，目光温柔地追随着他的身影。他看着阳光下林浩挺拔的身姿，身形愈发修长挺拔，肌肉线条流畅如猎豹，肌肤下隐隐泛着一层温润的淡金色光泽，宝香庄严，竟让他看得痴了。师姐，看够了没？林浩转头看向苏妙琴，嘴角勾起一抹痞笑。哪还有方才的宝香庄严？苏妙琴回过神来，双颊飞起红霞，轻嗔道：谁看你了？他起身走近，取出丝帕，为他是去额角的细汗，美眸中却满是欣喜。浩浩方才修炼时，周身金光流转，好似天神下凡一般。林浩握住他的柔仪，顺势将他带入怀中，在他耳边低语：那现在呢？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垂，苏妙琴娇羞地轻捶他胸口，语气却软了几分：现在就是个登徒子。阳光正好，将相拥的身影拉得很长。林浩低头在他耳边轻笑：师姐，经过几个月苦修，我纯阳诀终于晋级了，你要不要亲自感受一番？苏妙琴耳根泛红，轻轻推了推他结实的胸膛。晚上，他忽然回过神，美眸睁大：你是说纯阳诀突破了？随即轻跺绣鞋，扬嗔道：都被你带偏了，那还不快试试现在压缩真元的效率可有好转？林浩眼底闪过促狭的笑意，握住他纤细的手腕。晚上什么？师姐方才说的，师弟我还没听明白呢。你……苏妙琴羞得别过脸去，却被他顺势在耳畔落下一吻。好，那就晚上。他低笑着松开他，指尖轻轻拂过他绯红的脸颊。既然师姐这般期待，师弟定当好好准备。说罢，便在院中盘膝坐下，运转混沌无相诀。这一次，他明显感觉到真元在经脉中奔腾流转，压缩的速度竟比之前快了2倍不止。苏妙琴看着他周身渐渐泛起的五色光华，唇角扬起温柔的弧度。林浩睁开双眼，五色光华缓缓收敛，他一跃而起，欣喜地握住苏妙琴的手：师姐，这法子果真有效，真元凝练的速度快了许多。他随即又挠了挠头，咧嘴笑道：不过嘛，我这灵根你也清楚，就算快了几倍，距离凝聚金丹估摸着也还得1年半载的水磨功夫。他话锋一转，将他往怀里带了带。不过现在有更要紧的事，再过3日就是岳父大人的100岁寿辰了。苏妙琴惊喜地抬眼：浩浩，你还记得这件事？事关师姐，我早就刻在心上了，一刻都不敢忘。林浩指尖轻点，2个玉盒浮现掌心，他先揭开其中一个，盒内灵光氤氲。这盒是百年赤阳参和雪域灵芝，都是炼制结金丹的主药。苏妙琴眸光微动，指尖轻触玉盒，结金丹的主药。浩浩，你连这都为我们家想到了，还有这个。林浩笑着打开第2个玉盒，一枚龙眼大小、丹纹缭绕的灵丹静静躺在其中。延寿丹可增寿50载。苏妙琴怔怔望着那枚灵丹，声音微微发颤：延寿丹，我家老祖刚好卡在金丹后期，寿元将近，这枚丹药。他抬起泛红的眼眶：夫君，这份礼食再太贵重了。傻师姐。林浩将她揽入怀中，声音温柔：你的家人便是我的家人。他顿了顿，凑近她耳畔：再说了，我林浩的师姐回娘家，这牌面必须得撑足了，总不能让我最爱的师姐丢了面子不是？
就会说好听的。苏妙琴破涕为笑，依偎在他怀中。那我们明日就动身，都听师姐的。林浩收起玉盒，顺势将她抱起。不过在出发前，为夫得先收些利息。你放我下来。苏妙琴轻捶他的肩膀，唇角却漾开甜蜜的笑意。是夜，树玉轩内，红帐低垂，被翻红浪，压抑的喘息与妩媚的娇吟缠绕交织，直至夜半方歇。林浩缓缓收工，鸳鸯同心诀的最后一缕灵力，在两人紧密相贴的躯体间圆满循环，沉入丹田。他清晰地感到，那停滞不前的真元竟被夯实压缩了一丝。他心满意足，伸手将那柔弱无骨的娇躯揽入怀中。苏妙琴慵懒地偎着他，肌肤泛着事后的绯色，眼波流转间，媚意如水，几缕汗湿的青丝粘在光洁的额角，更添几分风情。林浩将怀中人搂紧了些，下巴轻蹭他发顶。师姐，纯阳诀晋级以后，再和你双修的效果好像格外明显，真元凝练的速度比平日快上数倍不止。苏妙琴闻言，唇角弯起温柔的弧度。浩浩，这可不只是你纯阳诀晋级的缘故。他眼波轻柔，你知道的，我的纯阴之体本就擅长调和。林浩眉头微挑，将他往怀里带了带。这我知道，可师姐你的体质一直如此，以前怎么没见这般立竿见影？这次不一样，我结丹之后，总算凝出了一丝玄阴真水的本源之力。林浩心头一动，环着他的手臂下意识收紧。本源之力，师姐你，本源之力。苏妙琴轻轻点头，将脸颊贴回他温热的胸膛，声音轻柔。这次我将它渡了一丝到你气海里，玄阴真水至性至柔，最能包容，有它在其中温养调和，你那五系真元之间的排斥之力便能缓和不少。他顿了顿，语气温柔，这样一来，真元凝练压缩起来，自然就快多了。原来如此，我还以为这是我纯阳诀晋级以后的效果呢。林浩恍然，随即眉头微皱，语气关切。那这对你的本源之力会不会有损耗？不会的，你不用担心。苏妙琴摇摇头，主动环住他的腰，柔声宽慰。反而在你纯阳之气的反哺下，我这缕本源之力愈发凝练了。哈哈，当真？林浩眼睛一亮，喜色跃上眉梢。那岂不是说，往后我们更该勤加修炼，才对得起这天作之合？苏妙琴没好气地轻点他额头。我看你啊，想着勤加修炼是假，惦记着师姐才是真。林浩也不否认，将他搂得更紧了些。嘿嘿，知我者，师姐也。师姐又这么诱人，可不得让人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吗？油嘴滑舌。苏妙琴眼波流转，轻笑着嗔道：你啊，就会挑好听的讲，专为逗师姐开心。可林浩却敏锐地捕捉到，他那笑意未及眼底，一抹极淡的忐忑在他眸底飞快掠过。他心念微动，悄然运转心声聆听术，一道带着苦涩的思绪轻轻流入他心间。明日便要回去了，当初他们那般决绝将我送来，连大典都无人前来，如今携夫君而归，他们又会是何等脸色？林浩闻声，只觉心间一疼，将柔软的娇躯更深地拥入怀中。师姐，他声音不自觉地放柔，可是在担心明日归家之事。苏妙琴娇躯微微一僵，抬眸望向他，眼底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化为温顺的依赖。他将脸颊贴上他温热的胸膛，摇了摇头。有浩浩在，我不怕。傻师姐。林浩低笑，手臂又紧了紧，语气笃定。记住，如今你已是金丹真人，更是我林浩的道侣。此番回去，不是祈求他们认可，而是我陪着你风风光光的回家。他顿了顿，声音坚定。若有人再敢给你半分委屈受。苏妙琴轻轻掩住他的唇，眼角虽还带着诗意，唇角却一样开一抹浅笑，柔声道：知道了，我家浩浩最是厉害。林浩凝视着他水光潋滟的眸子，轻柔地拭去他眼角的诗意，声音郑重：在我这里，你永远都是最珍贵的苏妙琴，不是任何交换的筹码。苏妙琴呼吸一滞，心头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漫上酸涩而滚烫的暖流。他不再多言，仰起头，带着满腔爱意，主动吻上了他的唇。红帐再次被扯落，掩去一世旖旎，压抑的喘息与动人的娇吟复又响起，比先前更为绵长炽烈，直至天际泛出鱼肚白，树玉轩内的动静方缓缓停歇，止于均匀而交织的呼吸声。晨光熹微中，林浩与苏妙琴并肩立于昊天府院中，烛影轻摇，沈如与叶灵相携而出。沈如周身灵力圆融，金丹6层的修为已真至圆满，只差临门一脚便能踏入后期。叶灵眉宇间剑意流转，金丹3层的境界稳固，正是冲击中期的关键时期。沈如慵懒地倚在门边，眼波流转，抛来一件流光内衬。谦儿，这件云丝软甲虽比不上霓裳羽衣，倒也能硬扛金丹后期一击。他唇角微翘，语带调侃，可不能让咱千唤风出去的道侣受了委屈，平白让人笑话。叶灵并指一点，上古剑胚化作3寸流光，没入林浩袖中。夫君带着防身。他顿了顿，耳尖微红，早去早回，注意安全。林浩将剑胚收进丹田温养，痞笑着捏了捏叶灵的手心，还是我家灵儿心疼人。沈如眼尾微挑，抬手轻点了下林浩的额头，没你这小混蛋在跟前闹腾。他降唇勾起一抹弧度，倒是正好闭关，试试能否冲破这后期瓶颈。我也该静心冲击中期了。
叶灵指尖拂过剑鞘，精致的侧脸在晨光里格外清艳。苏妙琴轻抚着云丝软甲，朝二人连任一礼：“多谢师尊，多谢灵儿妹妹。走吧，走吧。”沈如摆摆手，再磨蹭，该赶不上苏家的迎宾宴了。话音刚落，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落在青石板上，金丹后期大圆满的灵压如水纹般荡开。只见尹13抱剑而立，面具下传来沙哑的声音：“此行安全归我负责。”林浩挑眉打量突然这出现的护卫，揽住苏妙琴的腰肢轻笑，看来这趟出门想低调都难了。话音未落，是一道幽影如鬼魅般直刺尹13后心。尹13身形一晃，也化作流光消失原地。林浩眼眉一挑，感受到那道熟悉的气息，嘴角勾起玩味的弧度。但见院中两道光影忽隐忽现，如蛟龙缠斗，金石交击之声不绝于耳。不过3息之间，便听哎呦一声痛呼，只见尹13揪着瘦猴的耳朵，从交错的光影中迈出，另一只手屈指连敲他脑门。出息了对吧？暗夜行者对吧？幽影不对吧？每问一句就敲一记栗子。瘦猴顶着的熊猫眼疼得龇牙咧嘴，前辈轻点，我这不是想是噬心物的身法，是你个头！尹13扯着他的耳朵转了个圈，要不是老子教你几手引杀术，你就是个光会逃窜的身法，顶个屁用！他松开瘦猴，朝林浩随意的摆了摆手，这小子功夫没学全，倒是先学会卖弄了。瘦猴揉着红肿的耳朵，窜到林浩身后，嬉皮笑脸的探出头：“老大，你看我现在能跟前辈过3招了。”林浩正要开口，却见尹13周身灵力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如沸水般剧烈翻涌。他脸色骤变，盘膝坐下，那磅礴的黑色灵力如燃烧的墨焰，疯狂翻腾，竟隐隐有失控之势。沈如眸光一凛，语气凝重：“不好！”他根基虽厚，但对大道的领悟却跟不上灵力的增长。此刻阴阳失衡，恐要走火入魔。就在黑色灵焰即将暴走的刹那，周围灵气一阵波动，院中不知何时已多出一个灰衣老者。沈如等人见状，立即恭敬行礼：“见过莫老。”莫老浑浊的眼眸扫过尹13，伸出枯瘦的食指，轻轻点在他眉心，那狂暴的墨色灵焰竟渐渐平缓下来。莫老缓缓收回手指，负手而立，望着天边初升的朝阳，仿佛喃喃自语：“影子追不上光，但光创造了影子。”那目光仿佛能洞穿人心。他缓缓道：“记住，最顶尖的刺客，从来不只是掌控黑暗，更要能驾驭光明。”尹13闻言，浑身巨震，目光一凝，周身的墨色灵焰竟开始渐渐褪色，从浓墨重彩的漆黑缓缓化作了半透明的灰色，点点晨光穿透他流转的灵力，在那片黑幕上洒下细碎金辉。他原本紊乱的灵力，此刻正沿着玄奥轨迹自行运转，黑暗与光明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他深吸一口气，朝着莫老郑重叩首：“尹13，多谢前辈点拨，晚辈茅塞顿开。”尹13起身，周身气息已截然不同。他看向林浩，眼中金光内敛，此番顿悟，原因可期，老夫需立即闭关。目光又落在瘦猴身上，莫劳此举，让老夫明白门户之见实在短浅。小子，你可愿正式拜我为师，承我衣钵？瘦猴惊喜地睁大眼，却仍下意识向沈如望去。小子，无需顾虑。尹13难得语气平和，拍了拍他肩膀：“此乃你我师徒私议，你依然做你合欢宗的弟子。”沈如慵懒地倚在门边，眼尾弯起欣慰的弧度：“还不快答应？这般机缘，旁人求都求不来。”瘦猴这才扑通跪地，结结实实磕了3个响头：“弟子愿意，弟子参见师傅。”随即转向沈如，同样恭敬地叩首3次：“弟子多谢师尊成全。”尹13将一枚玉简抛给他：“这是完整的引杀术，我不在时，你暗中护着林浩他们。”他意味深长地补充：“你虽只有筑基后期，但是你要明白，有时候藏在暗处的匕首，比明处的刀剑更为致命。”瘦猴紧握玉简，重重点头：“师傅放心，弟子一定好生修炼，用它护好该护的人。”林浩笑着拱手：“恭喜前辈双喜临门。”尹13眉峰微挑：“林小子，此话怎讲？前辈既领悟元婴真谛，又得此家徒，岂非双喜？”林浩笑得见牙不见眼。尹13没好气地瞪他一眼：“少来这套！你别以为老夫不知道，这小子整日在我跟前晃悠，炫耀他那蹩脚的隐秘术，都是你指使的吧？”林浩摸摸鼻子，笑嘻嘻的，也不否认：“前辈慧眼，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前辈。”此时莫老的身影已如晨雾般渐渐淡去，众人齐齐躬身恭送莫老。晨光愈盛，将众人的身影拉得修长。苏妙琴忽然轻扯林浩衣袖，柔声道：“浩浩，该启程了。”林浩顺势握住他的手，朝众人潇洒挥手：“走了。”就在转身之际，林浩忽然对2人眨眨眼：“师尊，灵儿，你们可别太想我。”沈如慵懒地倚着门框，指尖卷着发梢轻笑：“快滚吧，小混蛋！”叶灵上前轻轻环住他的腰，将脸埋在他胸前，耳根微红：“夫君早去早回，待我出关，我希望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你。”林浩顺势将他紧紧搂住，眼底漾起痞痞的笑意：“我家灵儿这般舍不得我。”不等他回答，便捧起他的脸，在他额间轻啄一下，嗓音里浸着宠溺：“好，都听灵儿的，等你出关，
我定第一个站在洞府外等你。叶灵耳尖绯红，双手轻推他胸口，却没使上力气，眼底清浅的笑意漾开。说好了。林浩笑着刚要离去，身后却传来2声怯生生的呼唤：“林师兄！”林浩转身，只见柳烟与婉婷联袂而来。柳烟一袭紫色长裙，裹着丰满身段，曲线惊人，仿佛要呼之欲出。婉婷身穿鹅黄裙衫，清新娇俏，二人凌厉圆融流转，赫然已是筑基7层。林浩脚步一顿，惊讶地说：“这就筑基后期了？上回见时不才筑基1层吗？”柳烟眼唇轻笑，眼波流转间魅意浑然天成。他向前凑近半步，几乎贴上林浩手臂，吐气如兰：“这呀，可多亏师兄赐下的青木双生诀。”婉婷俏脸微红，手指绞着衣角，小声道：“我与姐姐同修这功法，格外契合，不仅进境快，彼此间也生了玄妙感应。”柳烟眼尾轻挑：“何止感应，如今我们灵力相通，性命相依，如一体双生。”他目光盈盈落在林浩脸上，如此缘分，可都是师兄给的。林浩眉峰微扬，眼底带着了然的笑意，看来这青木双生诀果真是与你们有缘。他话音稍顿，眼底笑意更深。不过能将他修到这般境界，也是你们悟性高，又肯下苦功。话音未落，柳烟与婉婷相视一笑，忽地同时上前，一左一右，在他嘴角轻轻吻了一下。两人稍稍退开些许，眸光如水。林师兄，两人异口同声，含情脉脉。我们等你回来。那2双眸子，一双妩媚炽烈，一双可爱温柔，此刻却漾着同样浓烈的情意，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眷恋。这突如其来的一吻，引得后方几人神色各异。沈如唇角微扬，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叶灵握剑的手指不经意收紧。林浩轻咳一声，嘱咐2句好生修炼，这才在2人依依不舍目光中转身。待那一行人身影渐远，沈如才收回目光，转向仍立在原地的柳烟与婉婷。他唇角噙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眼波在2人含羞带怯的脸上流转片刻，声音慵懒：“你们俩倒是对那小子用情颇深。”柳烟与婉婷闻言，脸上红晕更盛。婉婷低头绞着衣角，柳烟却深吸一口气，坦然迎上沈如的目光：“师尊明鉴，弟子与婉婷确实心悦林师兄，我们只是希望能帮到他。只是师兄他……”婉婷小声接话，嗓音里带着点失落，似乎只将我们当作师妹。沈如静默了片刻，目光在2人间缓缓掠过，那眼神深处有些许了然，也有一丝微妙感愧，最终归于平静。他只轻轻叹了一声，那叹息悠缓，仿佛敛着诸多未言之语。看来那部青木双生诀果真与你们极为契合。他眼波微转，目光再次落回2人身上，语气恢复了平日的慵懒：“路还长，且看缘法吧。”只是他略微停顿，才缓缓接道：“莫要因此乱了道心。”一旁叶灵始终抱剑静立，神色平静无波，唯有在柳烟那声心月落下时，他几不可察的将剑柄握得更正了些。待2个丫头红着脸退下，叶灵才转向沈如，声音清冽如常：“姐姐，我也该去闭关了。”沈如颔首，目光掠过少女们离去的方向，唇角那似若有似无的笑意仿佛更深了些。一行人踏在蜿蜒的山路上，晨露在草叶上闪着微光。刚走出不远，林浩忽觉腰间软肉一疼，他嘶地吸了口凉气，转头便对上苏妙琴似笑非笑的眼神：“师姐。”他立马换上一副笑脸，伸手捉住苏妙琴作乱的玉手，指尖在她掌心讨好的挠了挠。“浩浩。”苏妙琴声音温柔，眼底却漾着些促狭的光：“说说看，怎么回事啊？有了我，有了师尊，还有灵儿妹妹，莫非还不够？就连柳烟和婉婷2个丫头也对你师姐冤枉啊！天地良心。”林浩心头一紧，求生欲瞬间拉满，赶忙握紧他的手，凑近了些嬉笑：“我对他俩真没那心思，许是你师弟我可魅力大了些，不小心惹了姑娘惦记。师姐，你可是最知我的，你就饶了我吧。”心里却忍不住嘀咕：“我倒也想啊，可系统没认定他俩是我的命定情缘，可不敢耽误了人家。”苏妙琴被他逗得眉眼弯弯，清脆一口，指尖在他掌心不轻不重地掐了一下：“得心看把你得意的。”林浩正要再哄，前方树影一晃，瘦猴已窜到近前，他脸上还带着压不住的兴奋：“老大！”他凑近林浩，压低声音：“你这法子可真绝，我挨了半年揍，13前辈总算松口收下我了。”林浩挑眉，用力揉了揉他的脑袋：“怎么，你小子这是痛并快乐着？”“那可不。”瘦猴嘿嘿一笑，灵活地从他胳膊下钻出来：“还是老大懂我。”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正色道：“对了，胖球让我带话，说万宝阁近来事务繁杂，他实在脱不开身，请老大的空时务必去流云城总部看看。”林浩闻言牵起苏妙琴的手：“师姐，我们在流云城稍作停留可好？”苏妙琴温柔地回握他，眼眸弯如新月：“都挺好好的，反正距青寿宴还有2日余裕，况且从流云城搭乘传送阵，再前往邻近的青云府，反倒比直接赶路要快上许多呢。”青云府。林浩轻轻摩挲着他的手背，语气带着几分思索：“说起来，苏家当初为何舍近求远，偏要将你从青云府送到这流云府的合欢宗来？”苏妙琴唇边的笑意淡了几分，垂下眼帘，长睫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声音轻柔：“还能为何？不过是看中我这元婴之体，能换来更多利益罢了。”
林浩只觉掌心里他的手微微发凉，一道苦涩的思绪已悄然流入他心间。如今我自行选了道侣，只是助姬妻，更是武系灵根，不知族中长辈见到浩浩会作何想？他心口一紧，当即收拢手指，将他微凉的指尖牢牢裹在掌心。师姐放心。他停下脚步，凝视着他的眼睛，嘴角扬起一抹令人安心的弧度。这回师弟定风光光的陪你回家，把从前丢的面子连本带利的给你挣回来。苏妙琴凝望着他，眼底漾开温柔的笑意，轻轻将手搭在他臂弯。有浩浩这句话，我便安心了。林浩将他往怀里带了带，眼底笑意深沉。不过话说回来，我倒要谢谢他们。他低头在他耳边轻语，温热的气息拂过他耳畔。若不是他们送你来合欢宗，我这般浪荡子怎配遇见9天明月般的师姐？苏妙琴眼波流转，抬手为他理了理衣襟，声音柔得像春水，油嘴滑舌。他指尖轻轻抚平他衣领的褶皱，扬起脸望进他眼里。能遇见浩浩，才是师姐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他唇角漾开甜蜜的弧度，轻轻将脸靠在他肩头。瘦猴夸张地捂住眼睛，哀嚎道：“老大，嫂子，这儿还杵着个大活人呢。”苏妙琴抿唇轻笑，耳尖泛红。林浩嘿嘿一笑，指尖掐诀，那就加快脚程。一道流光自他丹田飞出，化作巨大古朴的灰葫芦，悬在半空。他揽住苏妙琴的纤腰，跃上葫芦，朝他挑眉轻笑：“师姐，与我同城可好？”瘦猴嬉皮笑脸，刚要跟上，被林浩抬脚虚一挡，边上待着去，别碍眼。别呀，老大！瘦猴苦着脸嚷嚷：“我遇见那点速度，哪追得上您这宝贝葫芦？”苏妙琴素手轻扬，一艘流云纹路的飞梭凭空出现。先用这个流云梭吧。天啊，竟然是极品灵器！瘦猴眼睛刷得亮了，忙不迭接住飞梭。嘿嘿，还是嫂子疼我。三人当即启程，林浩二人相依，乘着葫芦悠然飞在前头，瘦猴则踩着流云梭紧跟其后，大呼小叫。两道流光一前一后，朝流云城方向疾驰而去。半日后，流云城巍峨的轮廓便出现在天际。就在他们即将飞越城门时，两名身着银甲的守卫腾空而起，为首之人沉声喝道：“来者止步！”流云城境内严禁随意飞行。林浩不慌不忙亮出合欢综合星弟子玉牌，玉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灵光。守卫神色顿时恭敬，抱拳行礼。原来是林真传驾到，失礼了，请。话音未落，林浩已驾着葫芦掠过城墙，但见城内街道纵横，楼阁林立，两只雪白的踏云驹拉着的华贵车驾正缓步经过茶楼。旁边商铺前蹲着几只通体碧玉的寻宝幼。林浩正觉新鲜，目光忽地定在街角，一位撑着油纸伞的少女正晃着毛茸茸的狐尾，俯身挑着糖人。那是林浩讶异的挑眉，用胳膊碰了碰身旁的瘦猴。瘦猴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低声道：“老大，这是青丘府的狐族。”随即解释道：“东域地广，万族林立，不过咱们青州到底还是人族做主，这些异族大多只是行商或游历至此，不算罕见。”林浩饶有兴致的又多看了两眼，那狐尾少女似有所感，回头望来，四目相对，他眼眸清亮，朝他轻轻点了点头，便转身没入人群。林浩眉梢微挑，嘴角不自觉扬起一抹笑意，这青丘狐族倒是有趣。此时路人们纷纷仰头望着飞过城楼上空的三道身影，交头接耳，眼中满是艳羡。瘦猴踩着流云梭追上来，咂舌道：“老大，这牌面够足啊！”苏妙琴倚在林浩身侧，望着下方繁华街景，温柔一笑。葫芦载着三人穿过袅袅云烟，径直朝城中央地段的万宝阁飞去。与此同时，街角暗处，先前那买糖人的狐尾少女正要转身，一位灰衣老妪已悄无声息出现在她身侧，低声道：“公主殿下，城里人多眼杂，您以狐族之身行走，老身实在是担忧您的安危。”少女却浑不在意的摆摆手，眼眸还追着天上远去的葫芦影子，唇角翘起一抹好奇的弧度：“外面多好玩呀！嬷嬷，你看，方才过去的那位合欢宗真传，是不是有点意思？”他话音落下，周身泛起朦胧光华，那朴素的衣裙流转间已化作一袭流霞般的华美长裙，一头银发如月华流泻，垂至腰际，发间一对雪白狐耳轻轻颤动，眼尾天然一抹绯红，微微上挑，平添几分惊心动魄的妖娆。琼鼻挺翘，阴唇不点而珠，肌肤更是白皙剔透，如羊脂暖玉。六条蓬松柔软的摆尾自身后舒展开来，无风自动。偏偏他一双眸子清澈见底，盛着毫不掩饰的好奇，与这副妖娆绝伦的容貌形成了奇异的反差，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如水银泻地，赫然是元婴期的气息。殿下！老妪脸色一变，袖袍一挥，一道无形结界瞬间笼罩四周，隔绝了所有气息与视线。袖袍翻卷间一闪而逝的波动，赫然是化神期的气息。知道了，嬷嬷，就看一下嘛。天狐少女目光追着葫芦，直到她彻底消失在天际尽头，才意犹未尽地收回视线。她转过头来，看向身旁满脸无奈的老妪，忽地展颜一笑，那一笑仿佛月华破云，春雪初融，唇角弯起俏皮的弧度，眼尾那抹天生的绯红随之扬起，那绝艳容颜瞬间绽放出令人屏息的生动光华。老妪眼神恍惚了一瞬，随即惊醒，无奈的摇头：“殿下，
您这六尾天狐的血脉神通，好歹收敛些。方才那自然外溢的运质，若是散开，这整条街上的凡人，怕是要痴痴迷迷3日都醒不过神来。知道了，嬷嬷。天狐少女魂不在意的摆摆手，6条狐尾如流云般轻盈收拢。我这不是只对您笑吗？她嗓音里还带着未散的笑意，眼波流转。好啦好啦，这就走。听说凌渊城的云片糕乃是一绝，嬷嬷，我们去尝尝。话音未落，2道身影已化作若有若无的流光，自街角倏然掠起，眨眼间便越过城墙，消失在天际。直到他们离去数息，巷口才有行人茫然驻足，四顾张望，仿佛错过了什么耀眼之物。再看时，只于清风拂过，城池上空巡役的护卫更是无一人察觉。曾有2位不速之客悄然来去，林浩3人对此插曲毫无所觉。葫芦不停，又飞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远远便望见一座气派非凡的5层楼阁矗立在繁华街口，比方市分号规模大了数倍不止。黑底金字的招牌上，万宝阁3个鎏金大字龙飞凤舞，在日光下流转着耀眼的灵光。飞檐斗拱层层叠叠，雕梁画栋间隐约可见玄奥的防御阵纹，既保留了古色古香的韵味，又平添几分威严气势。阁楼门前白玉铺街，两侧各立着一尊威风凛凛的石雕灵狮，眼中镶嵌的宝石不时闪过警示的光芒。衣着华贵的客人们进进出出，训练有素的伙计们含笑迎送，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瘦猴利落的从流云梭上跳下，下巴微扬，得意道：“老大，如何？这新建的总部够气派吧？您别看现在这气象，3个月前这儿还是一片杂乱工地，每一根主梁可都是我亲自盯着升上去的。”望着那气势恢宏的5层楼阁，苏妙晴美眸中闪过惊叹，柔声赞道：“从图纸到现实，竟能如此完美，实在令人惊喜。”林浩双手抱胸，目光扫过那黑底金字的恢宏招牌，嘴角满意的勾起。看来胖球这半年确实没闲着。走，进去看看，这小子给我们憋了什么好货。林浩刚踏进万宝阁大门，一个金灿灿的身影就灵活地挪了过来。只见胖球穿着锦缎袍子，上面绣满铜钱纹，腰间缀着4、5枚镶金玉佩，走动时金链轻摇玉扣相击。虽然仍是筑基3层，但那富贵气派却堪比金丹真人了。老大，您可算来了。可以啊，胖子。林浩笑着捶了下他肩膀，这身行头够晃眼。嘿嘿，生意需要，生意需要。胖球不好意思地搓搓手，目光瞥见门口伫立的身影，顿时眼睛一亮。铁柱！只见铁柱扛着玄龟盾稳步走来，吐气凌厉，澎湃涌动，修为竟已筑基8层。他憨厚一笑，玄龟盾重重顿在地上。老大来了。众人说笑着进了内室，胖球立即端出灵果盘，殷勤地推到林浩面前，尝尝这冰晶葡萄，一颗抵得上3日苦修。林浩捻起一颗晶莹剔透的葡萄，挑眉打量四周，贵宾室都备上这等好东西了，业务需要吗？胖球搓着手笑道，忽然正色，其实请老大来是有2件要紧事。他取出一枚储物戒推到林浩面前，有您给的50万灵石，8大城池的分号全都建成了，从上月起不仅回本，还净赚了不少。他胖脸上满是自豪。这里是20万灵石，您去苏家贺寿正好用得上。林浩正要推拒，胖球抢先按住他手腕，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我都留足了，这些本就是您的部分本金加红利。见林浩收下戒指，胖球又取出2件灵光流转的法器，一柄银枪寒芒刺骨，一件战甲引线龙纹。这是林浩微微动容。极品灵器金龙枪和玄灵甲。胖球笑眯眯的解释，苏家寿宴难免要展示实力，总不能让人小瞧了咱们万宝阁的话事人。林浩看向铁柱和瘦猴，你们俩的装备都备齐了，可别光顾着我。铁柱拍了拍背上玄龟盾，憨厚一笑，老大放心，我的装备都齐了。瘦猴也翻手亮出腰间匕首，刃锋闪过一抹幽光，我的追魂刃也是极品，前2天刚开封。林浩目光扫过3个兄弟，终于笑着收起2件灵器，既然如此，我就却之不恭了。胖球取出一叠账本放在桌上，语气轻松，老大，这是所有分号的账目，当初说好的，您占8成。林浩看都没看就将账本推了回去，嘴角挂着笑意，你办事我放心，这些不急。胖球脸上的笑意慢慢收敛，他搓了搓手，声音低沉了几分，其实还有件事。他抬眼看了看铁柱和瘦猴，3人的眼神都有些闪烁。我们3个的身世都查清了。胖球喉结滚动了一下，当年逃难时家人都没能活下来，连个姓名都没留下。室内一时寂静，胖球深吸一口气，看向林浩，至于老大你的身世，只查到当初收养你那户人家的线索。他小心翼翼地说，据说捡到你时，你身上有块玉牌，刻着姓名和生辰。林浩身体骤然前倾，手臂支在桌沿，指节微微绷紧。那玉牌现在在哪？他的声音急切，已经被那家人卖了。胖球叹了口气，哎，那家人也是太穷了，听老邻居说是实在没法子，才把玉牌换了粮食，也正因如此，才勉强把你拉扯大。那家人呢？林浩急忙追问，身体绷得更直了些。现在在什么地方？哎，都过世了。胖球小心翼翼地安抚，所以你后来才会被合欢宗收养。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想办法找到当年那块玉牌了。林浩沉默了，他垂着眼，
眉头不自觉地微微蹙起。胖球三人凭着呼吸，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神色。屋里静得能听见灯花轻微的噼啪声。片刻，林浩忽然抬起头，眉头舒展，竟是咧嘴一笑，伸手将3个兄弟一把揽了过来。都这副表情做什么？他用力搂了搂他们的肩膀。过去的事，有线索就找，找不到也无所谓。既然老天让我们成了兄弟，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林浩最亲的家人。老大，胖球喉咙一哽，林浩顿了顿，唇角又扬起那抹熟悉的痞气。我上次就说过，若是寻不到亲人，你们可愿随我姓林？愿意，当然愿意。我们不愿再做无名无姓之人。3人异口同声，眼中闪着激动的光。好，胖球，你便叫林满堂。林浩看着他圆润的脸，一字一句道：为我林家2弟，愿我们林家基业满堂辉煌。铁柱，你名林情月。他重重按在铁柱宽厚的肩头，声音沉稳。为我林家3弟，愿你如晴天之月，护我林家安稳，屹立不倒。最后看向精瘦机敏的瘦猴，至于你，他眼中闪过一抹锐利的光彩，就叫林无声。为我林家4弟，望你如影无声，暗夜无形。林满堂谢大哥赐名。胖球摸着圆滚滚的肚子，笑出一脸褶子。以后咱们林家商路包在2弟身上。林情月谨记大哥教诲。铁柱将玄龟盾重重遁地，震得楼板轻颤。3弟在此立誓，只要一息尚存，绝不让任何人损我林家分毫。林无声的身影在烛光中渐渐淡去，声音在室内回荡：4弟必让宵小之辈闻林家之名而丧胆。3人相视而笑，齐齐躬身拜见大哥。当晚，万宝阁内室灯火一直亮到深夜。4兄弟开怀畅饮，连最沉稳的林情月都哼起了家乡小调。林满堂整张脸喝得红扑扑的，晃晃悠悠地举着酒杯就往苏妙琴身边凑：嫂子，嘿嘿，好嫂子，再给满堂倒一杯吗？苏妙琴刚要接过酒壶，林浩伸手拦住，带着3分醉意7分认真：满堂，你这称呼叫得不对。他还在苏妙琴肩头的手紧了紧，扫过3个弟弟，从今往后得叫大嫂。哥。林满堂打了个酒嗝，愣在原地。只听哐当一声，林无声手中的酒杯掉在桌上。他第一个反应过来，身影一晃，便以单膝及地，抱拳道：4弟无声，参见大嫂。林情月猛地站起身，憨厚的脸上满是郑重。情月拜见主母。林满堂这才一个机灵，扑通一声，圆滚滚的身子直接跪倒：大嫂，以后您就是咱们林家的大嫂，有啥事尽管使唤满堂。苏妙琴何时见过这般阵仗，一时间手足无措，耳根绯红，忙伸手去扶：快起来，都是自家人，这像什么话？林浩看着他手忙脚乱、娇俏含羞的模样，低笑着将他往怀里带了带，温热的唇贴着他耳畔：师姐，这下可真是想跑都跑不掉了。4人重新落座，酒盏再满，欢声更沸。直到深夜，3个弟弟才互相搀扶着告退。林浩靠在苏妙琴肩上，往寝居走去，染着酒气的呼吸拂过他耳畔：师姐，现在我可真是一大家子的主心骨了。苏妙琴为他卸下外袍，指尖轻柔地抚过他的额角，语气里满是温柔：我们家浩浩本就是能做大事的人。他将他揽进颈背，带着醉意轻笑：那师姐愿不愿做我林家的大妇？红帐内传来衣料摩挲的细响，苏妙琴的回应伴着温软吐息：早在那日披上嫁衣时，我便准备好了，那便让为夫瞧瞧。林浩低笑着贴近：师姐都准备了些什么？颈背轻抚，红帐缓缓摇曳，鸳鸯同心诀玄妙运转，纯阳之气与纯阴之气水乳交融，在2人紧密相贴的经脉间流转往复，循环不息。与之相伴的是断续交织的娇吟与低喘，直至天光透过纱帐，将相依的身影染成一片静谧的暖金色，帐内声息才渐渐低缓平息。林浩缓缓收工，将怀中人儿揽得更紧了些。苏妙琴气息未匀，肌肤温热柔顺地偎在他胸口。他内视己身，丹田内那5种真元在那玄阴本源之力的调和下，明显凝实了一分。这般效率远胜他独自半月苦修。他心下不由一喜，师姐这纯阴之体，再加上本源之力，当真神异。照此下去，若能夜夜勤修不辍，只怕不足3个月，便足以将真元淬炼至极致。金丹之境已然在望。日上3竿时，林浩懒洋洋拨开帐幔，正看见苏妙琴对镜梳妆，他执起眉笔的手被轻轻握住。今日这画眉之乐，何该让为夫效劳？窗外传来林满堂响亮的吆喝：今日新到的东海娇宵，都给大嫂留着。林浩笑着摇头，朝窗外应了一声：有心了。满堂2人穿戴整齐，林满堂3人已经守候在外。林浩正色道：满堂、秦月，家里这摊生意就交给你们了。林满堂搓着手，圆脸上满是认真：大哥放心，保证让灵石哗哗往家里流。林秦月将玄龟盾往地上一顿，震得青石板微颤。3弟定守好家业，等大哥大嫂归来。林无声从屋檐阴影中悄然显现，抱拳行礼：4弟会暗中护卫。苏妙琴看着这一幕，眼含欣慰，轻轻握紧了林浩的手。临行之前，林满堂快步追上，不动声色地将一枚玉简塞进林浩袖中，传音道：大哥，苏家那边您心里的先有个数。林浩面不改色地点头，随即辞别2人，带着苏妙琴与瘦猴穿过熙攘的街道。行走间，
他奋出一缕神识，悄然探入袖中玉简。族长苏远山，金丹后期；主母南宫玉娇，金丹初期，出身清云府南宫世家旁系；次女苏妙微，筑基后期长女妙琴，幼年丧母，在继母与异母妹排挤中长成，因其身具纯阴之体，5年前被家族视为奇货，送往合欢宗以换取支持。林浩眼角掠过一丝寒意，又迅速化作往日的玩味，将玉简收入系统空间，行至城西，踏入了流云城的传送大殿。他揽过望着传送阵出神的苏妙琴，指尖拂过她微蹙的眉间，柔声道：“师姐，传送眩晕，靠着我先。”苏妙琴轻咬朱唇，一言微进他肩头。殿内灵光闪耀，数座传送阵正有序运转。缴纳灵石后，他们站上了通往青云府的主阵。随着战法亮起刺目光芒，空间一阵扭曲，在定睛时已置身于更加宏伟的青云城传送殿中。但见穹顶高悬明珠，数十座传送阵同时吞吐着人流，往来修士气息明显强了一截，偶尔还能感知到金丹修士的威压。不愧是青云府主城。林无声压低声音，筑基多如狗，金丹遍地走。林浩牵着苏妙琴的手穿过人流，唇角微扬，且让苏家看看他们当初送去合欢宗的长女如今带着怎样的郎君归来。三人在人流中缓步而行，欣赏着青云城的繁华。行至一处岔路口时，前方一个摊位突然爆发冲突，强大的灵力波动引得人群纷纷侧目。杨胜，这块天外云帖是本公子先看上的，你也要抢？一位身着青云纹锦袍的青年怒目而视，周身散发着金丹初期的灵力，周围立刻有修士低语：“是南宫世家的林公子，青云府第一修真世家，连天运仙朝都要礼让3分的存在。”他对面的华服青年嗤笑一声：“南宫灵，房事的规矩不就是价高者得吗？这块云帖，本公子今日要定了。”有路人认出其身份，低声惊呼：“是总督府的杨胜，青州总督，可是天运仙朝坐镇青州的封疆大吏。”杨胜话音未落，一道掌风扫过那块云帖，应声裂开一道缝隙，顿时其中蕴含的星辰之力流转而出，映亮了半条街巷。天啊，这竟是星辰核心！一位白发老修士颤声惊呼：“此等蕴含星辰本源的炼器至宝，若不是被杨公子破开一丝，谁能想到这不起眼的云帖内竟藏有如此机缘？”南宫灵见状，脸色彻底沉了下来。杨胜，你们天运仙朝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他冷声斥道：“这可是青云府，不是你仙朝的直属疆域，还轮不到你在此耀武扬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杨胜负手而立，语带傲然：“在这青州地界，就还没有我总督府不能管的事。”林浩松开苏妙琴的手，慢悠悠踱步上前，目光落在那块石头上，心中不由一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重铸剑胚急需极品材料，这就有人送到眼前了。既然是价高者的，他指尖随意地敲了敲摊位：“老板，这石头什么价？赶巧我也挺感兴趣，不如也算我一个。”摊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被这阵帐下的声音发颤。5000下品灵石。老头，你这是坐地起价？南宫灵眉头紧皱，方才我问时分明才要500灵石。他看向林浩，语气带着提醒：“5000灵石都够置办一件下品灵器了，我就不参与了。”老朽不敢。摊主老者吓得一缩脖子，眼里挣扎着恐惧与贪婪。刚才是刚才的价，此物可能乃是星辰核心，价自然不同了呀。杨胜不屑地打量着林浩，语带轻蔑：“小子，你哪来的？这等宝物也是你能觊觎的？”林浩闻言笑得愈发懒散：“咦，刚才不是杨公子自己亲口说的价高者得吗？”他故意拉长了语调，带着几分戏谑：“怎么，现在我出价反倒不行了？”杨胜被挤兑得一噎，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上前一步，金丹期的灵压散开：“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子，你可敢报上姓名来历？”林浩满不在乎地说：“小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流云府秦家，秦玉便是。怎么，杨公子这是要去我秦家喝茶不成？”苏妙琴闻言，先是微微一怔，随即垂下眼帘，素手轻抬，一方轻纱便已遮住了她绝美的容颜。林浩一把揽住她的肩头，对着杨胜扬了扬下巴，笑得十分欠揍：“诺，这位是我的道侣柳飘飘。杨公子，现在我们可以公平竞价了吧？”你……杨胜额头青筋一跳，他死死盯着林浩，又瞥了一眼身姿曼妙的柳飘飘，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秦玉是吧？本公子出6000下品灵石，我出10000下品灵石。”林浩漫不经心，捻着苏妙琴一缕青丝：“15000。”杨胜袖中的拳头攥得发白：“20000。”林浩将苏妙琴往怀里紧了紧，心下暗笑：“小爷系统空间里还躺着70多万下品灵石呢，你随便抬价。”这狗大户的感觉确实不赖。价格迅速攀升，周围鸦雀无声，只剩下两人竞价的声音。当那声5万轻飘飘落下时，杨胜整张脸都青了。这价钱都够置办2件上品灵器了，这分明是当街打他的脸啊！5万灵石成交。老摊主扶着货架直喘粗气，只见杨胜胸口剧烈起伏，显然已愤怒至极。他忽然冷笑出声，只是那笑意未达眼底，掌心凝聚起危险的金芒。呵呵，秦玉，你很好，好得很呐。他身后那些随从默契的散开，
隐隐形成合围之势。看热闹的人群呼啦一下往后退开一片。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阿弥陀佛！一道温润佛号随风拂过，金色佛光如暖阳融雪，将满街戾气化于无形。只见一位身着月白僧衣的年轻僧人缓步而来，他眉目清俊，额间一点朱砂，周身佛光纯净，修为赫然已至金丹后期。诸位施主，了尘双手合十，目光平静，扫过众人，红尘俗物，得失皆缘，既已落定，何必再起争端，徒增业障。杨胜眉头一皱，不耐烦道：哼，哪来的秃驴，也敢管本公子的闲事？贫僧自西域而来，乃无量禅院戒律首座亲传，法号了尘。年轻僧人语气依旧平和。天啊，无量禅院，那个西域佛门魁首，据说这为了陈佛子发下宏愿，要以双脚丈量大地，如今已步行苦修50余载，从西域一路行至我东域。何止？传闻路上但凡有元婴以下作恶，皆被他一人镇压。倒是有元婴老怪想出手，结果说话的老者打了个寒噤。你猜怎么着？第二日便被人发现已在洞府中作画，周身无伤无痛。杨胜脸色骤变，方才的嚣张气焰顿时收敛了大半，只是眼神依旧不善地盯着林浩。了尘却不再理会他们，反而转身，澄澈的目光落在林浩身上，双手合十。这位施主，贫僧观你灵台成名，身具大自在气象，与我佛门缘分不浅，不知可否一步一叙？林浩与苏妙琴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中的一丝讶异。他虽然心下疑惑，但这和尚也算帮他解了围，且气息祥和，不似有恶意。他略一思忖，便扬起那抹惯有的痞笑，做了个请的手势。大师相邀，敢不从命？三人就近寻了间茶楼，在雅间坐下。了尘静坐蒲团，眼帘低垂，宛如入定。林浩指尖轻敲桌面，率先挑眉开口：大师，这也没外人了，您邀我来此，到底所为何事？了尘抬眼，目光澄澈：施主之道心，不拘于物，不至于行，暗合我佛门无住生心之大自在意境。贫僧冒昧一问，施主可愿割舍红尘，皈依我佛，探寻无上大道？噗！林浩喷出一口灵茶，指着自己的鼻子：大师，我没听错吧？让我皈依？就我？他看了眼苏妙琴，眼底漾开一抹戏谑。大师有所不知，我这人啊，俗得很，就爱这红尘滚滚，美人相伴，让我青灯古佛，怕是佛祖见了都要摇头。阿弥陀佛！了尘指尖轻捻佛珠，声如清泉：施主这香了。施主可知，红尘如火宅，诸兽皆苦。嘿嘿，大师有所不知。林浩执起苏妙琴的柔仪，放在掌心轻轻抚摸，这火宅才好取暖啊，冷冰冰的莲座，哪及得上心上人掌心的温度呢？了尘微微摇头，眸光中带着几分怜悯。施主贪恋的不过是一具红粉皮囊，大师这才珍视着香了。林浩笑着将苏妙琴往怀里带了带。我既爱师姐的冰肌玉骨，更爱她温柔心性，皮囊与神魂本就一体，何须强分？苏妙琴耳根微红，轻嗔着推他肩膀：浩浩，莫要胡说。了尘注视二人片刻，施主可知，五蕴皆空，方得自在。大师说笑了，空来空去，不如实实在在。林浩指尖五行灵气自然流转，演化相生相克之妙。就说这双修之道，既增修为，又得欢愉，阴阳相济，暗合天道，不比枯坐参禅妙得多。佛珠忽停，了尘目光微凝，见那五行灵气循环往复，竟暗合天道。了尘忽然改换画风：施主这五行流转，生生不息，分明是滋养万物之象。既有此济世之机，为何不广开扇门，行内渡人之事？大师叫我渡人？林浩脸色诧异，指着窗外喧闹皆是，让卖糖人的老翁安心坐堂，另起而有瓦遮头，这算不算渡人？非要剃了头发敲木鱼才算吗？苏妙琴忽然轻扯林浩衣袖，柔声插言：佛经有云，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了尘捻动佛珠的手指倏然停住，眼底似有微光闪过。他第一次正视这位安静的蒙面女子。林浩顺势搂住苏妙琴大笑：听见没？我夫人说你们连菩萨像都这香了。他目光灼灼：大师若真觉得与我有缘，不如祝我早日把万宝阁开遍五域，让穷苦修士都买得起法器和丹药，这功德可抵过3卷经文。了尘默然良久，不再多言。他缓步上前，将一枚木符递出：此物与施主有缘，收下吧。他日若心生迷障，或可护持灵台片刻清明。林浩接过木符，在指尖转了2转，挑眉看向对方：敢问大师，这是何物？大自在文。了尘起身合十，僧袍泛着柔和光泽：施主已得大自在真意。月白僧衣拂过门槛时，最后留下一句：他日若到西域，可来禅院饮茶。林浩拱手笑道：嘿嘿，那就多谢大师赠宝了。了尘颔首，不再多言，转身飘然离去。月白僧衣很快消失在楼梯转角。苏妙琴这才轻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担忧：浩浩，这……林浩摩挲着幕符上的云纹，望向窗外远去的身影，嘴角那抹痞笑更深了。无妨，这和尚是个人物，看来西域的茶将来得去讨一杯尝尝。三人走出茶楼，瘦猴便悄无声息地溜了出来，脸上带着惯有的机灵劲儿：老大，没事吧？那和尚没为难你们，能有什么事？林浩顺手揉了揉他脑袋：一个有意思的和尚罢了。说笑间已至城门，出了城，
林浩袖袍一拂，五行葫芦应声而出，在空中化作丈许大小。苏妙琴唇角含笑，姿态优雅地侧坐上去。林浩随即跃至她身后，很自然地环住她的腰肢。林无声则他上流云缩。此去玉泉城不过半日路程。苏妙琴指向东南方，几缕青丝在风中轻扬，她声音轻柔：“我们苏家便在那边了。”葫芦化作流光掠向天际，下方山河飞速后退。迎着烈烈天风，林浩察觉到怀中人儿微微绷紧的身子，他低头看去，只见苏妙琴凝望着前方云海，朱唇不自觉地抿着，连他握在掌心的柔仪也透着些许凉意。师姐，林浩手臂收紧，将她往怀里带了带，温热的掌心轻轻摩挲着她微凉的手背，可是在担心。苏妙琴轻轻了一声，长睫低垂，在他胸前蹭了蹭，近乡情怯，让浩浩见笑了。傻师姐，这有什么好怕的？林浩低笑，下巴轻蹭她发顶。如今你可是金丹真人了，而且又带着我这么个英俊潇洒的天才道侣回去，该是他们紧张才对。这话虽说的痞气，苏妙琴紧绷的身子却渐渐放松下来。她仰起脸，眼角还带着些许湿润，却一样开温柔笑意。就你会哄人。约莫2个时辰后，一座傍水而建的城池出现在视野中，白墙青瓦的院落沿着玉带河错落分布，虽不及青云城磅礴，却别有一番江南水乡的婉约韵味。在城东清幽地段，一片连绵的府邸依山傍水，气派非凡。门楣上那苏府2个鎏金大字，在夕阳余晖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彰显着其在此地不容小觑的地位。相较于青云城的磅礴，这座小城显得格外静谧。葫芦载着2人降落在玉泉城外的官道上，3人来到了苏府门前。只见府邸内外一派忙碌景象，几个家丁正踩着梯子悬挂大红灯笼，门楣上崭新的寿字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仆从们捧着果盘酒具在院门内外匆匆穿梭。苏妙琴在台阶下停住脚步，望着张灯结彩的家门，眼神复杂，轻轻握住了林浩的手。林浩感受到他手心微凉，侧头给他一个安心的痞笑。师姐，走吧。他牵着苏妙琴径直走上台阶。2位请留步。一名年轻的护卫上前拱手，态度还算得体。此处乃苏府，不知2位前来所为何事？苏妙琴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劳烦护卫小哥进去禀报，就说苏家大小姐苏妙琴回来了。那年轻护卫闻言，先是一愣，随即转为警惕。我在苏府当差3年，从未听说过什么苏妙琴，我们府上只有妙微一位大小姐，你们莫不是认错了门第？说着，他下意识就要伸手去推林浩。苏妙琴眼底寒意一闪，金丹期的威压如水银泻地，将那名护卫牢牢锁定。那年轻护卫脸色骤变，就要呼喊救援。旁边一个年纪稍长的护卫急忙上前，一把按住他的手臂。阿土，不得无礼！年长护卫低喝一声，随即转向苏妙琴，恭敬的拱手道：“2位稍后，小的这就去通报管家。”说罢，转身朝院内走去。不多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急匆匆赶了出来。他见到苏妙琴，先是一怔，脸上立即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大小姐，真是大小姐回来了，老奴臣服，给您见礼了。他目光转向林浩，微微一顿，请问这位是？苏妙琴挽住林浩的手臂，声音柔和：“陈叔，这位是我的道侣林浩。”陈福脸上笑容微微一滞，闪过一丝为难。大小姐回来的真是不巧，家主和夫人正在厅中招待贵客，您看要不要先到偏厅稍坐？苏妙琴眉间微蹙，怎么，我回自己家还要挑客人不在的时候？老奴不敢。管家连忙躬身，脸上却仍带着几分犹豫，只是家主正在商议要事，若是贸然打扰。林浩懒洋洋地揽住苏妙琴的肩，嘴角勾起一抹痞笑。陈管家是吧？正好让我也见识见识是什么样的贵客，连苏家正牌大小姐回家都要避让。陈福心头一紧，只得侧身让开道路。大小姐，林公子请。林浩揽着苏妙琴，正要迈过门槛，一道紫红身影便挡住了去路。只见一位少女斜倚在门框上，双手抱胸，眉眼间与苏妙琴有一分相似，偏生内上挑的眼尾添了几分刻薄。看来这就是苏妙琴那同父异母的妹妹苏妙微了。他将2人上下打量个遍，嘴角一扯，哟，他拉长了调子，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那个被卖到合欢宗的好姐姐吗？怎么在那边混不下去了？他故意把麦字咬得极重，目光转向林浩时更是满脸讥诮。这位该不会就是传说中那个五系杂灵根的姐夫吧？啧，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苏妙琴眼神一冷，上前半步，将林浩稍稍挡在身后。苏妙微，几年不见，你还是这般不知礼数。他话音落下，金丹期的威压如水波般荡开。苏妙微脸上的讥笑骤然凝固，被压得一屁股坐倒在地，发髻都散乱了几分。你！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尖声喊道：“苏妙琴，你竟敢用修为压我！我要告诉爹娘，你欺负我！”林浩把苏妙琴往怀里一带，笑得格外欠揍。哎呦！他瞧着坐在地上的苏妙微，原来是小姨子啊，这么急着给姐夫行此大礼。他故意拖长了调子，眼底带着几分戏谑。既然实力不济，就该学会乖乖趴着，打不过就喊爹娘，跟3岁孩童有何分别？苏妙微气得浑身发抖，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来。他用力跺了跺脚，连裙摆上的尘土都顾不上了。忽然他像是抓住了什么王牌，扬起下巴，得意地瞥了他们一眼，哼，
你们回来的可真是时候。知道今天府里正在招待谁吗？是东方家的少主，东方爵大哥。他斜眼瞅着林浩，语气满是炫耀。这半年来，东方大哥对苏家照拂有加，可比某些只会耍嘴皮子的强多了。林浩敏锐地感觉到怀里的苏妙琴身子一僵，他脸上笑意不变，手臂却收得更紧，冲着苏妙薇一扬眉。哦，这位东方少主倒是热心，都替我们尽上孝心了。他故意拖长了语调，这份情我可得好好谢谢他。说着，他凑近苏妙琴耳边，压低声音：师姐，跟他计较什么？没得掉了身份，咱们进去，这儿门口风大。话音未落，他已揽着苏妙琴，径直从苏妙薇身旁走过，踏进了苏府大门。只剩下被彻底无视的苏妙薇独自站在门前，气得脸颊鼓胀，连连跺脚。林浩揽着苏妙琴，刚绕过隐蔽，便见正厅大门敞开，数道目光齐刷刷投来。主位上，一位身着青色锦袍的中年男子猛地站起身，只见此人面容儒雅，眉宇间与苏妙琴颇有几分相似，周身隐隐散发着金丹后期的灵力波动。林浩心念微动，这应该就是那位苏家家主苏远山了。苏妙琴眼眶微红，上前一步，脸认行礼：父亲，女儿回来了。他转向旁边的华服美妇，姿态依旧端庄。妙琴参见母亲。林浩凝神看去，只见一位美妇端坐，正慢条斯理地拨弄着茶盏，连眼皮都未抬一下。她周身隐隐流转着金丹初期的灵力波动，保养得宜的脸上看不出岁月痕迹，唯有眼角那几分刻薄，生生破坏了那份雍容气度。这位想必就是苏家主母南宫玉娇了。苏远山望着多年未见的女儿，嘴唇微动，眼底闪过复杂情绪，终究只化作一句：晴儿，你回来了。南宫玉娇用杯盖青瓜盏言，眼尾掠过苏妙琴：难得啊，你还记得回家看看。他目光转向林浩和林无声，唇角勾起一抹戏谑：这两位是到了主人家，怎么也不上来见个礼？客位上，一位身着锦蓝长袍的年轻公子唰地起身，他面容俊朗，腰间配着一枚龙纹玉佩，直勾勾望着苏妙琴，眼底掠过毫不掩饰的惊艳。林浩心中冷笑，这应该就是东方爵了。他身后两名随从抱臂而立，气息沉稳，竟都是金丹气。秦妹妹。东方爵上前两步，语气热切：多年不见，风采更胜往昔。苏妙琴微微侧身，不着痕迹地拉开了半步距离，颔首见礼，声音疏离：东方公子，许久不见。东方爵目光微转，仿佛才注意到林浩一般，微微颔首：这位是？苏妙薇这才气冲冲跟了进来，抢着道：东方大哥，这就是我那个五系杂灵阁的姐夫。林浩仿佛没听见这话，笑着对苏远山拱手：小婿林浩，见过岳父大人。又转向南宫玉娇：岳母大人。南宫玉娇指尖一顿，茶盖轻响，语气疏离：林公子，这声岳母，老身可当不起。东方觉见林浩竟将他的问话彻底无视，他脸上那温文尔雅的笑容一僵，眼底倏地掠过一丝寒意。这时，一直静立在林浩后方的林无声悄然上前，对着苏远山恭敬行礼：林家四子林无声，见过苏家主。南宫玉娇皱眉打量林无声：这位是林家老四，我四弟林无声。林浩随口答道，语气轻松。南宫玉娇眼底闪过一丝讥诮：听闻你们都是孤儿，何来的林家老四？岳母大人消息倒是灵通。林浩唇角一勾，正因为无父无母，才更要相互扶持。我们兄弟四人志趣相投，便结拜成了一家人。苏妙薇嗤笑一声，语带轻蔑：是我当是什么高门大户，原来是几个没名没姓的野种凑在一起。他话音未落，苏妙琴眸光骤然冷冽，一股金丹微压缩的荡开，直逼苏妙薇而去。苏妙薇，注意你的言辞。南宫玉娇脸色微变，手中茶盏哐当一声顿在岸上，他袖袍一挥，一道柔刃灵光浮出，堪堪将那股逼人的威压抵住。他死死盯着苏妙琴，声音里压着难以置信的惊异：你金丹期了？这一声惊动了所有人。东方觉神色骤变，凝神感应后脱口而出：金丹2层？这怎么可能？苏妙琴微微颔首：机缘巧合，侥幸突破。他看向林浩，眼含柔情：多亏夫君助我。够了！南宫玉娇厉声打断，嘴角扯出讥诮的弧度：晴儿，我知道你想给自家男人长脸，可也不必往这不成器的夫君身上贴金。他区助姬妻，能助你什么？苏妙薇立刻帮腔：就是你可是纯阴之体，本就是最好的筑基大药，他能筑基，还不是靠采补了你？东方觉更是嗤笑出声：筑基9层，靠着纯阴之体才这点修为，也配称天才？南宫玉娇啪地放下茶盏，冷眼扫向苏妙琴：当初送你去合欢宗，指望着你至少寻个金丹道侣。他唇角勾起讥诮的弧度：你倒好，带回来个五系杂灵根的废物。母亲！苏妙琴蹙眉开口，却被南宫玉娇抬手打断。说起来，南宫玉娇转向东方觉，语气忽然缓和：觉儿与晴儿自幼相识，若是……东方觉会意，上前一步，目光灼灼地看向苏妙琴：若晴妹妹愿意，我东方家作为青云府2大修仙世家之一，自当倾力护持苏家。他微微扬起下巴：至于晴妹妹以为人父之事，我绝不会有半分嫌弃，定让你往后风风光光，不受半分委屈。嫌弃？林浩嗤笑一声，他抬眼看向东方觉，唇角勾着一抹似笑非笑弧度：你叫东方觉玉对吧？
你这话说的，我家师姐轮得到你嫌弃吗？东方觉脸色一沉，寒声纠正：是东方觉，无玉。哦。林浩恍然大悟般拉长了语调，旋即嗤笑一声：既然都无孕了，还找什么道侣啊？不如趁早净身，去仙朝做个公公，刚好合适你。东方觉这才品过味而来，脸色陡然一僵，他俊脸瞬间涨红，额角青筋跳动，指着林浩：你。话音未落，周围已隐隐传来几声压抑的闷笑。苏妙琴唇角微微一弯，随即垂眸掩去笑意，就连东方觉身后一名随从也肩膀耸动了一下，赶紧低头死死咬住嘴唇。南宫玉娇见状，将茶盏当一声搁在岸上，冷眼扫来：林公子，请注意你的身份，这里还没你说话的份。苏妙微立刻扯着嗓子帮腔：就是这里哪轮得到你一个杂灵跟废物插嘴。林浩不理会他们，转而看向主位的苏远山，拱手道：苏家主。他声音清朗，刻意放缓了语速：我林浩是您长女苏妙琴的正牌道侣，如今有人当着您的面不仅诋毁您的女婿，还要强逼您的女儿改嫁。他意味深长地顿了顿，目光扫过东方觉：这般打苏家脸面的事，您就由着他们闹。苏远山面露难色：这个今日诸位都累了，不如改日再议。他勉强扯出个笑容：林浩，你们一路辛苦，先下去歇息吧。南宫玉娇将茶盏重重一搁，眼角眉梢都凝着寒意：老爷，此事好了。苏远山抬了抬手，语气疲惫：今日就到此为止。苏妙微撅起嘴，还想说什么，被南宫玉娇一个眼神制止。林浩顺势揽着苏妙琴起身，朝苏远山微微颔首：那小婿先行告退。经过东方觉身边时，他脚步微顿，侧头低语：东方公子，这传宗接代的能耐是指望不上了。他唇角勾着那抹惯有的痞笑，不过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心气儿，倒真是让林某开了眼。东方觉指节捏得发白，面上却硬扯出一丝僵冷的笑意，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伶牙俐齿。明日寿宴自有分晓，本公子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到几时。管家陈福赶忙上前引路，带着三人穿过回廊，来到一处僻静偏院。苏妙琴望着陈设简陋的客房，蹙眉问道：陈叔，我从前住的沁芳院呢？陈福搓着手，面露难色：大小姐，3年前二小姐说喜欢那院子，夫人便让她搬进去了。林浩轻笑一声，推开房门，打量屋内，无妨，挺好的，很是清静。他转头对陈福道：陈叔，麻烦给我这兄弟安排间房。林无声暴毙在廊柱阴影里，声音低沉：不用麻烦了，我守夜就行。陈福看着融入夜色的林无声，擦了擦额角，躬身退下。苏妙琴望着简陋的房间，眼中闪过一丝黯然：浩浩，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林浩将他揽入怀中，指尖轻抚他微蹙的眉间：傻师姐，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林浩拂过苏妙琴的发丝，朝廊下阴影递了个眼神。廊柱旁，林无声微微颔首，袖中传讯玉简，闪过一道微光，身形便彻底融进夜色里。师姐，明日寿宴。林浩在苏妙琴耳边轻笑，怕是有好戏看了。与此同时，万里之外，合欢宗执法殿，李长老捏着发烫的玉简，眉头一皱：小小苏家竟敢如此怠慢我合欢宗真传。他拂袖起身，备礼：老夫亲自去给苏家主贺寿。玄天剑宗云雾缭绕的剑屏上，凌云道长收到传讯，抚须沉吟，唤来弟子，点12剑位，随我去青云府走一趟。青丹谷丹房内，正在控火的木易长老看见玉简闪光，嘴角微扬：林小有相邀，这个面子得给。刘云城万宝阁，陈后捧着玉简，眉开眼笑：东家召唤，正好带着本月分红前去。夜色中，数道流光悄然离开各自山门，朝着青云府方向疾驰而去。林浩揽着苏妙琴在简陋的偏房坐下，指尖把玩着她一缕青丝：师姐且看着，明日他们怎么把咱们请回沁芳院。八皇子府内，赵宇指尖轻扣着棋盘，一枚白玉棋子稳稳落在青龙位。侍从躬身禀报：启禀殿下，林克卿已在苏家偏院落脚，东方家那位似乎不太安分。赵颖原本歪在榻上摆弄璎珞，闻言立刻坐直身子。6个的人在青云府出现，莫非是想拉拢东方家？不错，赵宇又拈起一枚棋子，所以得更热闹些才行。他抬眼看向赵颖，唇角含笑：九妹，明日你亲自去一趟青云府，给苏家主贺寿。赵颖眼睛一亮：太好了，我正想找机会谢谢林师兄呢。他忽然凑近兄长：8个，你该不会是想……赵宇将棋子轻轻按在棋盘中央，既然要还人情，不如还得全程接之。月色渐浓，又一道璀璨流光掠向青云府。苏家偏房，月色如水，静静流淌。苏妙琴素手轻扬，一道淡蓝色的玄冰阵图悄然浮现，将房间与外界隔绝。他转过身，美眸中带着一丝忧色，轻声道：浩浩，明日寿宴恐怕不会太平，我总有些不安的预感。他走近，抬眼望他：趁今夜还有些时间，我们再修炼一次可好？多一分实力，便多一分安稳。林浩嘴角一扬，伸手就将他揽进，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脸颊：嘿嘿，师姐有令，师弟岂敢不从？林浩笑着凑近，压低声音：定当谨遵法旨，鞠躬尽瘁。苏妙琴被他蹭得耳根微热，轻捶他一下，眼底却漾开温柔笑意，没个正经，那便专心运功。是夜，罗帐轻摇，
隐约可见2道身影相依，细碎的娇喘夹杂着压抑的轻吟，纱幔上的流苏随之轻轻晃动，漾开满是旖旎的暖意。良久，一声满足的叹息溢出，气息平复后，林浩将微喘的苏妙琴轻轻拥入怀中，鸳鸯同心诀缓缓收敛，纯阳之气与玄阴灵力在他们体内完成最后一次交融，循环圆满，各自归入丹田。林浩内试几身，只觉筑基巅峰的真元竟又被夯实凝练了一丝，那层原本坚若磐石的瓶颈似乎也隐隐松动。师姐，那缕玄阴真水的本源之力，调和包容之效，当真神异。苏妙琴轻轻靠在他肩头，眼尾还泛着红，残留的泪痕在月光下微微发亮。林浩察觉到肩头的失意，心下一紧，将他往怀里拢了拢，指尖拭过他眼角。师姐，怎么还哭了？是我太用力，弄疼你了吗？苏妙琴摇摇头，脸颊贴着他温热的胸膛。不是，我只是想起从前那沁芳院里的秋千，娘轻轻手种下的玉兰，如今连房间都没了。林浩闻言不由得心尖一疼，手臂环住他柔软的娇躯。傻师姐，明日之后，他们不仅会还你沁芳院，还会求着你住回去。苏妙琴温顺地依靠在他怀里，轻轻了一声，紧绷的身子渐渐放松下来。他扬起脸，月光映照着他泛红的眼角。浩浩，只要有你在，便是住一辈子，偏愿我也心甘。林浩心头一暖，将他往怀里紧了紧。好师姐，我不仅要他们还你沁芳院，更要让整个苏家都知道，他们当年送走的明珠，如今已璀璨夺目。苏妙琴将脸埋在他颈间，声音带着细微的哽咽。若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要如何撑下去。他仰起头，带着几分委屈，吻上她的唇。林浩温柔地回应着，指尖轻抚过她泛红的眼角。罗帐再次轻轻摇曳，玄冰阵涂泛着淡淡蓝光，将交缠的身影温柔笼罩。2道灵力流转，一道炽热如阳，一道清冷如月，在2人体内循环往复，宛若游动的阴阳双鱼。每一次气息交融，那阴阳鱼便明亮几分，将2人笼罩在柔和的光晕中，直至月上中天，那阴阳鱼的光芒才渐渐敛去，帐内的动静也归于平静。帐内交缠的气息逐渐平复，止于轻缓的呼吸。林浩缓缓收工，将最后一丝灵力归隐丹田，这才放松下来，手臂却仍将他圈在怀中。苏妙琴娇躯微颤，气息微喘，雪肤上绯色未退，静静偎在他怀中。沉默片刻，他稍稍平复呼吸，才轻声问道：浩浩，今夜真元压实的效果如何？林浩闻言，嘴角不由扬起，效果非常好，5行真元之间的排斥又弱了1分，整体更加凝练。他语气笃定，带着振奋。照这个速度，再有3个月勤修，真元便能夯实到极致，届时结丹有望。那就好。苏妙琴抬起头，月光下，他眼眸清澈而坚定，一字一句清晰道：浩浩，你尽管安心修炼，纵使我榨干最后一滴玄阴本源之力，也定要助你结丹。林浩闻言，心头巨震，揽着他的手臂蓦地收紧。他岂会不知这本源之力对他何其重要？那是他纯阴之体的根基所系。这般毫无保留的言语，比任何誓言都更重。师姐，他喉头微哽，万般心绪涌到嘴边，却只化作一声低唤。他低头，真而重之地吻了吻他的眉心，将他搂得更紧，声音低沉而温柔：傻师姐，你的本源之力何其珍贵，却肯这样为我，这份心意比什么都重。他顿了顿，额头轻抵着他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认真。我向你保证，绝不会辜负他，更不会辜负你。苏妙琴没再说话，只将脸更深地埋入他颈窝，唇角却弯起一抹安然的弧度。夜色静谧，玄冰阵涂泛着微光，将这一隅偏房温柔笼罩，也将2人交融的气息与诺言牢牢护在其中。次日清晨，苏府内外张灯结彩，宾客络绎不绝。林浩与苏妙琴在偏院静候，直到日上3竿，陈福才匆匆赶来。大小姐，姑爷。陈福面露窘迫，宴席快开了，夫人吩咐，请2位随我来。他引着2人穿过喧闹的庭院，最终在花园一处角落停下，那里摆着几张木桌与杂役仆从的席位，仅1廊之隔。就在这里。陈福声音越来越低，不敢看苏妙琴的眼睛。林浩扫了眼桌上粗糙的茶具，唇角微勾，挺好的，这里清静。他从容落座，顺手为苏妙琴拉开椅子。几个下人瞧见他们，先是愣了愣，随即相互使着眼色，窃窃私语起来。瞧见没，那位就是早年卖去合欢宗的大小姐。嫁了个武系杂灵根的废物，难怪连正经席面都上不去，只能跟咱们挤在一块儿，可不是吗？听说那姑爷修为也不咋地，空有个名头。低语声断断续续，顺着风飘过来。林浩仿若未闻，目光落在苏妙琴微蹙的眉心上。他提起那粗糙的茶壶，稳稳斟满一杯，轻轻推至他面前，抬眸时眼底是一片暖意。师姐，他声音不高，却将那些闲言碎语隔开。尝尝这茶，粗陶沸水，反倒沏得出真味。苏妙琴望着他从容的侧脸，原本微蹙的眉头渐渐舒展，伸手接过了茶杯。远处主宴席上，南宫玉娇正含笑周旋于东方觉等贵客之间，目光扫过角落，唇角掠过一丝冷笑。恰在此时，司仪嘹亮的通报声穿透喧闹，陡然响起。流云府秦家少主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秦玉顶着一对乌青的眼眶，
在侍从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每走一步，都疼得龇牙咧嘴，那对熊猫眼格外醒目。秦贤侄这是？苏远山诧异起身，秦玉刚想开口解释，门口又传来通报：青州总督府杨公子到。只见杨胜带着2名随从，大步流星走进来。当他瞥见秦玉那副狼狈模样时，脚步微顿，脸上顿时掠过一丝不自然。他恢复倨傲神色，朝主位随意拱手：总督府杨胜奉六皇子之命，特来为苏家主祝寿。苏远山立即起身还礼，脸上堆起恰到好处的笑容：承蒙六皇子殿下厚爱，还劳烦杨公子亲临，苏某真是受宠若惊。他拱手的动作略显僵硬，语气恭敬中带着疏离。青云府虽不属先朝直辖，但面对这位手握重权的皇子特使，终究不能失了礼数。这番官样文章刚落，秦玉终于耐不住怒火，指着自己乌青的眼眶怒道：杨公子，我秦家对六皇子殿下的忠心日月可见，你今日对自家人下此重手，究竟是何用意？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宾客们面面相觑，目光在秦玉与杨胜之间来回逡巡，窃窃私语声顿起，都不明白这位六皇子特使怎会与秦家少主起了如此冲突。原来半个时辰前，秦家的飞舟刚抵达玉泉城外，就与一艘流经飞舟险些相撞。秦家的老管家出去理论，何方飞舟怎如此莽撞？前方可是流云府秦家的飞舟，少主秦玉在内。话未说完，流经飞舟那边就传来杨胜含怒的断喝：秦玉，正好，真是冤家路窄啊，给本公子打，狠狠打！几名筑基后期的随从应声而出，不由分说便扑向秦家飞舟。秦玉仓促间迎战，奈何对方人多势众，且修为不俗，片刻功夫便被结结实实揍了一顿。待杨胜慢悠悠夺出飞舟，看清这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秦玉时，才意识到打错了人。他皱眉打量秦玉，语气狐疑：你是秦玉？那昨日在青云城那个嚣张跋扈，身边还跟着个绝色女修的秦玉又是谁？此刻面对秦玉的质问，杨胜随意摆了摆手，语气敷衍：一场误会罢了，本公子认错了人，抱歉。至于秦家，他瞥了秦玉一眼，意有所指道：六皇子麾下能人辈出，事务繁忙，倒未曾对我提及流云府秦家。秦玉听闻，脸色顿时更加难看。杨胜目光在宴席间随意逡巡，直到落在角落里的林浩身上时，突然定住。原来是你！杨胜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昨日在青云城，就是你冒充秦玉之名，戏耍本公子。秦玉也才恍然大悟，怒视林浩：好你个林浩，竟敢借着我的名号在外惹是生非，害我平白遭此无妄之灾。众人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只见林浩悠闲地品着茶，连眼皮都未抬一下。他嘴角勾起一抹痞笑，侧身对苏妙琴轻声道：师姐你看，狗咬狗的戏码总是特别精彩。苏妙琴眼中闪过一丝了然，轻轻握住林浩的手，唇角微扬，看来今天这寿宴要比想象中热闹得多。杨胜与秦玉对视一眼，竟暂时抛开了方才的局语，不约而同的将矛头齐齐转向林浩。一时间，林浩同时成了两方势力的眼中钉。剑拔弩张之际，苏远山急忙起身：误会，都是误会。杨公子，秦少主，今日是苏某100岁寿辰，还望二位暂息雷霆之怒，给苏某一个面子。他脸上堆起笑容，连连拱手：林浩既是我苏家女婿，若有不当之处，苏某日后定当严加管教。杨胜冷哼一声，目光如刀刮过林浩：苏家主的面子自然要给，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森然：寿宴之后，本公子倒要看看你如何活着离开玉泉城。秦玉也拂袖冷笑，补充道：不错，此事没完。苏远山干笑2声，连忙示意司仪。管家见状，立刻深吸一口气，高声唱诺：献寿礼。秦玉率先起身，命随从抬上朱漆礼箱，朗声道：秦家献上5万下品灵石，东海夜明珠1对，恭祝苏世伯福寿绵长。席间顿时响起一片赞叹，那对夜明珠流光溢彩，照得满是生辉。未等议论声平息，东方绝变优雅起身，含笑击掌。2名侍女捧上一方锦盒，盒中宝玉温润生光。东方家献上下品灵石8万，他捧起一枚通体银白的玉佩，另备千年温玉一方，佩戴可宁心静气，祝苏世伯修行事半功倍。宾客们又是一阵低呼，这千年温玉不但显示家底蕴，对金丹修士的修行更是大有裨益。杨胜见状，才不紧不慢道：六殿下赐下10万灵石，另备深海寒玉枕1只，祝苏家主凝神静修。随从捧出的玉枕泛着幽幽蓝光，寒意逼人，顿时将前2件礼物都比了下去。满座宾客看得目不转睛，这3件贺礼一件比一件贵重，珠光宝气，灵韵逼人，令人大开眼界。其他宾客也一一献礼，待献礼完毕，席间仍弥漫着惊叹。东方觉把玩着手中玉扇，故意扬高了声音：诸多厚礼，真是让觉毛眼界大开。只是他顿了顿，视线抛向林浩：林公子既是苏家女婿，想必为岳父寿辰备下的贺礼更是非同凡响吧？苏妙微立即帮腔，语带轻蔑：哈哈，该不会是在哪个路边摊精心挑选的厚礼吧？秦玉英侧侧接话：区区一个武系杂灵根的废物，能拿出什么像样东西？杨胜语带讥讽：哦，本公子今日倒真想开眼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南宫玉娇忽然起身：罢了，这穷酸小子
小小筑基能拿出什么像样寿礼？平白污了诸位眼睛。他转向满座宾客，提高声音：今日借着老爷寿辰，诸位高朋俱在，本夫人要宣布一件事。苏远山脸色骤变，急忙起身。夫人。南宫玉娇一个凌厉的眼神扫去，苏远山顿时噤声，颓然落座。即日起，他一字一顿，目光如刀，解除苏妙琴与林浩的道侣身份，将他许配给东方世家少主东方觉。此话一出，满座哗然，席间顿时响起一片议论声。嚯，当众休叙，这是把脸面扔地上踩啊！呵呵，不愧是废物啊，连道理都护不住，武系杂灵根，果然上不得台面。苏妙薇第一个跳起来，尖声嚷道：听见没？你这种废物野种，根本就配不上我姐姐，还不赶紧滚出苏家！秦玉也阴恻恻的接口，语带奚落：林浩刚才不是很嚣张，如今被当众退婚，这脸可丢回流云府了。杨胜把玩着酒杯，慢悠悠地补了一刀：早该如此，一个废物筑基也妄想攀附苏家，东方少主才是良配。东方崛起身，目光已肆无忌惮地落在苏妙琴身上，唇角噙着志在必得的笑意。秦妹妹，往后爵哥哥定会好好待你。苏妙琴听闻，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她豁然起身，双手紧握，指尖深深掐进掌心。母亲，我的婚事岂能由你？话音未落，林浩已轻轻按住她的手，温声道：师姐不必慌张，一切由我。他从容起身，目光如炬，直射南宫玉娇，声音清朗：岳母大人。他略一停顿，字字千钧：我林浩与妙琴这道侣名分，一为天地见证，二为留云府万千修士共睹，更得合欢、玄天、清丹三宗元婴宗主亲自赐福。可如今，他向前半步，声音陡然拔高：岳母，您却要当着高朋满座，公然毁约，晚辈敢问。林浩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停在南宫玉娇脸上：您此举是仅羞辱我林浩一人，还是连我流云府一府修士，连同那3位元婴宗主的脸面也一概不放在眼里了？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这已非一家之私事，而是牵动了流云府与3宗权威。放肆！南宫玉娇脸色铁青，厉声打断：你区一个筑基小辈，也配望代表流云府，也配揣度3宗意志，休要在此搬弄是非。东方觉也收敛了笑容，眼神阴鸷：好一张利口，可惜这世道终究靠实力说话，而非诡辩。他目光转向林浩，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既然林公子如此能言善辩，本公子倒真想开开眼，你为苏世伯准备的寿礼，是不是也和你这嘴皮子一样出众啊？东方觉话音落下，满堂目光齐刷刷聚焦在林浩身上。林浩不慌不忙取出一枚储物戒，递给一旁的陈福，微笑道：陈叔有劳。老管家接过戒指，神识一扫，双手微颤，取出第一件贺礼：林公子献上下品灵石20万。随着他话音落下，庭院中央灵光骤亮，20堆灵石凭空显现，每一堆都整整齐齐码放着1万枚，浓郁的灵气如实质般弥漫开来，映得整个前院熠熠生辉。哗！满座宾客顿时骚动起来。20万灵石，这手笔已远超寻常世家贺礼。20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灵石堆在一起。好家伙，这灵气浓的都快凝成雾了。虽说是个武系杂灵根，可灵气盎然的灵石做不得假呀。杨胜把玩着手中酒杯，嗤笑一声：哟，倒是小瞧了，原来是个有点家底的暴发户。东方绝情摇玉扇，语气淡然依旧，只是眼底掠过一丝讶异。20万灵石在我东方家不过半年的寻常开销罢了。他抬眸看向林浩，似笑非笑：林公子莫非以为单凭这些灵石便能抵得过3宗颜面之说？林浩唇角微扬，并未答话，只朝老管家略一颔首。老管家深吸一口气，又取出2个玉盒，盒盖掀开，2股截然不同的药香交融弥漫，一股炽烈如阳，一股清冽似雪。百年赤阳参一株，雪域灵芝一株。老管家声音发紧：皆为结金丹主药。结金丹主药，这下连几位一直闭目养神的苏家长老都豁然睁眼，几位世家代表更是直接站了起来。结金丹主药，这是真正有价无市的战略资源，寻常房市根本寻不到，唯有在大型拍卖会上才偶有出现，且往往一出现便会被各大势力争抢一空。林浩悠然转身，朝东方绝与杨胜拱手一笑，却不知这2位结金丹主药可还入得2位法眼。东方绝手中玉扇一顿，脸上那抹从容的笑意终于彻底消失。杨胜盯着那2株灵药，眼神微沉。就在满堂骚动之际，老管家颤抖着捧出一个紫檀木匣，声音发紧：最后一件，延寿灵丹1枚，可增寿50载。话音未落，木匣缝隙中已溢散出一缕沁人心脾的异香，那香气闻之令人精神一振，仿佛连周身灵力运转都顺畅了几分。50载，短暂的死寂后，全场轰然炸开，增寿半百。闻此丹香，竟是真的？这怎么可能？不少宾客直接失态起身，金丹期的长老们更是气息浮动，目光死死锁定那只木匣。延寿丹药比结金丹主要更为稀有，尤其对那些寿元将近困于瓶颈的老怪物而言，简直是无价之宝。东方觉脸色彻底阴沉下来，他死死盯着那只木匣，指节捏的玉扇咯吱作响。杨胜缓缓放下酒杯，第一次正色打量这个年轻人。
而也就在此刻，轰！一股磅礴威压自苏家后山冲天而起，一道苍老身影踏空而来，人未至，激动的声音已滚滚回荡在庭院上空。曾寿丹，天不亡我苏家，元婴大道，老夫终于有望了。白发如雪的苏家老祖赫然破关而出，老祖参见老祖。苏远山率先离席，带着一众苏家子弟躬身拜倒，声音因激动，满座宾客也纷纷起身。老者对周围的参拜声恍若未闻，身形一闪，便落在内圣放灵丹的木匣前。他颤巍巍地拿起那枚灵丹，仔细端详片刻，老眼中竟泛起一丝泪光。他缓缓转身看向苏妙琴，眼中满是慈爱和欣慰。你就是秦丫头吧？好，你这是给老夫找了好孙玉婿啊！他龙头丈重一顿，目光如电，扫过全场，最后定格在南宫玉娇身上，声音陡然转厉：老夫今日倒想看看，谁还敢再提退婚二字？全场寂静无声。这位闭关多年的苏家老祖突然现身，让所有质疑都成了笑话。林浩从容一笑，对着呆若木鸡的南宫玉娇拱手：小婿这份寿礼，岳母大人可还满意？南宫玉娇脸色青白交加，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哈哈！突然一阵嚣张大笑打破寂静，只见东方觉缓缓起身，眼中寒光乍现：苏老头，事到如今，恐怕由不得你做主了。这婚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他话音一落，身后两名黑袍老者同时踏前一步，轰！两道金丹后期的威压，如同两座无形山岳，轰然压下。南宫玉娇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咬牙尖声道：我南宫玉娇既是苏家主母，此事便做得了主。我与东方家共进退。庭院角落阴影处，一名灰衣老妪缓缓显出身形，蓦然站到了南宫玉娇身后。三位金丹后期，磅礴的灵压连成一片，使得庭院中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东方家一名黑袍老者掀开兜帽，露出一张枯瘦的脸，他盯着苏家老祖，阴恻恻笑道：苏老鬼，寿元将近，气血衰败，你这把老骨头就不怕没命享用这延寿丹？另一名黑袍老者接口，强行动手，只怕丹未入口，人先到消。苏老鬼，为了一个外人赌上全族性命，值吗？灰衣老妪未语，但冰冷的气机已如毒蛇般缠绕而上。苏家老祖面色凝重，手中龙头杖握得咯吱作响，气息起伏不定。苏远山脸色惨白，看着剑拔弩张的双方，脚下微微挪动，显出几分摇摆不定。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压迫中，林浩忽然轻笑一声，缓步走到了庭院中央。诸位，他指尖一翻，亮出一枚盘龙令牌，可还认得此物？盘龙令，仙朝克卿令牌，这怎么可能？他一个武系杂灵根，怎么可能是仙朝克卿？短暂的死寂后，满场哗然，震惊、不可思议的目光交织射来。南宫玉娇盯着那枚盘龙令，脸色顿时难看至极。呵呵，东方觉片刻惊愕后，迅速恢复倨傲，冷笑出声：八皇子门下的一条狗罢了，拿着鸡毛当令箭。他话音未落，府门外突然传来一声雷霆般的沉喝，震得人耳膜发麻。六皇子麾下的犬吠也配嘲笑八殿下清风的客卿。只见合欢宗里长老带着四名气息沉凝的筑基巅峰修士大步踏入庭院，他目光如电，扫过全场，最后落在苏远山身上，声如洪钟：苏家主百岁寿辰，怎么也不发张帖子到合欢宗？莫非是看不起我合欢宗？他身后弟子即刻高声唱诺：合欢宗献上千年血珊瑚一对，恭贺苏家主福寿双全。东方绝嘴角的冷笑微微一僵，南宫玉娇瞳孔一缩，捏着茶盏的手指骤然收紧。未等众人消化，又一道剑光破空而至。只见凌云道长带着12剑卫飘然落地，周身剑气凛然。玄天剑宗凌云特来为苏家主祝寿。他目光陡然锐利，射向东方绝一行。只是方才好像听见有人要逼林世志退婚。东方觉身后，一名黑袍老者神色骤变，气息一滞，竟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恰在此时，丹香弥漫，只见青丹谷木一长老乘着一只丹鼎，仙鹤悠然而降。他袖袍一挥，3只玉瓶稳稳落在礼案上，捋须笑道：林小友，你要的丹药老夫带来了。青丹谷亦祝苏家主道体安康，福泽绵长。这边还没完，门口已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只见陈后与林晴跃一马当先，身后跟着4名身着玄色劲装的修士。这4人步伐沉稳，周身鼓荡着筑基巅峰的灵压，神情精悍，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全场，显然皆是斗法好手。林晴月身形魁梧如山，每踏一步，地面都仿佛微微一沉，一股厚重的树土气息以他为中心弥漫开来，整个人仿佛与大地脉络相连，给人以不可撼动之感。他们领着数名伙计，抬着2只沉甸甸的鎏金大箱，陈后脸上满是红光，声音洪亮：万宝阁代表林浩东家特来为苏家主贺寿，奉上心意，恭祝苏家基业长青。箱子轰然落地，箱盖打开，码放整齐的灵石宝光交织，气势十足。整个庭院陷入了诡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更剧烈的哗然。竟是真的，一个武系杂灵根，一个被苏家嫌弃的废物女婿。一位宾客喃喃道，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竟能引得合欢、玄天、青丹3宗旗帜，万宝阁倾力相捧，这哪里是贺寿，这分明是昭告整个青云府、流云府3宗皆是他林浩的后盾。无数道目光
再次聚焦到林浩身上，之前的轻蔑和嘲讽，此刻尽数化为了惊疑和震撼。一时间，何欢、玄天、青丹、万宝阁四方势力接连登场，贺寿声此起彼伏。原本气势汹汹的东方家、南宫玉娇众人，在这连番意外之下，脸色一变再变，竟被这股联合之势逼得心神震动，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秦玉更是吓得缩到人群最后头，连大气都不敢出。岳母大人，我流云府三宗这份贺寿的诚意，您可还满意？他目光转向那2箱灵石，我万宝阁这点微薄心意，您可还入眼？南宫玉娇脸色一阵青白，嘴唇抿得死紧。苏远山见状，连忙干笑2声，打圆场：满意，自然都满意。诸位远道而来，都是给我苏傩天大的面子。苏老祖放声大笑，龙头杖重重遁地，声震庭院。现在，老夫再问最后一次，还有谁要退婚？就在南宫玉娇等人脸色难看之际，突然一阵嚣张的大笑传来，哈哈，真是热闹啊！果然，流云府三宗皆有不臣之心。只见杨胜缓步踱出，身后2名青袍客随之踏前一步，3道金丹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开来。他看向苏远山，语气严厉：“苏家主，你真要学着流云府，站到6皇子殿下的对立面？”苏远山喉结滚动，额角见汗，挤出的笑容僵在脸上。东方觉立刻接口，声音坚决：“我东方家为6皇子殿下马，手是瞻。”杨胜唇角微勾，目光转向南宫玉娇：“南宫夫人，您的意思呢？”南宫玉娇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猛地抬头，厉声道：“我南宫家与东方家共进退。”哦，一声慵懒的嗤笑自门外传来。只见南宫灵摇着折扇，施然步入庭院，身后跟着2名金袍老者。他眼神扫过南宫玉娇，似笑非笑道：“堂姐，你区区一个嫁出去的旁系，什么时候能代表南宫家了？”他刷的合拢折扇，声音转冷：“我南宫家乃千年世家，可不会上赶着给人当看门狗。”话音落下，南宫灵与2名金袍老者气息骤放，3股霸道金丹威压冲天而起，毫不避让地撞上杨胜3人的气势。轰！无形的气劲剧烈对冲，卷起一阵狂风，吹得筵席杯盘叮当作响，修为弱的宾客几乎站立不稳，场面顿时形成微妙的对峙。林浩身旁，苏老祖龙头杖杵地，白须无风自动。苏妙琴悄然站到林浩侧前方，眸色清冷。李长老、凌云道长、木易长老各自气息沉凝，踏前一步，再加上南宫灵与那2名金袍老者，8道金丹气息连成一片，如崇山峻岭，巍然不动。对面东方绝与2名黑袍老者气息阴冷，南宫玉娇与灰衣老妪眼神冰寒，杨胜与2名青袍客则气势锋锐，同样8道金丹威压凝聚不散，如深渊怒涛，汹涌逼人。16道金丹威压隐隐抗衡，灵压交织碰撞，周遭空间都仿佛凝固了。修为稍弱的宾客已面色发白，冷汗涔涔。在这针锋相对、一触即发的寂静中，叮铃，天际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鸾铃声响。只见一架华美鸾驾破云而至，9公主赵颖立于驾前，裙袂飘飘，笑靥如花。呵，好生热闹！她轻盈落地，俏皮的朝林浩眨了眨眼：“本宫奉8皇兄之命，特来为苏家主贺寿。”他话音一顿，又取出一卷金册，大声宣读：“8皇兄有言，若他有幸承继大统，必保留云、青云2府，道统自主，自治之权永不更移。”言罢，他转向林浩，笑意更深：“此外，皇兄还让我带来一份薄礼，与万宝阁的长期契书一份，首批灵材采购即1000万灵石。1000万灵石！”席间先是一静，随即轰然炸开。天啊，1000万灵石！这林浩这是得了泼天富贵啊！道统永久自治，这8皇子果然深谙我辈修士之心。刚才是谁说林浩是废柴女婿来着？自己站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惊呼声、赞叹声、抽泣声交织一片，不少修士激动得面红耳赤。这不仅是一笔巨富，更是一位皇子的政治战队以及无法估量的未来资源。赵颖俏皮地看着林浩，唇角噙着一抹浅笑：“林客卿，皇兄很欣赏你，望你善用此器，不负期望。”他说话间，銮驾旁2名宛若金柱的侍卫骤然睁眼，轰！2道犹如实质的金丹巅峰威压，沉稳地汇入林浩一方的气息之中。这2股力量精纯厚重，显然非寻常护卫可比。苏老祖抚掌大笑：“哈哈哈！好，8皇子殿下明礼，这份大礼我苏家记下了。”场上平衡已被彻底打破。林浩迎着赵颖狡黠的目光，从容拱手：“林某谢过8殿下厚赐，谢9公主殿下期许，定不负所托。”言罢，他转头看向杨胜一方，嘴角勾起那抹熟悉的痞笑：“杨公子，您看现在这人数是不是有点欺负人了？”就在众人被这接连反转弄得目瞪口呆之际，哈哈哈！杨胜突然放声大笑，抚掌连连：“好一个8皇子，果然好手段，好会收买人心。”他笑声戛然而止，眼神锋利：“可惜你们似乎忘了，这修真界终究要靠的实力说话。”他缓缓扫过林浩众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既然人都到齐了，倒也省事，今日便送诸位一同上路吧。”他话音一落，侧头看向东方觉，命令道：“东方少主，还在等什么？”东方觉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今日
便以刘云府三宗长老的项上人头作为我东方家投效六皇子殿下的第一份投名状。他猛地抬头，对着虚空嘶声喊道：“二叔！”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众人随之抬头，只见庭院上空光影开始剧烈扭曲，一股远超金丹的恐怖灵压开始凝聚。然而那显现出的身影并非预想中的东方家二叔，只见一个戴着银纹面具的黑衣人缓缓显现，他手中赫然提着一颗须发几张、面目狰狞的人头。黑衣人随手将人头丢在东方爵脚边，声音冰冷：“你在等他吗？这就是你的底气？”东方爵看着人头，脸色瞬间煞白，踉跄后退数步：“二叔，不，这不可能！我二叔乃元婴真人。”林浩看到黑衣人，眼睛一亮，快步上前，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13前辈，你这么快就突破元婴了？有幸的莫老指点，结因水到渠成。”尹13淡淡开口，他看向面如死灰的东方爵，语气平静：“小小元婴初期也配称真人，方才宰他倒没费什么功夫。”他顿了顿：“放心，他的元婴逃了。当然，你若仍执迷不悟，我不介意追去，让他形神俱灭。”尹13转身朝苏远山拱手：“尹阁尹13特来为苏家主祝寿。”他顿了顿，声音清晰：“按照约定，尹13将全力保护林浩的安危。”先前还气焰嚣张的东方家与总督府众人，此刻全都面无人色。一个元婴修士的陨落，一个元婴杀手的表态，让局势彻底逆转。苏老祖府虚长啸，龙头杖重重遁地。好，现在老夫再问最后一次，还有谁要退婚？苏老祖话音落下，整个庭院陷入一片死寂。就在这压抑的寂静中，南宫翎缓步上前，目光冷峻，扫过南宫玉娇。南宫玉娇，你可知罪？你身为旁系，却妄图勾结朝堂，破坏青云府千年格局。今日起，废除你所有族中职权，押回宗祠受审。他目光转向那灰衣老妪，语气转沉：“至于七姑婆，你身为族中长辈，也该回去向家主说个明白。”南宫翎身后，两名金袍老者应声上前，一人封住南宫玉娇修为，另一人则走向灰衣老妪。老妪脸色变幻，最终却只是长叹一声，颓然闭目。南宫玉娇瘫软在地，面如死灰，再不复先前张扬的模样。灰衣老妪亦被制住，压在一旁，神色灰败。杨胜面色铁青，指节捏得发白，却终是未再发一言。他深深看了一眼林浩，那眼神如淬寒冰。好得很啊，这个梁子我们总督府接下来了，我们走。东方绝早已面无人色，嘴唇哆嗦着，甚至不敢再去瞥一眼那颗人头。他踉跄着跟上，两名黑袍老者慌忙上前，一人用一方黑布裹起那颗头颅，紧随其后，再无来时的威震。缩在人群后的秦玉连滚爬地跟上，那父黄黄如丧家之犬的模样，引得众宾客一阵嗤笑。林浩目送他们的背影，目光转向尹13，唇角微不可察的一勾，抬手对着自己脖颈做了个极轻的抹滑动作。几乎是同时，尹13冷淡的传音便钻入他耳中：“小子，老夫责任是护你周全，可不是你的私人打手。”那声音顿了顿，带上一丝告诫：“东方家与总督府背后皆有化神真君坐镇，今日斩他一元婴已是极限，再进一步，莫非你想让老夫去送死吗？”尹13传音落下的同时，被一连串震撼惊得呆若木鸡的满场宾客仿佛才猛地回过神来。死寂的庭院骤然被沸腾的声浪淹没。天杀的，刚才哪个混账说人家是废物女婿来着？自己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五系杂灵根，废物，睁开眼看看。刘云府三宗鼎力支持，8皇子制千万灵石青睐，更有元婴杀手甘为护道者。苏家这是捡了真龙当泥鳅，还差点亲手扔出去啊！何止是糊涂，简直是瞎了眼！惊羡、赞叹、后怕以及毫不掩饰的嘲讽议论，如同潮水般席卷每一个角落。所有目光再次聚焦于林浩，只剩下震撼与敬畏。苏老祖府虚而立，对满场的沸腾恍若未闻。他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林浩身上，露出欣慰而畅快的笑容。今日寿宴倒是让老夫看了一出好戏。不过他龙头杖重一顿，声如洪钟：“这门亲事，老夫认定了。”那声音的告诫仿佛解开了定身的法术。死寂的庭院骤然被沸腾的声浪淹没。苏远山已换了副面孔，那先前的摇摆与尴尬尽数被热切的笑容取代。他快步走下主位，朝林浩、九公主等人连连拱手：“林贤婿，九公主殿下，诸位长老，还有南宫贤弟，快请上座。怎能屈尊在偏席？”林浩却稳坐不动，抬眼笑道：“岳父大人客气了，我看这杂役席挺好，清静，饭菜也别有一番风味。”苏妙琴在一旁看着父亲前倨后恭的模样，忍不住低声道：“爹，您能不能有些家主的样子？”苏远山老脸一红，凑近些，压低声音，飞快解释道：“晴儿，爹也是没法子。往日玉娇娘家势大，她性子又强，爹这个家主当得憋屈啊。”南宫翎适时夺不过来，接口道：“姐夫言重了，我南宫家与你苏家联姻，看重的是苏家潜力，而非打压。只是我这堂姐太过跋扈，失了分寸。”他转向林浩，笑容爽朗的拱手：“林兄弟，家中若是早知请侄女有此良缘，断不会让此等事发生。往后还请林兄弟多多往来。”这番表态无疑给苏远山递了最坚实的台阶。
好，好，多谢灵帝。苏远山精神一振，再次殷切相邀。九公主赵颖掩口轻笑，灵动的大眼睛在南宫翎和林浩之间转了转，故意拉长了语调：哎呀，这可有趣了。南宫少主，你叫苏家主姐夫，又叫林克亲兄弟，这辈分莫非是我算糊涂了？南宫翎闻言，手中折扇唰的一开，朗声笑道：九公主说笑了，咱们修仙之人随心随性，何须拘泥俗礼？我与姐夫是亲缘，与林兄弟是投缘，各论各的，岂不痛快？这话引得众人会心一笑，先前残留的几分紧张气氛顿时烟消云散。李长老抚须，声如洪钟：正是此理。苏家主，老夫等人远道来，这杯寿酒总要与你好好喝上一杯。凌云道长与木易长老也含笑颔首，见各方皆给了台阶，林浩这才从容起身，牵起苏妙琴的手，对苏远山微笑道：岳父大人盛情难却，小婿便恭敬不如从命了。主桌重新安排，气氛与片刻前已截然不同。推杯换盏间，恭贺声不断，苏远山红光满面，不断敬酒。苏妙琴坐在林浩身侧，看着他与各方大人物谈笑自若，眼中柔情与自豪几乎满意。宴至酣处，南宫翎笑容微敛，正色朝主桌众人拱手，声音清朗：诸位前辈道友，今日借苏氏博寿宴，各位高朋满座，我南宫翎益寿家族全权委托，在此宣告一事。他目光扫过全场，语气转冷：自今日起，我南宫世家正式与背弃青云府千年盟约，甘为先朝鹰犬的东方家断绝一切往来，两家所有合作即刻终止，旗下商路、矿脉、秘境所属权之争皆按规矩了断。简言之，他微微一顿，一字一句清晰吐出：南宫家正式对东方家宣战。满座一静，随即响起低低的议论声，这无疑是向青云府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南宫翎随即转向三宗长老，再次拱手，语气诚挚：流云府三宗鼎力相助，情谊与风骨，我南宫家钦佩，愿与合欢、玄天、青丹三宗缔结守望相助之盟约，共护青刘两府安宁。不知三位意下如何？李长老府长大笑，第一个响应：哈哈，好，老夫就欣赏南宫少主这份痛快。合欢宗没那么多弯绕，你南宫家敢对东方家亮剑，这个朋友我合欢宗交了。凌云道长微微颔首，建议引线。玄天剑宗愿与同道共守一方清净，盟约细节可容后详议。木易长老捋须微笑，语气温和却坚定：青丹谷虽已丹修道，一知唇齿相依之理，南宫世家既有此心，我青丹谷愿添一份力，共筑盟好。好！南宫翎精神一振，再次举杯。这时九公主赵莹巧笑嫣然，也举起了手中玉盏。如此盛世，岂能少了彩头？本宫便代八皇兄做个见证，此盟若成，林克卿居中联络之功不可没。未来卿刘良府所需诸多便利，八皇子府定当优先考量。林浩一直含笑聆听，此刻一举杯起身，环视众人，声音沉稳清晰：诸位前辈厚爱，林浩感念，既为同盟，自当同心。今日便以杯中酒，贺此新局之始。苏老祖朗声大笑，龙头杖重一顿，痛快！远山这寿宴能见证此等一举，胜过千年修行。他笑声一收，目光炯炯，看向林浩与在场众人，郑重道：自今日起，苏家愿赋予纪委，为卿刘良府安宁，尽我苏家绵薄之力。苏远山也彻底定下心神，起身举杯，声音洪亮：苏家上下必倾力相助，共护此盟。好！南宫翎府长赞叹：满饮此杯。九公主笑盈举盏，满饮。杯盏交错，笑声盈庭。一场寿宴风波迭起，终是以各方势力达成新盟，林浩地位彻底稳固而收尾。觥筹之间，新的格局已悄然铸成。苏老祖笑声暂歇，目光如电，扫向缩在角落的苏妙微。今日之事，诸多风波皆因家规不严，小辈妄为而起。老祖声音沉肃，龙头杖指向苏妙微：苏妙微，你身为苏家血脉，不敬长姐，勾结外人，言语恶毒，几坏我苏家百年声誉与大局，你可知罪？苏妙微浑身一颤，连滚带爬地扑到前面，声音尖利：老祖饶过威儿吧，威儿知错了，威儿再也不敢了。爹，您替女儿说句话呀！他泪流满面，妆容狼藉，早先的骄纵可薄荡然无存。苏老祖面无表情，龙头杖纹丝未动，现在知道求饶了。早先口出恶言，辱及亲姐与贵客时，可曾想过家规？即日起，老祖声音坚决，革除一切用度，禁足于后山3年，资源供给降至最低，非有令不得踏出半步。带下去。2名执法族人立即上前，架起瘫软如泥的苏妙微，径直脱离了庭院。那凄惶的哭声渐远，满座宾客无人出声，只觉得这惩罚既严厉又理所应当。苏远山嘴唇动了动，最终化为一声叹息。待场面稍静，林浩才放下茶盏，语气平和：既是家事，岳父与老祖依家法处置便是。他仿佛才想起般，指尖轻抚过苏妙琴的手背，温声问道：师姐回来，总该有个熟悉的住处才好。我记着，你提过是从前的沁芳院。苏老祖立刻接过话头，朗声道：贤婿有心了，沁芳院既然是秦丫头旧居，自然物归原主。他目光转向苏远山，语气转为吩咐：远山，此事你来安排，务必周全，
断不能委屈了秦丫头。苏远山连忙躬身，脸上带着几分惭愧：“是，祖父。孙儿，这救命人即刻去办，一定收拾得妥妥当当，绝不让琪儿受半点委屈。”苏妙琴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但感受到林浩掌心的温度，轻轻点头。但凭老祖与父亲安排。林浩牵起他的手，对苏老祖与苏远山微微颔首：“有劳老祖，岳父费心。”苏老祖父虚而笑，看向林浩的目光满是激赏与感慨。贤婿这份寿礼，才是真正送到了老夫心坎上。他轻叹一声，声音沧桑：“老夫虚活800余载，自认于元婴之道已亏得门尽，奈何寿元将尽，气血衰败，如同困于朽舟，纵见彼岸，亦无力渡之。”他目光落向那枚延寿丹上，眼中迸发出灼热的光彩。如今有此丹延寿50载，气血得以滋养，元婴大道已是触手可及，与老夫乃至我整个苏家无异于再造之恩。贤婿这份情，老夫记下了。林浩闻言，神色郑重地拱手回礼：“老祖言重了，师姐的老祖便是我林浩的老祖，能为老祖道途略尽绵力，是分内之事。晚辈在此，预祝老祖早日破关，元婴功成。”说得好！九公主赵颖笑盈盈的插话，眼睛弯成月牙：“林客卿，此件事了，你可还有什么安排？若无事，不如随我去天运仙朝都城转转。八皇兄可是念叨你好几回了，想当面见见你呢。”林浩略一沉吟，爽快点头：“也好，明日便可动身。”明日。苏远山闻言连忙上前，脸上堆着笑，小心翼翼道：“贤婿，晴儿难得回家，不如再多住2日，也让为父好好补偿补偿晴儿。”他说着，目光歉然地看向苏妙琴。林浩挑眉看他，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岳父现在倒知道要补偿师姐了。”他语气不重，却让苏远山老脸一红。当初把如9天明月般的长女送去合欢宗时，怎不见岳父有半分不舍？苏远山被噎得面皮发烫，搓着手讪讪道：“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吗？再说了，若非如此，晴儿又怎能遇上贤婿你这等良配？说起来，贤婿你是不是还得谢谢岳父我？”苏妙琴轻轻拽了拽林浩的衣袖，眼含无奈，微微摇头。林浩见他模样，脸上那点讥诮顿时化开，哈哈一笑，顺坡下驴：“得，岳父您这话倒也有几分歪理。”他转头对九公主道：“殿下，既然如此，可否担得2日，我也好陪师姐在府中稍作安顿。”赵颖眨了眨眼，一副正中下怀的样子：“好啊，本宫正觉得这青云府人杰地灵还没玩够呢，就这么说定了。2日后，我们一同启程去都城，事情就此议定。”众人又饮了几杯，这场波澜起伏的寿宴终于在一片和乐的气氛中走向尾声。苏远山亲自引着林浩、苏妙琴去往重整中的庆芳院，九公主则由苏老祖陪着去安排好的客院休息。李长老、凌云道长、南宫翎等人亦相继告辞，约定后续盟约细节再行商议。夜色渐深，苏府终于恢复了宁静。庆芳院内灯火通明，仆役穿梭，正在做最后的洒扫布置。林浩揽着苏妙琴，看着他熟悉的草木亭台，轻声道：“师姐，我们回家了。”苏妙琴靠在他肩头，望着焕然一新的旧居，眼中漾开温暖的笑意，轻轻了一声。就在他心境彻底安宁、暖意充盈的刹那，叮！检测到关键情缘，苏妙琴家族之愿已化，执念消解，心境圆满，情缘羁绊深度提升，当前好感度95%，情深不渝。奖励发放同心佩，对，地阶中品辅助灵器，千里护感，微时示警，佩戴可增双修之效。林浩心念微动，掌心已多了一对温润玉佩，一者略大，纹路如云水环绕；一者稍小，雕琢着精致的晴空飞鸟。两玉之间隐隐有灵光流转，气息相连。咦？苏妙琴察觉到他掌心灵光，侧头看来，目光落在那对玉佩上，这是好精纯的灵玉，还有种很亲切的感应。林浩将那只紫佩放入他手中，唇角含笑，方才心有所感，此物便自然浮现。师姐，你贴身带着它。他拿起那枚母佩，系在自己腰间，声音温和。这对玉佩彼此感应，千里之内可知方位，传一线神念。若你遇险，它便会发烫示警。苏妙琴握紧温润的玉佩，那玉佩仿佛与他气息相融，传来安心之感。他抬眸看向林浩，眼中柔情满意，却又故意抿唇轻笑。这般玄妙的灵气，夫君该不是早备好了，专挑此时拿来哄我？林浩揽住他的腰，低头在他耳边轻笑，热气拂过。哄师姐，哪需特意备礼？这分明是师姐心结解开，天地有感，特地送来的贺礼。他顿了顿，摩挲着腰间母佩，而且据说长期佩戴于双修亦有助益。苏妙琴耳根微红，却已将那紫佩佩在了衣襟内。玉佩贴上肌肤的瞬间，一股温润的灵流缓缓融入经脉，竟让他一丝疲惫一扫而空，玄阴真经的运转都自发顺畅了几分。他心中讶异，更涌起甜蜜，脸颊微热，声音不自觉递轻了下去。那夫君要不要试试看它的效果？话未说完，他自己先抿住了唇，纤长的睫毛轻轻垂下。林浩看着他颊边那抹动人的绯红，低笑出声，轻轻抚摸他的手背。师姐相邀。他声音压得低缓，带着一丝温存的雅。师弟岂敢不从？他并未急着动作，
而是就着牵手的姿势，引他看向庭院中那株依稀有旧影的玉兰，语气里含着笑意与感慨。这儿的一草一木，怕是都记得师姐小时候的模样。他偏过头，目光落回他眼中，专注而温柔。往后也让他们记下我的。这才揽过他的肩，朝着灯火温暖的里间缓步走去。今夜，他在他耳边轻声说，气息温热，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体悟。是夜，沁芳院主屋内，夜明珠柔和的光晕洒满锦榻，房门方合，苏妙琴却未如往常般羞怯等候。他转过身，面向林浩，眸光如水，映着珠光与潋滟。他指尖微微一顿，落向衣襟处，系带松解，外衫顺着圆润的肩线悄然滑落，堆叠在脚边，露出内里月白色的衬裙。柔光映着她羊脂玉般的肌肤，泛着温润光泽。精致的锁骨下，衬裙随着呼吸轻轻起伏，勾勒出美好的轮廓。林浩倚在门边静静看着，眸色渐深。苏妙琴微微垂眼，颊边薄红未退，手却轻轻探向身后衬裙的系带，细锁解开，轻薄的衣料如云絮般无声飘落。她站在那里，宛如月下初绽的玉兰，周身浸润着柔和的光晕，将那从未如此坦然呈现的美好，温柔地展现在他眼前。夫君，他声音轻软，这次让琪儿伺候你，可好？林浩呼吸微顿，随即走上前，伸手轻轻揽住他的腰，将他带入怀中。琪儿今日格外不同，锦帐徐落，掩去一世旖旎光景与相拥的身影。此处细节自行想象。当两人身心彻底契合，两枚同心配意同时微光闪烁，一股远比以往精纯的纯阴之气自苏妙琴丹田深处汹涌而出，与林浩体内磅礴的纯阳之气毫无挚爱的交融。鸳鸯同心诀自然运转，灵力循环的速度与效率远超以往，阴阳二气如两条游龙，在他们经脉间飞速穿梭，每循环一周便更精纯一分，更壮大一丝。苏妙琴清晰感到自己金丹2层的壁垒正在松动，水到渠成般的自然增长。更奇妙的是，通过同心配与身心双重的连接，一种模糊却真切的感知在两人灵台间流淌。无需言语，他能感受到林浩的怜惜、喜悦与守护之意，林浩亦能察觉到他的全然信任、奉献与浓烈爱意。灵力与情感皆达至巅峰，磅礴的灵力如温暖的潮汐，冲刷着两人的四肢百骸，最终各自归于丹田。林浩感到丹田内真元压缩的进度与平日双修相比，快了何止4-5倍。而苏妙琴周身灵光莹润，气息明显上涨，竟直接踏入了金丹3层，锦帐内气息渐匀。苏妙琴绵软地偎在他怀中，肌肤像贴处汗湿未消，眼角犹带泪痕，唇边却漾着满足的笑意。他手指摩挲着胸前的紫佩，那玉佩温润依旧，仿佛将它们交融的灵韵与温情都悄悄储存了起来。良久，才轻声道：“夫君，谢谢你。”他仰起脸，眼角泪痕未干，眸子却清亮如洗。是你让我能堂堂正正地拿回该有的一切，也不再是那个只能听凭安排的苏妙琴了。林浩搂着她，掌心抚过她光滑的背脊，低头吻了吻她汗湿的额发。我的傻师姐，你本就值得。他指尖温柔地拂过她眼角，声音低沉：就算这世间万般美好都集于你一身，也不为过。如今你所拥有的，不过是你早该得到的。苏妙琴没有立刻说话，只是将脸更深地埋进他颈窝，用力摇了摇头。再抬起眼时，眸中水光潋滟，映着全心全意的信赖与温柔。夫君，他声音很轻，像一片羽毛拂过心间。这句话比任何灵丹法宝都更让我欢喜。说完，苏妙琴在他怀里蹭了蹭，倦意与满足如潮水般涌上，立刻沉入了安稳的梦乡。林浩轻轻拥着她，感受着她温软的身躯，望着帐顶朦胧的光影，唇角无声扬起。这一夜，沁芳院内止于温情脉脉的安宁。接下来2日，林浩陪着九公主赵颖，将青云府几处有名的景致逛了个遍。这日晌午，两人正在城中最大的醉仙楼凭窗小酌，赵颖托着腮，指尖随意拨弄着玉盏，瞧着楼下熙攘皆是，忽然扑哧一笑：“林师兄，你说我那六皇兄此刻是不是正在府里大发雷霆？”他眨眨眼，带着点幸灾乐祸，丢了苏家这边的算盘，折了个元婴修士，连带着东方家都灰头土脸，这回他可亏大了。林浩抿了口酒，似笑非笑：“殿下倒是看得开，不过打蛇不死，反受其害。六皇子此番吃了这么大亏，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怕他不成。”赵颖一扬下巴，随即又笑嘻嘻的压低声音：“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林师兄？”两人正说着，邻座雅间的屏障后，隐约飘来几句压低的交谈，带着一丝猎奇的兴奋：“听说了吗？咱礼乐仙宗那位圣女冲击元婴中期失败，遭到运反噬，重伤闭关了。何止？听说太上长老探查后震怒，好像发现穆师姐她元婴已失，并非完毕。什么？表面上冰清玉洁、高不可攀的圣女，背地里竟……嘿嘿，不知便宜了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嘘，晋升。此事在宗内已是禁忌，自当年墨尘师兄那事之后，宗门对秦恣意观看的比命还重，他这简直是出了逆鳞，圣女之位怕是悬了。”话音至此，似是被人严厉制止，戛然而止。林浩直背的手微微一顿，慕云瑶那个月光下紫衣凌乱，明明狼狈，却扬起下巴，眼神凶悍，耳根通红的女子身影倏地掠过脑海。看来这礼乐仙宗
是飞去一趟了。不管当初缘由如何，既然是我林浩的女人，我就不能坐视不管。他抬眼看向对面正托着腮，好奇打量他的赵颖，语气带着歉意：“九公主，看来去仙朝都城的计划得往后延一延了。”赵颖眨了眨眼，身子微微后仰，脸上浮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你也听见了？他往前凑近些许，压低声音，带着点探究和调侃：“临时变卦是为了隔壁间说的那位礼乐仙宗的圣女。”他顿了顿，忽然倒吸一口凉气，眼睛一下子睁圆了，像是把所有线索瞬间串了起来。声音因为惊讶：“原因已失，该不会就是林师兄你？”嘘！他话音未落，林浩以眼疾手快的轻身，伸手轻轻捂住了他的嘴，掌心传来温热柔软的触感和戛然而止的气流。赵颖剩下的话被堵了回去，只剩一双瞪大的眸子近在咫尺地望着他。这突如其来、过于亲密的接触，让他整个人僵了一瞬。紧接着，红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爬满了整张脸颊，连耳根都红透了。林浩也意识到这动作不妥，立刻松开了手，坐回原位，轻咳一声：“咳。殿下，慎言。”赵颖猛地低下头，抓起酒杯胡乱灌了一口，却呛得轻轻咳嗽起来，脸上的红晕半晌都没退下去。他用手背擦了擦唇角，好一会儿才重新抬起头，声音压得极低，眼神却亮得惊人：“果然是你！”随即那亮光里又透出几分担忧：“可是林师兄，你现在才筑基后期，离月仙宗那是何等地方？你去了又能帮上什么？”林浩苦笑着摇了摇头，目光却看向窗外远处的流云，语气平静：“不去，便永远没有任何可能；去了，才有机会见到他，再见机行事便是。”赵颖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扑哧一声笑出来，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佩服和调侃：“好小子，真有你的！”他凑得更近些，压低声音道：“连那位号称冰清玉洁、高踞云端的礼乐圣女都，难怪你对她的事这么上心。”林浩对上他戏谑的眸子，嘿嘿一笑，举起酒杯虚敬了一下：“殿下，慎言，慎言啊！一切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是夜，沁芳院卧房内，红烛暖帐，起初一切如常，灵韵交融，气息缠绵。苏妙琴温柔应和，甚至主动引导，将鸳鸯同心诀运转的圆融顺畅。可渐渐的，他察觉到不同，林浩的真元一次比一次绵长，循环往复，仿佛不知疲倦，更带着一股要将彼此灵元彻底贯通、浑然合一的执着。那股熟悉的纯阳之气，此刻灼热的有些骇人，在他经脉中奔涌的速度也远超平日，带来近乎汹涌的冲击。又一次浪潮稍歇，苏妙琴气息紊乱，绵软的伏在他汗湿的胸膛上，指尖都湿了力气。缓了半晌，他才仰起脸，水光潋滟的眸中带着不解：“浩浩，你方才……”他脸颊绯红，气息微蹙，好似格外急切些。林浩手臂紧了紧，将他圈在怀里，下巴轻蹭他发顶，沉默了片刻才道：“师姐，我想尽快将真元压缩到极致，尝试结丹。”他声音里透着一种罕见的沉肃：“这世间没有实力，终究寸步难行。有些事，我等不起。”苏妙琴微微撑起身，颈背滑落，露出圆润的尖头。他仔细看着林浩的侧脸，伸出手轻轻抚平他微蹙的眉心：“我知你心结。”他声音温柔：“你如今的境境已是惊世骇俗，真元压缩之效比寻常双修快了数倍不止。”他指尖下滑，轻点在他丹田位置，语气认真：“但是浩浩，你需明白，纵使你灵根已至中品，但五行俱全，这等根基结丹所需之后，比丹属性灵根难上何止数倍。莫要以我与灵儿妹妹为例科求自己，我俩皆是丹属性的上品灵根，结丹本就相对容易。”林浩捉住他的手指，放在唇边吻了吻，眼底映着烛光，也映着他的担忧：“我明白，师姐，只是没有指示。”苏妙琴轻声打断，复又偎进他怀里，手臂环住他的腰：“我知你有必须变强的道理，你想冲，我便陪你冲；你想试，我便助你试。但道基之事关乎长远，急躁不得。今夜便好好休息，可好？”在他温柔话语中，林浩心头因暮云摇而生的焦灼渐渐沉淀。他长长吁出一口气，将脸埋在他馨香的发间：“好，听师姐的。”话虽如此，环在他腰间的手却未松，反而收得更紧，仿佛要从这最亲密的相拥中汲取更多力量与温暖。苏妙琴察觉到他的依赖，唇角弯起柔和的弧度，闭上眼，与他一同沉入这温馨的静谧之中。第二日凌晨，苏府门前晨光微熹，众人齐聚。苏老祖拄着龙头杖，精神矍铄，对林浩郑重道：“贤婿，此番闭关冲击元婴，全赖你赠丹之功。老夫若侥幸攻成，便许你一个请求，只要不违道义，老夫必全力相付。”林浩躬身一礼：“老祖言重了，晚辈预祝老祖一举攻成，大道可期。”一旁苏远山拉着苏妙琴的手，眼眶微红，嘴唇如嗫了半晌，只挤出一句：“晴儿，在外一切小心，常回来看看。”苏妙琴心中微软，脸上神色柔和了些许，轻轻点头：“父亲保重，女儿省得。”另一边，赵颖已登上銮驾，回身朝林浩招了招手。林浩走过去，低声道：“九公主，此事了结后，我定去都城寻你。另外，想烦请你帮我打听一人。”“谁啊？”赵颖歪头：“一位唤作莫千锤的炼气宗师。”林浩目光微凝，最好将他过往渊源
脾性喜好都查个分明。赵颖眼睛瞪圆了，莫千锤，你既要寻他？他上下打量着林浩，那可是连我父皇都想请动，却屡屡碰壁的怪脾气宗师，你找他作甚？铸剑。林浩坦言，本打算此番与你同去都城，主要也是为了寻他。嘿，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赵颖皱了皱鼻子，随即露出一抹了然的神色。不过找他出手，规矩极大，非得献上能入眼的极品材料不可，否则免谈。林浩手掌一翻，掌心多了一块黑沉无光的陨铁，内部竟有点星辉亮起，一股浩瀚的星辰之力隐隐流转。赵颖倒吸一口凉气，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拉近细看。星辰核心，你竟有这等的宝物，这东西应该够了。他松开手，拍了拍胸口，眼睛发亮。不过为了稳妥，我回去再求8个，翻翻库房，看有没有能锦上添花的辅料。另外，莫宗师的详细卷宗包在我身上，保证把他祖宗18代都给你理得明明白白。林浩收起星辰核心，拱手笑道：“那便先谢过公主殿下了。”嘻嘻，知道就好。赵颖摆摆手，狡黠一笑：“这人情，本公主可是给你记下了。走了。”銮驾升起，流光远去。林浩与苏妙琴、尹13、林无声踏上归途。苏妙琴望了一眼苏府门楣，转身跟上。行至路口，林浩照出5行葫芦，跃身而上，先去青云城转传送阵，再前往云梦府。苏妙琴轻巧落在他身侧，闻言微讶，侧头看他：“浩，去云梦府作甚？”林浩驾驭葫芦破开云层，声音浑着风声传来，一言难尽。这次我不得不去。他握住他的手：“师姐，路上我再慢慢与你细说。”4人快速飞遁，下方山林如碧波倒退。忽地，一道凌厉的元音威压如无形巨掌自下方密林骤然暴起，直袭葫芦上的林浩。凝视狠辣，显然蓄谋已久。哼！一直坠在后方的尹13冷哼一声，身形如鬼魅般横移，恰好拦在那袭来的灵压之前。一股同样属于元婴期的森寒气息轰然荡开，与来袭者悍然对撞。轰！气浪炸开，下方林木摧折，光影稍散，露出袭击者身影，赫然是流云府赵家家主赵父。赵父！尹13的声音平静，就凭你一人也敢拦路？赵父脸色阴沉，尚未答话，密林中又是3道金丹后期的强横气息冲天而起，成品自行直扑林浩3人而来。小心！苏妙琴轻喝一声，素手急挥，淡蓝色的玄冰阵图瞬间在脚下展开，阵纹流转，寒气四溢。他虚暗阵眼，手中已撤出一柄长剑，剑身如一泓秋水，光润凝练，正是那柄极品灵器秋水剑。剑锋微颤，清明如素。与此同时，他左手指间凝结出点点幽蓝光华，那是玄阴真经修炼出的玄阴真水，至阴至寒，化作数道冰晶锁链环绕周身。剑光与冰链交织，他眸光清冽，主动迎向一名袭来的金丹修士。林浩眼中锐光一闪，面对那扑来的金丹后期修士，不闪不避，张口便是一道5色流光，5行罡气波，流光直袭对方面门。那金丹修士猝不及防，被这蕴含5行轮转之妙的毅力迎面击中，尽觉神魂微微一荡，身形不由得一滞。就在这电光石火的间隙，林浩低喝一声，一拳轰出，混元5行拳，拳劲浑厚磅礴，5行真元轮转相生，带起沉闷的破空之声。砰！那金丹修士竟被这一拳打得倒飞出去。然而双方境界终究相差太大，这一拳虽借罡气波干扰命中，却未能突破其雄浑的护体灵力，并未造成实质伤害。那修士在空中稳住身形，脸色却已十分难看。林无声的身形更是早已融入四周光影，仿佛彻底消失，只有偶尔在对手身侧乍现一缕寒芒或飘忽的幽影不残影。他正以诡谲的身法与第3名金丹周旋，然而对方毕竟是3名金丹后期，且配合默契，招招狠辣。苏妙琴虽仗着玄冰阵图与玄阴真水神妙，暂时困住一人，但灵力消耗甚巨，俏脸很快发白。林浩的混元5行拳刚猛无仇，短时间不落下风，却也难速胜。林无声身法诡谲，一时无虞，却也无力破局，场面一时僵持，却凶险万分，灵力碰撞的爆鸣不绝于耳。就在苏妙琴全力催动玄冰阵图，试图冻结对手行动的刹那，异变再生，另一道更为隐晦的元婴气息如同潜伏的毒蛇，毫无征兆自战圈外的一处阴影中暴起，其目标正是心神集中于对手的苏妙琴。此人脸上戴着惨白的面具，身形快得只剩下淡淡残影。苏妙琴只觉一股无可抵御的阴柔之力瞬间穿透了玄冰阵图的防御，周身经脉一麻，灵力运转陡然凝滞。师姐！林浩看见，心神俱震，混元罡气差点溃散。那面具元婴以一手扣住苏妙琴肩颈要穴，另一只手闪电般封住她数处大穴，将她彻底制住。整个过程快得电光石火。尹13虽实力强横，一手影杀术神出鬼没，但他终究更善袭杀与遁术，正面缠斗并非所长。此刻他被赵父死死缠住，虽未落下风，却也无法瞬间摆脱。就在这瞬息之间，那面具元婴已携着苏妙琴化作一道灰芒，朝着远处天际疾射而去，只留下一道尖细的嗓音在林中回荡，想要他活命，3日之内提着9公主的人头送到6皇子府邸。逾期。